男人一生只爱2样东西：发光的迪迦和发白的地甲。苍玄大陆，合欢宗，青鸾峰脚下。沈浪饶有兴趣地看着面前的女子，漆黑的眸子透着淡漠。王语嫣穿着雪白绫罗，衣领呈现出 V 型，面如皎月，肌肤如玉。没错，沈浪穿越了。金手指仙元系统，每个仙子的评价分为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、金，由低到高。规则简单易懂，多结仙元就变强。他来自一个叫蓝星的世界，没有让大货车撞死，也没有加班猝死，相反，他在那个世界混得很牛逼，很吊，很浪，最后被赏了一颗花生米，让真理打死了。本来他来到这个世界后还准备继续浪下去，可是却发现这具身体太弱了，在这个没实力的世界，狗都不会看你一眼。更意外的是，在沈浪融合了一部分记忆后，发现这个沈浪本来是个杀猪小将，还没进宗门时，王语嫣对他穷追不舍，那时候简直是倒贴。浪哥哥，你以为你躲在这里我就找不到你了吗？不可能的，像你这么出众的男人，就像萤火虫一般，在哪都会发光，都会很出众。你那忧郁的眼神，稀烂的胡渣子，神乎其技的刀法，还有桌子上那盆猪血，深深地迷住了我。这是他们还没上山时，王语嫣对他说的话。上山后，由于合欢宗功法的特殊性，两人经常在一起打扑克，只为了加紧修炼，能有一席之地。这时，王语嫣眸子中满是厌恶，朱唇轻启。自从我们上山后，你天天带一把杀猪刀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跟一把杀猪刀结为道侣。特别是我们每次双修时，你都要秀一把眼花缭乱的刀法，内衣都不知道被你砍烂多少条了。你真的很扫兴。他声音高了一些，波涛如怒，上下起伏。卧槽！沈浪嘴角抽搐，可嗨嗨，那还真的有点委屈你了。沈浪神色尴尬，开启系统看向王语嫣，头顶一股光柱显示为橙色，看来他资质一般啊。王语嫣清冷的眸子慢慢释然，脸上满是孤傲。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，因为我的贴身衣物真的不多了。说完，王语嫣看都不看他一眼，飞身而去。合欢宗讲究自由结合，不提倡从一而终，道侣本来就是阴道结合，只要一方有更高的追求时，随时都会分道扬镳。沈浪望着王语嫣的背影，摇头叹息：唉，你说你没事玩什么刀啊？好好玩道侣不好吗？至于这杀猪刀就算了吧，大仇我给你报。融合记忆后，沈浪发现他是被人害死的，随即摘下腰间的杀猪刀，扔出了云雾缭绕的山外，再也看不见丁。任务完成，奖励混沌体，功法天阳神功修炼加速器，能解百毒。辅助技能一级炼丹师10万年经验，一级炼器师10万年经验，一级符箓师10万年经验，一级阵法师10万年经验，一级灵职师10万年经验。卧槽，混沌体！混沌体又称谪仙体，能够演化和摧毁万物，受天地眷顾。拥有此体质的修士，修炼之路畅通无阻，修炼速度极快，领悟能力极高。即便当时已有大帝，也必然会成为新的大帝。所有辅助技能满级，在整个苍玄大陆已经是顶尖的存在了。可以说，现在沈浪的体质已经拉爆了，耐力更持久了。再加上天阳神功至刚至阳的功法，配合混沌体质修炼，简直爽得不要不要的。听说了吗？青鸾峰峰主顾雨飞前不久被魔族种下了魔种，禁封了修为。啊，这么严重？那岂不是被随意拿捏？嘿嘿，一个没有修为的仙子，那场面简直不敢想。不敢想，这下惨了。顾雨飞那清冷的个性可是得罪了不少人。两名师兄弟边走边说，慢慢的消失不见。顾雨飞中毒了师尊。咕咚，沈浪咽了咽口水，停下了脚步。这么大的事，他竟然不知道，岂有此理！不知道他能解毒吗？合欢宗分为7大峰，师尊顾雨飞是公认的第2大美女，可她是我亲师尊啊，这还是人吗？师尊待我如父母，我怎么可以这样？系统你个畜生！我要真做了，怎么对得起死去的沈浪？天哪！沈浪捶胸顿足，仰天长啸，心如刀绞。一盏茶后，沈浪出现在顾雨飞的洞府。嘿嘿，只是解毒而已，也不是不可以，毕竟我只是魂穿，关我屁事。师尊顾雨飞的洞府幽静很深，夹道很窄，光线还很暗很黑，像他的心情一样糟糕。浪儿，你找为师何事？庄严古朴的大殿中，汉白玉的宝座上，顾雨飞慵懒地托着下巴，穿着一身洁白的纱裙，里面是薄如蝉翼的胸衣，肌肤如玉，身材婀娜多姿，软玉温香，犹如一个不染纤尘的仙子。唇红齿白，面如皎月，冰肌玉骨，口吐芬香，
弥漫在整个大殿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啧啧，果然美得冒泡。师尊，徒儿特来看望你。沈浪拱拱手，悄悄地看向顾雨飞，系统开启检测，刹那间一道耀眼的绿光冲天而起。他心中震惊，卧槽，好绿啊！果然不愧是师尊大人，竟然这么绿。顾雨飞眼神复杂地看他一眼，自他修为尽失，很多人都是敬而远之，这几个月他已经看透了世态炎凉，可今天却没想到这个最不受重视的徒儿还想着自己。沈浪是他的亲传弟子，除了长得帅一些，其他实在没长处，修炼潜质极差，基本上这辈子也不可能筑基了。可是这么差劲，为何还收他为弟子呢？因为顾雨飞是个颜控。对，没错，就是因为沈浪养眼，没有别的原因，所以青鸾峰全是帅哥靓女，但是修为却是全宗倒数第一，一言难尽，身体倒是无恙，修为还是尽失。顾雨飞语气中满是苦涩。奈斯。沈浪抬起头，眼神直勾勾地看着他，脸上少了些尊敬，多了一些轻浮。师尊，我们解毒吧。解毒。顾雨飞美眸中闪过一丝惊喜，他太渴望了。如果再这么下去，可能连峰主的位置都保不住了。一个修为尽失的人，宗门是不会容忍的。要不是顾雨飞和宗主是师姐妹，早就有人来挑衅了。浪儿，你有办法？语气中满是希望。当然。沈浪点头颔首，这对徒儿来说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了。顾雨飞跃跃欲试，满脸期待。那需要为师怎么配合？虽然不知道沈浪有什么办法，但是顾雨飞满脑子都是修为，其他什么也顾不得了。他看向沈浪，白衣长袍，面如冠玉，目若明星，黑发如瀑，无风自动。第一次感觉他不仅养眼，还那么孝敬。沈浪邪魅一笑，伸手一挥，咣当一声，大门直接关闭。锁死。顾雨飞。沈浪眼神直勾勾地看着他，迈开步子，慢慢走上台阶。顾雨飞脸色一僵，不明白徒儿为什么这样看着自己。以前他见到自己大气都不敢喘，可今天他看自己的眼神似乎很轻佻，甚至还有些毫不掩饰的亵渎和渴望。顾雨飞心里一沉，隐隐感觉不妙，看着沈浪慢慢向自己走过来，突然下意识地想到了什么。难道这孽徒？他想，他瞪大了眼睛，强忍着内心的慌乱。一个修为尽失的仙子，就是一个普通人，如同一只任人宰割的小乳鸽。可恶啊！这个孽徒竟然想欺师灭祖，岂有此理！放肆！他下意识看向身后悬浮的冰蓝剑，闪着幽蓝的冷芒，但是却怎么也催动不起来。沈浪肆无忌惮地坐到顾雨飞的身边，拍了拍自己的长袍。孽徒，你想要干什么？顾雨飞挪动下身体，眼神警惕，惊慌失措的样子更是增加了几分韵味。纤细手指紧紧拽着纱裙的一角，冷汗直流。嘿嘿，别怪徒儿不是人，谁让师尊太迷人？拜托了，师尊。孽徒。顾雨飞瞳孔剧烈收缩，一脸不可置信。只剩大殿里的烛光在剧烈的摇曳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。1日后，顾雨飞趴在地上，3000发丝凌乱不堪，绝美的脸颊有2道泪痕，显得楚楚动人。再也没有了孤傲仙子的清冷，反而狼狈至极。可恶，他恨死了这么多年的矜持，反而让家贼偷了。孽徒，岂有此理！沈浪伸了伸腰，骨头噼里啪啦响了几声。果然是师尊大人，简直太妙了。绿色平定对身体的修为帮助太大了，就这么一天，他竟然筑基了，真的要感谢师尊大人。孽徒，你丧心病狂！顾雨飞感受到恢复的功力，满脸杀意，再也忍不住。只见冰蓝剑响起阵阵嗡鸣，剑锋散发着丝丝寒芒，一时间大殿温度陡然降低，仿佛要把整个苍穹冻结。顾雨飞也顾不上整理衣衫，满脸羞怒，眼中闪过一丝寒芒，操控着冰蓝剑，剑指沈浪，准备蓄力一击。师尊，你不能杀我！沈浪摆了摆长袍，坐下后一字一句地说道：孽徒，你毫无人性！顾雨飞柳眉倒竖，清冷的眸子中满是冰冷。师尊，你现在的修为只能保持10天，过了这10天，你还是没有修为。什么？毒没有解？你骗我！顾雨飞瞪大了眼睛，眸子冒火。那刚才算什么？这孽徒沈浪伸出手要拉他坐下，顾雨飞冷冷地推开了他。我是修为太低，功力还没完全发挥出来，等我境界再高些，就可以帮你完全解毒了。多高？顾雨飞下意识地问道。差不多黄境吧。沈浪一脸认真地看着他。什么？黄境修为？这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唰！顾雨飞满脸羞怒，手中的冰蓝剑搭在沈浪的脖颈上，剑刃冒着丝丝寒意。当时这把剑离他的喉咙只有0.01毫米，沈浪实则慌的一批。没办法，魔族中的魔种太毒了，只能慢慢来，但愿师尊大人是理智的。小混蛋，你又骗我，
顾宇飞咬牙切齿，手上的剑嗡鸣颤抖。你看，你又急。沈浪极力地辩解道：你可以等10天再杀我也不迟，反正我也跑不了，万一杀早了，后悔莫及。顾宇飞眸子中波澜连连，紧紧地盯着他悬在脖颈上的冰蓝剑慢慢划下他身上的毒很霸道。顾宇飞心里明白，沈浪确实给他暂时解开了，效果还是很好的。至于只能顶10天这事，他是不信的。但即便不信，顾宇飞也不敢杀他。要真是错杀了，那就完犊子了。一个只有美貌没有实力的仙子，她的下场是凄惨的。那画面不敢想，简直不敢想。怎么办？他很纠结，下不来台。总不能不杀他，让他与飞仙子的面子往哪放人设呢？还要不要啊？最可恨的是要达到黄境级别才可以彻底解毒，自己才黄境了，这要等到什么时候？要是沈浪一辈子达不到，岂不是要让他吃一辈子？哎呀呀呀，烦死了！可恶的孽徒沈浪拇指和食指捏住冰蓝剑，轻轻地放在一边，潇洒地弹了但没有灰尘的衣服，像是看透了他的想法，嘿嘿一笑：师尊，我的命在你手里拽着，也不差这几天。哼！顾宇飞把头扭过一边，不得不说这孽徒说的还是有几分道理。那就先留着你这条狗命，等本座毒解了，再亲手杀了你这狗东西。嘿嘿，听师尊的。沈浪嬉笑道，随即又叹口气：太可惜了。顾宇飞疑惑：可惜什么？你的毒还差一点。沈浪盯着他的眼睛说道：还差一点。顾宇飞下意识想到什么，神情慌乱。逆徒，你又想？嘿嘿。苍玄大陆，修为等级划分：炼气期、筑基期、轮海、法相、地煞、天罡、王者、皇者境、至尊、圣者、准地、地境，每一皆分9层。功法：黄、玄、地、天、王级、地级。装备：黄、玄、地、天、王级、地级。2日后，顾宇飞的冰蓝剑终究没有囊死他，主要还是怕沈浪死了没人解毒。孽徒，你有完没完？3次又3次，你到底要多少次？本座再也不信你了。可嗨嗨，啧啧。师尊大人，我保证这是最后3次了。你滚！师尊，徒儿也是为你好，你没有修为，万一有人找你麻烦怎么办？沈浪口中发着寒气，眉毛上有层霜，就像掉入了冰窟，身体颤抖。不过这些都是借口，主要是沈浪还没玩够。看着他的样子，仙子师尊咬牙切齿：怎么不冻死你个狗东西？顾宇飞天生冰灵圣体，2人修为境界差距太大，如果没有圣体的保护，沈浪会冻成冰棍。可是让顾宇飞意外是，沈浪竟然没事。他盘坐在地上，双手掌心朝上，运转天阳神功，洁白肌肤瞬间变为透明的火红色，头顶冒出丝丝蒸汽。大约1盏茶的时间，体内的冰灵寒气就驱逐出去。卧槽，这才几日就已经筑基了，这狗东西好恐怖的天赋。虽说双修之法会加深修炼，促进速度，但也没有他这样的。这时的顾宇飞才开始查看下沈浪，立刻吓一跳，自己的徒弟竟然是混沌体。我勒个天！顾宇飞脑袋嗡嗡的，难怪这孽徒有如此天赋，竟然是混沌体。这要是让外面的那些封主知道，还不羡慕死？叮！宿主修为突破筑基期，奖励：苍穹重剑王级，可升级，已经放入储物袋。特别奖励：紫薇软甲王阶上品，大大增加防御能力，且可以使用一次无敌状态，忽视任何高一个等级以下的攻击，持续效果10秒。时间到了，软甲报废。沈浪意念一动，直接召唤出苍穹重剑，当的一声砸向地面，古朴的青石地板瞬间碎裂开来，尘土飞扬。待尘土散去，一把长4米、宽1米的黝黑大剑立于面前，泛着森冷寒芒，如苍穹破晓般散发着王者之气。沈浪眼含欣喜，拿起来挥动了几下，带着呼呼的风声，厚重无比，心里很是满意。嘎嘎，这要是一剑拍在人身上，直接排成肉泥了。顾宇飞美眸看着这把苍穹重剑，心里惊呼：好大！这孽徒从哪里找来这么大一把剑？长得很怪异。但这还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把重剑是王级武器，顾宇飞的冰蓝剑是天阶下品。整个合欢宗也就宗主有一把王者级别的武器，不过却是下品，还没有这把重剑品阶高。这狗东西越来越看不透他了。顾宇飞咬着银牙，心里腹诽道。沈浪把剑收入储物袋中，拍拍手，看向顾宇飞，四目相对。师尊大人轻哼一声，撇过头。虽然他心里有很多疑问，但是清冷仙子不允许他主动低下头。沈浪嘿嘿一笑，反手拿出紫薇软甲，坐在顾宇飞旁边。师尊大人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滚开！我不看。顾宇飞说着拒绝，眼睛却很诚实地盯着这件宝甲。
他是何等眼力，在沈浪拿出的那一刹那，就知道这件软甲的不凡。白色的软甲表面如浮光流影般阵阵波澜，凌厉浓郁，上面有18颗冰莲花雕纹，只看一眼就挪不开眼睛。送你的，别人找你寻仇的时候也多一项保障。沈浪放手掌，看着他的眼睛，认真地把紫薇软甲递给他。顾宇飞象征性地推脱了几下，就拿在了手里，眼中闪过一丝喜爱。王者级别的软甲，全宗门也没几件。他眼神复杂地看沈浪一眼，这孽徒还当真舍得。沈浪哪能不知道他那点小心思，在蓝星玩的比这花多了，只不过没失尊纯而已。看着沈浪离开的背影，顾宇飞低声自言自语道：哼，这孽徒还算有点良心。沈浪御剑飞行来到自己的住所，一路上看到三三两两的道侣，这合欢宗还真是好地方。由于他特殊的存在，虽然被别的门派羡慕、嫉妒、唾弃，尽管如此，合欢宗的仙子还是很多，因为这就是天道，万物讲究阴阳调和，孤阴不长，孤阳不生，缺一不可。合欢宗鼓励宗内弟子结为道侣双修，共同修炼，共同突破，所以男的都是同道中人，女仙子都是同甘共苦，甚至有些寿元将近的仙子最后也会加入合欢宗搏一把。试想，原本高高在上、孤傲冷清的仙子，平常看一眼都是亵渎，可当他来到合欢宗后，每一天都很充实，那画面简直不敢想。沈浪并没有住在洞府，只有这一间茅草屋，一个小院，顾宇飞从没有管过他。咔的一声，沈浪推开了房门，打量了一下，卧槽，这也太简陋了。他皱皱眉，这怎么住？要不回去和师尊大人挤一挤哎？算了，要不去买个洞府吧。合欢宗一个洞府大概需要30万灵石，只要你有钱，也可以拥有一切，包括仙子、师姐，经济能力这玩意在那都好使。这个穷鬼！沈浪暗骂一句，储物袋里可怜的30晶石，弟子1个月也才20晶石，沈浪也就攒了1个月的薪资。这时，沈师兄，你在家吗？门外一道娇滴滴的声音响起，咔的一声，沈浪从里面把门推开了，是外门弟子叶佛一，一身暗红色纱裙，肌肤如玉，一头淡紫色的发丝，根根晶莹透亮垂落在肩，被月光映照的剔透如玉修长白皙颈项上方是一张不算美，但是却增添一些娇嫩的气息，除了有点小，其他没毛病。师妹，有事吗？沈浪淡淡的笑道。师兄，我想打造一间护腕，还缺一些材料，就想着去做宗门任务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？叶佛一炼气5层，正在努力修炼，筑基是每一人的梦，有的一生都达不到，对于外门弟子更是难上加难。不过如果能在一些比试上崭露头角，不仅可以升为内门弟子，修炼资源也会翻番。宗门任务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，领取后不仅可以锻炼一下搏杀技能，还有帮贡获得的一些天材地宝也可以兑换晶石，组队或者个人都可以。叶佛一就是找沈浪要组队的，沈浪以前和他就相识，叶佛一也会经常找他帮忙，因为沈浪毕竟也是个内门弟子，虽然比较菜，好歹有个身份。师妹，你的道侣呢？沈浪看向身后，发现只有他自己，疑惑地问道。李师兄他没有来，你如果要去的话，就我们3人。叶佛一眼含期盼地望着他，这些天他也找了别人，大部分都有固定队伍，好不容易找到的队伍条件还都很苛刻，获得的分配比例很低，只有可怜的1成。这就是现实，没实力只能跟着混。沈浪想了下，开口道：师妹，你就算材料攒够了，灵石够吗？还差很多。叶佛一有些苦恼，在苍玄大陆装备是非常贵，一共地、天、地、玄、黄5级，每一级又分上、中、下3品，打造一个黄阶中品的装备就需要5000多晶石，其他等级的更是昂贵，如果爆出带特技的装备更是有价无市。顾宇飞的紫薇软甲就带特技，可以无敌10秒，这软甲要是拿出拍卖就是天价。更有一些要求高的修仙者，每一件装备还要雕纹、淬炼加持，甚至刷新品级等等，更是个无底洞。虽然贵，但是依然有人舍得投入，重要的是能保命。修为同一级别的2人，装备优势很关键，修炼资源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叶佛一攒了这么多年，也就区3000晶石，材料还差乌金石和寒铁，所以就想去宗门试炼的做任务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不仅能把材料找够，还能多挣点晶石。沈浪悄悄打开系统扫描，叶佛一头顶冒出黄色的光柱。卧槽，黄色的也不错了，比王语嫣还要强，看来他不仅可以筑基，未来也能走得更远一些。沈浪目光如炬地看着他，笑容灿烂。你这要攒到什么时候？不如师兄帮帮你。叶佛一抬起头，明亮清澈的眼眸一喜。真的？沈浪微微一笑。师兄现在是炼气大师，我可以帮你炼制，
另外不收你任何费用。我擦！叶佛一心里震惊，沈浪什么时候学会炼气了？同时也有些窃喜，这样他就可以省下至少5000晶石了，剩下的晶石还可以买一些修炼资源，简直太划算。忽然他脸色一正，惊叹道：师兄你筑基了？卧槽，你嗑药了吗？怎么这么快？不科学啊！哼，别说区区黄阶，就是天阶装备也不在话下。沈浪的炼气虽然是满级经验，但是要熟悉一段时间，要不然地级装备都不在话下。真的？那佛一就谢过师兄了。他眼眸中闪过一丝狡黠，既然能白嫖，他也没理由拒绝。不过沈浪变出一壶灵茶，悠悠地喝了一口，说道：师妹，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我虽然心疼你，但是你也要付出一些小小的代价。果然，叶佛一面色一僵，警惕地打量着他，说道：师兄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沈浪走上前，很自然地拉起他冰肌玉骨的小手，软玉温香，淡笑道：师兄想和你结个仙缘，你看如何？闻言，叶佛一脸色先是一变，随即变成了红色，慌乱地抽出了手。师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做？我已经有李师兄了，怎么可以再跟你结仙缘？沈浪轻笑，不在意地摆摆手。两不耽误，叶佛一绝美的眸子满是嗔怒：师兄，你别说了，我叶佛一不是那样的人，就此打住，我们以后老死不相往来。说完，叶佛一转身就走了出去。一件黄阶上品护腕，他身后传来一声。叶佛一身体一顿，咬咬牙，努力的又跨出几步玄阶下品。最后一次，叶佛一猛地止住了脚步，攥紧了拳头，身体忍不住颤抖。玄阶，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。一个外门弟子想要靠自己的努力正道，基本无望。前段时间有个没有筑基的师兄，98岁了，好不容易攒了30万晶石才买到一件玄阶装备，还没穿1天就大限了。你说难不难？省吃俭用一辈子，到死都没有用上。黄阶的倒是有很多人有，但是话说回来，有好的谁还稀罕差的呢？至于仙缘嘛，也是暂时的，就算是道侣，在修炼方面也是自私的，不会在资源上共享，最多同甘共苦而已。沈浪也不急，看见他矗立的不动，就知道已经拿捏了。你个小绿茶，苍玄大陆也是现实的，没有人傻到白白帮忙。叶佛一深呼口气，脸上闪过一丝决然，悠悠转过身，一句一顿说道：玄阶上品。沈浪抿了一口茶，嗤笑一下：小蹄子，还想薅羊毛？哼，师妹，别怪我说话太直白，你不是金子做的，不值这个价。其实叶佛一心里明白，自己已经占了大便宜，在这个段位他不是拔尖的。同样的条件，只要沈浪愿意，会有很多仙子求着他。沈浪看着他脸色尴尬，笑嘻嘻地走过去，再一次拉着他的手，这次没有拒绝。佛一，师兄可不是个随便的人，主要是关照你。这样吧，装备上要是有特技的话，也白送给你，怎么样？叶佛一美眸中闪过一惊喜，一件装备加了特技，那价值可涨得哐哐的。他心里的最后一层防线支离破碎。是，师兄，你说话可要算话。那是自然，师兄可是正人君子，咱们都是文明人，你要勉强就算了。别！叶佛一面如皎月的脸颊一红，下意识地喊道：我愿意。师兄，你可别和李师兄说。师妹说什么呢？师兄可是正经人，怎么会破坏别人的生活？沈浪一脸板正：不破坏，那你现在在干什么？叶佛一娇嗔地瞥他一眼，心里腹诽。沈浪露出一丝邪笑，拉着他走进去屋里，咔的一声把门关住了。哦，师妹，好吧。1日后，水到渠成。叶佛一打扫着房间，所有的东西都清理了一遍。屋里面虽然还是一样简陋，但是好歹干净整洁了。此刻他正跪在床上，收拾着床铺，正对着沈浪。啧，没想到呀，这李师兄和叶佛一还只是灵魂道侣，没有真正的在一起，这也算是意外吧。叶佛一说了，李师兄联系他，说道等到筑基后再和他嘿嘿。你不舍得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不久，两人约定了时间，叶佛一就回去了。定，宿主，修为提升到筑基中期，奖励焚天9剑，王级，学习焚天9剑。好的。下一秒，沈浪的脑海中涌入了大量的信息。焚天9天分9式：星火、燎原、涌动、赤阳、炎武、熔金、裂变、狂澜、焚噬，最后一式威力巨大，如毁天灭地般。沈浪祭出苍穹重剑，站在院中，黑发如瀑，右手握剑，斜指地面，紫衣长袍，无风自动，漆黑的眸子冒着丝丝冷冽。只见他一剑挥出，恐怖的剑气四溢，剑光炽热无比，直捣苍穹，天地色变。轰！剑气所到之处，青石瞬间裂开，
青石夹杂着浓烈的劲风四散开来。枪当，轰！苍穹在原本清澈的天空被道道剑气撕裂，滚滚紫色雷云和剑嗡鸣声交织在一起，震得房屋吱呀作响。合欢宗的弟子纷纷看向青鸾峰的方向，面面相觑。一处宏伟大气的洞府，仙气飘飘，一个绝美的仙子缓缓睁开眼，纤眉微蹙的呐呐自语。青鸾峰的方向，奇怪，难道是雨飞？另一处幽深的洞府中，顾雨飞美眸一惊，神似迅速查看。这孽徒在搞什么？一个时辰过后，这是王级剑法。顾雨飞有些懵逼了，他什么时候有这么厉害的剑诀了？还是王级了？卧槽，已经小成了。一夜过后，沈浪由刚开始的不熟练，又变成小成。这孽徒是个畜生，好恐怖的天赋。剑诀一般分为小成、大成、圆满，寻常人一般都需要几十年，甚至穷极一生在追求。沈浪竟然只是用了几个时辰就大成了。然而这还没结束，又经过几天几夜，顾雨飞惊讶地发现他的孽徒竟然把焚天九剑练得大圆满了。卧槽！顾雨飞一连好几个卧槽，他妈的，这还是人吗？怪胎！他可以十分肯定沈浪是第一次，以前从来没有。这要是让宗主知道了，也会疯狂吧。顾雨飞咕咚一声咽了咽口水，这剑法绝对是王级，好霸道！这孽徒怎么动不动都是王级的装备？顾雨飞摸摸胸前的软甲，一脸懵逼。沈浪还在忘我的挥着重剑，每一次挥出又快又狠，凌厉无比，长袍咧咧作响。他像是进入了另一个境界，境界里满是剑气，千变万化，仿佛人剑合一。顾雨飞看到后，眼睛睁得很大。难道他悟出了剑意？这狗东西竟有如此运气！剑意是每一个修仙者的梦想，可遇不可求的。这要是让别人知道沈浪只用了几天时间就悟出来了，怕是要为之疯狂吧。这孽徒好生猛！顾雨飞惊叹。沈浪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目光如炬，手中的重剑泛着幽光。以后就叫血路剑意。这剑意好奇妙，仿佛天人合一，以后要多进去几次，好好领悟。他喃喃自语道。顾雨飞，这狗东西，你以为是我的住处呢？想进就进。沈浪伸了个大大的懒腰，突出一口浑浊之气，咧嘴一笑，露出森白牙齿。嘿嘿，修炼了这么多天都累了，是时候犒劳一下自己了。祭出苍穹剑，御剑而去。目标，顾雨飞趋近幽深的洞府。我擦，这个孽徒又来了，你不要过来啊！顾雨飞看着他，眼神中满是慌乱。沈浪轻车熟路，昏暗的过道，来到顾雨飞的大洞门前，也没有敲门，咔一声推开了门。师尊，徒儿来了。沈浪笑眯眯地走过去，一屁股坐在顾雨飞身边，一点都不客气。孽徒，你来做什么？顾雨飞淡定地坐着，稳如盘根，实则慌的一批，呼吸都略显急促。就在一盏茶之前，他悲痛欲绝地发现自己的修为又消失了。可恶，真的如这孽徒所说的一样，只能10天。上次是1号，今天是10号，真准时。师尊大人，你看徒儿时刻都在想着你呢，修炼完就着急过来给你解毒，你休想，我不会同意的。顾雨飞清冷的眸子满是羞怒，纤细的腰肢不堪一握，海纳百川剧烈的颤抖着。嘿嘿，师尊大人，请不要客气，徒儿愿为你效劳。看着顾雨飞生气又无可奈何的样子，沈浪嘿嘿一笑，扑了上去。可恶！半日后，沈浪意犹未尽的赶紧跑出了师尊的洞府。这次解毒师傅的修为能保持1个月，手上戴着一枚幽蓝的戒指，这是顾雨飞一部分财产，里面的丹药和阵法、灵药。等等，因为要去试炼地，所以只能借用一下。咔的一声，沈浪推开了自己房门，打开储物戒，规整着里面的物品。啧，师尊大人果然雄厚啊，这里面的兵器、装备、药品都是很不错，还有筑基丹，嘿嘿，还有赤血龙葵、天青花。这是他的。我去，在他刚走，洞府中传出一声愤怒的吼声：孽徒！想起这狗东西刚才的所作所为，他就气得要死。临走了要自己给他修炼资源，为了赶快赶他走，顾雨飞取下来自己储物戒，可没想到忘记了里面有自己的贴身衣物。想起孽徒邪恶的笑容，顾雨飞就羞得要命。哎呀，这该死的小混蛋！愤怒至极，真当本座好欺负，下次再见你必杀你！可恶，那里面还有自己最喜欢的。顾雨飞咬牙切齿，恨不得现在立刻杀了这孽徒。2日后，咔的一声，门推开了，沈浪穿着一身黑色长袍走了出来，祭出苍穹重剑，向着宗门的任务领取地飞去。宗门任务领取地在紫云峰，这座峰不仅有任务堂、百草堂、武器殿、藏经阁，是宗门管理部门
再往后面是高耸的天云峰，宗主和各位长老修炼的地方。沈浪先是看了一下四周，任务堂门口已经聚集了很多人了，有的穿着劲装武服，有的穿着宽大的长袍，3、5成群聚在一起讨论着。刚一落地，叶佛一两人就迎了上来。沈师兄，他面色平静，颔首点头。师兄，这是李师兄。叶佛一美眸闪过一丝亮光，今天的沈师兄有点帅。在下李浩见过沈师兄。他拱拱手，淡笑着。师弟不必客气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沈浪摆手轻笑，朝着叶佛一眨眨眼。叶佛一脸色一红，赶紧撇过头去。李浩悄悄打量他，青鸾峰的弟子。青鸾峰在7大峰之中是垫底的，有名的废物峰。顾宇飞实力虽说不错，但是教徒弟确实不行，几个徒弟没一个正常的。他一共6个亲传弟子，大师姐早年出去游历，杳无音讯。2师兄常年闭关，3师姐修炼走火入魔，4师兄不喜欢女的，5师姐少言寡语。沈浪是6师弟，修炼废物。听说师兄筑基了，恭喜了。李浩虽然心里疑惑，但是也没有多打听，只是象征性的恭喜，毕竟每个人都有秘密，侥幸而已。走，咱们去试炼殿。沈浪看着他们手中的任务牌，就准备出发。这时，哎呦，沈浪，你命可真够硬的，还没死。一个穿着白色道服、神色阴柔的男子，身后跟着3男1女走了过来。沈浪眉头微皱，女的他倒是认识，是王语嫣。这男的师兄，这是王霸李浩俯身小声提醒道。原来是他，沈浪就是被他害死的。几人来到面前，沈浪3人面前，王霸嘲笑道：你这废物还真是好运，看这样子是不仅没死，还筑基了。王兄，就是这小子。旁边的一人问道。可不嘛，青鸾峰盛产废物，这小子一个前段时间还炼气4层，真不知道是不是让我打醒了，竟然突破了。王霸轻蔑的笑笑，讽刺道。王语嫣娇媚的脸庞闪过一丝嫉妒，她没想到沈浪竟然真的突破了。凭什么啊？你早干嘛了？现在突破我草了。王霸嘴角露出一抹玩味。以后离语嫣远一些，别让你这废物沾了晦气，还有别想着报仇，我大哥是聒噪。沈浪硬了，拳头硬了，右手突然祭出4米长的巨剑，猛地一发力，咣的一下给他打飞了。轰一声巨响，众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王霸直接飞到了对面的墙上，重重地落在了地上。啊！王师兄！几人惊慌失措地跑过去。王霸只觉得丹田地气血翻滚，哇的一声吐血。咔嚓！他心中一沉，随着一声清脆的碎裂声，王霸的丹田应声破裂，无数的灵气开始溃散。啊！沈浪，你狗日的！你破了我丹田！王霸尖锐地嘶吼着，只感觉浑身冰凉，身躯忍不住颤抖。众人一惊。什么？王语嫣眸子里满是惊悚，死死地盯着沈浪。你怎么能废了他？师姐，你这话就不对了，可是你们先侮辱沈师兄的。叶佛一直接反驳。那你也不能废了他呀。王语嫣几人继续指责道。沈浪把巨剑插在地上，冷冷地说道：敢侮辱我青鸾峰就是死，没杀你是给你天玄峰面子，今天有事，等我回来再亲手宰了你。说罢，他咧嘴一笑，露出森白牙齿，用拇指轻轻划了下自己的脖颈，眼神中满是警示，然后扛着巨剑钻进试炼场地。王霸握着疼痛的胸口，脸色闪过一丝凶狠。试炼场地是一处魔兽山脉，沈浪3人每人交了1晶石的传送费，这样也节省时间，如果真的要飞过去，太浪费时间了。3人御剑矗立在半空，映入眼帘的是高耸入云的山脉，树木尤为茂密，妖兽的嘶吼声震天。此处是魔兽山脉的外围，这里的妖兽相对简单一些，一般就是3阶左右的，比较安全。再往里面的妖兽等级会偏高，风险也大一些，不过伴随的收获也会更大。沈师兄，我们去外围还是去里面？叶佛一兴奋地问道。李浩也看向沈浪，等着他决定。先在外面吧，我们适应一下，再去里面。沈浪思虑一下，说道。毕竟第一次来到这里，还不知道什么情况。看着李浩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沈浪问道：有问题吗？他张了张嘴，喉咙蠕动2下才挤出声：师兄，我得提醒你一下，刚才那个王八你不该废了他。低垂的眼睑满是慌乱不安。为什么？是他先出口伤人。叶佛一开口问道。我明白。李浩摇头苦笑，无奈地说道。但是他大哥是王谭，天玄峰的亲传弟子，天机榜排行前10，为人冷血凶狠，他一定会报复沈师兄的。什么？叶佛一尖叫一声，眼神满是担忧地看着沈浪。合欢宗有一个天机榜，所有武力值前100名的都在榜，当然这个榜一直在不断刷新，只要你有实力就可以挑战别人，如果赢了他的一切就归你。只要能在天机榜排上名的，不仅能在自己的主峰上得到重用，
宗门还会重点培养，给予很多修炼资源和特权。如果是前10名，还能得到宗门长老和宗主的点化。合欢宗培养弟子一直鼓励竞争，只有这样，宗派的才会源源不断注入活力。看着两人的沉默寡言，沈浪云手指摸着下颚，天机榜好像有点意思。叶佛一面色复杂，不知道沈浪的哪来的底气，心里一阵可惜。唉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逃过这劫。沈师兄人不错，刚才还偷偷塞给他一枚筑基丹，那可是价值30万晶石，眼皮都不带眨的。好人啊，回去多陪陪他吧。嘿嘿，走吧。沈浪豪气地说道。咻咻咻，三人御剑向着森林飞去，隐约可以听见几人谈话。沈师兄，听说你和王语嫣分开了。哎，不是我说你沈师兄，你真不该冲动，男人格局要打开。你得学会把绿帽看成皇冠，别人戴的是耻辱，你戴的是荣耀。叶佛一脸颊抽搐。佛一，你拉我做什么？沈师兄本来就是绿林好汉，比那王八强多了。合欢宗天玄峰一处洞府中，灯火璀璨，青石的地板，墙壁点缀的浮雕显得有些豪华。正前方一座古铜色的座椅上坐着一个男人，王谭。他面容充满戾气，眼神阴翳，幽深如狼。下面站着在场的几人。大哥，你一定要帮我，我让他给废了。王霸跪在地上抽泣着，一脸愤愤。王谭眉目阴沉，转着自己储物戒，盯着下面的几人，特别是王语嫣这个女人。感受到她的寒芒，王语嫣也跪在地上，暗暗发抖。王谭阴狠残忍，下手从不留余地。这次王霸成了废人，不知道会不会迁怒别人。呵呵，你们几人都是小霸的好兄弟，今天多亏了你们。王谭突然怪笑一下，感谢道。几人面面相觑，一脸懵逼。感谢什么？我们什么也没做，就把他送回来而已。都过来，这是几瓶金刚淬体丹，你们拿着先回去，沈浪的事我自会处理。王谭拿出几瓶丹药，笑呵呵地招招手。几人脸色一喜，走上前，不要白不要，这可是淬体丹啊，锤炼筋骨，能让自己的经脉更加纯正，吸收灵气的效果更好。王霸愣愣地看着王谭，心里一阵无语。卧槽，大哥，你在搞什么飞机？都特么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发丹药？老弟让人废了，你懂吗？几个人一人拿着一瓶，几人美滋滋的拱拱手感谢。王谭大哥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咦，这里面怎么是空的？其中一人疑惑。忽然，王谭眼神阴冷，脸色猛地一变，抬手快速打出3拳，看似随意，却蕴含了极具的爆炸性。砰砰砰，几人连声音都没发出来，脑袋就裂开了，夹杂着粉色的块物如烟花一般分散开来。啊！王语嫣吓得尖叫一声。闭嘴！王谭猛地一拍桌椅，青筋暴起。都是你这贱人惹的祸！妈的，害得我弟弟成了废人！王语嫣身体颤抖，急忙掩住了双唇。反应过来的王霸问道：大哥，你杀他们做什么？哼！他弹掉身上的粉色块状，说道：主人都废了，狗却一点事没有，那还要他们做什么？大哥说的是。王霸惭愧地低下了头。在他们家族，王谭是新生代绝对的天之骄子，年纪轻轻就已经是轮海后期了，无论实力和手段都是他们家族的佼佼者。合欢宗的王家子弟对他是言听计从，一个筑基期的小废物也敢叫嚣？这件事你别管了，我让人去试炼的把他处理了。那就好，哥，一定不能让那小子痛快的死了，最好把他炼成傀儡，我要。王霸悠悠冷光，面目狰狞。王谭盯着这个已经变成废人的弟弟，喉咙发紧，将嘴边的责骂咽了回去。好了，回去吧。毫无兴趣的摆摆手，已经废了，说再多又有什么用呢？好吧，大哥，那我回去了。王霸挣扎着站起来，显得有些吃力。把他就留下。王谭指了指王语嫣，突然说道：大哥，语嫣她。王霸面色一僵，哆嗦着不知道怎么说。王谭眉毛一挑，森冷的扭过头，目光的压迫让他有些喘不过气，下意识的点点头，神色复杂的看他一眼，退了出去了。待他走后，王谭又叫来了几个人，小声给他们又交代了几句，就又撤出去了。可以肯定，沈浪拍他那一剑绝对是有意的，多少带点私人恩怨。这次他派了几个筑基后期的家族子弟，这几天就会去猎杀沈浪。过了一会儿，王谭看着王语嫣杵在那，嘴角露出一抹邪笑。过来。他低垂眼帘，紧咬红唇。魔兽山脉，噗嗤！沈浪拔出来重剑，地上躺着一具魔兽的尸体。师兄，这是4阶魔兽的金核。叶佛一脸上兴奋，捧着一个圆形的晶石，上面还带着丝丝血迹。
几人已经在这里待了20几天了，刚开始在外围猎杀，慢慢的熟悉了。沈浪大胆的带着2人来到了里面，这几天杀了3级魔兽居多，4阶魔兽20几头，5阶的有10几头。叶佛一也把所有的炼器材料找齐了，里面果然存在很多天才地宝。这几天沈浪找了很多药材，他是10万年经验的灵植师，所以对很多炼丹需要的材料很熟悉，总是能找到很多100年、1000年的药材，这让2人敬佩不已。师妹，把你的炼器材料给我，我现在给你淬炼出来。沈浪指了指前面的一个山洞，他准备再炼制一些丹药、阵法、毒药，顺便把他的灵气炼制出来。啊，师兄现在吗？叶佛一美眸一亮，满是惊喜。对，你们帮我护岛。沈浪颔首点头，进入山洞，捏手打了一个静止，坐在蒲团上开始炼制所有的东西。3个时辰后，一阵阵的药香传出来。又过了1日，沈浪拖着疲惫的身躯走了出来，2人立马迎了上去。师兄，沈师兄，你出来了。叶佛一看着沈浪满脸憔悴，张了张嘴，没有问出灵气的事。看他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沈浪嘴角噙着笑。玄阶中品灵虚护腕，说完就把一堆护腕抛给他。中品的。叶佛一下意识的惊呼道，不是下品的吗？竟然给自己炼制出来中品的，这波赚麻了。他欣喜的打量着护腕，上面阵阵灵力波动，通体淡青色。等下，这是什么？这竟然带特技！叶佛一惊喜万分，美眸中已经泛起泪花，望向沈浪满是感激。沈浪点点头笑着，增加速度 50%， 持续1刻钟，条件是消耗你1/3的灵力。李浩也惊呆了，刚才就听叶佛一说了，沈浪不仅不收任何费用，还竟然给他炼制出带特技的灵气，还是玄阶中品的。卧槽，师兄人也太好了吧！叶佛一眼眶红红，拽着沈浪的衣袖说道：师兄，你累了吧？让师妹帮帮你。不是，师妹我不累啊，不需要你这。沈浪有些懵逼。叶佛一脸上一片绯红，又冲他眨了眨眼睛。看着他的样子，沈浪突然明白了。我去，想死啊！你道侣还在那玩得这么高端吗？沈师兄，请不要客气。佛一学过一些炼丹的知识，他可以帮到你。李浩拱拱手，一脸诚恳。啊！沈浪错愕的扭头。我擦，你个大聪明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嗨，那……沈浪躁动不安，无言以对。师兄不必客气，我给你们护岛。李浩拍拍胸脯保证。叶佛一眉头冒出阵黑线，等2人进去后，李浩背着手仰望天空，良久叹息道：好人呐。1日后，沈浪一扫疲惫，和叶佛一走了出来。只见叶佛一脸色恰似红霞般整理着自己两鬓的发丝，显得更加清新脱俗了。李浩眼前一亮，心中感叹，都说药香都有延年益寿的功效，今天算是见识了，2人的目的已经达到，这次赚了个盆满钵满，就准备回去。沈浪还准备再待几天，3人就此道别。临走时，沈浪也给了李浩1颗筑基丹。李浩拱手感激的一塌糊涂。师兄，谢谢啊。叶佛一还深深的看他一眼，说在宗门等他，话里满是担忧。2人走后，沈浪眯眼深沉的看了一眼远处，呵呵，终于来了。过了一会，细细沙沙的脚步声传出，2男1女，挺机敏的，长得也好看。哥哥，女人妩媚的笑道。行了，赶快解决了，就回去了，有几个仙子还等着我呢。中间1人个子高高的，像是领头的说道。还不如刚才直接全杀了算了。旁边的瘦子尖嘴猴腮的满是埋怨。你傻，杀那么多人，宗门会调查的。领头的生气拍了一下他的头。王谭杀的还少吗？不也没事。闭嘴！领头的呵斥道。哥哥，猴子，让王谭知道了，扒了你的皮。女子嘴角露出一丝玩味。瘦子吓得一激灵，咂了咂嘴。几位，这是何意？我没有得罪几位吧？沈浪眼含恐惧，不自觉地后退2步。看着沈浪一副惧怕的样子，领头舔了舔嘴唇。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没办法，不要怪我们。啧啧，小弟弟真是帅，可惜了，姐姐真心疼。行了，动手吧，宰了算了。瘦子拿出一把大锤，和他的身体明显不成比例。噗嗤，沈浪没忍住笑了出来，指着他身上的一道道肋骨说道：你这身板，哈哈，别让大锤把你拽死。特么的，你一个筑基中期，找死！瘦子脸上青红交织，眼中闪过一丝凶狠。说完就提着锤子抡了上去，使出了全力。锤子上浮出阵阵红光，带着泰山压顶的气势。去死吧！带着咧咧风声，他眼睛满是的猩红。忽然，唰，一道寒光一闪，沈浪头顶的锤子戛然而止。其他2人顿感不妙，
眉头紧蹙，目不转睛地盯着。瘦子艰难地扭过头，脖梗一道深入骨头的伤口，喷着血，张嘴想说什么，喉咙满是血，含糊不清。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挤出几个字：轮海静。刚一说完，轰，粗大的胳膊直接穿过瘦子的胸膛，碗口大的窟窿，惊悚骇人。瘦子死不瞑目地缓缓倒下。什么？两人的瞪大了眼睛，瞳孔由于震惊剧烈收缩，手脚冰凉。不是说是筑基中期吗？王谭还特意派了3个筑基后期的。你告诉我这是轮海初期，我草了。王八蛋，让坑惨了。快撤！领头的没有一丝犹豫，转身就跑，相差一个大跨度，简直就是送死。嘿嘿，想跑留下吧。沈浪咧嘴一笑，露出森白牙齿，一挥大剑如苍龙出海，伴随着阵阵呼声，直接拍上两人女子，飞速后撤。千面盾，然而并没有什么用。噗嗤，他直接一口鲜血吐出，震飞了数百米。领头的连一声都没哼唧，直接被拍成了肉泥。沈浪跑上前，懊悔的一拍脑门：哎呀，怎么这么不经拍？这下储物戒可不好找了。女人刚起身看到这场景，又是一口老血吐出来。你丫的人都成泥了，你关心储物戒？不过更加惊喜的在后面，沈浪满眼不舍，开始用剑挽着每一块肉，找了好一会都没找到，生气的把剑丢掉，用手开始抠。看着这一切的女子身体颤抖，脸色苍白，胃里翻江倒海，哇的一声吐了。很快沈浪哈哈一笑，找到了一枚漆黑的储物戒，又过去摘掉那名瘦子的储物戒，看也没看，直接丢到自己储物袋中，等回去了再处理。沈浪掐出洗尘诀，清洗了下手上的碎肉，扛起重剑，眸子中还是往昔般冷漠，缓缓走向女人，脚步发出沙沙声。女人脚步不留痕迹的后撤一步，指尖悄然凝聚防御法环，泛着微光。小弟弟，能不能放过姐姐？你让姐姐干什么都行。说完还刻意拉低了自己的胸衣，强忍着内心的恐惧，挤出一丝妩媚。妩媚动人的脸庞，眼睛此刻散发着妩媚的气息。她想用这种办法逃过一劫，不得不说很有想法。别傻了大姐，我不杀女人的。沈浪扛起重剑，一脸板正。女人眼睛闪过一丝亮光，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，果然是个小赤佬，老娘随便说说他就同意了。那就谢。话还没说完，女人就惊恐地发现自己的生命在急速流失。低头一看，一只粗壮的胳膊进入了她的胸膛。她愣愣地看着穿过胸膛的臂膀，张了张嘴，含糊不清，仿佛在说你答应我不杀。我最讨厌别人说我小。沈浪森冷一笑，他对自己可是有着清晰的认知，他的很大，非常大。砰！女人直接倒地，眼睛含着不甘。叮！恭喜宿主达到轮海境，奖励霸权地级，奖励灭世神童，地级至高秘术，具有看破虚妄、看穿破绽、识破伪装的能力，分为纵观、入微、芥子、浩瀚4重境界。霸权，好霸道的名字。一道金色气息直接飞入沈浪的灵魂，铺天盖地的拳法信息涌入。良久，沈浪睁开眼睛，确实霸道，分为撼地、焚天、灭道。混沌体配合霸权，简直逆天。这个灭世神童就更霸道了，能看破一切的虚妄、奸佞，简直火眼金睛，还能看破敌人的破绽。这种辅助技能就是神技，在级别相差不大的两人战斗中起着关键作用。比如说顾雨飞，他到底想不想要，沈浪一眼都能看出来。说起师尊大人，沈浪也快1个月没见他了，嘿嘿，也不知道他想自己了没有。青鸾峰，顾雨飞幽深的洞府，咔的一声，沈浪推开了大门。师尊大人，徒儿回来了。顾雨飞慵懒地坐在汉白玉的大座上，清冷眸子的淡淡的瞥他一眼，娇躯下意识地往后挪了挪。孽徒，我还以为你死了。沈浪笑嘻嘻的一屁股坐在他旁边，就知道师尊大人想我了。说着就拉着顾雨飞的小手，你去死，我想你作甚？顾雨飞挣扎着，眼中的担忧一闪而过。听说他把天玄峰的弟子打伤了，气得要死。这狗东西真能惹事，关键是他下手狠毒无比，还把人家弟弟直接给废了。王谭在发现那3人命牌全碎了，就知道出事了。天玄峰峰主刘雪多次来问罪，刘雪仗着顾雨飞修为尽失，咄咄逼人，这可把他气坏了。可恶，要不是1个月的时间到了，顾雨飞非跟他拼个你死我活。正想着，顾雨飞就感觉到这孽徒又开始不老实，这狗东西又来。孽徒，你无耻！顾雨飞躲开了，柳眉倒竖，满脸羞怒，恶狠狠地说道。
气死了！这小混蛋一天到晚都想着这事，简直岂有此理！沈浪一把搂着他凑了上去，师尊绝美的脸庞让人流连忘返。嘿嘿，师尊我已经突破轮海期了，将来还是有希望给你解毒的。什么？顾雨飞瞪大了美眸，一脸不可思议。这才多久？算算日子也就1个月，这孽徒又突破了。天哪，为什么让这混蛋天赋如此逆天？混沌体为什么给他？简直暴殄天物，还不胜给条狗，真是变态。顾雨飞一脸震惊地说道。嘿嘿，看来师尊还是喜欢变态一些的，徒儿一定听你的。沈浪嘿嘿一笑。顾雨飞再次慌乱起来。孽徒，你！顾雨飞气狠狠地不断捶打他，又气又急，一看这狗东西的样子就知道没憋什么好屁。沈浪嘿嘿一笑，抬手打个结界。拜托了，师尊，徒儿实在忍不住了哈。半个时辰后，门外响起一声：天旋风风主流血，求见顾封主。声音娇媚嘹亮，很有穿透力。等一下，有人来了。有结界，师尊解毒的时候不要分心，淡定。你孽徒！顾雨飞无奈清了清嗓子。嗨嗨，流血封主，有何事？闻言，流血绝美的脸庞柳眉一蹙，拱拱手，听说沈浪回来了，我想我们两封的事也该说个明白。顾雨飞尽量平息自己的气息。那柳封主稍等下吧，我正在解毒。解毒？流血脸色一愣，这既然解毒，也就不好意思再说什么，答应一声就在门外等着。魔族的魔种那么厉害，难道宗主已经帮他找到办法了？没听说啊？流血满脸狐疑。唉，果然还是师姐妹啊！要不是宗主护着他，老娘早就和他翻脸了。这小婊子真是好运。哼！流血轻拂纱裙，再也不说什么，坐在蒲团上，在门外打坐。半日后，沈浪犹豫未尽地坐起来，感叹道：啧，要是有支香烟就好了。什么烟？顾雨飞梳理着自己的发丝，脸颊圆润有光泽，绝美的颜值如仙女一般，更美了。哦，没事，有点想家了。沈浪眼睑低垂，兴致不高，后面几个字声如文瑞。顾雨飞没有听清楚，千眉微蹙，盯着他，脸上温怒。狗东西，你是嫌弃我雨飞仙子老娘都这样了，你还要那样？小混蛋，滚！顾雨飞炸毛了。我擦，你又发什么神经？下一秒，轰！沈浪如炮弹一般弹射出去，重重地砸在地上。要不是有混沌体护体，黄境强者的一脚下去，他的嗝屁了。沈浪，卧槽，这个毒妇！看着沈浪欲哭无泪的样子，顾雨飞心情大好，嘿嘿一笑。没想到吧，孽徒，老娘恢复了实力，一脚踢死你！等着吧，孽徒，到时候我一定要让你知道师尊在上。这1个月你就等着挨收拾吧。哈哈，顾雨飞心里高兴怪了，这段时间让这个小混蛋给欺负死了，简直是欲哭无泪。忍了这么久，狗东西，还想骑在为师身上耀武扬威，没门！哼哼，爽！沈浪捂着屁股，咬牙切齿。师尊又不乖了，哼！女人，你给我等着，今天你打我，明天你可别求着我进。柳封主，进来吧。闻言，流血起身，莲步款款，月落夕阳的余晖照在他身上，如同仙子下凡，美到了极点，跟师尊大人有的一拼。合欢宗并列第2。他淡淡的瞥了眼沈浪，不留痕迹的轻哼一声：柳封主请坐吧。不必了，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讨个说法。流血气狠狠地看了沈浪一眼：你徒儿沈浪废了我天旋风王霸，另外据王坛说，他们3个家族子弟在魔兽山脉失踪了，命牌已经碎了，最后一次见他们的就是沈浪，我可以断定就是沈浪杀的。顾雨飞轻轻抿了一口茶，反驳道：柳封主慎言，这没有证据的事可不能乱说。那王霸就是证据，你的好徒儿震碎了他丹田，就这一件事就够他死了。顾雨飞纤细手指一颤，宗门不允许私斗，这流血要是真抓着这条，还真有点棘手。毕竟王霸真的废了，他心里叹口气，看向沈浪无所谓的样子，恶狠狠地盯了他一眼，气得要死。这小混蛋一点都不怕，人家要是告到宗主呢，你不死也得拖成批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孽徒死了不正好吗？管他做什么？对，把毒解了，再杀。你想怎样？顾雨飞清冷的眸子紧紧盯着他，虽然不认同流血说的，但是也想知道他的底线。流血和顾雨飞对视着，交织的目光仿佛产生龇牙的火花，他一甩纱袖指向沈浪，其语气中透着冰冷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他必须死。
卧槽，这女人长得挺漂亮，说话还挺毒。我见他们就跟我有关系，虽然真的跟我有关系，但也有点太霸道了。这女人欠收拾。看着沈浪嬉笑的样子，刘雪更加生气了。你还笑？当我天旋风好欺负吗？沈浪脸色一板，收起来浪荡不羁，故作一脸气愤。柳峰主，你有点不讲理了吧？那王八说我打的没错，我们同是筑基期，我只是略微出手，他就扛不住了。也许他本就废了，他碰瓷。碰瓷？顾宇飞懵逼，刘雪更加懵逼。啥意思？两人纷纷看向他，等着解释。哦，我的家乡话就是讹诈、替罪羊的意思。沈浪解释道。一派胡言。沈浪，你少给我装蒜，在场的人很多，你那一剑可是卯住了劲。刘雪不依不饶。我说，仙子姐姐，那是他不经打，怨我喽。那以后大家都别呼吸了，万一在合欢宗死了，还得找宗主赔偿。沈浪神色很是无辜，不知道还以为他真是被冤枉的。操，兄大无脑。沈浪声如文瑞，但还是被刘雪敏锐地捕捉到了。呀呀，气死我了！小王八蛋，就会逞口舌之力，今天我就替青鸾峰清理门户。刘雪满脸杀意，纱裙无风自动，眼睛变成了白色，3000发丝根根微微浮起，黄境强者的气势凌厉无比，喷涌而出。卧槽，这娘们要疯了，自己才轮海境了，混沌体的3000大道估计抗不住吧？要不要溜啊？沈浪要准备跑路了。去死！刘雪一道剑气泛着死死寒光，直逼沈浪，势必要杀死他。这道剑气离沈浪还有1毫米的时候，被一道幽蓝的剑气给挡了下来。咔嚓一声，2道剑气应声破碎，蕴含的灵气四散开来。沈浪咧嘴一笑，露出森白牙齿。嘿嘿，就知道师尊大人会救我，我们交情很深的。柳峰主，你过分了，竟然在我青鸾峰杀我徒弟。顾宇飞语气愤愤，责备道：这狗东西还得解毒呢，让你杀了我用什么？你恢复修为了？刘雪瞪大了眼睛，魔族的魔种怎么这么快就解了？不应该啊，以前有位前辈到死都没解开，今天本来就是打算先礼后兵，被激怒后再失手杀掉沈浪，到时候人都死了，就算宗主再责备又能怎样？再说沈浪也有错，先斩后奏是刘雪今天来的目的。我草了，这顾宇飞小婊砸真是好运，竟然解开了，宗主真是偏心啊。刘雪到现在都以为是宗主帮他解的毒。侥幸！顾宇飞轻描淡写的说道。那又怎样？我今天必杀他！刘雪显然已经失去理智，冷喝道。顾宇飞轻蔑一笑，我这孽徒还轮不到你杀。沈浪在一旁无语，怎么感觉自己很容易死一样？又不是个狗，杀来杀去。这时，都住手！一声厉喝，大殿中凭空出现一个时空结界，撕开了一道裂缝。宗主穆千里戴着面纱，光着脚丫子缓缓地走出来，每一步让脚下的灵气都轻微荡漾。他美瞳中泛着波澜，温文尔雅，紫色长纱妹妹，白纱遮面，体态修长阿娜，纤细腰肢盈盈一握，柔如无骨。见过宗主。沈浪也是微微一拱手，这女人貌似实力很强，还是老实点。唉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们还没斗够吗？一点小事上升到峰主大战，你俩可真行啊。穆千离说完，又淡淡的看了一眼沈浪。宗主，我有话说。穆千离无聊的看看自己的手指，朱唇轻启。说，那王八手打得不错，丹田也是我震碎的，我承认。宗主他承认了。刘雪急忙插话，脸色一喜。顾宇飞要气死了，这个孽徒，脑袋让驴踢了，这是怎么能承认呢？你知道不知道宗人大人在这呢？我草了，你的聪明劲呢，都用我身上了。哦，穆千离眉毛一挑，饶有兴趣地问道。接着说。沈浪拱拱手，接着说道。那王八出口侮辱我青鸾峰是废物峰，所以我才打了他。谁知道柳峰主教徒弟不太行，我一剑给他拍废了。沈浪不卑不亢地说道。顾宇飞，废物峰，你！刘雪气的脸色铁青。宗主，他颠倒黑白。师姐，顾宇飞说道。称职务。穆千离揉揉太阳穴，看起来很烦躁。哦，宗主，沈浪也是事出有因，那王八就是挑事。先前沈浪的道侣就是被他拐走的，并且当时王八还把沈浪打重伤。顾宇飞嘲弄的扭头看着刘雪。哼，那个时候我也没见柳峰主出面制止。沈浪，你丫的说这干啥？你让我面子往哪放？顾宇飞，你这是偷换思维，过去的事还提这座甚？好了，穆千离一声冷喝。这是双方都有错，闹剧到此为止。王八来宗门领一件地阶下品的灵气，随他挑。
穆千离不想再纠缠下去，一锤定音的说道。刘雪咬咬牙，穆千离看来又要偏袒这小贱人，日了狗了。大姐，这特么是一件灵气的事吗？这是面子问题好不好？我天旋风废了一个，死了3个，都是筑基期的。领导，你当筑基期的都是猪吗？随便养几头就行了。刘雪心里极度不平衡。确实，培养个弟子不容易，就这么轻描淡写处理了，他怎么回去和弟子交代？这封主还要不要啊？不服啊？说什么也得给我个说法。宗主，无论怎么说，人是他打坏的，宗门不允许私斗，这是历来的规矩。如果就这么破了，以后谁还遵守规定？请宗主圣断。刘雪不依不饶地说道。穆千离纤眉微蹙，淡淡的瞥他一眼，目光有些生冷。刘雪，你这是逼宫吗？刘雪眼帘低垂，强忍着压力，硬着头皮说道。刘雪不敢，只要求公平。那你想怎样？穆千离反问道。刘雪想了想，拱拱手，既然同门，那我就退一步，我选个弟子给沈浪较量一下。顾雨飞眉毛一挑，心里感觉不妙。谁？心里不妙？王谭，你疯了！顾雨飞下意识的惊呼。王谭是天机榜前10，据说是轮海后期了，你这和杀了沈浪有什么区别？沈浪才进了轮海，还是初期，差距很大的，基本上赢不了。顾雨飞眼含怒火，虽然这孽徒该死，但是也不想让他死，毕竟日久生情。只是为了解毒。心里又补了一句，是宗主。顾雨飞娇嗔地拉着师姐的衣袖，试图挽回。沈浪站出来嗤笑下，我答应你，不过要……一句一顿的又说道，生死台孽徒休要胡说八道。顾雨飞厉声制止，心里气得要死。那刘雪就没憋什么好骗，你还同意那王谭？你以为是为师我吗？给2棍就老实了。你们虽然都是轮海境，但是他比你多了好几层，懂那意味着能打死你。拜托了，孽徒，你还是我省点心吧。沈浪没有理会顾雨飞，面向刘雪淡笑道，柳峰主，10天后我们生死台见。刘雪心里狂喜，本来害怕他不答应，没想到沈浪居然同意了。小子，看我天旋风不把翔给你打出来。既然这样，那就10天后见。刘雪害怕沈浪反悔，急忙答应。待他走后，你这是何意？穆千离疑惑地看着沈浪，好像有些不明白。你丫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看着不傻，应该明白我有意维护青鸾峰。等了半天不见沈浪说话，他美眸微凝，看向他，四目相对。你在看什么？穆千离气坏了，脸色羞怒，绝美的脸庞暗暗恼火，极力地克制着。可恶啊！沈浪竟然在偷看我，竟然还如此沉迷，如此的目不转睛，岂有此理！沈浪其实并没有看向他的脸庞，只是在看着穆千离的头顶。我操！宗主大人是蓝色的！就在刚刚，沈浪打开了系统检测，一刹那，穆千离头顶蓝色光柱直冲云霄，势不可挡。果然不愧是宗主大人，他的蓝色绝对是这个级别最好的，这颜色纯净的一批，这要是用来修炼，岂不是绝了？况且宗主大人绝美的脸庞如同上天的垂帘，眼含秋水，眉蹙春山，惊艳无比，入艳3分，不染纤尘的气质，宛如仙女降世，果然是合欢宗排行第1的存在。这气质拿捏得死死的，虽然轻纱遮面，但就根据沈浪前世的经验，这绝对是个美女。孽徒，休得放肆！顾雨飞吓坏了，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一看这狗东西的样子，就知道心里在想什么，简直是色胆包天。反应过来的沈浪面色一板正，宗主淤泥不染，清廉不妖的气质，深深折服了弟子。穆千离轻抚纱裙，轻哼一声，脸颊闪过一丝绯红。虽然知道他是胡说八道，但心里还是有些受用的，暂时没有计较。顾雨飞松了口，说道：你为什么要跟他上生死台？徒儿不傻，天旋风我必须要给他们一个教训，不死不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侮辱青鸾峰，就等同于侮辱师尊，我绝不答应。沈浪漆黑的眸子中满是决然。顾雨飞听到这话，卧槽，这逆徒儿转性了。既然知道维护为师了，不得不说这孽徒很会。别以为你这样，为师就会放过你。顾雨飞口是心非地说道，语气却没有刚才那般严厉。沈浪没有在意师尊大人怎么想的，而是低头捏了一把汗。没办法，谁让宗主大人头顶那么蓝？说出这番话，应该能博得宗主大人的好感吧？毕竟我们师徒情深，宗主大人也乐意看到这样。果然，穆千离美眸深深地看他一眼，朱唇轻启，口出幽香。雨飞，你这徒儿很孝敬你啊。哼，这孽徒还真特么够孝敬的。顾雨飞心里恨得牙痒痒，看着师尊大人暗暗生气的样子，
沈浪心里很愉悦，弟子与师尊亲密无间，唇齿相依，就是舍命也要给师尊争口气。顾雨飞目光闪烁，眉头紧蹙，这孽徒什么时候这么良心了？穆千离口吐幽兰，虔诚一笑，你这小家伙怎么莽撞，还搞个什么生死台，搞不好你会生死道消的。罢了，难得你一片孝心，我就帮你一把。他取下自己的腰牌递给沈浪，拿着我宗主令牌去天云剑许你的机缘吧。他恭敬地接过，玉牌通体雪白，入手温香。你去吧，我和你师尊还有点事。沈浪颔首走了出去，待他走后，两人相视坐下。穆千离喝了口灵茶，淡淡的开口，说吧，你的身体为什么破了？啊，师姐。顾雨飞心中惊慌不已，清冷仙子的人设荡然无存。我有些想不通，你不是一向讨厌劫道侣吗？到底是那个好运的家伙夺走了你的厨子？穆千离眸子中满是疑惑，好奇地打量着他。他是圣者境修士，一眼就看出他有些不一样了。顾雨飞慌得要死，该死的孽徒，早知道就使用秘术隐藏气息了，狗东西，用了就跑。这回好了，让师姐发现了。这药怎么说欺师灭祖？嗨嗨，师姐，你就别问了。顾雨飞脸颊一红，手在桌下紧紧拽着衣角，不知该怎么回答。看着他的样子，穆千离扑闪着美眸，玩味的一笑，凑过去，师妹，你看你修为有精进了，而且还圆润了不少。师尊大人像那害羞的小女孩，把头低得更低了，恨不得找个地缝，看来这事还挺有意思的。哼。穆千离喝了一口茶，继续打趣道，和欢宗鼓励结为道侣，但是他们师姐妹二人都没有结过，可能和他们师尊有关，一辈子为情所困，道心受了很大的影响。修仙修的就是道，很多道侣都没有从一而终的，都是因为修为差距越来越大，分开了。有的人甚至道心都碎了。穆千离也是提醒他不要深陷其中，影响修行。师姐你还说？顾雨飞气的跺脚，语气娇嗔，呵呵，好了，算了，不提了。哎，师妹，你是怎么恢复修为的？为了他的身上的魔种，穆千离可是举全宗门之力给他想办法，但是奈何一直没有解决。该死的魔宗！穆千离恨得牙痒痒。闻言，顾雨飞千眉冒出阵阵黑线，你又来，这不一码事吗？顾雨飞想了想，还是硬着头皮把沈浪帮自己解毒的事告诉了穆千离。当然，解毒的过程并没有说，只是说暂时能压制1个月。沈浪天阳神功筑基期就开始解毒。穆千离有些匪夷所思，从没听过有此类功法。再说一个筑基期怎么可能给黄境强者解毒？不过既然顾雨飞的毒解了，他也来了一个心结，也没有再往下想。不过更让他震惊的在后面。穆千离猛然拍了一下桌子，唰地站了起来，满脸不可思议。你说什么？他是混沌体？必！此话一出，穆千离惊讶无比。在这个时代，混沌体可以无视天地法则，正常修炼正道成帝，而且天生亲近大道，对天地法则的领悟远超于常人，修炼速度极快，天生自带混沌之气，可演化万物，也能破灭一切，战斗中能爆发惊人威力。且混沌之气形成天然护盾，几乎免疫神术攻击，同境界下几乎无敌，能够吞并八荒，容纳宇宙一切法，可汲取各种功法的精华，还能融合多种体质的本源，集万家之优点于一身。穆千离在大殿中来回踱着步子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脸上满是兴奋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这可是混沌体啊，大帝的存在！我和欢宗虽然也勉强算一流门派，但是由于它的特殊性，一直被其他门派嘲笑。不过要是出了一个大帝，那就不一样。和欢宗在北域就可以称王称霸，妥妥的北域大哥。嘎嘎，这波稳了师姐。师姐，顾雨飞蹙蹙眉，看着他似笑非笑的，感觉好猥琐。嗨嗨，反应过来后，穆千离轻咳几声，问道：对了，师妹，怎么刚才没有看出来呢？闻言，顾雨飞柳眉倒竖，气狠狠地说道：这狗东西贼着呢，肯定又是用什么秘法掩盖了。别看他今天答应什么生死台，他肯定有底牌，要不然他溜得比狗都快。说完，把茶杯重重地放在桌子上。你怎么知道？穆千离问道。我是他的长处，这孽徒坏透了。作为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，顾雨飞很清楚孽徒的为人，非常自信。穆千离一阵无语，感觉他有点不近人情。沈浪刚才都是为了你啊，你丫的还有没有一点良心？沈浪人品端正，实力又强，还是混沌体，这么好的徒弟你往哪找？你是不是傻？果然是废物疯。穆千离都感觉把沈浪交给顾雨飞教导，心里不踏实。这可是宝贝啊，举全宗之力也得培养他。穆千离眼睛转转，闪着金光，试探地问道：师妹好像很讨厌沈浪。哼，何止是讨厌，天天给我惹事，
我巴不得这孽徒死了算了。好吧，那不如给我吧。穆千里嘴角划过一抹狡黠，正在气头上，顾雨飞戛然而止。师姐，那怎么行呢？你要跟我抢人吗？顾雨飞淡淡的瞥他一眼。师姐这狗东西再不是东西，也是混沌体啊！我可是大帝的师尊，给你了我用什么？我们感情很深的。懂？师妹，话别说的这么难听嘛。我正好缺个真传弟子，跟着我可以享受最好的资源，混沌体能修炼得更快。那我还得解毒呢。顾雨飞慌乱地说道。穆千里抿了抿嘴，嘴角含笑。放心，1个月一次，照常不误。那也不行，雨飞，你要以宗门利益出发。穆千里脸色一板。顾雨飞愤愤地盯着他，寸步不让。穆千里，你少给我摆宗主架子，惹恼了我去告诉师尊，你抢我逆徒，你敢？师尊还在闭关呢，添什么乱？穆千里冷喝道。呵呵，你看我敢不敢？顾雨飞嘴角冷笑，手指轻敲桌面。穆千里头痛的揉揉太阳穴，对这个师妹也是没办法。师尊一生就收了2个徒弟，就是他们，相依为命。况且师尊也最疼爱顾雨飞罢了。他摆手，我可以不争取，但是你也要给他一个选择，等他和天玄峰的事了，让他自己说吧。说完也不等顾雨飞答应，伸出玉指轻划开空间，踏了进去，让他自己说。顾雨飞喃喃自语，娇躯不自然地扭动一下，然后轻哼一声，向着外面飞去。紫云峰，沈浪先去任务处把任务交了，换了一些帮贡，又把在魔兽山脉挖到的灵植拿到百宝堂卖掉。这位师妹，帮我把灵植兑换了。沈浪来到里面，一挥手，密密麻麻地堆成了小山，除了在山洞里炼丹用过的，还有很多都在这里。沈浪准备把它们全部都卖了，存点晶石，碰见好东西再买。丹药他是足够这段时间用了，并且他的炼丹速度很快，基本上都是无暇丹药这么多。这是百年拟长草七霞莲。天呐，这千年的玉髓枝、紫猴花、天灵果、七星草。鹅蛋脸小师妹惊呼道。沈浪嘴角含笑，还有这些。还不等他反应过，他就又拿出堆成山的炼器材料。我草了。鹅蛋脸师妹一头卧槽，这特么是穿山甲吧？抛出来这么多，这都是啥？百年乌金、炼银、玄金、钢银、万年银金、月明石、空明石、金领沙、良久。鹅蛋脸小师妹回过神，问道：师兄，这都是在魔兽山脉找到了？他很疑惑，魔兽山脉都多少年了，很多东西都被合欢宗的弟子们挖光了，哪还有好东西？就算有，也没有这么多啊。平常弟子回来，能拿出来1、2个就不错了。大哥，你这是搞批发吗？师妹，我是炼药师，也是炼器师，所以比较对材料比较敏感一些。沈浪笑嘻嘻地说道。这些当然不是平常人就能找到了，别忘了，他可是灵植师10万年经验，鼻子比狗都灵。师兄，你稍等，我需要多找几个人清点。鹅蛋脸师妹看了一下沈浪亲传弟子的腰牌，转身去摇人了。实在太多了，不找人不行。沈浪颔首，听叶佛一说，他回来后，他的装备被大部分师兄弟观摩都喜欢的不得了，装备成色高，还带特技。据说他还花了10枚晶石做了装备的资质鉴定，竟然出了完美。装备资质鉴定分为普通、良品、优秀、完美、史诗，由低到高。装备资质是一种额外的加成，品级越高，加成越高。如果是普通的，那就基本就没加成了，只能打正文。叶佛一的玄灵护腕是玄阶中品，鉴定出来完美，加成会更高。一件装备只有1次机会，所以当大家都看到叶佛一的护腕，一个一个都想找沈浪打造。沈浪也是断然同意。为什么不你钱啊？要不要啊？终于清点完了。啧，整整50万晶石，收获不错。沈浪转身准备离开，突然看向角落里卧槽，闻着喂过来的。沈浪眼珠子转了转，拍了拍储物袋的留影石，咧嘴一笑，再给你们拱把火。从储物袋中拿出那3人的灵器和宝物，卖了出去。果然在沈浪走了大概1盏茶的时间，王语嫣和几人鬼鬼祟祟地走了出来，看着沈浪的背影，眼神复杂地看他一眼，有嫉妒，有恼火，有狠毒，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。当看到藏宝阁上面的几把灵器，脸上闪过一丝狠毒。天云剑，合欢宗的高端藏宝阁。紫云峰也有藏宝阁，但那都是给普通弟子用的，他们攒到一些晶石或者帮贡，只能在这里兑换。至于天云剑，是做过一些贡献的弟子才可以进去，比如宗门大比前10、天机榜前10。沈浪身穿黑袍来到大门外，敲响了大门。咔的一声，大门从里面打开了，走出来一个管事师兄。你有事吗？
他上下打量着沈浪，眼中有些不快。他正在和道侣打扑克，突然被人打断，有些恼火。沈浪拱拱手说道：师兄，宗主让我来天云剑寻找机缘。宗主？他蹙眉疑惑，想着这件事的真实性。可有信物？沈浪颔首递过去一个白玉牌子。忽然他脸色一变，竖起大拇指，点头哈腰。哎呦，师弟年纪轻轻就被宗主大人器重，果然厉害。师兄对你的钦佩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，一发不可收拾。来来，快请进。说完急忙让他进去。沈浪咂咂嘴，有必要这样吗？这狗眼看人低的毛病在这个位面也挺严重的。刚准备进去，他就听见一声呼喊：哎呦，沈浪！语气中有些轻蔑。沈浪看向他，努力地搜寻着记忆，半天才想起来，哦，原来是马川和他的道侣。工具人以前的朋友，不过也就那么回事，不怎么铁。马川是天玄峰的外门弟子，听说现在炼气期9层了，他这个年纪其实潜力还是可以的，应该可以筑基踏入修仙。童子，打开检测，评定等级呈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、金。黄色，一柱冲天。马川旁边的女子是黄色，资质还行，筑基应该可以。马师兄，有事吗？沈浪看看他旁边的道侣，颜值还不错，娇滴滴的挺可爱，一看就是个没有经历过的。沈师弟，你最近挺浪啊，听说你要搞王坛，老兄要劝劝你，年轻人不要太气盛，就算他弟弟撬了你的道侣，你也得忍着，硬来就是找死。唉，不过你要是有我一半的能力，拼一回也值了。马川一脸鄙夷和得意，他本来就看不起沈浪。两人一起进宗门，沈浪成了亲传弟子，拜在顾雨飞门下，那可是合欢宗雨飞仙子啊。他做梦都想去，马川很执着，曾经也去废物峰找过顾雨飞，想当他的弟子，哪怕是外门也行，可还是被婉言拒绝。没办法，只能在天玄峰。可是熬了这么多年，还是个外门弟子。他修炼资质很好，比沈浪强多了。为什么？马川声嘶力竭的心中呐喊，宁可要沈浪也不要我，就因为我长得丑吗？还有没有天理？那是我的错吗？现在终于可以好好羞辱这狗东西了，等死吧。师兄，你可不要乱讲，我不是要挑战王坛。沈浪急忙摆手，切，就知道你没中。马川鄙视的看他一眼，我要挑战整个天玄峰的。整个天玄峰？马川差点惊掉下巴，我草了，你小子有大病吧？你知道天玄峰牛逼人物有多少吗？沈浪你找死啊！好半天，马川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。沈浪没有再理会他，笑眯眯地看向他旁边的道侣，这位师妹可否告诉方明？啊，是，师兄我叫月离。他显然没有想到沈浪会注意他。这个男人体态修长，面如冠玉，唇红齿白，剑眉星目，黑袍镶着金丝纹路，腰间挂着亲传弟子的腰牌，黑袍无风自动，很有逼格，侵略性十足。师妹长得国色天香，倩丽佳人，出尘仙子说的就是你吧？啧啧，美得冒泡。沈浪背着手夸夸其谈，疯狂输出。是，师兄你过奖了。月离娇羞的低着头，脸颊绯红，一直到红到了耳畔。好帅啊！他偷偷看向马川，蹙蹙眉。这个男人皮肤黝黑，五官每一个都好看，但是问题是放在一起就不行了。况且他很矮，很短，很粗，真的太丑了，没有可比性。月离心里叹口气，要不是图点什么，他也不会这样。今天宗主大人让我来天云剑找找机缘，本来我是不想来的，可宗主大人非求着我来。亲传弟子太难了，我都不想干了。沈浪一脸委屈，摇头叹息，天天逼我吃丹药，烦死了。这50万灵石卡，上百瓶丹药，实在消化不了。沈浪笑嘻嘻看向月离，师妹能不能帮帮我消化一下？马川嘴角抽搐，我草，你想干啥？上百瓶丹药，50万晶石。宗主大人器重。他才看见这是天云剑门口，关键管事师兄还在低眉垂眼的等着他。情况不对啊。不过此刻的月离眸子一亮，他心动了亲传弟子。宗主器重，颜值拉风，关键还有晶石。晶石呢？还要不要啊？他本来就颇有姿色，这点他还是很自信的。要不是为了前途，谁愿意天天跟一个五短在一起？再看看沈浪，虽然修炼差一些，关键是高富帅啊。有人罩着，全是资源，怎么选？一目了然。沈浪。马川看出来了不对劲，当机立断跳出来呵斥道：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贪财好色？我师妹不是那样的人。他悄悄打量一下月离，发现后者低着头，松了一口气。还好还好，月离师妹不是那样的人。
沈浪嘴角勾起一抹弧度，不是那样的人，嘿嘿，等着吧，你还是太年轻。马川师兄，我觉得我们还是不合适。忽然，月离说道。马川如遭雷击，面色苍白。师妹，我们不是好好吗？那不合适啊。马川想死的心都有了，泡了几个月的仙子，除了拉拉手，啥也没干过。师兄，你是男人，我是女人，咱们不是一路人。马川一脸懵逼，还没回过味来，日了狗了，当着我的面撬我道侣师。师妹，他喉咙发紧，艰难地挤出几个字。师兄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语气坚决，说完也不管他愿不愿意，就羞答答地走向了沈浪，那样子就像一朵羞答答的小花朵。我草了。马川瞪大了眼睛，月离从来没有在他面前这样过，心里面承受了10000点暴击。嘿嘿，师妹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先别急。沈浪拉起他冰肌玉骨的手掌说道。马川心里面抓狂了。师妹，你不是告诉我你有恐男症吗？还说感情要慢慢来，你说要做个好仙子，矜持一些，我也信了。我他妈自己都不舍得用，就这么被别人拿下了你的矜持呢，让狗吃了。师兄，你的丹药能不能给我一些啊？你要我干什么都行。忽然对面的月离说道。当然可以，我给师妹30瓶补气丹怎么样？30瓶，价值好几万晶石，说送就送。不仅月离惊呆了，马川也傻了，他脑袋中划过一丝闪电，好像明白了什么，可更让他傻眼的还在后面。月离神色娇羞，轻轻地踮起脚，吻在沈浪脸上。马川，他如遭雷击，后退几步，面如死灰。师妹，你的恐男症呢？啥时候治好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马川捂着胸口，一头问号，他再也忍不了了。沈浪，我要杀了你！愤怒地冲上前。沈浪左手搂着月离，右手击出4米长的大宝贝，苍穹重剑闪着黝黑的寒光，目光一凝，像打高尔夫一样，一剑给他夯飞了。啊！只听一声凄厉的喊声，月离惊呆了，惊呆了！咻咻咻，咣当，一声落在地上，不知死活。好球！沈浪收起来苍穹重剑，摆摆手，嘴角噙着笑。月离小师妹，师兄要去办正事了，你是回去呢，还是在这里等我呢？月离低着头，拽着他的衣衫，努力地夹着嗓子。师兄，我在这里等你。你当我傻啊？这怎么能走？丹药还没给呢。沈浪颔首点头，大步走了进去。走进天云剑，里面灵气很足，一层一个个书柜上全部都是功法技能。沈浪翻了翻，咂了咂嘴，不愧是宗门底蕴的地方，各个等级的宝物琳琅满目，大部分都是地阶、玄阶，基本上全是上品，天阶功法技能较少，差点亮瞎了沈浪的钛合金狗眼。师兄，还有好一些的吗？这些东西他自然看不上，心里有些失望。嗨嗨，这个也可以有。管事师兄低眉垂眼，轻咳一声。沈浪，卧槽！咦，师兄的你的晶石怎么掉了？沈浪笑眯眯拿着100晶石递了过去。小子，上道。只见他眼睛一亮，装模作样的接了过来。师弟，其实地下还有个宝库，师兄这就给你打开。果然，任何位面前都是硬通货。师弟，我在外面等着，你自己随意。管事师兄笑眯眯的关上了门。沈浪四处打量了一下，这里的空间比上面小一些，虽然东西没有一层的多，但是都是最好的。五行法轮回掌，天阶一掌蕴含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5行之力，相生相克，变幻无穷，威力无穷。万木回春术，天阶引动大地生机，让枯萎的草木重焕生机，亦可用于疗伤。神魂聚灭音，地阶上品，以自身神魂之力发出音波，这些要是放在苍玄大陆，定会被人眼馋。不过沈浪翻了翻，虽索然无味，还没系统给的好。他走向另一处书柜。等等，这个怎么是个半卷？只见棕色的半卷卷轴布满了灰尘，想必因为是半卷，所以没人修炼吧。沈浪拍了拍灰尘，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：数字秘。不过这个没有级别。沈浪耐心地打开看了看，先是疑惑，后来手不由自主地拽紧了，神情惊喜万分。数字谜由道德天尊所创，9秘之一，拥有一气化三清的能力，可制作出身外化身，分化出3个与本体战力相同的实体分身，分身死亡不伤及本体，适合群战。太炸裂了，这简直是神迹！如果真的修炼出来，简直无法想象这是何等的卧槽。可惜只有半卷，不全啊。筒子，这个可以不补全吗？沈浪带了一丝希望。检测中，定，可以补全，还差一点仙元值。真的，他面色一喜，仙元值好办。嘿嘿一笑，小处还在外面等着呢。沈浪办了借阅手续，就来到外面，
月离正在来回踱着步子，翘首以盼，看见沈浪出来，像一只小燕雀扑过来。他无奈地搂着月离。唉，都这么急吗？沈浪摇头叹息，太有魅力也是一种苦恼。师兄你可出来了。月离恨不得融到他怀里。师妹，天色已晚，咱们找个地方谈经论道吧。沈浪抬头看看月色，一本正经地说道。啊呸，还谈经论道，你这个正经吗？月离心里碎了一口，嘴上却实娇嗔地说道。都听师兄的，那就去师兄那吧。师妹的洞府不方便。月离脸颊绯红，低着头点点的嗯了一声。沈浪踏剑飞行，搂着月离，脚下的山峰像放电影一样，一幕一幕的流过。月夜朦胧天意韵，星光闪烁醉心魂。应该说的就是此刻吧。唉，也不知道蓝星那几个红颜知己怎么样了。我死了，他们会不会伤心？有没有绿老子？应该不会吧。吱呀的一声，沈浪刹住了飞剑，破茅草屋到了。两人站在院子门前。师兄，你就住这里啊？月离有些惊讶，在他的认知中，沈浪应该在豪华的洞府住着，毕竟他这么猛。嗨嗨，师妹，为兄比较低调。沈浪大言不惭地说道。月离也不在意了，反正有30瓶丹药，至于在哪还重要吗？刚推开院子门，淡淡花香扑来，2条光滑的藕臂缠住了他月色下。月离眸子含春，脸颊泛起阵阵红晕，娇躯酥软，瘫在沈浪怀里。本就细腻的肌肤在月光下映照下剔透如玉。突然，沈浪脸色一正，淡淡的把他推开。月离睁开了美眸，疑惑的看着他。难道他不喜欢这样慢热型的？看着不像啊。师妹，请自重，师兄可不是那么随便的人。沈浪脸色板正。屋里师尊大人慵懒的靠在床边，面如冰霜，嘴角挂着似有似无的弧度，远远的看着这一幕。咔的说一声，沈浪从外面推开了门，走了进去。房间里，顾雨飞样子清冷无比，淡淡的瞥他一眼，见沈浪走了进来，他下意识的向后挪了挪，攥紧了纱裙。孽徒，你又在祸害别人。顾雨飞柳眉微蹙，呵呵。沈浪尴尬的一笑，路过而已，烧了他一段。要不是你给搅黄了，小爷现在这会已经浪起来了。好容易才把他哄走，还赔给他30瓶丹药，这买卖亏大了。唉，师尊大人，你可真是作孽。沈浪摇头暗忖，一派胡言，又在骗我。顾雨飞气得气呼呼的，脸色通红，显然不相信。刚才这对狗男女还在那卿卿我我，他心里吭吭唧唧。关键那女的还很主动，师尊大人隔着好远都闻见味了。沈浪坏笑的向顾雨飞走过来，挨着他坐下，也不管他愿不愿意。师尊大人，有事吗？看着这孽徒的样子，顾雨飞就恨得牙痒痒，身体不由自主的扭了一下。你混沌体的体质，我已经告诉了宗主，宗主大人很欣赏你，想收你做真传弟子。知道了。沈浪颔首，意料之中，就这狗东西一定很得意吧？可恶，孽徒，你也不要太得意，如果你想投入他门下，本座绝不拦你。顾雨飞看着他满不在乎的样子，恶狠狠地说道。看着师尊大人黑发如瀑垂落腰间，沈浪凑了上去。师尊大人，我舍不得你。顾雨飞脸色绯红，轻轻地挣扎几下，见挣脱不开，叹口气又说道。其实你得到宗主的真传，前途会更好，比跟着我强多了。不知是不是某种的原因的，他心里面有些莫名的情绪。师尊才是真的仙子，别人再好也比不过师尊大人，我死都不离开你。沈浪故作真诚，认真的表忠心。顾雨飞狡黠的点点头，背后的一双手慢慢的松开了冰蓝剑，眸子底的杀意消散。这孽徒还算有点良心，但是不多。沈浪惊出一身冷汗，长舒了一口气，好险，要是刚才自己敢说个不字，师尊大人绝对囊死他。师尊今天别走了，嘿嘿。他打了个静止。顾雨飞神情慌乱，你当真是孽徒？半个时辰后，师尊大人走了，要不是怕以后没人解毒，师尊大人真想一剑捅死他。反正师尊大人嘴上是这么说的，至于心里路过天旋峰时，师尊大人悬剑于半空，想了下，向着一处洞府飞速而下。此刻，月离在洞府里正笑眯眯地数着丹药，突然一道传音袭入脑海。哼，你怎能如此轻浮，就那么忍不住寂寞吗？不知廉耻啊！月离一脸懵逼，跑出洞府后，只看见顾雨飞飞走的背影，慢慢变小，敢怒不敢言，欲哭无泪。我招你惹你了？翌日清晨，咔的一声，门从里面打开了。沈浪伸了伸腰，神清气爽。经过师尊大人昨夜的指点，他已经成功的兑换了完整版数字秘。经过后半夜的不辞辛苦，沈浪已经把这本秘法迈入门境。这本秘法分为入门、
小成、大成、圆满。入门境幻化出2个分身，分身实力与本体相同，心意合一，但有主次之分。只是这么半日，沈浪就练到了入门境地步。这还是要归根到他混沌体的优势，天生清净大道，对天地法则的领悟远超于常人，修炼速度极快。还有系统给的天阳神功修炼加速器。沈浪右手祭出了苍穹剑，微微合上了眼睛，神似浩然，仿佛贯穿了整个天地，周围灵气开始紊乱，形成了多个漩涡。黑色长袍咧咧作响，黑发如瀑，根根悬浮，无风自动，用心在感悟一切。突然，怎么好像有些顿悟？一股有股浩瀚苍冥的剑意涌上心头。苍冥苍穹我知道也。脑海中突然有闪过前世的一幕幕，从一个卑微的穷小子，任人欺凌，慢慢的学会了弱肉强食无声的厮杀，一个个对手在自己的成长的道路上被自己干掉，一个个红颜为了自己香消玉殒徐乐。红绸，好想你们。沈浪俊美的脸颊划过2道泪线，咔嚓，一幕幕如镜花水月般支离破碎。青鸾峰，他坐在蒲团上，神似专注地盯着沈浪。孽徒流泪了。沈浪，我的道又是什么轮回转世的不朽长生，还是无敌之道不对我就是我？如沧海一粟，冥冥之中只有天意，顺天意，走自己的道。此刻沈浪慢慢得了眼睛，目光如炬，心里面前所未有的空明。苍冥剑意，嗡！小院子前，沈浪目光一凝，猛喝一声，苍穹剑发出阵阵嗡鸣，如沧海中的一条巨龙，肆无忌惮的怒吼，仿佛要把这天际打破。咻咻，他熟练地使出焚天9剑，剑影重重，巨大的重剑如排山倒海般，破空声呼呼作响，发出阵阵的动荡星火。燎原、涌动、裂变，周围的树木被剑气根根震断。最后一式，焚噬，凌厉并迅猛。沈浪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，挥向天空，在合欢宗上空爆炸开来，轰隆隆，发出了剧烈响声。所有宗门的人都跑出洞府，看向天空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面面相觑，震惊无比。这是剑意，好运的小子，看这剑意不简单啊！哼，果然是混沌体，我越来越期盼了。穆千里美眸望向沈浪的方向，没有轻纱遮面，露出一副绝世容颜，美出了天际。顾雨飞目不转睛地看着，心里震惊，我操了，这孽徒要逆天啊！身负2种剑意，简直不是人。不得不说，这狗东西还是有2下子的。这等妖孽在苍玄大陆定能有一番作为，还好我是他。师尊大人一脸激动，蔚蓝色的剑意散发出来，不断地进入他的肌肤、骨骼，神使沈浪悬浮在半空，贪婪地吸收着。良久，沈浪慢慢睁开了眼睛，瞳孔最深处有一道是实质的幽蓝剑影，在一旁静静地躺着一道猩红的血路剑意，嘴角微微翘起，心里大喜过望。姐，这剑意多亏了师尊大人。陈浪咧嘴一笑。顾雨飞，青鸾峰，咔的一声，沈浪将房门从里面推开。今天与天玄峰的约战时刻到了，走吧，今天要把流血干服了，把王谭腿打断。沈浪咧嘴一笑，露出森白牙齿，祭出苍穹剑，身体一跃，踏剑飞走。合欢宗没有固定的生死台，所谓生死台就是双方约定在执法长老的监督下公平公正的决斗。仙气渺渺的合欢宗特别热闹，尤其是天玄峰，主峰大殿威严霸气，在他面前就是天玄峰的擂台。此时穆千离及各位峰主长老已经陆续到来，合欢宗7个主峰依次坐在宗主两边，观战台所有的弟子簇拥一片。哥，没想到宗主大人也来了。左侧玉霄峰峰主云瑶掩嘴轻笑，妩媚动人，眸子中有一股勾人的波澜，擅长阴杀之术，一手吹箫的本事，杀人于无形，极具威慑力。哼，闲来无事，出来看看。穆千离轻纱遮面，轻轻地扇动着玉扇，显然不想多说。云瑶妩媚的眸子微微转动，听说雨飞峰主这徒弟要挑战王谭。紫云峰峰主岳凝霜面色清冷，语气中有些疑惑。都是流血逼的。顾雨飞冷冷地说道。逼的。岳凝霜微微一愣，几位峰主面面相觑，脸色各不一样。哎，我说顾峰主，那可是沈浪自己说的。刘雪蹙眉反驳。好了。穆千离眉间有些不满，又扭头看向刘雪，缓和道。刘雪，今天不可下死手。是，我已经跟王谭说了。刘雪拱手道，感觉自己就像被强迫了一样。都生死台了，还不让下死手。虽然心里不满，但是也不敢反驳。云瑶眉间闪过一丝疑惑，这时下面的弟子已经开盘了。
合欢宗并不禁止徒弟赌博，只要不赌命，宗派都懒得管。开盘了，快压住！两个弟子开始吆喝，一男一女。仔细一看，竟然是李浩和叶佛一。卧槽，不会吧？谁会买沈浪赢？别到时候把道理赔了。哈哈，一片哄笑，少扯淡！老子有的是钱，不买就让开，别影响我做生意。李浩恼火道：“没错，这盘口是沈浪开的。”刚开始，李浩苦口婆心地劝着沈浪不要赌，但是沈浪坚持要开盘，两人才帮他做庄。李浩，你赔得起吗？你总得让兄弟们看看你的锅有多大吧？一名弟子眼睛闪着金光，就是，别给你撑爆了。一群人急忙点头附和道：“切！”一群土包子，看好了！李浩嗤笑一下，一挥手，50万晶石堆在地上，像一座小山；又一挥手，一堆灵气落起来，黄阶、地阶，几十把，嘿嘿，够了吗？你吃得下吗？李浩手背上嘴角露出一抹弧度，得意洋洋。这些全是沈浪的家当，灵气卖一卖，应该有个几百万晶石了，足够了。卧槽了，李浩，你小子发财了！众人露出贪婪的目光，紧紧盯着的面前的晶石和灵气。别扯淡，买不买说话？买啊，不买是傻狗！我买王坛1000晶石。一名大汉弟子吼道。还有我，妈的，1万晶石！又一人，1万买谁啊？李浩准备帮他登记，抬头问道。那肯定买王坛啊，这还用问吗？买！还有我，3万晶石！卧槽，慢点，一个一个来，别急。呵呵，我看弟子们都很活跃啊，我们要不要搞点彩头？刘雪淡笑着看看众人，几位峰主撇撇嘴，见人就是矫情。你这是明摆着不给雨飞仙子面子啊，但凡有点智商的都不会买沈浪赢。然而顾雨飞毫不在意地说道：好主意，几位峰主难得今天聚齐，那就玩一玩。刘雪、岳凝霜，其他峰主，卧槽，云瑶还是依旧蹙眉。这顾雨飞是傻了，还是说要力挺你那废物徒弟？呵呵，那咱们也参与参与。穆千离扇着玉扇，一锤定音。顾雨飞心里嘿嘿一笑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那盘口应该是那孽徒开的。不得不说，师尊大人和孽徒交情颇深，对他还是很了解的。而且里面有把灵气，还是师尊大人的，当时被沈浪掳走了。看来这狗东西心里面是有把握的。不过就算输了也没关系，穆千离早就告诉一众长老护沈浪周全。7大峰峰主全部拿出了彩头，有丹药，有灵气，也有晶石等等。除了云瑶不表态，其他峰主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是看着架势是笃定了天玄峰会赢。顾雨飞心里嘿嘿一笑，等着吧，我这孽徒会破你们防的。本仙子都被破了，何况你们？众人拿出自己宝贝后，都纷纷看向穆千离，不知道这位宗主大人会拿出来什么硬货。穆千离轻轻的摇扇，轻咳了2声。本座今天出门着急，没成想拿些天材地宝。卧槽！众人眉头冒出阵阵黑线，心里纷纷吐槽：真你们小气。但是，嘿嘿，今天谁赢了，就可以成我的真传弟子。穆千离眼睛笑成了月牙，像一只小狐狸。死！几位峰主纷纷倒吸一口凉气。宗主真传啊，那是何等的荣耀！不出意外的话，以后就是妥妥的圣子，基本上就是少宗主了。不过在今天这种小场面，收个亲传弟子是不是有点草率了？刘雪激动坏了，以后王坛要是跟着宗主大人，他也是100个愿意，因为他可是王坛的启蒙老师。无论以后王坛飞多高，都得尊敬自己。天赐良机啊！刘雪马上把这个消息传音给王坛，顺便告诉他用最快的速度打败沈浪。但是有一个人不答应了。顾雨飞清冷的眸子中满是恼火，都烧起来了，处于暴走的边缘，日了狗了。好你个穆千离，在这等着我呢。你是觉得这种场合我无法反驳你，是吧？事实上，顾雨飞还真不好说什么啊！你个毒妇，抢我孽徒！顾雨飞心里好气啊。穆千离神色有些尴尬，不敢看他，轻轻摇扇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场外，心里却得意。师妹，你那孽徒本事太大，你把握不住，让师姐来吧。这时下面一个长老登上了生死台，老者浑浊的眼睛，脸上皱纹密布，身材佝偻，不过步伐却虎虎生威，张弛有力。轻咳几声，都静一静。台下众弟子纷纷看向他，不再喧嚣。老夫是7长老文泰，这场生死台比试由老夫当裁判，如果有人胆敢捣乱，哼！文泰声音嘶哑，突然目光一凝，又说道：那就是不给我文泰面子。结，别怪我手下无情。文泰长老，台下众人吓了一跳，谁敢不给他面子？
曾经也是合欢宗的风云人物，一手奔雷诀，傲视群雄。年轻的时候也会是个追风少年，换道侣比换衣服都勤快。据合欢宗官方不完全统计，他大概换了900多个道侣，目前还在持续增长。文太长老看着下面的反应，甚是满意的点点头。请双方上场选手上场。下一秒，一个身穿暗红色长袍的人影急速飞了下来，稳稳地落在台上。文太长老皱了皱眉。王谭体态修长，鹰钩鼻，眼眸阴翳，给人一股刺骨的冷意。见过文太长老。王谭象征性的拱拱手，悠悠地说道。后者淡淡的嗯了一声。下面台下激动地看着王谭，今天是天玄峰主场，场下大部分都是他们的人。王谭给人一种深沉、少言寡语的人设，对年轻的仙子的侵略性很强。小仙子不都好一口吗？越是看不透，越是看不够。大部分年轻的仙子已经开始眼含春意了，小鹿乱撞了。柳峰主，你这弟子都轮海后期了，不错嘛。云瑶眉间妩媚，笑意盈盈。唉，只是这么久了，还是天机榜第10，一点都不争气。刘雪眉眼间有些得意。还有一个呢，怎么还不上来？文太长老等了半天都没见人，有些不满。卧槽，沈浪不会跑了的。跑不跑他都是死，反正我只知道老子挣钱了，嘿嘿。李浩那傻子估计要赔的道侣都没了，嘎嘎。非也，沈浪敢应战，应该有点本事。有个屁的本事，你没看青鸾峰自己人都压王谭赢，果然是亲朋之啊，哈。顾宇飞神色焦急地张望着孽徒死奶了文太长老。我不喜欢等人，再不来我就走了。王谭沉声道。话音刚落，轰隆隆一声巨响，众人震惊地看着天空。只见远处一把黝黑的巨剑划破长空，飞驰朝着生死台冲来，带着呼呼的破晓声，没有一丝停留，直插擂台中心，吓得文太长老和王谭急速飞撤。轰一声巨响，青石破碎，尘土飞扬，覆盖了整个擂台。待硝烟落下，慢慢浮现出一把4米长的重剑，剑身深深地插入1/3，接着一道白袍身影稳稳地落在剑柄上。沈浪双手背后，黑发如瀑，剑眉星目，唇红齿白，潇洒不羁，面如冠玉。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，不外如此吧。天玄峰的弟子目光愤愤可恶，这狗东西被他装到了。顾宇飞看着沈浪的样子，眼睛里浮起波澜，他娇躯不自然地扭动了一下。这孽徒脉象真是不错，不愧是我调教的弟子。王谭灰头土脸地走了出来，显得有些狼狈。沈浪傲然地望着他，嗤笑道。王谭，你着急投胎吗？说完从剑柄上飘落了下来。王谭看了看这把怪异的灵气，又充满戾气地盯着他。狗东西，你把我衣服搞脏了。沈浪把重剑拔出来，扛在肩上，嬉笑道。无妨无妨，一会我拍死你，衣服也得脏。可恶。王谭祭出了自己的灵气，血狼枪冷冷地盯着沈浪。这时文太长老拍了拍身上的尘土，喊道。比试开始。生死台一团光照缓缓升起，保护着外围不受波及。兔崽子，你已经彻底惹恼了我，废了我弟弟，还杀我3名族人，今天老子要捅你100个窟窿。当时的沈浪都被他搞死了，能留王霸一命其实已经不错了。沈浪淡淡的说着，那一丝灵魂还是有一点执念。唉，罢了，今天就给你个交代吧。王谭仿佛没有听出来，冷笑一下。蝼蚁就该死，就像……可话还没说完，他就目光一凝。轰！只见沈浪笑嘻嘻的一剑抡了过来。卧槽！沈浪，你他妈不讲武德！王谭狼狈的举枪阻挡着，枪当把他震退几10米，当当的后退好几步才站稳。嘿嘿，反派死于话多，一步慢，步步慢，趁你病要你命。还未等他稳住身形，沈浪身形微微一浮，腿部肌肉瞬间绷起，浑身气血翻动，犹如猎豹一般猛然冲向前。焚天九式星火，黝黑的剑体冒出丝丝黑色火焰，直扑王谭面门。沈浪一剑砍了下去，刚刚稳住的王谭右脚在青石板上一踏，10寸寸断裂，怒吼道：王八蛋！血影漩涡。身影急速后撤，他战斗经验丰富，在飞10几米后，眼睛里冒出凶狠的寒芒，又举枪猛不退，反而冲了过来。轰！他整个人像是炮弹一般，冲击声发出阵阵音爆，眨眼间就来到沈浪面前，快如闪电。沈浪身形一歪，低头一剑划了过去，这一剑要是中了，他第3条腿都会没有了。混蛋！他眼神恼火至极，自己竟然被压着打。王谭运转身法，灵力瞬间暴涨了2倍，全部凝聚在腿上，速度陡然变快，
快到了全是残影，刹那间就和沈浪拉开了上百米有余。哼哼，小东西，让你看看你我的差距。王谭面色狰狞，阴沉地笑着。突然，他调动灵气，周围气势暴涨，眼神如同淬了冰的钢针，冷冷地盯着沈浪。白色的枪体上泛出丝丝白光，他身形陡然爆射出来，枪尖上寒芒一片。去死吧！血鹰突刺，一股包含杀意席卷长空，刺破空间，竟然还带起阵阵涟漪，直取沈浪胸膛。观战台上，你这徒弟真够卑鄙的，竟然偷袭！刘雪气得牙痒痒，愤愤地看着顾雨飞。都说开始了，王谭还处在那跟念经一样，叨叨个没完，也不管别人受得了受不了。顾雨飞瞥他一眼，反驳道：可恶！刘雪气的脸色通红。顾雨飞嗤之以鼻，耸耸肩，这可是那孽徒的长处。这时台下，王谭大师兄发力了，哈，他这一招可是杀过轮海后期修士，嘿嘿，沈浪要完蛋了，哈哈，快点吧，我的晶石，哈哈，我要去找几个仙子消遣下。唉，毫无悬念的战斗。顾雨飞下意识地拽紧了衣衫，眸子中有些担忧。刘雪眸子中一喜，心想，哈哈，刚才只是被那畜生打个措手不及而已。王谭稳住了，这波稳了擂台上。刚开始是沈浪追着王谭打，现在王谭步步紧逼，追着沈浪咬住不放，如饿狼一般凶残无比。特别是他修为本来高于沈浪，沈浪仿佛还有些招架不住。局势一边倒，天玄峰的弟子这边跟打了鸡血一样，狂吠不一，两人你追我赶，大约僵持了10几分钟。忽然，沈浪停住了脚步，试探结束。他咧嘴一笑，没有选择逃避，双腿一沉，脚下的青石板陷入3分，眼含杀意，焚天9剑第9焚式。擂台上，枪当，沈浪调动了所有的灵力，放下苍穹重剑，周围剑气澎湃在跳动，狭长的眸子半眯着，催动着最强的一剑。怒吼一声，焚天！刹那间，空气中竟然泛起丝丝血红，仿佛要把王谭给吞噬了。沈浪爆射出去，眼中满是杀意。王谭嘴角狞笑，不好意思，我也试探结束了。结节，小子，你死定了！哈哈，你确实是轮海境，可我却不是他目光森了，一定要杀了你！当下再也保留，使出了自己的最强一击。王家传秘法血域枪界屠杀天阶上品。他双腿用力，青筋暴起，脸上满是狰狞，枪尖带着诡异的血红色，似乎还发出如同野兽般嘶吼。他双眼猩红，去死吧！沈浪目光一凝，好家伙，他竟然隐藏了实力，嘿嘿，还好我也隐藏了血路剑意，血域开天，这是他领悟的第一种剑意。苍穹剑嗡嗡作响，周围不断散发着狂暴的血红色，沈浪整个人充满了戾气，如杀神降世。沈浪目露寒芒，像一根淬了冰的钢针，死死地盯着王谭。死！转眼间，两人越来越近，两道红色转眼就要碰撞在一起。一道红色仿佛要撕裂沈浪，另一道红色仿佛要燃烧整个天际。轰！沈浪混沌体虽然还没小成，但是不论远战近战，同境界都是无敌的，就算垮了几档，他也不虚不任何人。刚才的追打只是试探，另一个原因也不想把自己暴露得太强势，毕竟自己还很弱小，一旦被别的势力忌惮，扼杀于摇篮中，那就完了。这也是穆千离开始之前给自己传音说的话，不得不说还是很有道理的。台下，哥哥，看来要见分晓了。玉霄峰、云瑶峰主媚气十足，这王谭看来也是用的最强招式了。紫云峰、月凝霜说道。刘雪淡笑一下，不置可否。穆千离手里的玉扇微微一顿，千媚微蹙，心里感觉有些不妙。各位长老，加固结界。穆千离一挥手，当机立断。是，宗主。几名长老飞身浮在半空中，站在8个方向，维护着光照。下一秒，轰隆隆，两道极致的红色悍然碰撞在一起，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响声。整个宗门都在摇晃，大殿的青石瓦哗哗啦啦乱掉，动静巨大。半空中，几名长老咬着牙努力地在维持着光照，竟然显得有些吃力。这时的穆千里终于感觉不对劲了，不应该啊，两个轮海境的小家伙怎么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？猛然心里一沉，目光惊恐地看着刘雪，怒喝道：刘雪，王谭到底是什么修为？一声怒喝让所有管事和峰主纷纷侧目。刘雪脸色苍白，娇躯一怔，颤声道：法相境。什么？众人惊呼。蠢货！穆千离怒喝道：我草了！啊！你个挨千刀的，老娘的混沌体！
穆千离心里怒骂，眸子中泛起红光。各位封主，速去救人。是。几道身影如流星一般冲下去，直奔擂台。但是红光仍未散去，几人迟迟无法近身。流血，老娘的孽徒要是没了，我跟你没完！顾雨飞眼睛泛红，嘶吼着。流血心里苦涩，他确实已经告诉王谭让手下留情了，不过这两人显然是杀红了眼。不过他犯的错确实不应该，竟然隐瞒了王谭的修为。两人差了一个大级别。这种悬殊巨大的战斗没有一点悬念，沈浪必死的。当他知道后，原本是想取消的，但是也没架住王谭的恳求，并一再承诺会手下留情。刘雪也多次警告他，沈浪是宗主要保的人，让他适可而止。可当听到宗主奖励真传弟子后，更是猪油蒙了心。可他哪知道穆千离说的真传弟子其实是个萝卜岗啊！这是给沈浪量身打造的。刘雪也知道自己犯了错，张嘴说不出话来。良久，刺眼的红光渐渐散去，擂台已经不能称之为擂台了，已经完全成了破砖烂瓦，夷为了平地，只剩下漫天尘土，久久不能散去。顾雨飞飞身急速落下，眼含焦急眺望着。穆千离下来后，眉头紧蹙，抬手一挥，粉尘直接四处散开，转眼间不见了。擂台慢慢清晰起来，只见沈浪一身白袍，染了些污秽，身材笔挺地矗立着，右手握剑，斜指地面，血珠一滴滴顺着指尖慢慢滴滴，发出滴答滴答的轻响。面前的王谭已经惨不忍睹，喉咙里不断涌出血沫，双腿尽数折断，跪在地上，眼神依旧冰冷地看着沈浪。嗨嗨，他猛咳了几声，仿佛喉咙顺畅了一些，努力地挤出了几个字：你一个轮海境初期的蝼蚁，竟然能赢我？可嗨嗨！说完又咳了几口血。谁告诉你我是轮海境初期的？沈浪目光幽深，苍白的脸颊带着淡笑。我是轮海后期的，嘿嘿。沈浪嘿嘿一笑，这还要感谢师尊大人昨晚的辛苦。可我是法相境的。王谭虽然有些意外，但也只是意外，眸子中依然疑惑。一个轮海，一个法相，天差地别。这时沈浪不想多解答，左手猛然掐住了他的脖子，眸子中依旧冷漠，高高将他举起。下一秒仿佛就要捏碎他的脖颈。啊！现场一片惊呼。混蛋，放了我哥！王霸怒嘶吼着。沈浪，放开王谭，不然不死不休！妈的，我王家必杀你！一众王家子弟满脸愤愤地叫嚣着，不依不饶。王谭深深脖颈，努力地挤出几个字：嗨嗨，杀了我吧！这事也别再找王霸了。沈浪眼眸浮起一丝波动，随即一针见血地说道：装什么孙子？你是怕不得好死吧？道貌岸然的家伙，他真的是为了王霸一个族弟可能吗？他已经废了，仇人又那么多，回到家族以后不可能善终。一个家族天才沦为废人，他又没系统，活着比死了都难受。就是想留个体面，以后王家也会替他报仇。嘴上说得很潇洒，其实内心毒的一批。王谭眸子微动，说道：姐姐，你说的不错，但是你也肯定不会留我。说的没错，我喜欢做事干干净净，别留麻烦。沈浪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就算他不说，王谭也得死。一个一直想杀他的人，沈浪不可能留着。下一秒，咔嚓一声骨头粉碎，沈浪一用力，王谭眼中失去了生机，瘫软地秃噜到地上。随之而去的还有工具人那一道执念。啊！不知谁尖叫了一声：混蛋！我要杀了你！王家几个族人攥紧了手，愤愤不平。众人也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沈浪竟然赢了。天杀的王谭竟然输了！我草了，我的5万晶石，这王谭是猪吗？还天机榜第10，水货吧！日了狗了，我把道侣都输了，法相境竟然打不过轮海，这个混蛋！啊！沈浪你个魔鬼，还我灵气！现场一片哀嚎，穆千离暗暗松了口气。刘雪神色复杂，有些痛心，毕竟死的是他的徒弟。顾雨飞焦急地跑到沈浪跟前，清冷的眸子满是担忧。沈浪对他咧嘴一笑，他上下打量几眼，发现孽徒没事，轻哼一声，又恢复了清冷的样子。而王家的几个族人满是不服气。七长老冷哼一声站了出来，本场比试结果沈浪获胜，不过如果有人胆敢闹事，就是不给我文泰面子。说完，七长老目光一凝，手上雷电火花闪烁，滋滋呀呀电流声作响，这是他的绝学笨雷诀，若是被打中了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王家族人缩了缩脖子，不敢再说。文泰长老笑了笑，很满意。不过这时走出来一个人：宗主，各位封主，王谭已经没有攻击的能力了，沈浪再杀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此话一出，
刚刚稳定的情绪又开始躁动起来。对，他已经不行了，为什么还要杀他？太狠毒了！同门也杀，不是人！妈的，杀了他！几个王家子弟不依不饶。沈浪嗤笑道：“唉，王谭也算是个汉子，怎么就有你们这帮圣母？这特么是哪？”沈浪指了指，猛然厉声道：“生死台，上来就是你死我活。如果今天是我输了，王谭会放过我吗？死了就死了，怕个球啊！这个世道本来就是你死我活，怕死修什么仙？”沈浪目光幽深地盯着不说话的几人，森冷地说道：“你王家是北域大族，很有实力，可那又怎样？我沈浪从不怕任何人，尽管来，但是有一点记住，愿赌就要服输，死了也怪不了别人。”几人面面相觑，愤愤地盯着他。沈浪不屑地一笑：“我知道你们不服，生死台还可以再战，我一概不惧。你杀了王谭，谁还敢跟你打？你当我们傻吗？你只是运气好而已，是王谭轻敌了。你觉得我在欺负你们？”沈浪目光悠悠地盯着那几人，运转了数字秘，刷刷。刹那间，沈浪身边突然出现2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3个沈浪数字秘，一气化三清的能力，可制作出身外化身，并且分身都有本体战力，但是存在时间很短，而且一旦损坏了，虽然不伤害本体，但是化身恢复期很长。顾宇飞惊讶地张开了小嘴，惊呆了。3个，沃日！不得不说，这个群战技能很有操作性。王家人一脸震惊，日了狗了，没想到沈浪还有后手，也就是说他刚才保留了，应该说是没用上。这是什么功法？这样牛批几人？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垂头伤气，一个都还打不过，一下蹦出来3个，更加打不过了。穆青离眼神浮出光彩的波澜，这是那半卷数字秘，他竟然练成了。这是当年穆千离师尊偶然所得，可惜只有半卷，一直没有人练成。啧，小家伙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好了，生死台，生死有命，本来就如此，此事作罢，谁也不要在背后寻仇。穆千离轻声说道，警示地看了下台下的人。这时，轰隆隆一声巨响，合欢宗的上空在剧烈地扭动着，空间被强行撕开。穆宗主此言差矣，一声阴森到极致的声音传来。紧接着，一个和王谭有几分相似的男人走了出来，他身材挺拔，黑色头发里夹杂着几缕白发。家主，我大哥王谭死了！几人像是找到了主心骨，跪在地上哭了起来。此人是王家家主王战天。王战天没有理会他们，目光颇深地看向沈浪，闪过一丝杀机，一股威压陡然落在他身上。沈浪脸色一变，顿时感觉压力倍增。至尊强者！不知是谁惊呼一声，穆千离一挥手打散了威压，闪身来到沈浪旁边。顾宇飞几个封主也迅速跟上，目光紧紧地盯着王战天。哼，王家主的修为又精进了，可喜可贺。不过你这样对付一个小辈，有点失了风度。穆千离扇着玉扇，谈吐悠然。虽然他是至尊境的，但是穆千离圣境的实力也是不把他放在眼里。王战天目光闪烁，沉声道：“穆宗主，我侄儿王谭就这么被杀了，是不是给个说法？”呵呵，穆千离轻笑地摇摇玉扇，别说今天是王谭死了，就是任何人在生死台死了，本座都不会管，因为这是规矩。难道你王家主要插手我合欢宗的事？穆千离不屑地瞥他一眼。王谭辈！穆千离挥手直接打断王战天说话，厉声道：“这里没有什么王谭日月潭，只有合欢宗弟子。”霸气！这大腿好粗啊！沈浪看着宗主大人散发的王霸之气，偷偷给他点赞。软饭其实也挺好吃的，嘿嘿。王战天冷哼一声，也知道理亏，一挥袖袍又说道：“这事可以不提，但是有一件事得给本座一个说法。”哦。穆千离手指一顿，你合欢宗是不允许厮杀的，而这个沈浪可在试炼地连续杀了我3名族人，我王家族人送到合欢宗历练，竟然如此被人对待，不给个说话，我王战天誓不罢休。你说是就是啊，你有什么证据？顾宇飞说道。证据？王战天指向王语嫣说道，你来说。语气中满是命令的口气。王语嫣哆哆嗦嗦地站了出来，咬咬牙说道，我看见沈浪去紫云峰变卖了猴子他们几人的灵气和晶石，小绿茶就知道你会跳出来。沈浪看着他好笑，哥哥，你这孩子真是可笑，难道捡到东西也算杀人啊？玉霄峰云瑶峰主娇笑道，他已经100%肯定宗主大人是要维护沈浪，怎么还用想吗？他毫不犹豫地紧跟穆千离脚步，他有很大的嫌疑。王语嫣硬着头皮说道，这沈浪就交给我王家调查吧。
如果他没事，我们将他还回来。”王占天借机说道。穆千离目光一凝，冷喝道：“放肆！你在叫本座做事吗？有没有嫌疑？我合欢宗自会调查，不劳你费心。”穆千离断然拒绝。穆千离，你这是不给我王家面子了？王占天脸色陡然沉了下来。呵呵，别管我说话太直白，你在我这没有面子，这些年做了多少亏心事，你自己心里明白，大家都留些脸面。穆千离意味深长的冷笑。王家是合欢宗的附属家族，可这些年一直阳奉阴违，经常蚕食合欢宗的产业，几次被穆千离武力镇压，可每次老实了一段，又开始兴风作浪。听说最近不仅王占天突破了，他们老祖也突破圣境了，现在更加肆无忌惮了。王占天神色阴晴不定，心里明白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。看着他脸色像吃了苍蝇一样难看，沈浪嘿嘿一笑走了出来，说道：“王家主，那些不成器的东西是我杀的。”众人一惊，纷纷看向他。王占天微微一愣，显然没料到他会承认，眼中赫然射出一道冷光：“你找死！聂图，你搞什么？快回来！”顾雨飞神色担忧。沈浪给他一个放心的眼神，拿出来一个留影石，上下抛了几下。王语嫣瞳孔一缩，他居然留影了。沈浪玩味地看着王占天：“王家主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你先别急，人是我杀的，但是却是反杀，你的人千里追杀我，难道我就在那傻傻的等着我杀？再者，如果非得说宗门不能私自斗殴杀人，应该是你们家的人先动的手吧？”说完，沈浪一挥手，把留影石头甩给了文太长老：“请文太长老验证一下。”“放心，老夫一定秉公处理。”文太长老神色一正，认真的点点头，随即在空中画出一块雾幕，直接投影了。画面里清清楚楚，三人中猴子说的人名，怎么动的手，妩媚女子在求饶，还有沈浪一点点的在扣肉，让现场的人一阵恶汗，有些心理素质差的只是呕吐了。哟，我草了，沈浪这个魔鬼，尼玛，你也太狠了！我倒觉得没问题，别人都杀你了，还讲什么道德？我同意，沈浪像个爷们，不过那女的杀了有点浪费了。大家目睹全过程后都理解了，这个世道本就是弱肉强食，你不杀别人就只能乖乖等死。穆千离赞赏的点点头，像是在说还是你小子机灵。看过以后，刘雪的脸色难看至极，他也没想到王谭背着他做了这么多事。刘雪啊，刘雪，你这也真够笨的，让人耍得团团转。穆千离气狠狠地说道。刘雪满脸涨红，张张嘴说不出话来，他现在不上不下的，很不舒服。顾雨飞松了口气，看向沈浪，暗忖道：“果然是孽徒，坏透了。”证据确凿，王占天脸色极其难看，望着下面几个族人，暗骂：“一群蠢货，被反杀了都能让人留下证据。”他暗自叹了口气，知道今天难以找回场子了。既然这样，王谭的死我也无话可说，此事就此作罢。今天吃个暗亏，来日有的是机会杀了这个沈浪。哼，你还能一直在合欢宗不出来，他暗自腹诽。慢着！沈浪喊道。众人一愣，王占天停下了脚步，蹙眉看着他，问道：“何事？”“混蛋，你人也杀了，仇也报了，还想干嘛？你刚才吓到我的女人。”“嗨嗨，我的师尊大人了。”“那又怎样？”王占天错愕，沈浪眼神坚定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现在，立刻，马上给我师尊大人道歉。”顾雨飞神色复杂，心里有种浓烈的情愫，娇躯扭动一下，这孽徒真会舔，还别说，心里挺舒服的。师尊大人有种从未有过的感觉，不仅是下面的师兄弟姐妹炸锅了，就连各个封主都有些羡慕了，特别是女封主，谁不想有个这样的徒弟？再看看自己身边的徒弟，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，哪像沈浪那样的实力颜值并存，关键是孝敬师尊啊。沈师兄孝敬啊，会保护女性，他们师徒感情好深，我想给他生猴子，他对师尊真好。这沈浪有点意思，你说是吧，刘师兄？我管他作甚？我道侣都输掉了，该死的！沈浪赢得了一波好感度。王占天脸颊抽搐一下，还好，给合欢宗封主道个歉也不算丢人。顾封主，多有冒犯，告辞。说完，一挥手抓着王谭的尸体，划开空间裂痕，头也不回地钻了进去。待王占天走后，现场又恢复了安静。穆千离神色庄重地喊道：“从今日起，沈浪将是我的真传弟子。”果然啊，这小子好命，得到了宗主的真传。下面弟子的一脸的狂热，这是何等的卧槽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小子一步登天了。不行，要和沈师兄搞好关系啊！
不仅弟子们这样想，连几个封主都这样想的。哥哥，沈浪还不见过师尊，还傻站着干嘛？岳凝霜等几位封主都看向云瑶啧啧。这云瑶不仅吹了一口好箫，还真他妈会舔啊！哪都有你，不得不说这娘们还是有点东西的。沈浪不是不想去，旁边的师尊正眼神冒着火气，自己的腰已经被掐得稀烂。看着他的局促，穆千里哪能不知道，肯定是自己那个小师妹醋坛子又打翻了。不必了，我还有事，除了青鸾峰，所有封主各几大长老跟我走。是。穆千里嘴角含笑，亲手划开空间，带着众人离开了。顾雨飞见众人都走了，轻哼一声，也不管沈浪愿不愿意，拉着沈浪飞走了。师尊大人一言不发，脚下山峰一幕幕飞快掠过，不一会就到了青鸾峰，两人落下。师尊大人的洞府在一条夹道里。咔的一声，师尊推开了大门，沈浪跟在后面进了洞府。顾雨飞走到里面的大座上，刚一坐下，脸色一板，跪下。沈浪有些懵逼，这娘们又开始发疯了。呵呵，真传弟子了，现在都开始不听本座的话了，真够现实的。还是你的宗主大人重要。顾雨飞酸溜溜的。沈浪轻笑一下，快步走到师尊大人身边，也不管他愿不愿意，挨着身边坐下。顾雨飞一颤，又怕他坐不下，下意识地挪了挪。沈浪挨着他，笑呵呵说道：“师尊大人，香气醉人心。”沈浪嬉笑道：“休要轻浮我，你想去宗主那，我不拦你，不用这般假惺惺的。”师尊大人把头瞥了过去，像一个生气的瓷娃娃。他羞红着耳朵，感觉甚是可爱。嘿嘿，我只在师尊大人的洞待着，哪也不去。被他这样挨着，顾雨飞脸色更加红了。你这孽徒就是在诓我，简直坏透了。他狠狠地瞪了沈浪一眼，生气的样子也很美。不得不说，师尊大人现在真的厉害得很。师尊，其实宗主这是在保护我，保护你。当着全宗门的面说出来，就是变相的告诉别人，谁也别想动我。语言。师尊大人点了点头。你把王家人得罪得死死的，以后不许单独出去。他认真的说道。呵呵，没事，来了宰了就是了。沈浪语气满不在乎，一双手是一点都不耽误事。顾雨飞看着他玩世不恭的样子，恼怒的说道：“你这孽徒，死了算了。”说完，把头撇向一边。嘿嘿，我要真死了，师尊大人可要伤心了。沈浪咧嘴一笑：“阿呸，你这登徒子，变态，不要脸！我巴不得你死了，我恨透了你。”顾雨飞看他这副嬉笑的样子，恨得牙痒痒，想起来这些日子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，顾雨飞心里就委屈、无力、不甘、愤怒，还偏偏没办法。沈浪哈哈一笑，挑挑眉，意味深长：“开心一下，滚！”半个时辰，好哥哥。天云峰，穆千里的山峰，宗主大殿内，左边是一排宗门长老，右边一排各个封主，除了顾雨飞，其他人全到了。穆千里坐在头位，看人到齐了，轻声说道：“今天是想和大家商量一件事。”众人都纷纷看向穆千里，顿了顿，他又说道：“我想立圣子。”此话一出，沉默，死一般的沉默。不知道穆千里又在搞什么，怎么突然就想到立圣子了呢？玉霄峰云瑶正把玩着玉箫，听到宗主的话语，纤细指尖突然一顿，眸子中泛起波澜。其中一名长老问道：“宗主，不知你想立谁呢？”“对啊，你想立谁啊？不知大家有何人选？”穆千里反问道。众人面色一喜，交情较好的几人立刻交换眼神，谁都想立自己人。圣子在宗门地位很高，仅次于宗主，谁不想要？云瑶面山掩嘴轻笑，心里暗存：哼，也不知道你们激动个什么劲，推荐谁的都有，有天机榜的那几位，还有各个封主的大弟子，实力都不错，至少都是法相境的实力，可以说就算放在苍玄大陆也是个天之骄子。大家七嘴八舌，神色激动地讨论着。穆千离笑笑，看向紫云峰峰主岳凝霜，问道：“凝霜峰主，你没有推荐的人吗？”岳凝霜远山黛眉，潇洒脱俗，淡然一笑：“宗主，你知道的，紫云峰实力偏弱一些，我最好的弟子陈晓也只是天机榜10几名开外，所以我就不推荐了。他本就不喜争斗，再说他们紫云峰主要是保障宗门运作，像藏宝阁、任务堂这些归他们管，当然比青鸾峰要强很多，只是比一些主力峰要差一些。凝霜峰主过谦了，合欢宗能井井有条的运作，你们功不可没。”众人也是点点头。岳凝霜不喜争斗，所以人缘还算不错。一旁的刘雪神情黯然，就像一只被取了卵的母鸡一样，无精打采的。穆千离看着刘雪神情落寞的样子，张了张嘴，又把责备的话语咽了进去。这时一道声音传来：“宗主，
我推荐苍蟒峰的菜盐。苍蟒峰峰主秦苍瓮声瓮气地说道：“菜盐不错，算一个。”穆千离温文尔雅地笑着点头。见得到了宗主的认可，秦苍脸色一喜，不由得攥紧了大拳头。云瑶笑着看他一眼，心里暗忖：这大家伙云瑶，你有人推荐吗？穆千离突然问道，像是很随意。大家都看向他，现场除了刘雪没表态，就差他了。云瑶眉间散着妩媚，眸子中似是勾魂，一颦一笑都透着风情万种。宗主大人，我推荐沈浪。他不紧不慢地回道。众人，那小子是不错，不过也仅仅是不错吧。是啊，云瑶，他的实力不算拔尖的，天机榜都没他。没错，圣子之位要服众，就算给他推上来，他坐不稳也没用啊。我觉得这小子倒是不错，够狠够猛，对师尊孝敬。七长老文泰眯着眼睛，仿佛回忆着自己和师尊的过往。我去，七长老你快打住吧，这不是孝敬不孝敬的问题好吧？你说什么？七长老文泰啪的一声拍案而起，怒声道：你是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？他佝偻着身子，怒指对方，浑浊的眼睛闪着恼火，脸上的皱纹挤得更紧了。哎呦呦，要打起来了！哥哥，云瑶玉扇遮面，幸灾乐祸地嬉笑道：好了，七长老，大家都熄火。穆千离无奈地摇摇头，这七长老的脾气还是这么火爆。七长老气呼呼地坐下，冷哼一声：宗主你比较中意谁？一位峰主试探道：这样吵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对啊，就你没说。我同意云瑶的推荐。穆千离嘴角露出一抹弧度，低头喝茶掩饰着。云瑶猛逼我草了，你们都看我干嘛？这不是我的意思。大姐，那是你选的人好吧？我只是替你说出来而已，怎么有种被强奸的感觉？我特么的！沈浪，大家都想不明白，小子确实很惊艳，但目前不至于立圣子吧？穆千离站了起来，白玉的手指撑着桌面，神色认真。大家也明白现在我们和欢宗的处境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在北域已经不是我们和欢宗一家说的算了。在千百年前，我们可是北域绝对的龙头。众人面面相觑。他说的没错，以前和欢宗有一套阴毒的功法，靠西道侣修为就能变强。那个时期宗派强者如云，巅峰时期黄境强者多如牛毛，甚至峰主都有胜境的。最后被其他宗派针对，一落千丈，差点灭宗。最后宗门放弃了那部修炼功法，才得以喘息。从此以后，和欢宗只修炼普通的双修之术。众人眼神中泛起波澜，无限向往。虽然现在合欢宗也不差，但是跟那时比，可是天差地别。那个时候世家都纷纷过来跪舔，哪像现在，一个小小的王家就敢放肆。可是这跟这有啥关系？众人纷纷看向他。穆千离接着说道：我想让合欢宗在我手中重回巅峰。嗨，这个宗主我们也一直在努力。是啊，宗主你也不必着急，依老夫的看，不行就把王家灭了算了，还有那些跳梁小丑，一个全部咔嚓了。文泰长老揪揪胡子，眼中满是凶狠。七长老，你是至尊境，那王家现在都有圣境了，怕个锤子？不行，把老祖请出来。有道理，干吧。今天宗主一定是生王家的气了，特么的竟然敢跟和欢宗叫板云瑶，嗤之以鼻。你们这帮人真能扯淡。呵呵，不过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尽快把沈浪培养出来。穆千离目光一凝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他是混沌体。什么？我去！众人皆是一惊。咔嚓，不知是谁的杯子直接捏碎混沌体，必成大地的体质。云瑶嘴巴大大的，眼睛圆圆的，不可思议地看着穆千离。流血！文泰长老满头卧槽，玉凝霜等人各位神色激动，怪不得穆千离强推沈浪。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大地了，混沌体无视天地法则，这就意味着大地就在合欢宗。只要沈浪成长起来，那将是无敌的存在，合欢宗也会水涨船高，彻底称王称霸。宗主你的说的都是真的？苍茫峰秦苍攥紧了拳头问道。穆千离望着他和所有众人，激动地说道：千真万确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沈浪在和王坛对战时，我吩咐要你们要护他周全。说完，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流雪。流雪神色复杂，咕咚喉咙蠕动了一下。宗主，我……穆千离摆了摆手，没有再揪着不放，而是看向众人，沉声道：下月宗门大比，宣布立圣子，不知各位意下如何？唰，一众人全部站起来，谨遵宗主令。半日后，叫好哥哥。呸！你个孽徒，怎么不去死？顾宇飞气得要死，却偏偏拿他没办法。哎呀，是不是要我把兄弟们叫出来？你
无耻！顾宇飞像一只炸了毛的斗鸡，更加羞怒了。嘻嘻，骗你的，吓吓你。看他一副笑嘻嘻的样子，顾宇飞又羞又恼。你个不孝的孽徒！沈浪也不说话，缓缓地向他走过来，挨着他坐下。师尊大人，好像有些变胖了。沈浪嘴角噙笑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。你滚！本座才没有长胖。顾宇飞打开了一双爪子。沈浪心里暗忖，3000多岁的女孩简直不敢想。师尊大人，我送你样东西。滚开！我不要！顾宇飞生气地撇过头。沈浪掏出来一枚丹药，拿出来的一瞬间，丹香扑面来，一看就不是凡品，顿时连这幽深的洞府都照亮了。咦，这是什么？他好奇地问道。师尊大人，不是不要吗？沈浪坏笑。啊呀呀呀！该死的小混蛋，气死了！这丹药一看就是好东西，这狗东西又在戏弄本座。嘿嘿，这是破宗丹，而且还是9品无瑕丹药哦。声音极具诱惑性。破宗丹，我擦，而且是无瑕的，100%晋升，这要拿到拍卖会应该能拍出天价，甚至有价无市。咕咚，顾宇飞咽了咽，我要，我当然要。他已经在黄境停留了好多年，至今还没有摸到至尊境门槛，今生可能都无望了。不过最近由于沈浪的原因，顾宇飞头顶的绿色更加绿了，好像还把资质给他改良了，这让沈浪有些意外，没想到不仅自己可以获益，对方还能改良资质，简直是一箭双雕啊！顾宇飞也发现自己修为精进了，甚至还隐约触碰到了至尊境的门槛。不过这个改良要日复一日才行，1、2日是不行的，要多日才能达到一点效果。这东西是你炼制的？顾宇飞紧咬双唇，盯着丹药。当然，徒儿可是炼丹天才，9品丹药不在话下。唉，可惜师尊大人不要，只能喂狗了。沈浪嘿嘿一笑，起身就走了喂狗。该死的孽徒，给本座回来！可沈浪转眼不见，就这么走了。顾宇飞气死了，这个小混蛋！此刻他好想说，我要，给我！可是宇飞仙子怎么能向孽徒低头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可恶，明知道自己想要，却偏偏不给，难道让本座求他不成？狗东西岂有此理！顾宇飞俏脸满是冰寒，眼中闪着火苗。哼，孽徒，你不得好死！他像一个受气包，撑着身体的手坐了起来，猛然触碰到一个坚硬的东西。顾宇飞低头一看，是个丹药瓶，下意识地打开闻了闻，这是破宗丹。师尊大人脸色一喜，惊呼了一声：嘻嘻，有了破宗丹就可以突破了，自己还可以再活1000年。这么贵重的东西简直是无价之宝，在苍玄大陆都少之又少，这孽徒这么大方就送给自己了。他突然想到这丹药竟然是孽徒炼制的，惊叹道：这孽徒怕是要逆天。合欢宗宗门广场，距天玄峰比试已经好多天了。这日，几个青衣长袍的修士像是在等人。刘师兄，你听说了吗？什么？那盘口听说是沈浪开的。我草了，这小子连吃带拿。师兄，话也不能这样说，沈浪也是凭实力的，别跟我提他。我道侣都没了，还要花3000多晶石才能赎回来。李浩那狗日的简直不是人，等下老子要抽得他满地找牙。几个师兄弟正说着话，这时李浩和叶佛一走了过来。今天他们是来收赌资的，在宗门开盘，大部分修士不会随身带太多晶石，这个位面还没有扫一扫，所以如果带的赌资不够，那就会写个字据，回头再给，这种是常有的。当然也可以抵押东西，比如灵器、宝物、天材地宝、道侣等等，不过这些也要立个字据，当时你抵押多少钱，那就赎多少钱。嘿嘿，你要说赖账，那对不起，不存在的。所有字据都带有灵魂印记，如果敢赖账，那就交给七长老文泰。行堂是文泰长老掌控的，只要交给他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曾经有个修士赖账，被文泰长老用铁链绑到山峰上，脱光了衣服，身上泼满了妖兽的血散发的腥臭味，引来了天上的灵兽秃鹫。那人被生生灼死，最后就剩一堆森森白骨，就问你怕不怕，还敢不敢？所以在他的威慑下，合欢宗的赌风简直不要太好，都是赌中君子。刘师兄，金石带了吗？李浩一身白衣长袍，认真地问道。嗨，呵呵，李师弟，能不能少点？你看这也太多了。刚才还信誓旦旦的要揍李浩的刘师兄，这会儿已经换了一副嘴脸。多？李浩皱皱眉，不悦道：师兄，3000晶石可是你说的，我这可有字据，莫非你想耍赖不成？不，
主要是这也太多了，我还得修炼呢。刘师兄哭丧着脸说道。师兄，愿赌服输，你这就太没意思了。李浩冷笑，反正太多了，你少要点，我现在就给你。刘师兄开始耍赖。行，老子不要了，把灵魂字句拿到藏宝阁，把你道侣拍卖了，让你脑门上一片绿，绿死你。李浩凶巴巴地说道。刘师兄吓得满头大汗，这要是把灵魂字句拍卖了，到时候一旦事实成立，他不仅名誉受损，还会面临刑堂惩罚。重点是灵魂字句要被别的师兄弟拍走，还得绿自己。我草了，特么的，李浩你可真够毒的。师兄，你快点吧，我们赶时间啊。叶佛一催促道，今天他们还要去沈浪那里。刘师兄一咬牙，拿出来，拿去。李浩查了查没错，心里暗忖，真够犯贱的。这就是赌徒，永远不要和他讲人格，因为他没有人格，不吓唬他就不想拿出来。看来男人都怕绿，这招挺好用。两人把灵魂字句交给刘师兄，就飞走了。待两人走后，呸，老子总有一天要搞死沈浪和这李浩。刘师兄碎了一口，卧槽，你特么小声点，咋地？我就骂他，你想死啊？你没听说啊？沈浪马上就是圣子了。什么？我擦，这狗！刘师兄急忙捂住了嘴。天空中，李浩和叶佛一正在御剑飞行，目的地沈浪的茅草屋，脚下的白云山峰不断掠过。师妹，这次你靠沈浪才能筑基，我们要好好感谢他一番。要是没有沈师兄给的丹药，我也不会突破。沈师兄真是个好人。李浩感叹道。谁说不是呢？叶佛一嘴角笑成了小耐克，甜甜道。师妹，你以后就跟着沈师兄好好干，你们俩交情深，以后他就是圣子了，在合欢宗就没人再敢欺负咱们。叶佛一，李浩背着手，眼中带着对未来的无限怅惘，完全不顾叶佛一。不久，两人就来到了沈浪的茅草屋。咔的一声，房门从里面打开了，沈浪走了出来，直接坐在躺椅上。李浩、佛一，你们坐吧。他指了指旁边的椅子，挥手又变出几杯灵茶。沈师兄，我们是来给你送赌资的。叶佛一甜美的一笑。沈浪笑着点点头，辛苦你们了。哎呀，这时候李浩一声惊呼，两个人纷纷看向他。怎么了？叶佛一问道。李浩捂着自己的腰间，有些尴尬的说道，储物袋忘拿了。叶佛一无语的一拍额头，天哪，你这猪脑子吗？那还不赶快回去拿。沈浪想阻止他别再来回跑了，下次吧。叶佛一对他眨眨眼。沈浪，我的天，你想干啥？难道是这小蹄子搞的鬼不是？师妹没难度的不完事吗？沈浪这心砰砰直跳，还不快去？叶佛一跺跺脚，佯装生气的催促道。好，可是我记得我拿了啊，怎么就没了呢？李浩喃喃自语道，然后祭出飞剑，划成一道流星。待他走后，师兄，叶佛一拽着衣服角嗔道。呵呵，就知道是你。沈浪嘿嘿一笑，一把搂过他，拽到自己跟前。叶佛一眼眸含春，脸色绯红。师妹，你这是提前策划好了？沈浪指尖挑起他下颚，笑道。师兄，莫要取笑我了，还不是为了见你？见我需要这样吗？沈浪坏笑道。师兄，还是偷的香。叶佛一脸色更红了，红唇紧咬，眸子中满是波澜。要说会玩，还得是叶宝宝。沈浪哈哈一笑，带着叶佛一踢开了门，走了进去。咔的一声关上了。半个时辰后，果然还是偷的香。师妹，这些丹药和晶石你拿着，不够了再找我要。沈浪把一堆东西推到他面前。他现在不缺资源，穆千里已经下令由云瑶负责提供他所有的修炼资源。不过最近沈浪倒是在稳固根基，一时还没去找云瑶，等腾出手了就去找他。啊，师兄这也太多了吧。我看着面前堆积如山的资源，叶佛一做梦都不敢想，用不完就给李浩分一些，别委屈了人家。师兄也不差这点，你拿着吧。沈浪呵呵一笑，大气的道。谢谢师兄。叶佛声音哽咽，感动的依偎到他怀里。在这个世道，修炼资源就是自己的命，没有人傻乎乎的给你这么多，就连道侣都不会分享。修仙界道侣之间的感情还没有资源值钱，所以叶佛一也没想到沈浪会如此大方，给予他这么多。合欢宗，沈浪的茅草屋，大概1个时辰，李浩就折返了回来。回来后，院子里面没有人。咦，奇怪，去哪了？他一脸错愕。只见那扇木门紧闭，李浩下意识地去推门，推不开。咚咚敲响了房门，两人神情一致，面面相觑。
紧接着叶佛一就冲门外喊道：“师兄在给咱们炼丹呢，你小点声。”闻言，门外的李浩感动的眼睛泛红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沈浪给予的太多，让他这辈子都觉得还不起这时候还给他们两个炼丹。半日后，叶佛一不自然地走了出来：“师妹，我也要努力修炼，等我们有实力了，一定报答沈师兄。”“知道了。李浩，我们走吧。”说罢，两人化为一道流星飞走了。路上，好人啊，师妹，以后就算给沈师兄看个门，我都愿意。叶佛一一个趔趄，差点没从飞剑上掉下来。沈浪躺在了椅子上，晃晃悠悠，很悠闲。系统总结一下：定，修为，轮海镜中期，灵气，苍穹重剑，可升级；功法，天阳神功，地级；技能，霸权，地级；焚天九剑，王级；剑意，血路剑意，苍冥剑意；特殊技能，灭世神童，至高秘术，具有勘破虚妄、看穿破绽、识破伪装的能力，分为纵观、入微、芥子、浩瀚4重境界。辅助技能，全部10万年经验。沈浪感觉自己现在强的有点可怕，虽然还没上天机榜，但那只是时间问题。要知道，沈浪刚开始魂穿的时候，这具身体才是个炼气4层的废物，现在这么短时间已经是轮海境了，这主要是混沌体这逆天的体质，还有功法的加速效果。嘿嘿，不过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还是要感谢师尊大人，没有师尊大人每一日的指点，沈浪不可能根基这么雄厚。但是师尊的资质还得提升啊，沈浪现在都感觉吸收的有些慢了，如果他要能变成青色就好了。宗主大人倒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头顶上是蓝色的，不过沈浪怕被他一巴掌拍死，现在显然不太可能。穆千里可不像师尊大人，给2棍就老实了，那可是有被反杀的风险。算了，他摇头叹息，我沈浪是个正经人，怎么能欺负宗主大人呢？那还是人吗？还是等修为高点，根基再大一些，到那时再欺负他。话说这苍穹重剑怎么才能升级筒子？这升级是怎么个意思？可使用仙元值将苍穹重剑升级到地级，达到地级，灵气可变大变小。我靠，这要牛掰！能变多大？不知道，反正很大很大。这个尺度会让你满意的。总体来说，跟你的修为也有关系。卧槽，这要是等我修为高了，一剑拍下去，谁抗得住？理论上是这样的，不过目前仙元值不够，宿主你要努力了。果然还是仙元值啊，骄傲的师尊大人有些扛不住了。沈浪叹了口气，不再想，打开了数字密，上次只是看了下入门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半日后，沈浪吐出一口浑浊之气，眼睛明亮，轻喝一声来，下一秒之间2个分身同时出现在身边，不能说很像，简直一模一样，就是孪生兄弟。这要是被人看见，简直可以以假乱真，就算是师尊大人也分辨不出来，不过只能分出实体分身，兵器却是唯一的，这个就没办法了。苍穹重剑只有沈浪的主身有，修为也是和主身一样的。据数字密记载，4个境界略有不同。3分境幻化出2个分身，分身实力与本体相同，心意合一，但有主次之分。3合境将2道分身再度融入自身，三者合为一体，可以提升本身的修为，瞬间爆发一定的力量，增长主身境界。3神境，此境界便是分身宛如独立，如真实，无疑可长久存世，再无主次之分，分身即本体。若想击败沈浪，必须将3者同时击败，此时的2道分身可以修炼其他的原始法身。中一境，由一而始，由一而终，将分身燃烧殆尽，最后化为2道光虹掠出，直接是冲进身体之中，爆发出强大的力量。只是当归一完成之后，一气化三清这道神通也将会随之消散。这很霸气，也很难修。沈浪摸着下巴思索着，现在他这种情况最多也就算个3分境身。3合境简单理解也就是一种保命的境界，而3神境分身可以单独修炼。中一境就是拼命了，但是数字秘这项神通也就没了。逆天，不过沈浪还是决定要修炼这个秘法，4个境界还是很有性价比的。至于最后一个境界，估计也用不到。这个世界除了先天圣体道胎，能跟混沌体抗衡的几乎没有，应该是无敌的。就是碰见荒古圣体，也能打爆它。听说有个姓叶的，就是这种体质，简直是个吞金兽。有机会了会会他。数字秘上还记载一共9道秘法，这只是其中一个。这9道秘法还是要想办法得到啊。沈浪眸子中带着渴望。这时，沈师兄，在家吗？一声娇滴滴的声音传来。
月离的声音。咔的一声，沈浪从里面打开了房门。有事吗？月离。沈浪问道。沈师兄，云瑶峰主说让你过去一趟。月离眸子含春，扭捏地说道。云瑶峰主，知道了。沈浪愣了下，回道。正好也有事找他，听说云瑶峰主酷爱吹箫，是个音乐达人，恰巧沈浪也喜欢玉箫，可以谈论一下。师妹还有事？看着他眼帘低垂，手指紧张地扣着衣角。是。师兄，这丹药一次服用几粒啊？师妹有些不明白，想向你咨询一下。月离想了半天，终于想到了一个理由。沈浪嘴角含笑，拉着他的手。嘿嘿，师妹，外面风浪太大，我们进屋里说吧。月离媚眼含春，脸颊绯红，轻轻地抽了抽手，见没有挣脱开，也就任由他拉着进屋了。日上三竿，咔的一声，沈浪从里面把门推开了，两人走了出来。师妹，这是洗髓法骨丹6品丹药，你回去服用后会改善一部分体质，对你有极大的好处。沈浪笑眯眯地递给他一瓶丹药6品洗髓法骨丹。月离简直要疯了，这是何等的珍贵，这要拿去拍卖，世家会抢疯了吧？这可比氧气丹珍贵多了。天哪，沈师兄也未免太好了吧，这波太值了，这不比跟着马川那狗东西强太多了。师兄，月离喉咙发紧，使劲也就只能挤出这2个字。沈浪和煦笑笑，在他臀上一拍。走吧，师兄，还有正事。哦，对了，师妹，帮我洗下床单。说完，沈浪祭出苍穹重剑，踏剑而去。走，去会会这位酷爱吹箫的峰主。玉箫峰，清风悠然，灵兽出没，风景秀丽。上山的夹道狭窄幽深，两侧杂草悠悠茂密。玉箫峰是合欢宗的主力峰之一，女修士偏多，云瑶座下也是能人辈出，这和他的教导有方分不开。据说云瑶鼓励弟子修妩媚的功法，媚法虽是辅助的功法，但这种功法在2人级别相差不大的情况下，确实如虎添翼，迷惑心神，道心不稳，生死只在对方一瞬间。特别是云瑶的一手阴杀之术，让敌人防不胜防，在多次的宗门任务中起了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来到了玉箫峰的广场，沈浪也是不由得感叹，一个玉箫峰的弟子生机勃勃，修炼得很认真。不过这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莺莺燕燕，眼花缭乱，娇嫩无比。这么一对比岸，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。师尊大人就像是宗门豢养的灵宠。咦，是沈师兄吗？一个阿那多姿的女弟子问道。哦，师妹，我是青鸾峰沈浪。沈师兄，请跟我来，师尊让我在这里等你。女弟子浅笑道。那就有劳了。沈浪拱拱手，跟在他身后穿过了一条小道，来到大殿门口。师尊，沈师兄来了。女弟子喊道。哦，快点进来。语气中还有些期盼的愉悦，像是等了很久。女弟子冲着沈浪微笑颔首，随后走开了。沈浪推开了殿门，走了进去。洞府很大，装修的也很豪华，养了很多灵树，几处温泉正突突冒着水汽。云瑶手拿着玉扇，右手拿着一把金色小剪刀，细心地修剪着灌木。看见沈浪过来，把剪刀递给了一旁的侍女，挥了挥手，让他走开了。她黑色纱裙长裙紧紧贴合着双腿，身材纤细阿那，任何修士见了都难以挪开目光。哎呦，我们的圣子来了，哥哥，来来来，快过来，我可是泡好了茶，等你很久了。云瑶声音里满是亲热，就像是一对交情很深的师徒。见过云瑶峰主。沈浪很有礼貌的拱手。哥哥，别客气，快来。沈浪笑笑走了过去，坐在云瑶的对面。四目相对，沈浪突然脑海晃动了一下，有些眩晕，下意识的运转天阳神功，只那么一瞬间就直接破散。媚也是一种毒，天阳神功至刚至阳的功法，专克这种。云瑶眉间一挑，心里惊叹，果然有点意思，竟然能挡住我的魅惑之法。沈浪抿了一口灵茶，问道：云瑶峰主可有事？心里暗忖，老子可是正经人，你这么热情，倒是摸不透你了。宗主大人吩咐，让问问你有什么需求，让我满足你。沈浪，你这样说话正经吗？礼貌吗？看着沈浪痴痴地看着自己，云瑶娇媚的一笑，改口道：哥哥，主要是资源需要，沈浪小弟弟不要想歪了。操！沈浪感觉这女人是故意的。我列了一个清单，我需要一些东西，都在上面。沈浪递过去了一个单子。云瑶接过单子，一边扇着玉扇，一边喃喃自语：水灵珠、草土原参、金元果木灵芽，这些是炼丹的。还有星辰碎片、禁锢浮石星灰沙。他纤细手指顿，越看越疑惑。啊，这是
五光木九天蚕丝虚空神木先天息壤。云瑶错愕：沈浪，你是个炼药师？是的，九品炼药师。卧槽，九品这么掉甲的吧？那这些呢？云瑶激动地问道。哦，这些啊，这星辰碎片禁锢符石，这是阵法用的。你还会阵法？云瑶妈了。九品阵法师。我草了。那这些呢？我这么看不懂是干什么的？云瑶颤声道。沈浪勾头看了下，随意地说道：这个啊，这是炼制傀儡的。傀儡？云瑶一脸懵逼，这天妖傀儡师不是失传了吗？唉，我现在最多只能炼制天阶傀儡，地级的还不行。沈浪叹口气，还有些苦恼。傀儡的等级：地级、天级、地级、玄级、皇级，由高到低。地级傀儡相当于人类的修炼等级的圣境强者。天阶傀儡，妈了！云瑶彻底妈了。九品炼丹师，九品阵法师，顶级傀儡师，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？沈浪，你太会了吧？这也没什么，其他的就不说了。沈浪摆摆手。还有，云瑶惊得波涛汹涌，上下起伏，显然不相信。都是些没用的。九品灵职师，九品炼器师，九品镇纹师，九品。沈浪掰着手指头数着。云瑶已经震惊得说不出话了，像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张大了嘴巴，形成了一个大大的 O 型。这个世界太疯狂了，他竟然说这些九品都没用。这些辅助技能别说全在一起了，就是单拎出一个，各个宗门也会抢着要吧，不得把你当祖宗一样供着，这是何等的卧槽！日了狗了！合欢宗出来一个妖孽，宗主恐怕还不知道吧？云瑶现在非常羡慕顾雨飞能有沈浪这样的弟子，他真是幸福啊！啧，真是命好啊！就这，还天天孽徒的喊着，你他妈身在福中不知福吧？你要不要？你不要我要！云瑶简直嫉妒的要死。嗨，那个沈浪，这些九品的技能还是很有用的，你不要再妄自菲薄了，材料倒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我可以帮你找到。云瑶轻咳几声，掩饰尴尬。哦，那就谢过云瑶封主了。沈浪脸色一喜，谢道。不过你要的高级修士躯体目前确实没有，这东西比较稀少，低级的想必你也不会用的。云瑶皱皱眉，遗憾地说道。沈浪点点头，也是理解。炼制傀儡最主要的就是躯壳，躯壳的修为越高，炼制出来的傀儡品质越高。一般情况下，傀儡炼制成功后，成品的傀儡都会比原躯壳主材低一个等级。比如主材用黄境强者的躯体，那炼制出来以后很有可能就是王者境的傀儡，所以这个要求很高。沈浪有些苦恼，如果随便找一个躯壳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其他辅材也很珍贵的，那这样就浪费了。炼制出来一个垃圾又有什么用呢？云瑶看着他的样子莞莞而笑，突然向他这边挪了挪，挨得很近。沈浪看着近在咫尺的脸庞，眉是远山寒烟，眼若秋水流盼，琼鼻翘挺，朱唇小巧，美到了骨子里。咕咚，沈浪咽了咽口水，看着他的样子，云瑶嘴角的笑意更加浓郁了。啧，果然还是个小家伙，凭自己的魅惑体质，还不把这未来圣子迷得不要不要的。他也并没想怎样，只要让这位未来的圣子大人对自己有好感就成。他并不是什么荡妇，只是想展现自己魅力，迷死他，让沈浪多多照顾自己。至于舍身，他还不想。看这样子，这位圣子大人对他还是很痴迷的，毕竟他和顾雨飞是两种性格的人。很新鲜吧，小家伙？我倒是知道有一个地方也许能帮你找到高级躯体。云瑶绝美的眼眸有一丝浮动，朱唇轻启。哦，是吗？在哪里？沈浪一副小白的样子，笑容稚嫩，心里暗忖：系统打开检测，我草了，被人鄙视了。还小家伙，好的。片刻间，云瑶头顶出现了一个只有沈浪能看见的光柱，散发着淡淡的青色，泛着光芒。行，比师尊宝宝还略高一阶，不错。宗门有一处禁地，里面应该有高级躯壳。云瑶看着他害羞的样子，心里好笑。禁地？是的，很多年前各大宗派围攻我们合欢宗，引起大战，当时的战斗非常惨烈，双方很多强者都陨落了。哦，对了，七长老文泰曾经就参与过。此事过后，宗派长老就把此处用禁法封存了起来。云瑶摇着玉扇，缓缓说道：竟然还有这般秘史。沈浪惊叹道：没想到以前宗派这么强大，EV 好几个。什么 V？ 云瑶蹙眉问道。哦，家乡话就是很强大。确实，那可是北域的大哥。云瑶点点头说道。
真是想不到啊，合欢宗竟然曾经如此辉煌。以前看茄子小说的时候，合欢宗也不牛逼啊，天天都是双修，那怎么才能进去呢？沈浪问出了关键问题。我带你进入，想必宗主也会同意的。云瑶给他一个放心的眼神，保证道。哦。沈浪沉迷着眼，紧紧地盯着他。你是不是也想进去？云瑶眼眸波澜微动，沉默了下，然后咯咯地笑起来。沈浪，你别那么谨慎。说实话，我确实想趁着你的事进去，因为我想找我师姐。你师姐？沈浪疑惑道。云瑶缓缓地站了起来，伤感地说道。我师姐是上一任的玉霄峰峰主。原来在当年的那场大战中，云瑶的师尊再也没有走出来。后来云瑶的师姐继承了衣钵，成了峰主。但是在多年后的某一天，云瑶和师姐惊喜地发现他们肚脐上的魅魔印在不停地闪烁，像是在呼救，也像是在召唤。魅魔印是师徒三人独有的秘法，由他们师尊所创，其中一个作用就是相互感应，起一个通信感知的作用。既然魅魔印亮了起来，就说明他们师尊还活着，这让他师姐高兴不已，留下云瑶主持玉霄峰工作，立刻去禁地寻找。但是几天后，魅魔印就暗淡了，从那以后，云瑶的师姐再也没回来。此后，我和宗门强者多次去搜查，也没找到什么。可能我师姐和师尊已经不在了。说到情深处，云瑶的眼泪如珠子一般滚落下来，和她平常的性格有着强烈的反差。唉，女人啊，天生的感性动物。看她这么的伤感，沈浪觉得自己该做些什么。下一秒，很懂事的抱住了她，也不管她愿不愿意。这个时候，她应该最需要这个。沈浪心里暗忖道。云瑶反应过来，脸色一红，使劲推开了他，眼睛里还有些温怒。沈浪，就算你是宗主钦点的圣子，你也休要看扁了我。他是骚，但不浪。被推开后，沈浪也不尴尬，脸部红心不跳，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嗨，情不自禁，云瑶峰主说的太感人了。不过我不明白，人都死了，你又去干什么？沈浪又问道。云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看样子对沈浪刚才的行为还在耿耿于怀。话是这样说，但是最近我发现魅魔纹又开始亮了，我怀疑他们两个应该没死，只是被什么困住了。云瑶认真的说道。这……沈浪狐疑的摸了摸下巴，有点意思。所以本座想借着你的机会再去看看，如果再找不到，我也就不想了，也许这就是命吧。为什么你不直接找宗主？上次师姐的离奇消失让他痛心不已，所以我多次求宗主大人，他都不同意。云瑶实事求是的说道。他也明白这是宗主在保护他，不想再意外重演。哦，但我不同意。沈浪突然说道。有病吧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谁爱管管？沈浪可是不爱管闲事。为什么？云瑶傻眼了。这应该没什么啊，多一个人保护他，不是更好吗？双赢的。这狗东西脑子傻掉了，你求我。沈浪说道。云瑶错了，你刚才伤我心了，我不想管。这就是求人办事态度，他不喜欢。沈浪摇摇头说道。云瑶略微想了下，就明白了过来。他迈着莲花步，莲步款款，娇媚无骨，入艳三分，缓缓走到沈浪跟前，手指拽着他衣衫。好，姐姐求你了，你就带姐姐进去吧。还是我推荐你做圣子的，你就这么狠心？大不了姐姐以后都听你的。云瑶娇里娇气，紧紧地盯着他，眼底有些猩红。话音刚落，下次不要再对我使用狗屁媚法，那对我无效。沈浪脸色一沉，冷冷地说道，转身离开。对于小烈马就得敲打，让他变成小乳鸽。云瑶脸色一白，嘴唇委屈地抖了几下。沈浪刚走到门口停了下，说道，办好了通知我。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闻言，云瑶先是脸色一喜，随即生气地跺了跺脚。混蛋，色胆包天，这要是当圣子了，以后还不反了天。3日后，宗主终于同意了。本来他是不同意的，毕竟那个地方充满了危险性。不过在云瑶说出沈浪各种辅助技能都是9品时，穆千离张大了嘴巴，简直不可思议。假的吧？不过好在这时师尊大人过来说最近准备突破。穆千离奇怪地看着他，师妹不是师姐看不起你，你应该很难突破吧？不过下一秒，顾雨飞笑眯眯地拿出了破宗丹，并说这是孽徒炼制的。穆千离又一次张大了嘴巴，他心里的震惊只能用好几个卧槽来形容。日了狗了，岂不是走大运了？这种妖孽竟然在合欢宗发达了，简直是合欢宗之大幸啊！去，赶快去，让七长老文泰跟你们一块去。同时，穆千离要求一定要在宗门比试前回来，因为他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圣子了。宗门200里出一座后山，山腰处有一处水帘波澜的静止。
穆千离、顾雨飞、岳凝霜、沈浪、文泰长老等等高层都来了，大家都在跟沈浪都打招呼，热情无比。沈浪此番去禁地定能大获全收，老夫已经算过了，早就听说沈浪实力超凡，今日一见果然一表人才。什么啊，实力和颜值并存？哦，对对对，呵呵，沈浪你忘了，我还请你吃过饭呢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恭维的话一套一套。现在所有宗门都知道了沈浪九品的各种大师，谁不想用九品的丹药、灵气、阵纹？你总有求到他的时候，现在不搞好关系，还等到啥时候？就算沈浪不是圣子，是条狗，那也是只哮天犬，见面也得喊声爹。啧啧，沈浪暗自咂嘴，我尼玛，太热情了！凑准时机，沈浪悄悄地把师尊大人拉到一边，神秘兮兮地塞给他一样东西。孽徒，你又搞什么鬼？顾雨飞蹙蹙眉，警惕地看着手里的东西。这是根骨丹，九品无瑕的，师尊大人突破的时候吃一粒，100%的几率提升你的体质。众人早就看到师徒二人说悄悄话，虽然大家在一旁有一句没一句的，但是耳朵却竖得很高。根骨丹，沃日！当听见这个名字，所有人震惊了。传说中的丹药，丹方早就失传了，沈浪还会这个？修士能走多远，就看他的体质。就像沈浪的混沌体，只要中途不陨落，必定正道成帝。如果你是垃圾体质，就是后天再努力也没戏，可以说是老天爷赏饭吃。但是传说中有种丹药叫做根骨丹，可以后天改变体质，而且是必提升，一生可以服用一次。就算你是一坨，也能给你镀镀金。师尊宝宝看着手里的丹药，呼吸都急促了。他的资质不算太妖孽，能突破黄境已经是极限了。现在沈浪有给他一枚根骨丹，体质提升后会走得更远。这可是传说中的丹药啊，竟然这么随便的给他了。师尊宝宝心里暖暖的，身体不自然的扭动几下。哼，孽徒，还算你有些良心。语气冷冰冰的，不过他对沈浪太了解了，这狗东西坏透了，肯定没别什么好骗。果然，沈浪嘿嘿一笑，并没在意，又拿出一张图纸，声音压得更低了。听说师尊擅长做木工，手艺很好，徒儿这里有一个小玩具，麻烦师尊帮我做下。多大的人了，还玩玩具？顾雨飞瞥了他一眼，接过图纸，东西倒是不复杂，只不过怎么长得这么怪异？怎么有困难？沈浪问道。没有。师尊大人摇摇头，又疑惑地问道：你要这个干什么？圆圆的像个零售蛋。嘿嘿，这个你就别管了，等徒儿出来再告诉你。沈浪坏笑道。不对劲，太不对劲。看着孽徒的坏笑，顾雨飞脚底冒出一股寒意，直冲天灵盖哆嗦了一下，心里有些不妙，但又说不好。好吧，为师回去就做，等你回来给你。顾雨飞点点头。这时穆千里打开了禁制，沈浪你们三人进去吧，禁制1月内只能进去3人，七长老、云瑶，你们2人一定保证沈浪的安全。穆千里神色担忧地说道。是，请宗主放心。七长老佝偻着身子说道。沈浪颔首向众人拱拱手，带2人转身进去。3人进去后落在一处小山峰上，沈浪睁开眼四周看了看，禁地内一片死寂，雾气飘飘，有点像前世的雾霾，可见度很低，虽然隔了这么多年，还能看见战斗的痕迹。破碎的山峰，撕裂的大地，不知是不是没人的原因，这里灵植确实很多，品质还很好。云瑶峰主，我们要怎么走？沈浪看了下问道。闻言，云瑶感受了一下魅魔纹，说道：应该在东南方，有一些波动。好，那我们就去东南，一路上只要有好的灵植就停下来，高级妖兽就麻烦文泰长老直接击杀。好，就听你的，沈小子。七长老捋了捋胡须说道。如果我们走散了，就在这里死等。沈浪目光如炬，指了指脚下，又说道。2人点点头。3日后，宗门禁地中，轰隆隆一声巨响。哈哈，沈小子，你说的没错，这头七阶蛟蟒的地盘果然有好东西。七长老捋着胡子，兴奋看着水潭中的凤凰涅槃花。这凤凰涅槃花可是炼制根骨丹的好材料，可遇不可求，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了。如果不是七长老这只尊强者帮忙，沈浪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了。咔嚓一声，沈浪拿出苍穹剑敲开了妖兽的头骨，取出来血淋淋的魔核，这可是炼器的好东西。这还不算完，沈浪又拿出匕首，把蛟蟒的眼睛、蛟筋有用的都剥了下来，一点都不舍得浪费。七长老暗暗咂咂嘴，有点意思。小子，这是凤凰涅槃花，都放好了。七长老递给他一个寒玉盒，沈浪接过后
放到储物戒擦擦脸，抬头问道：“七长老，云瑶峰主还没回来，说是去那边看看。”七长老狐疑的捋捋胡子，眉毛跳跳坏笑道：“会不会去找个没人地方洗澡了？”卧槽！沈浪下意识爆了粗口，这个老不正经。经过这几天的了解，七长老除了脾气暴点，好色一点，其实人还是不错的。两人收拾了一下，就准备去找云瑶。这几天的灵芝可是收获颇多，这个封闭时间过长，灵芝长得非常好，连龙须草、凤血藤、麒麟果、玄武龟甲草，都是百万年、千万年的灵芝，哈哈，都是我的了。回去就开始炼制9品丹药，还有系统给的一些失传的古方，沈浪都可以炼制。这要是宗主大人知道了，会不会给些意想不到的奖励？嘿嘿，咦，沈小子快看，云瑶回来了。云瑶3000青丝披在肩，穿着一身黑色的练功服，衬托的她很完美。这衣服有点像前世的瑜伽服啊，只不过打着合欢宗的 logo。 沈浪看呆了，他踏着飞剑急速而下，看样子很着急。七长老，那边我发现一个洞，有些灵力波动，我没敢进去。云瑶一脸兴奋。沈浪和七长老对视一眼，走，去看看。三人跟着云瑶飞去，来到一处山腰的部位，还真有一个洞，不注意还真看不出来，两侧的灌木把洞口都挡住了。真不知道云瑶怎么发现的，一般小说里都是在尿尿的时候发现了什么，那云瑶沈浪没敢往下想。这时几人刚一落地，云瑶就呵呵的冷笑道：“我的腿儿好看吗？”沈浪一愣，我又怎么了？一脸问号。大姐，我看什么了？你不要冤枉我好不好？我他妈啥也没看，我是个正经人。大姐，我这次真没看，我只看山洞了。沈浪指了指山洞，委屈至极，早知道被冤枉，还不如刚才大胆一点。我没说你。云瑶脸色绯红，生气的一摆手，不是我，可是就咱们3个。那嘎嘎，这老不正经被带到了。沈浪嘴角笑成了小耐克，心里幸灾乐祸。七长老脸一红，轻咳几声，掩饰一下尴尬。我了半天，硬是没挤出一个字，憋得满脸通红。云瑶眯着眼睛，不客气地说道：“文太长老，你眼珠子要是再乱看，本座回去就告诉宗主，你非礼我。”云瑶威胁性十足，可不是那么随便的人。哼，云瑶峰主，严重了，老夫一定注意。文太长老讪讪地笑了下，擦擦额头的汗珠。以前都是偷偷看，这次被带到了，这要是让宗门知道，这老脸往哪放？看来以后要小心点。文太长老心里暗存。云瑶瞪他一眼，轻哼一声：“咱们进洞吧。”七长老能不能揭开这洞口的禁制？沈浪问道。应该可以。文太长老手掐法诀，一刹那天地灵气席卷苍空，形成一个漩涡，聚集在他身边。七长老掌满老茧的手掌上电光雷鸣，噼啪作响。啧，沈浪心里感叹，至尊强者恐怖如斯。这时的七长老连眼睛中都冒着雷光电流，身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雷电，环绕着他，犹如雷神下凡。下一秒，他目光一凝，喝道：“奔雷手！”一个雷光白色的能量球直接打向禁制。轰隆隆，天地都在晃动，发出剧烈的爆炸声。灵禽走兽吓得乱跑，禁制应声破碎。沈浪给他竖个大拇指，七长老得意的笑笑。不过下一秒他就傻眼了，日了狗了！禁制里面还有个禁制。沈浪几人对视一眼，尼玛，什么宝贝还设置2道？七长老又开始重新破第2道禁制，又是轰隆隆，轰隆隆，一连打了几10下也没打破。呼，不行了！七长老连连摆手，气喘呼呼。沈小子，这禁制打不破，但是好消息是，这禁制不限制至尊境以下的，你和云瑶可以进去。文太长老佝偻着身子说道。可是你不去，我怕沈浪有闪失啊。云瑶神色担忧，毕竟这洞里不知道有什么，万一他应付不过来，回去怎么和宗主交代？沈浪摸着下巴沉吟道：“不用担心，此处这么多年了，也没有外界潜入，有你跟着应该没问题。那我就在外面等着。云瑶丫头，你要保护好他。”七长老收起了玩世不恭，一脸板正。闻言，云瑶点了点头，两人不再犹豫，直接进去。洞口狭窄，加道理，沈浪儿和云瑶只能一前一后，云瑶在前面，沈浪在后面。此刻他可没有心情看什么风景，之所以进来，沈浪就想看看2道禁制到底在保护什么里面非常的深，不知通向何处，只能听见滴答滴答的水滴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慢慢的山洞变大了，两人很轻松的就进去了。云瑶已经把发髻高高盘起，显得非常干练。突然
他咦一声，惊喜道：“沈浪，我的魅魔印有反应了，真的，而且很强烈。”他声音里透着激动。奇怪，沈浪疑惑，自从进来这个境地，就刚开始云瑶感应到了东南方向，剩下的时间再也没有任何感应，怎么一进来就有了？难道他师姐真没死？不过这算个好消息吧。走吧，那有个大门，推开看看，小心点。好。两人走了过去，面前一扇青玉的大门，不过青玉大门却没有完全关死。按理说这个洞2道禁制保存完好，应该不会有人过来，但是事实摆在眼前，这个青玉石门确实有一道缝，足够一个人通过。两人对视一眼，都看到眸子中的疑惑，不过两人还是硬着头皮进去了。第一个空间足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，洞壁上一个个丹药盒子都是空的，翻得七零八落，看这样子是被人拿走了。不过一些功法武技倒是没有拿走，保存的还算完好。沈浪，你看！云瑶呼喊道。他闻声望去，只见云瑶站在最上面的一个莲花台旁边，上面孤零零的放着一个盒子。他放下手中书，跑了过去。这是什么？沈浪疑惑问道。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放在这么显眼的地方，应该是好东西。云瑶拨了拨耳畔的发丝说道。有道理。沈浪笑笑，给他竖个大拇指。云瑶给他一个娇嗔的白眼。这下面有字啊！突然他又惊呼道：“写的什么？”沈浪看着上面的字，能打开盒子者，方能传承秘法。我操！我刚才试了，打不开。你来吧。云瑶眼神清澈，把盒子递给他。沈浪点点头，咔的一声打开了，脸色一喜，还没看清怎么回事，突然一道金光唰的一下钻进了他的脑海。沈浪！云瑶吓得一声尖叫。我操！中招了！特么的，不会又要穿越了吧？不要啊，这号挺好玩的，我不想重开啊。沈浪心中暗忖，他的意识陷入了一片黑暗，脑海中全是金光点点。一个道家模样的修士坐在道台上，一遍遍地演练着绝学，像过电影一样，最后凝为一声苍老嘶哑的声音：行字秘。卧槽！沈浪仅存的意识满是兴奋，这既然是行字秘，代表了世间的行之极境，不仅拥有世间第一极速，此法若能练到极致，能上越9天，下穿9幽，任何一地都可取得。先天阵纹困不得，无上道法堵不住，纵然摆下十方绝阵，也可穿行而过当速度突破时间极限，便可演化出时间的能力。行字秘是世间绝顶的速度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沈浪的意识慢慢恢复，感觉自己正躺在一个柔软的怀抱里，冰肌玉骨的玉手搂着他，差点把他摁死了。不过沈浪还不想起来。云瑶抽泣着，泪水不断地滴在沈浪的脸颊。啧，没想到自己在云瑶心中这么重要，这么关心在意自己。还别说，沈浪心里挺感动的，这妞不错。嘿嘿，沈浪一瞬间已经想到了很多招式。沈浪，我怎么跟宗主大人交代啊？我把他圣子给弄死了。完了，他语气里满是绝望。我操！他慢慢地睁开眼睛，显得很虚弱。啊，沈浪你醒了。谢天！云瑶胡乱抹了下脸庞的鼻涕和泪水。云瑶封主刚才那道金光已经击破了我灵魂，我快不行了。嗨！沈浪又猛然咳嗽了几声。啊，别啊，你可别死啊！回宗我就完了，刚刚才燃起的希望瞬间支离破碎。云瑶想死的心都有了。嗨，云瑶封主，我临死前有个愿望，你能答应我吗？沈浪看起来很虚弱，随时都有可能死。你说，我答应你。云瑶已经六神无主，慌乱地说道。我至今还是没有道侣，临死前能不能和我结个仙缘？说完，沈浪显得更加虚弱了。啊！云瑶下意识尖叫一声，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提出这种要求。我去，大哥，你都这样了，还想这事呢？你怕不是回光返照吧？我就算同意，你行吗？沈浪，你怕是不方便吧？要不换个条件？他怎么可能答应这样的要求？也好，那就让我们亲吻吧，直到我死了再停。唉，我不想留下遗憾，如果你不愿意就算了。可嗨，这回沈浪咳得更狠了，仿佛快死了。云瑶惊呆了，一辈子没见过这种要求，一直亲下去，这还真是亲到死为止。云瑶也是个很保守的人，这倒是很让他纠结。嗨咳，一阵阵咳嗽声催促着云瑶仙子。
沈浪先提一个困难点的要求，再提出一个相对简单的要求，对方就会很容易接受。这在前世是一项心理学。果然，云瑶想起宗主和顾雨飞就脑门疼，他们的圣子和孽徒被搞死了。唉，亲就亲吧，总比和他。再说回宗了，起码还能跟宗主解释解释。他云瑶仙子真的尽力了，想到这，云瑶咬了咬牙，下一秒，娇艳欲滴的红唇狠狠地吻了上去。完了，初吻没了，这是云瑶最后一个念头。沈浪眼睛一亮，不得不说，真是的，没想到在这里和云瑶10分钟半个时辰乎。云瑶抬头喘口气，看着他疑惑道：“你怎么还没死？”“嘿嘿，快了。”沈浪猛咳几声说道。云瑶又无奈地低下头，都答应了，总不能半途而废吧。不得不说，真是个好女孩。可是又过了一个时辰，云瑶仙子再也受不了，抬起头问道：“你到底死不死啊？”沈浪舔了舔嘴唇，惊喜地发现自己竟然好了。天哪，太神奇了！云瑶封主，我好像好了，不用死了。沈浪挣扎地站起来，装模作样地活动了几下。云瑶眉间紧蹙，疑惑地打量着他。突然他心里一沉，狐疑地看着他，有些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。沈浪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什么骗？沈浪坦然地看着云瑶，又惊讶道：“云瑶封主，你该不会以为我在骗你吧？谁会拿自己生死开玩笑？那岂不是混？嗨嗨，我还帮着找你尸检，你竟然怀疑我！”沈浪委屈至极，仰天长叹，捶胸顿足。这看着他的样子，云瑶有点拿不准了，没看出来异常，又说道：“好吧，你没事就好，回去不许乱说。那是自然，我是正经人。”沈浪一脸认真：“走吧，这里没什么了，去下一个空间。”沈浪嘴角露出一抹弧度，一挥手把所有的功法、武技全部收入储物界。略微查看了下，这些功法和武技也算不错，天阶有几十本，其他都是地阶和玄阶的，黄阶倒是没有，可能主人也看不上吧。不错的收获，回去自己多留点，其他的给宗主大人吧，毕竟他好我也好。沈浪笑了笑，一个行字秘直接跟了上去。第二个空间，这个空间什么也没有，只有散落的一些灵气，看样子这里也被人倒腾过了，跟第一个空间一样，翻得乱七八糟，可东西却不见少。闲得蛋疼吧，没事搞破坏。云瑶也发现了问题，蹙蹙眉，样子有些诱人。沈浪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，无耻。云瑶瞪他一眼，有些羞恼：“唉，大姐，我招你惹你了，你能不能别拽着不放？肯定是你诓我。”云瑶气呼呼的，脸颊鼓起2个包，像一只河豚。她现在越想越不对劲，刚才还一副要死的样子，现在却生龙活虎。好好，当我没说。你的魅魔纹现在什么个情况？还是没信号吗？沈浪不在这个问题纠缠，询问道：“有，而且很强烈，我感觉快到了。”云瑶兴奋的身体直哆嗦，终于可以见到师姐了，无论是死是活，也想弄个明白。沈浪用脚扒拉着地上的灵气，蹙蹙眉：“什么垃圾玩意，都是些地级灵气。”云瑶瞥他一眼，没好气地说道：“小祖宗，这就已经很不错了，这里上万把灵气呢，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，拿把王级的大宝贝在那扣人肉？那就收了吧，回去放到宗门里，一人发一把。”沈浪一挥手，地上散落灵气全部收了起来。沈浪，我感觉愈发强烈了。云瑶望了望第3道青玉大门：“那还等什么？走吧。”沈浪催促道：“不知道这个房间里有没有躯体，到现在一个都没见，有些遗憾。”沈浪刚踏出一步，就被云瑶紧紧地拽着手臂，他能明显感觉到他的紧张，甚至还有颤抖。沈浪错愕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我有些害怕。他美眸看着沈浪，脸色有些不正常。害怕？沈浪看了下大门，皱皱眉又问道：“云瑶，你到底怎么了？”我也说不好，心里好慌。云瑶叹了口气，感觉有点怪怪的。沈浪轻轻拍拍他，安慰道：“没事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事的。”云瑶望向他，突然心里很踏实，自己黄境强者竟然相信一个轮海境的小子，说出来别人也不信吧。第3个空间青石大门依然是半开着，两人走了进去。这个空间就有些不一样了，不算大，也就几百平方米，只有几具修士的残骸。而且两人一进来，云瑶的修为就被压制到法相境，沈浪还是轮海境后期，这个空间应该有特殊限制，最高也就是法相境。突然一声悲切声传来：“师姐！”云瑶惊呼一声，向着一处跑去，跪在地上哭了起来。沈浪走了过去，看到一个青衣女子静静躺在地上，
尸骸保存得很好，高级修仙者蕴含较强的灵气和特殊体质，尸骸万年不腐，很正常。让人不解的脸色很狰狞，仿佛还很痛苦。云瑶，你看清楚了吗？沈浪问道。他轻轻点点头，哽咽地说道：没错，就是他手上的紫薇星辰链和我的一模一样。师姐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呜，为什么你的魅魔印都被剥离了？云瑶把她的紫薇星辰链取了下来，戴在自己的另一手上，掀开她的衣服，却没有发现魅魔印，只留下一个深深的红色印记。沈浪眉头紧皱，眼中的警惕愈发浓烈了。不对劲啊！他悄悄地打开了灭世神瞳，刹那间沈浪眼底出现诡异的紫色，冒着幽光，仿佛要洞穿一切，空间都有些扭曲了。突然，沈浪目光一凝，一把就将云瑶拉起护在身后，还未等他开口询问，沈浪就看向一处，冷声道：出来吧。云瑶一脸茫然，四处张望。下一秒，一个青衣身影慢慢浮现出来，黑发如瀑，盘着一个玉簪，面如皎月。他的出现让云瑶惊喜万分，下意识地喊道：师姐，发生了什么？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只不过师姐脸色痛苦，却不能开口，只是焦急地摇着头。师姐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师父在哪？云瑶焦急地问道。你师父在哪？沈浪神瞳能看得到，随手指向一个角落。说完后，他不再理会，反而拿出阵旗，在房间各处插了起来，也不知在搞什么。一个呼吸后，又一个佝偻的老朽浮现出来，他眼睛浑浊，脸上皱纹密布。瑶儿一出来就喊道。不得不说，这老朽和七长老还挺般配的。云瑶看到他，瞬间泪流满面，冲了过去。师尊，我找你找得好苦啊。说完，趴在他怀里大哭了起来，仿佛有无尽的委屈。老朽慈爱地抚摸着他的青丝。师父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师姐是怎么回事？云瑶泪眼朦胧，抬起头问道。老朽看看他师姐，又扭头看向云瑶，叹了口气。当年我身负重伤，奄奄一息，无意中逃到了这个山洞，可最后也没能逃过一死，现在为师只是一道残魂。可是师姐又是怎么回事？云瑶强忍着悲痛又问道。我当时残魂快消散了，就想把魅魔宫的修为传给你们。当你师姐找到这里时，她已经剩最后一口气，我也不知道她经历了什么，也许是什么强者做的，况且她也不会说话。哎，老朽说完，唉声叹气地看了一眼师姐。师姐眼睑低垂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师父，我想带你们出去。云瑶紧紧地抓着他的手，一脸决然。老朽自嘲地摇摇头，这片地方有禁制，我们出不去的。你来了我也就安心了，我和你师姐已经快等不及了。什么等不及了？云瑶颤声道。我们快消散了。老朽努了努喉咙，艰难地说道。云瑶如遭雷击，愣了好久，突然凄厉地嘶吼道：我不，师尊，我不要你们离开。唉，都是封主了，还这么小孩子气。老朽抚摸着云瑶的发丝，眸子中有慈爱有渴望。沈浪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扭过头。云瑶只是一个劲的哭泣。瑶儿，不要哭了，争取时间，我要把毕生魅魔功传给你。师尊。云瑶哽咽的说不出话来。这也是我和你师姐的愿望，是吧？云溪。云瑶擦了擦眼泪，望向师姐，后者低着头，艰难的点了点头。师尊，我要怎么做？云瑶也不再踌躇，再等下去，他们真的会消散。掀开你衣服，我使用印记给你传承。老朽浑浊的眼睛闪过一丝金光。云瑶点点头，就扒开了自己肚脐的衣衫，有一道蔚蓝的魅纹扑闪着亮光。就在老朽伸手触碰的一刹那，忽然，唰，一道身影快如闪电，手臂挽过云瑶的腰肢，手掌紧紧捂着她的肚脐，然后搂着她抱退。太快了，犹如一道光。师姐抬头看到这一幕，眼睛一亮。老朽手还停留在半空中，等他反应过来，沈浪搂着云瑶已经拉开了距离。你是谁？这是何意？他眸子幽深，语气中满是责怪。小子沈浪，见过前辈。沈浪并未拱手，而是紧紧地捂着云瑶的肚脐，警惕地看着老朽。师尊，这是沈浪，回宗后就会被册封为圣子。云瑶向老朽解释，又看向沈他，蹙眉道：沈浪，你搞什么？哼，老朽最后还能看一眼本宗圣子，当真无憾了。他感叹道。沈浪没有理会云瑶，眼睛死死地盯着老朽，问道：前辈在这里这么多年了，还能知道云瑶是封主？老朽眼眸微动，迅速掩饰下去。这有什么？本座的徒儿必然是封主，他师姐已经没了，只能由他继承。哦。沈浪淡淡的应了一声，话锋一转：前辈还是一路好走吧，我魅魔功我们不要了。什么？沈浪，闭嘴！沈浪扭头冷喝一声，
云瑶委屈巴巴的撇撇嘴，他竟然敢凶我，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不过他还是乖乖把嘴闭上了，因为他相信沈浪不会这么没头没脑。先看看再说。圣子，你这干什么？难道要我这一身修为浪费了吗？老朽慌乱的说道。呵呵，沈浪嘲讽的大笑起来，突然眼神凌厉的看着他。老狗，你他妈竟然想夺舍自己的徒弟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什么师尊要夺舍自己？云瑶由于震惊，瞳孔剧烈的收缩着，一脸不可思议。你胡说什么？老朽恼怒道。哐当一声，沈浪懒得理他，直接祭出苍穹重剑，右手握剑，斜指地面，左手依然搂着云瑶。哼，你的魅魔印不只是只有传承的功能，应该还可以夺舍吧？所以你就发出了信号，让云瑶和云溪过来。可你万万没想到，只有云溪自己来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这魅魔印应该是3印合一才可以夺舍。看到老朽目光微动，沈浪就知道说对了。接着他又说道：你一气之下就先包了云溪的印记，等恢复了好了，你又开始呼喊云瑶来。只不过太可惜了，你就差一点就可以重生了。沈浪惋惜的摇摇头。云瑶惊讶的掩住小嘴，不可置信的问道：师尊，这不是真的对不对？师姐不是你杀的。老朽脸色慢慢沉了下来，死死的盯着沈浪。桀，他说的没错，师尊养了你们这么多年，也该报恩了，就差那么一点。不过也没关系，这个空间是我巅峰时期布下的禁制，你们现在只有法相境，结果不会影响。老朽幽冷的笑笑，真是够狠的，老子最多也就冲个师，这老狗竟然是徒，为什么？我和师姐都是你养大的，你怎么这么狠毒？云瑶声泪俱下，他的应该是主印，你们的是辅印，这老狗从一开始就把你们当成了养料，只不过他运气太差了，还没到收割的时候就陨落了。沈浪一针见血的说道。哼，果然是未来的圣子大人，也不知道谁运气那么好，能当你的师尊。老朽娇笑着，他在使用魅火，只不过这张菊花脸显得有些恶心。顾雨飞，沈浪运转着天阳功法，瞬间驱散他的魅火。老朽一愣，没想到一个轮海竟能扛得住。顾雨飞，哦，是那个傻丫头啊。老狗，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就先走了，改日再聊。可是，沈浪还有师姐。沈浪淡淡的摇摇头，这个宝库除了最后一间门没进，其他该搜刮的都收了，已经很丰盛了。出了这样的事，沈浪想回去了。行字秘已经到手了，这是最大的收获，没有必要再死扛下去了。至于云溪，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？关我什么事？费劲半天打死这老狗，就个不能用的残魂，这恐怕有大病吧。慢着，呵呵，圣子大人，你可以走，我没意见，但是他必须要留下。合欢宗的圣子不缺女人，圣子大人也没必要为了他拼命。老朽决然地指了指云瑶，他不想得罪一个宗派的圣子，夺舍成功过，怕被报复。不过这2个女人他是要定了。云瑶眼眸望向沈浪，不知道他会怎么选择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云瑶留下来必死，面对自己的师尊，他没有一丝还手之力。别忘了，魅魔功可是那老朽教他的。那怎么行？这可是我亲了几个时辰的女人，给你了我怎么用？沈浪嬉笑道。云瑶眼神复杂的看他一眼，哼，既然你不同意，那就留下吧。老朽目光闪过寒芒，云溪神色担忧望着他们。轰隆隆，老朽灵力突然暴涨，整个空间都在扭动，泛起了丝丝猩红色。他手掌一合，聚集成一道利刃，划破气流，发出阵阵破空声，直奔沈浪。去死吧！老朽面露凶狠。小心！云瑶惊呼道。这是他师尊最强的一击魅火天穹，没想到他竟然留了一手。当年他说这招已经失传了。好多枪挡！沈浪不屑的一笑，搂着云瑶运转行字秘，速度陡然暴涨，唰的一下消失了。咦？老朽皱了皱眉，恍然道：你竟然学会了第一空间的行字秘。沈浪嘿嘿一笑，老狗，你还是操心你自己吧，一个残魂而已。老朽被一口一个老狗叫着，咬牙切齿。该死的小混蛋，你师尊没有教你礼貌吗？嘿嘿，我对我师尊从不礼貌，小混蛋去死吧。说罢，老朽又开始攻击着沈浪，但是他滑的就像一只泥鳅，怎么都打不到。可恶！老朽虽然是残魂，但那也是至尊境残魂，竟然拿一个小辈无可奈何，心里满是恼火。岂有此理！老狗，我看你还能支撑多久？沈浪停了下来，左手依然紧紧搂着云瑶，右手把剑哐当往地上一插，接着手掌结印，猛然喝道：灭魂阵！闻言，老朽佝偻的身体一抖，眼中闪过一丝惊恐。下一秒，
轰隆隆，第三空间金光暴涨，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、兑8个方位先是形成一个个光柱，然后光柱又缓缓交错落下，赫然形成一个八卦阵。天、水、山、雷、风、火、地、泽，8个金色大字陡然浮现，满是震慑小王八蛋，你好阴，竟然偷不下阵。没错，这就是刚才借着云瑶和他师尊说话的功夫，他偷种下的。之所以一开始没用，是想让子弹飞一会，如果老朽让他们走了，沈浪会毫不犹豫地溜了，因为谁也不知道至尊强者有没保命底牌，沈浪可不会冒着风险死磕。然而他却不能把云瑶留下，不为别的，因为回去没法交代。至于什么亲吻几个小时，那是扯淡，个个都让负责，这活还怎么干？不主动，不拒绝，不负责，这可是沈浪行为准则。老狗，尝尝我这八卦灭魂阵的滋味吧。去！话音刚落，八卦图案快速转动着，一道道金光犹如一把把利剑，不断地追着老朽打。由于这个空间有限，他被追得狼狈不堪。小王八蛋，你还有完没完？老朽一边躲着一边辱骂。呵呵，你再尝尝这个数字谜。沈浪说道。话音刚落，2道和沈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刚一出来就瞬间加入了战斗，2人就和老朽厮打起来。混蛋！老朽恨得牙痒痒，狼狈招架。八卦灭魂阵已经压制了他一大半的实力，现在应对阵法的攻击都有些力不从心。可现在不知道这小混蛋又使用了什么秘法，变出来2人，这让老朽雪上加霜。可还没等他缓过劲，沈浪魔鬼一般的声音又传来了：嘿嘿，老狗，你再试试这个灭世神童。什么？还有我日了狗了，这圣子到底是什么妖孽？灭世神童一开，刹那间沈浪眼底浮出诡异的紫色，直接爆射。啊！老朽终于招架不住，不小心被紫色神光打中，重重的跌落下来，荡起一片尘土。此刻他灰头土脸的呻吟着：瑶儿，放过为师吧。沈浪。云瑶看了看沈浪，欲言又止。妇道人家。沈浪不满地说道：你不杀他，他就要杀我们。不得不说沈浪说的对。云瑶也明白，没有再说，而是走向了自己的师姐云溪。看着他凄惨的模样，云瑶那对师尊的仅存的一丝怜悯荡然无存，杀心四起。他悲痛欲绝地看着师姐云溪，他已经不会开口说话了，只会地发出声音，悄然落泪，神情有愤怒，有悲痛，有后悔。他指指老朽，又指指自己，又指指云瑶和沈浪，也不知在说些什么。云瑶拉着他的手，心中苦涩：师姐，我听不懂啊。云溪急得直跺脚：你是怕这老狗会报复云瑶，要斩草除根是吗？沈浪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反问道。云溪眼睛一亮，急忙的点点头。云瑶颔首，眼睛满是寒芒：那就杀了他吧，再也没有了刚才妇人之仁。2人纷纷望向了沈浪，他点点头，手指掐诀，八卦灭魂阵，金光陡然暴涨，比刚才又亮了几分。孽徒，你们要是师吗？你们好很多，会遭报应的。老朽慌乱的逃窜着：去死吧！杀我和师姐时倒是一点都不心软，现在还管我们？云瑶2人气狠狠地盯着他。瞅准时机，沈浪猛然汇聚灵气，蓄力挥出一拳，大拳撼地。一声怒吼，拳风如苍龙出鞘，化成一道紫色龙头，威严不可侵犯。龙眼冒着丝丝幽光，冲向老朽。该死，这是地级？这到底是什么牛逼的存在，竟如此刚猛？老朽面露惊恐，一颗心沉到了冰窖里。就这么要死了吗？不，我不甘心啊！他神情狰狞，面露疯狂。就算死，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。准备在魅惑幻视中轮回吧！哈哈哈哈！下一秒，轰隆隆，霸权直接将他吞袭，片刻间灰飞烟灭！哈哈哈哈！你们永远都别想出来了！他癫狂的声音戛然而止。云瑶和云溪2人迅速向沈浪靠拢，这是他燃烧精血创造的幻境，我们会一直轮回。沈浪，对不起，连累你了。云瑶泪眼朦胧，愧疚无比。我操，什么玩意？幻视系统？沈浪还没搞明白，神似就陷入了黑暗。他再次睁开眼，躺在一张床上，看着像个世家。夫君，你醒了。云瑶朱红圆润，怀里抱一个孩子，高兴地走过来。沈浪愣愣地看着这一切，心里苦笑，这老狗的幻境如此恐怖。夫君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还有些不舒服？要叫郎中吗？云溪，你会开口说话了。沈浪惊讶地看着这个女子，
不就是云溪吗？我操了，他怎么也进来了？这么说，我们是夫妻，什么开口说话了？怎么神经兮兮的？云瑶，夫君是不是还没好啊？云溪摸了摸沈浪的额头，疑惑道。云瑶把孩子交给了外面的丫鬟，也上下打量着他。看来他们都不记得了，只有自己记得。为什么呢？哎，既然想不明白，就不想了。沈浪嘿嘿一笑，把门一关，一把将两人拉到怀里。梦里也会逼真吧？这一世他是个世家少爷，2个老婆云瑶、云溪。就这样，他和云瑶、云溪有了好几个孩子，平稳地度过了几十年。云瑶先一步离开了沈浪，临死前他拉着沈浪的手：“夫君，我好不舍得你，我好像一直陪着你。”说完就离开了。虽然是梦，但是真真切切地过了一生。沈浪第一次为女人流下了眼泪。接着是云溪也离开了他。夫君，我们下辈子还在一起好吗？我还没和你过够。沈浪重重地点了点头。假的又如何？但感情是真的。沈浪最后熬成了一个风烛老人，直到最后死去。后世把他们3人埋在了一起。又一睁眼，这一世沈浪是一个武士，抱着剑，在一座城门上站着，面前是一个绝美的女人，正一脸幽怨地看着他。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？女人率先发问。云瑶，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我是一个武士，你就放过我好不好？沈浪低着头，无奈地说道。你骗我，你不敢直视我，是因为你喜欢我，你心里还有我。云瑶气呼呼看着他，显得有些刁蛮任性。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，我真的不喜欢女人。沈浪摇头解释道。你放屁，昨天你还叫云溪小甜甜。云瑶愤愤地说道。唉，云瑶，你看到下面那只猴子了吗？那又怎样？云瑶看了一眼城楼下的人形猴子，扛着一根棒子。我的女人多的就像他脸上的猴毛，你就别再添乱了。我不在乎，但我在乎，你天天烦得要死。沈浪语气满是不耐烦。你个王八蛋欺负我，我跟了你5年。唉，沈浪心里也是苦涩。每一世都是他和云溪，关键是云瑶的性格每一次都会变，这一世刁蛮任性，控制欲很强。沈浪上个厕所，他都要等着他这幻境，难道就没别人吗？来个宗主大人行不行？我好想他。沈浪幻想着，看着云瑶哭泣，沈浪也心软了下来。那你想怎样吗？你现在亲吻我，要不我就跳下去。云瑶脚步向后挪了挪。没错，这一世他就是这么任性。沈浪叹了口气，都是冤孽啊，在禁地里没亲够吗？我草了，大姐你慢点，站那别动，我现在就过来。哎，我真是怕了你了。两人就这样又亲了2个时辰。云瑶喘了口气说道：娶我，不许娶云溪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下辈子你要换换性格。沈浪叹了口气说道：反正轮回多的是，换着来呗。哼，要你管。云瑶得意地笑笑。就这样，这一世沈浪娶了云瑶，却负了云溪。又一睁眼，已经不知道是多少个轮回了，已经太久太久了。这是在一个海边的小村庄，一阵阵海风带着浓浓的鱼腥味。沈浪坐在海边，乌黑的发丝被吹很飘逸。他眯着眼看着海平面，太久了，心里面已经分不清那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。魅惑幻视真的好霸道，如果是大帝使用这个技能更变态吧。其实沈浪有些厌倦了，像一个没有家的孩子，不知道要到哪里去。回到合欢宗，那是我的家吗？他不知道我是回去还是在这幻视中无限轮回。沈浪看了看身后2个穿着粗布衣衫的女子，正嬉笑的和几个孩子玩耍。看到这一幕，他会心的笑了笑，反而这里更像一个家。爹爹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一个胖嘟嘟的小男孩跑了过来，一屁股坐在他怀里。爹爹，抱抱。一个粉嘟嘟的小女孩也不甘示弱。沈浪慈爱的笑了笑，一边一个抱在怀里。云溪和云瑶也走了过来，挨着沈浪坐在沙滩上。相公，你又在发呆。云溪坐下后拨了下吹乱的发丝。呵呵，我在想哪里才是家。又说胡话。云瑶嘟起嘴巴不满道：你的家当然在这里了，我和姐姐2人都嫁给你了，渔村的人都羡慕死你了。没错，2人是双胞胎。这一世云瑶很乖，不再刁蛮任性，云溪持家有道，端庄大方。沈浪很满足，可是带着记忆的重生已经让他有些迷茫了。小妹发现不对劲的云溪不满地看他一眼，挽着沈浪臂膀又轻声道：相公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沈浪看着这个从禁地里带过来的女人，心里一阵唏嘘。从不认识到认识，又到很熟，又到熟的不能再熟，日复一日，已经不知道多少岁月的感情了。如果真回去，他会不会死？沈浪从来不会在意一个不相识的死活，但是这一刻却有些动摇了。云溪，如果有一天
我们去了另一个地方，你可能会死，你会去吗？沈浪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。云溪眼神清澈，歪头想了下，必须要去吗？如果是呢，那把孩子先安排好，我就陪你去。说完，云瑶专注地拍着他身上的灰尘，像是说了一句很随意的话。不怕吗？怕。云溪轻轻依偎在他肩膀，又说道：我与相公生死相随，相公我也是。云瑶把头靠在了另一边。沈浪心里暗暗叫苦，自己是该感动还是该哭？每一世都是咱们仨，几人越来越生我，可是谍报法，你们这样让我怎么办日了勾了？我要是重生不带记忆就好了，这特么算怎么回事？童子你个狗东西，现在还不出来？沈浪想死的心都有了。这一世，沈浪三人又平稳地过了10几年，准确地说，并没有过完这一生，因为在某一天，海盗来了，杀光了渔村的所有人，也包括他的妻儿老小。相公，你快跑，别管我们！云瑶眼泪夺眶而出。瑶儿，希儿，相公，快跑，要不然一个都跑不了。云溪焦急地催促道。嘿嘿，这2个小娘们不错，带回岛上给兄弟们乐呵乐呵。一个海盗目露银光，邪笑道：阿呸，你们这帮刽子手，我就死也不会去的。噗嗤，一道血线飘向天空，散落满地。云瑶一头撞在了海盗的刀刃上，脖梗丝丝冒血。小妹，瑶儿！沈浪双手紧紧攥紧，指甲深深嵌在肉里。他愤怒至极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又一声不，沈浪眼眶欲裂，伸出手想阻拦，却无济于事。嘣！玉溪撞在了石头上，嘴角冒着血迹。他想说话，可喉咙冒出的血让他难以出声。相公，永别了。终于挤出这几个字后，他也闭上了眼睛。不，看到地上的妻儿尸体，他抱头怒吼，悲痛至极。童子，我草泥马，死哪了？丁，宿主，我来了。滚你妈的，你死哪了？我一家老小全没了。宿主不要急，这些都是假的。按你的吩咐，我一直在猥琐发育，这空间很诡异，所以只能偷偷升级灭世神童。没错，其实几人拉进这幻视的前几秒，沈浪给系统下达的最后一个指令就是疯狂升级灭世神童。想解开这环境，只有灭世神童可以做到。别忘了，灭世神童是地级至高秘术，具有看破虚妄、看穿破绽、识破伪装的能力。这也得感谢云瑶和云溪2人资质不低，系统评定的都是青色。经历了这么多事，神童终于可以升级了。好拿！定，宿主灭世神童已经恢复，达到纵观境，可破这魅惑幻视。一个呼吸后，沈浪眼睛瞬间变成深紫色，爆射出一道紫色光柱，直冲云霄，整个世界都在晃动。一棵棵大树、房屋慢慢飞起，支离破碎，一个个人瞬间消失，山峰、河流化为粉尘，所有的景象都在飞速流失，所有生命体都在分解，包括幻境里的妻儿老小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自己的面前一点一点消失。沈浪强忍着内心的羁绊，轰隆隆，给我破！沈浪一声怒喝，下一秒，这个世界陡然崩塌，像一面镜子直接开裂，变成粉末，一切陷入黑暗。再一次睁开眼，还是那个空间，没有一丝改变。沈浪的2个分身还在傻傻地等着他，地上的八卦灭魂阵依然闪着金光。看来幻视里并没有时间概念，怀里依然依偎着2个女人，一个人，一个魂儿。沈浪心里苦笑，这叫什么事？夫君，云瑶和云溪也清醒了过来，紧紧地搂着他。在幻视里，他们不记得上一世的事情，但是破了幻视却全部记了起来，相当于也叠了 buff。3人轮回了不知道多少次，再次相见痛哭流涕。2人已经把沈浪当成了自己真正的夫君。这一次，云瑶主动地送上了香吻，还有云溪这个魂儿，又是一次天昏地暗。只不过他却满眼不舍，仿佛知道了自己将永远离开这个天地间。他不会说话，只是不停地落下了眼泪。夫君，师姐她，我不要她离开。云瑶声泪俱下，恳求着。云溪轻轻拍拍她，仿佛在说不要伤心。好了，不要哭了，希儿不会死的。2女一愣，停止了哭泣。真的？云瑶惊喜道：有我在，不会让你们有事的。希儿，到我眼睛里，我的灭世神童有温养神魂的功效，里面有一个空间，你先待在里面，回宗门后我想办法。闻言，云溪悲喜交加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，劫后余生的喜悦让2女紧紧抱着沈浪的腰肢。灭世神童到达纵观境，不仅会温养沈浪的神魂，对云溪也有一定的温养效果。等找到温养灵魂的灵气再给他用。不过这还不能重生，
真正的意义的重生需要炼制9品至高的丹药、古方聚魂丹，还有养魂木、肉身、天地玉琼液等等。不过现在眼前的是，先让云瑶的残魂吸收天地灵气，凝聚魂体，再以修为重塑肉身，所以挺难的。但是这些对于沈浪来说都不是难事，只是收集起来比较繁琐。希儿，进来吧。云溪眼含不舍的点点头，化为一道残影，飞进了沈浪的眼睛。夫君，真的可以救回师姐吗？云瑶娇媚地问道。嘿嘿，你敢不相信我的话？沈浪自信地说道。哎呀，人家错了。云瑶双手又勾着沈浪的脖颈，吹气如兰。夫君，奴家想你了。说完，把头轻轻地靠在他的胸膛。我草了，该死的小妖精，女人多了也是麻烦。唉，沈浪熟练地打了一个静止。这次的幻视，每一世都有不一样，可唯独没有回到蓝星，这也让沈浪心里微微有些遗憾。不过在云瑶的包容下，沈浪也不再想了，他拿得起放得下，生死看淡，不行就干，日上三竿。夫君在等会吗？还早呢。不早了，还有一间密室没看呢，咱们要尽快出去。七长老都快等作画了。沈浪整了整衣衫，催促道。这粘人的小妖精真要命。沈浪运转了一圈天阳神功才好一些。云瑶挽着沈浪的胳膊，已经褪去了风主的样子，明显看着成熟了。沈浪望着石台上那红色，暗叹道，原来梦里真是假的。两人打开了最后一个青玉大门，这次大门却是紧闭的，想必前面的几道门都是那老狗打开的，特别是第一空间的丹药，肯定是让那老狗糟蹋了。麻痹狗东西。沈浪咬牙切齿，推开门，两人进去惊呆了，像一个游泳馆，中间有个大池子，最头有个王座。那王座上，沈浪顺着目光看去，突然他瞳孔由于震惊剧烈收缩。我操，有个人！那张王座旁边站着一个人，且背对着他们。沈浪两人立刻警惕了起来，到底是活人还是死人？云瑶心神一阵摇曳，紧紧地抓着沈浪的臂膀，能明显感觉到他的紧张。这貌似对方还很强大，要不溜了其实还真犯不着冒险，灵气成千上万把，丹药吃不完，功法武技看不上，没必要。玩什么命啊？溜了，没有丝毫犹豫。沈浪拉着云瑶转身就走。来了都来。一声嘶哑的声音传来，沈浪两人止住了脚步，看向那人，直到他转过身，沈浪才看清楚了他的样子。面容刚毅，带着岁月痕迹，眉间独显青筋灵纹，墨绿的眼眸藏着威严和温和。他缓缓地走下台阶，周围的气势沉如深潭，神圣且稳重。小友不必惊慌，我并没有恶意。哼，前辈说笑了，我们只是路过。沈浪拱拱手，笑容和煦，行字秘暗暗调动到了极致。男人看了他一眼，好笑道：呵呵，这藏字秘还是我的，我比你熟。他突然一招手，沈浪竟然感觉自己的双腿跟灌了铅一样，行字秘陡然失效。男人淡淡一笑，下一秒就凭空出现在两人面前。沈浪脸色大变，心里的警惕愈发深了。呵，不错，竟然是混沌体，看来半字金杯说的没错。男人脸色平静，眸子中却浮起一丝波澜。半字金杯。沈浪一愣，坦然道：前辈有事直说吧。面前的人实力在那摆着呢，想杀自己早杀了。男人抬头看向上空，眼眸中像是有很多留恋。他开口了：我叫祝坤，是青龙一族的族长，被仇家所害，现在的我可能连残魂都算上了，你要再不来，我就消失了。等等。云瑶忍不住问道：你知道我们要来？祝坤被打断也不生气，淡笑道：我只是知道他要来，我却不知道。云瑶像是好久都没说话了。祝坤声音嘶哑，又说道：当年半字金杯告诉我会赐我一场机缘，我留着一口气，奋力逃出追杀，带着我的一对孩儿来到这里，并将他们封印起来，没想到这一封就是几千年。他边说着就拿出来一个黑色玉简。祝坤一挥手，玉简在落地的一瞬间陡然变成了一个半块石碑，字体模糊不堪。这就是那半字金杯。沈浪问道：这是我还没陨落之前偶然所得。想不到，真是想不到。沈浪绕着金杯转了一圈，打量了一下，没什么特别的吗？这个又黑又大的玩意，能告诉祝坤自己要来假的吧？看着他的疑惑，祝坤也是摇摇头：我研究了很多年都没有参透，你拿走吧。给我了。沈浪指了指自己，一脸错愕。金杯只在我快陨落的时候触发了一次，告诉你要来，让我尽力帮你。如果不是不想再消耗我的魂力，刚才你在第三空间时，我就可以直接杀了那妖婆。祝坤眼中寒芒一闪而过，前辈知道他。
怎么不知道？祝坤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你神童中那女孩被他折磨老惨了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要不是我让他不要太过分，那女孩必然魂飞魄散。”沈浪点点头，老狗既然剥离了云溪的魅惑印，那带鞭他就没用了，肯定不会留他。所以祝坤说的应该是真的。这时，云溪翩然的出来了，恭敬的跪在了地上，对着祝坤磕了3下。师姐，云瑶心痛的喊道：“起来吧。”祝坤坦然的受完3拜后，一挥手扶起来了他，又说道：“我只能这样，却不能救你，因为我的魂力不多了，我只能做这么多，明白吗？”云溪眼神清澈，依然感激的点点头：“是个好女孩。”祝坤赞许的点点头，又说道：“如果不是靠着我的一丝龙气，那老朽早就消失了。能活这么久，也算他好运。前辈是想让我帮你报仇吗？”沈浪上前一步问道：“我仇家势力太大，你实力太弱小，会陨落的。”那沈浪有些不明白了：“我希望你能帮我照顾我的孩儿，当成你的孩子也行，当成灵宠也行，只要你善待他们，我就满足了。”说完，祝坤一挥手，中间的池子上的禁制应声破碎。沈浪几人惊呆了，因为池子里呈现了一汪金色的液体，散发着不容侵犯的威严，里面还有2条100米长的青龙，通体覆盖波光粼粼的鳞片，散着苍劲的光泽，翠鳞鹿角，苍生五爪，威严灵动。这是本座的金龙蚬，那2个小家伙就是我的孩子，由于岁月太久，我只能把他们封存在里面。祝坤慈爱地看着他的孩子，2人小家就像睡着了一样，打着鼾气。沈浪有些动容，没想到祝坤会把孩子送给他。2条龙，这以后还不横着走，看谁不爽直接灭了，想干谁就干谁。前辈，其实我应该能复活你。沈浪还是好意的提醒道：“要是能复活祝坤，那就有一个强大的保镖，岂不快哉？”沈浪想全都要，傻子才做选择题。呵呵，不必了。祝坤摇摇头，看了看云溪，坦然一笑：“我知道你有办法，但是我却等不了，因为唤醒他们2个小家伙需要我整个魂力。”沈浪惋惜的叹了口气，少一个金牌打手。前辈放心。沈浪拱拱手，向他承诺道：“你是圣子，我相信你能做到。”祝坤欣慰点点头，指了指那一汪血池，又说道：“跳进去吧，我的血液对你的体质有着莫大的好处。”咕咚，沈浪咽了咽口水。其实当这池子龙血出现的时候，沈浪体内就已经开始躁动不安，就像是沙漠看见了一汪绿洲，如天降甘霖一般，饥渴难耐。他思索了片刻，有些明白了，他是后天混沌体，吞噬各种特殊体质的本源，能融合多种体质的本源，集万家之优点于一身。前辈，不给你的孩子留下点吗？沈浪有些盛情难待，要是全部吸完了，你孩子喝什么？太好豪横了，全给我喝喝。这2个小家伙早已经喝饱了，剩下的全是你的。祝坤对于他的理解也不在意。啧，沈浪也不再矫情，刚下舔了舔嘴唇，扑通一下跳了进去。啊，夫君小心一些。云瑶吓了一跳。不必担心。祝坤摆手安慰道：“混沌体如此霸道的体质，区一些龙血本源还是没问题的。”他说的没错，混沌体容纳宇宙一切法，能融合任何本源。沈浪一进到血池中，就感受到了里面澎湃的威压，身体中的血液都在沸腾，灵魂都在颤抖，心头兴奋站立。开始吞袭吧。沈浪闭上眼睛，一道道金色的能量纷纷钻进自己体内，他舒服地呻吟了下，就像一只好久都没吃饭的怪兽突然看到了一块肉，身体的毛孔就像一道道水阀，全部打开了，贪婪地吸收着能量。时间1分1秒地消失着，血池中的金色液体以肉眼能看见的速度急速消退。沈浪眯着眼睛，一边警惕着祝坤，一边疯狂吸收着能源。祝坤笑着点点头，也不以为意。只有谨慎的人才能活得长久，自己当年就是犯了这个错误。他复杂地看了一眼地上半字金杯，大约半日血池的里的金色血液已经全部消失殆尽，还好这中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。沈浪周围灵气不断地旋转，贪婪地吸收着，头顶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漩涡。这是要突破了。祝坤说道。2女脸上一喜，相互依偎看着沈浪。此时天地间混沌气疯狂汇聚，其身躯震动，法相显化，冲破屏障，踏入乾坤。1个时辰后，慢慢平静。沈浪猛地睁开了眼睛，缓缓站了起来，一股磅礴的气势猛地爆射出来，整个空间都在动荡，威撼天地。法相境中期，定！恭喜宿主突破法相境，奖励诛仙剑阵，整体攻击力冠绝洪荒，由诛仙剑、戮仙剑、现仙剑、绝仙剑、地级组成，天道第一凶器。我擦，竟然是诛仙剑阵！诛仙阵号称主宰天道杀伐的无上阵法，
是鸿蒙开辟以来的天道第一杀阵，炼制大成，非天道圣人，纵然是大罗金仙，一入此阵，顷刻飞灰烟灭。啧，太牛了！储物戒中的4把地极剑散发着丝丝寒芒，森冷无比。沈浪掐一个去尘诀，身上的血迹陡然消失。他一个闪现过来，感谢道：“多谢前辈，这本就是你的造化，也不必如此。”像是感觉到自己大限将近，祝坤一挥手，又焦急地拿出4样东西，说道：“沈浪，这是青龙裂空爪、青龙续命丹、青龙鳞甲、浴血扳指，这4样宝物乃是我本体所化，现在本座将它们送给你。”只见陈浪面前出现一对闪着幽光利爪，一瓶丹药，一副翠青色的甲胄，还有一个漆黑散着丝丝猩红的扳指。前辈，这……沈浪有些动容了，这可是用他的本体炼制的，这里也太大了。青龙一族和其他种族对躯体极为看重，就是陨落了也要放到家族的禁地里，不会让别人染指。这祝坤竟然把用自己的躯体炼制了4种灵气，品质极高，这份情也太重了吧！大哥，你要我干什么啊？沈浪心里有些忐忑，他可不认为祝坤是因为自己长得太帅了，把自己剁了当成礼品送给他。沈浪，你也不要有负担，当时那种情况，我的躯体断然是回不去了，所以这样也许是最好的选择。祝坤惨然的笑笑，仿佛有些无奈，又有些不甘心。沈浪一脸正色，肃然起敬的说道：“前辈大义，没事，人死道消，谁也别怨谁。”祝坤释然的摆摆手，又喊道：“祝仓、祝颜，过来见过你们的主人。”哦！一声龙吟袭来，穿破苍穹。沈浪一愣，就看见2个张着角的大脑袋凑了过来，亲昵的在沈浪身上蹭了蹭，发出阵阵吼声，鼻孔冒着炽热气体，长长的胡须扒拉着他的脸颊。沈浪笑笑，拍了拍他们：“前辈，虽然说这话有点不自量力，但是我还是想说的是，你放心，我会把他们当成亲兄妹，只要我沈浪不死，我就会护他们一生一世。”好，我祝坤没有看错人，我放心。将来有一日去看到我的妹妹，她叫祝月，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她。哎，仿佛知道了自己大限将近，祝坤眸子中满是不舍和怅惘。沈浪重重的点点头，记住了这个名字，祝月。此刻，祝坤的残魂越来越稀薄了，已经快成了透明状。他眼角划过了2行泪水，慈爱的抹着2兄妹。哦！祝仓和祝颜2兄妹，龙眸中满是不舍，发出阵阵的哀鸣声。好孩子，九霄之上，父王会一直看着你们长大。祝坤神色黯然，强颜欢笑道：“去吧。”玉溪和云瑶已经哭得泣不成声。唉，若叫眼底无离恨，不信人间有白头。沈浪心里暗忖：沈浪，你们走吧，我不想让他们看见我的最后时刻。祝坤摆摆手，转过身子，看不见他的神情。这可能就是一代强者最后的倔强吧。想体面一些。沈浪明白他的意思，点点头，揽过云瑶的纤腰，飞到祝仓的头上，说道：“走吧。”哦！2龙发出一声悲鸣的龙吟，深深地看了一眼他们的父亲，转眼消失不见。合欢宗，青鸾峰，顾雨飞趋近幽深的洞府中，嗖大，咔，咯吱咯吱。师尊大人正在吃酸梅子，他调皮地往天上一扔，用嘴迅速接住，一次又一次，动作既显利落，又带有生活气息。白玉的大座上，他慵懒地躺在上面，他身着一袭淡紫色长裙，肌肤细腻，修长白皙颈项上是一张风风韵韵的脸蛋，明眸皓齿，气质优雅。突然，他停下了手上的动作，猛地坐起来，蹙眉道：“这狗东西怎么还没回来？”沈浪已经在禁地1个月了，师尊大人的修为又消失了，眼巴巴地等着孽徒回来。顾雨飞有些兴致不高，手中的酸梅子放到了一边。也不怎地，最近总是犯困，还喜欢吃酸的。明天北域各个势力也会过来，到时宣布圣子，这混蛋要是不在，岂不被人耻笑？顾雨飞冷哼一声，愤愤地说道：“这孽徒还真是不让人省心。”好半天，神情担忧的又自语道：“不行，我得去找宗主大人。”说完就直接飞了出去。只听啊的一声尖叫，师尊大人直接从天上摔了下来，四肢向下摆了个大字，重重地趴在地上。他显然是忘了目前没有修为。好半天，揉了揉疼痛的胳膊，师尊大人狼狈地爬了起来，咬牙切齿道：“该死的孽徒！”缓了一会，又出去了，这次坐的是灵舟。天云峰，宗主墓千里的大洞府中，师姐，沈浪怎么还没出来啊？人没到，声先到。顾雨飞匆匆忙忙地走过来，穆千离正在蒲团上打坐，轻纱遮面，脸色坦然。闻言，跟你说多少次了，要喊宗主。
他纤眉微蹙，无奈的又说道：“还有，下次能不能先跟我的女婢约一下？我怕你扑个空。”顾雨飞显然没有听进去，死皮赖脸的坐在他旁边。知道了，宗主，我主要是担心孽徒啊。都1个月了。穆千离看着他灰头土脸的样子，有些诧异，张了张嘴，还是懒得问。秦仓的人一直守着禁地的洞口，目前还没见他出来。穆千离又闭上了眼睛，不慌不忙的说道。顾雨飞暗自叹口气，担忧的说道：“不会有什么事吧？师姐，宗主要不带人去看看吧？”乌鸦嘴，你能不能说点好的？穆千离被他吵得心烦，瞥了他一眼，干脆站了起来。可是时间也太久了。顾雨飞缩了缩脖子，又小心的说道：“如果他没按时回来，还怎么宣布立圣子？”穆千离看向窗外，双手背在后面有节奏的敲打着，眸子微动，心里有些拿不准。不得不说，师尊大人说的也有道理，圣子都不在，还怎么宣布？宗门要是想找你切磋下，一概不接，这会让人很不服气。这么多势力来了，没看见人你和欢宗玩呢？这时，婢女禀报玉凝霜求见。不一会，玉凝霜走了进来，身姿纤细婀娜，云髻高挽，一根凤簪斜插其中，简单却又恰到好处。宗主，他拱拱手，喊道：“凝霜，有事吗？”穆千离转过身子问道：“所有的圣子的事宜已经安排了。”玉凝霜顿了顿，低声又说道：“只是沈浪还没有回来。”这洞府里面再次陷入沉默，良久，穆千离才说道：“一切照旧。但是如果沈浪没有按时回来，那就有点，不如先取消。”玉凝霜抬头看看他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不得不说，他说的很稳妥，但是各大势力都收到通知过来了，已经没有退路了。”显然穆千离也想到了，不必，我相信沈浪，回去准备吧。穆千离一锤定音地说到，玉凝霜没有再劝，拱了拱手退了出去。师尊宝宝看看穆千离，问道：“师姐，我觉得玉凝霜的意见有道理，各大势力会我们发难的。”发难？呵呵。穆千离摇了摇头，轻笑道：“就是没这事，这几个狗东西也不会老实。”他说的没错，北域算上合欢宗一共6大势力，分别为合欢宗、剑宗、魔宗、瑶池圣地、阴阳宗、瑶光圣地。这几个宗派势力各怀鬼胎，师尊大人也是气得牙痒痒。他体内的魔种就是魔宗暗地里下的，直到现在还没抓着他们的把柄，魔宗死不承认。嘿嘿，等我的孽徒回来，让他打爆你们这些圣子圣女的狗头。顾雨飞心里暗忖。翌日清晨，合欢宗今天格外热闹，张灯结彩，紫云峰的弟子们很忙，来来往往，各大势力也纷纷到来。一艘艘灵舟在天上飘着，很是壮观。我去，那是什么？灵兽銮驾？那灵兽是凤凰，那是瑶池圣地青鸾銮驾，一定是他们的圣主和圣女来了。模特，这逼格真高，我什么时候能有这个档次？梦里啥都有。青鸾銮驾里，灵儿，今日合欢宗大比，你也好好看看他们的实力，对你有帮助。瑶池圣地圣主素心轻声道：“圣女白灵儿，肌肤白玉无瑕，如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女折返。”闻言，他看了看窗外，眸子中毫无波澜，朱唇轻启：“是师尊，听说合欢宗钦定了一名圣子。”白灵儿又开口问道：“是这样，据消息称是个混沌体。”素心微微坐直了身子，眸子深邃，又说道：“如果是真的，那合欢宗就有点太幸运了。”白灵儿微微点头，绝美的脸庞波澜不惊。“刘师兄，快看那几头黑豹子，啧啧，这灵兽銮驾真够拉风的，大惊小怪的，那是魔宗的銮驾，小魔女肯定来了。”嘿嘿，听闻小魔女长得骚的一批。嘘，你特么小声点，这女人杀人如麻，小心她把你剁了喂狗。天空中9头黑豹子拉着一个豪华的銮驾，悬停在合欢宗的上空。銮驾里，魔宗圣女紫夭夭正坐在座椅上悠闲地喝着茶。她穿着一身黑的劲装，上面镶着金丝纹路，彰显高贵，身材阿衲多姿，冰肌玉骨。圣女，我们真的没有说你坏话，俺们只是几名散修，放了我们吧。下面跪着3、4名散修，此刻他们正吓得浑身发抖。紫夭夭轻轻地抿了一口茶，抬起头戏弄地看着几人：“好啊，你们竟然敢直呼本座大名！你们不知道我叫紫夭夭。”几人面面相觑。草了，原来重庙太冤了。其中一人硬着头皮说道：“圣女，我们真不知道也叫瑶瑶，你敢不知道我的大名？”紫夭夭冷喝道：“啊，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。”几人吓了一下，磕头如捣蒜，恐怕惹恼了这个恶魔草，
知道还敢直呼我大名。紫夭夭嘴角勾起一抹嘲弄。几人？来人，把他们几人剁了喂狗。紫夭夭一挥手，几名魔宗护卫像是拎小鸡一样把他们拉了出去。救命啊！放了我们吧！我草了，还有没天理啊！崇明就要被你杀，你这个毒妇！紫夭夭，你他妈真够毒的！我草你妈特！魔宗！几人哭天喊地，辱骂声一片。哎呀，狗东西还敢骂我！紫夭夭咧嘴一笑，露出森白牙齿，把他们剁碎一点。最近我的灵宠旺财牙口不好。闻言，几名护卫打了个冷战。师尊大人有话说，这个小剧情很快，不拖拉，自家孽徒马上就回来。开凿！合欢宗宗门广场此刻就像一个决斗场，中间分布10几个擂台，正上方坐着北域所有的各方势力，还有一些附属的世家。穆千离轻纱遮面，端坐在大座上，一脸和煦的笑容，而眸子底却有一丝焦虑。两侧的众人都在小声交头接耳。啧啧，夭夭妹妹又美了。剑宗圣子于飞嬉皮笑脸地看着紫夭夭。闻言，魔女紫夭夭歪着头冷笑道：呵呵，于飞，你信不信我把你的狗牙一颗颗的敲掉？太棒了，夭夭妹妹。于飞舔了舔嘴唇，一脸猥琐。紫夭夭绝美的脸颊浮起一抹嫣红，冷声道：于飞，你他妈真够贱的。圣子，不要胡闹。一旁的剑宗大长老风无极，他捋了捋胡子，无奈的摇头。于飞咂了咂嘴，冲着紫夭夭眨了眨眼睛，又看向瑶池圣女白灵，转移目标，咧嘴一笑，刚想开口，就被瑶池圣主素心不满地瞪了过来。风无极，你这圣子怎么每次都这样？闻言，风无极老脸一红，尴尬无比。这位圣子什么都好，就是顽皮一些。啊呸！疯狗！紫夭夭对着于飞低声骂道。于飞也很恼火，耸了耸肩。这时，顾雨飞则是阴沉地看着紫夭夭，像是感受到一般。紫夭夭望去，愣了一下，随即嘲笑地说道：哎呀，顾封主还恢复修为啊？啧啧，太可惜了。师尊大人冷笑道：你魔宗只会干些偷鸡摸狗的事。唉，顾封主不要急嘛，我们也正在全力搜捕凶手，只不过你也知道，我们魔宗人太多，实在有些难度。当然，也可能是已经退出宗门的人做的，这些都不好说的。紫夭夭一本正经地说道。在场的6大势力心里跟明镜一样，就是这小魔女下的毒。顾雨飞咬牙切齿。台下开盘了，压不压快点？李浩吆喝着。刘师兄，那不是李浩那小子吗？我操，又是这狗东西，走去看看。李浩，这盘什么情况？刘师兄走过去问道。哼，刘师兄啊，幸会。这次规矩简单，只要圣子输一次，就算你赢。这李浩有大病吧？沈浪只要立成圣子，保准有人不服要挑战。别的不说，天机榜那前几位就不会同意，肯定蹦出来，个个都是妖孽。沈浪能扛得住一次不败扯淡。刘师兄再一次不相信。不过刘师兄这次挺谨慎，狐疑地看着李浩，这狗东西要是没把握会开盘，赔率1比1000。快点！李浩的声音传来，不满地说道。唉，我说刘师兄，你到底玩不玩？不玩别挡着行吗？我操！1比1000就是说压1000晶石，赢10000晶石，这赔率赌狗们又疯狂了，狂热了。刘师兄激动的一批，给我压5000晶石！一个瘦猴子修士率先喊道。有人带头，剩下的前呼后拥，纷纷争先恐后。还有我，玄阶中品灵气顶10000晶石，50000晶石给我压！不玩是傻狗！我3000晶石先用道侣顶着。好嘞，刘师兄没问题，过来这边签订灵魂字据。叶佛一笑眯眯地说道。现场热闹非凡，大家争先恐后。先前那个压5000晶石的瘦猴子修士走到远处，回头看向李浩，两人交换了下眼神。李浩冲他眨了眨眼。看台上，岳凝霜在征求过穆千离的同意后，缓缓地站了出来，宣布这次宗门大比开始。现场反应极其热烈，个个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。宗门大比报名的人很多，一共分布了10几个擂台。随着岳凝霜的宣布，各个长老和弟子飞身来到自己的擂台，一时间你来我往，战斗异常激烈。3号擂台，陈小师弟，师兄我现在已经法相初期，你还是自己认输吧。李坤一脸不屑地说道。啊，这样啊，唉，来都来了，还是打一场吧。陈晓摇头叹息。紫云峰、岳凝霜坐下弟子。唉，这何必呢？你这种水平就是自取屈辱。李坤鄙夷地看着他。陈晓目露胆怯，诚恳地说道：师兄，就当向你学你了，我这样不战而逃，师尊会骂我的。
闻言，李坤眼中满是得意，故作无奈的颔首。那好吧，师兄就指点你几下，一副高人深不可测样子。陈晓青衣白袍，右手握剑，斜指地面，说道道：“那师兄，我可不客气了。来吧，来吧。”李坤随意的说道。陈小豹冲过来，挥出一剑，枪当，李坤轻松的挡了下来，没力气。说完，他又用力将陈晓挡开，一时间陈晓当当的后退了10几步，才稳住身形。师兄好大的力气！陈晓羡慕的说道。那是，再来，当当！一时间两人打得你来我往，李坤都很轻松的接下了，甚至连脚步都没有挪动一下，简直不要轻松，甚至感觉到很多仙子投来饱含春意的目光，一时间感觉自己帅的一批。轰！枪当！又是一击。陈晓你太慢了，慢！刀光剑影又使出几招，太慢了。李坤就像一个师傅一样，边打边指点着。枪当！师弟你这不行啊！李坤嘲讽道。嘿嘿，师兄那再试试这几招。李浩话音刚落，陈晓嘴角满是戏谑，突然像个炮弹一样弹了出去，速度快如闪电，剑法比刚才凌厉了不知多少倍，体内灵力暴涨。不到一个呼吸，陈晓就来到他面前。李坤看到他突然出现子，满是惊慌，急忙奋力阻挡，可因为他自己太大意，一步慢步不慢。枪当！3招过后，只听砰的一声，李坤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，直接飞出了擂台，重重的摔在地上。刚一落地，他就捂着胸口，扑哧一下突出鲜血，一脸不可置信。反应过来后，怒指着陈晓：“我操，陈晓，你他妈给我装饰吗？你也是法相初期的？”陈晓站在擂台上，笑眯眯地说道：“师兄，我没有隐瞒啊。再说你也没问我啊。”我草了，这狗比扮猪吃老虎，特么的，阴沟里翻船了。这回好了，一轮直接被淘汰了，日了狗了。李坤想死的心都有了，扑哧，他直接一口老血喷出来，昏了过去。旁边的长老声音嘶哑地宣布：“3号擂台，陈晓获胜。”同样的剧情，不一样的擂台也时有发生。1号擂台，我操，你狗日的什么时候突破了？嘿嘿，侥幸侥幸。5号擂台，天杀的，你什么时候买的玄阶护具？呵呵，1个月前。不可能，我昨天跟你道理睡觉的时候，他还说你什么狗东西，你敢睡我道侣，老子宰了你！一声怒吼，那人冲了上去。看台众人额头冒出阵阵黑线，合欢宗丸的真花，特么的都在装逼够阴。看台上一个角落里，6大势力之一的瑶光圣地圣子叶小凡不屑地撇撇嘴。身为荒古圣体的叶小凡最讨厌合欢宗，认为他们是邪修。不过现在他也很苦恼，因为他的荒古圣体受天道限制，枷锁一直无法解开，而且修炼条件极其苛刻，简直就是个吞金兽。荒古圣体屌不屌？确实屌，练成了可叫板大帝。但是问题就是你得能练成啊。这样牛的体质在现在这个时期已经成为了废体，瑶光圣地现在供养他都感觉有点力不从心了。烧钱，太烧钱了。现在圣地已经有一派的长老想要放弃他了。瑶光圣地里的弟子好体质也不是没有，非要养个土金兽干嘛？有钱烧得为了半天还长不大，怎么办？那不扔了？所以现在叶小凡很苦恼，如果再没有宗派的支撑，他是说什么都得废了。半日后，所有报名弟子已经全部比试完毕，前10名已经全部产生，基本上还是天机榜那10位。一个一个天之骄子站在自己的擂台上，傲视群雄下面的弟子看着他们的样子，摩拳擦掌，兴奋不已，都是暗存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站到这上面。啧，太帅了。一个个仙子也是眸子含春，看着自己猎物。呵呵，一声爽朗的笑声传来，剑宗长老风无极说道：“穆宗主，本派果然藏龙卧虎啊！”老夫大开眼界。穆千离谦虚的笑笑，冲他颔首。风长老过奖了。于飞也很棒的，神剑体质，日后必成大器。于飞被人赞许，眼中有些高兴，起身拱拱手：“前辈过奖了。”对于这位漂亮的有些不像话的圣境姐姐，他可不敢造次。小魔女子夭夭轻哼一声，撇撇嘴。瑶池圣主素心轻摇玉扇，笑呵呵地说道：“风长老所言极是。呵，本座也觉得穆宗主的弟子们个个都是天之骄子，都快超过我们瑶池圣地了。快超过就是还没超过，你和欢宗还不行。”这素心也不是吃素的，心口不一。穆千离心里暗存，轻笑道：“素心圣主过奖了。哼，合欢宗可没有你们圣地的天然优势。瑶池圣地灵气充裕，他们的弟子修炼比别的宗派确实快一些，所以
你也就沾了圣地福泽而已。素心明白他的意思，不置可否的笑笑，不再说话。圣地的气运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，他心里腹诽。小魔女美眸浮出一丝波动，看向慕千里狡黠的一笑。听闻何欢宗钦点了一位圣子，不知道是下面哪位。慕千里冷淡地看他一眼，哪位都不是，他还没有来。没有来，众人一愣。哎，太可惜了。小魔女摇头叹息，又说道：听说有人想找他切磋一下的。说完，他看向阴阳宗的圣子，李心灵、圣女、洛清玄，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了。小魔女又在挑事。那两人一脸冷酷，面无表情，像是对什么事都不关心。他们自从来到比试现场就没说过话，冷淡无比。要说邪修，这阴阳宗也算一个。阴阳宗讲究阴阳平衡，用五行转化的法则来构建功法体系，所以每一届都会有一对圣子圣女在一起深入修炼。圣子圣女使用宗门的独特功法，日复一日相互采集，修炼速度极快，简直逆天。他们擅长阵法，操控阴阳二气，所以战斗起来非常有默契。穆宗主，不知圣子什么时候来？我们二人想找他切磋一下。李心凌拱拱手，毫不掩饰地说了出来。闻言，众人脸色精彩了，纷纷看向慕千里。这明显是来干架的。小魔女咧嘴一笑，露出了2颗小虎牙。剑宗和瑶池圣地笑而不语，这2个势力保持中立，但是也非常乐意看到其他势力打起来。慕千离看着阴阳宗的2人，沉声道：圣子在禁地还没有出来，等来日你们会有机会的。话说到这份上，应该可以了。然而都估计错了，圣女洛清玄站了出来，拱手道：那不如我们师兄妹2人跟下面的同族兄弟切磋一下，增进下感情。这特么明显砸场子的。合欢宗各个人怒了，增进各辟感情。合欢宗和阴阳宗传说是同支不同宗，这特么都老黄历了。这几年明里暗里2个门派没少干架，关键是你们圣子圣女宗门的投入都是顶级了，怎么能是寻常弟子比得了的？这不纯属扯淡吗？玄机子，你的人这么没礼貌吗？岳凝霜冷哼一声，责备道。李心凌旁边一位黑袍男子一脸威严，淡笑道：唉，岳峰主，都是小孩子们之间玩玩，有什么啊？话锋一转，又说道：你们谁要是来我阴阳宗切磋，我就敢硬了。要是自己弟子学艺不精，那又怪得了谁？我就不怕丢人。呵呵。他故作自嘲的笑笑。岳凝霜气的刷一下站了起来，放肆！你讽刺我们合欢宗吗？凝霜峰主，你这话就过分了。玄机子站起来，冲着慕千离说道：我们带着诚意不远万里过来，这点小小的要求竟然被人误解，实在令人心寒。穆宗主，如果不欢迎我们，本座现在就带着李心凌和洛清玄回去。岳凝霜上前一步，还要再争辩。这时慕千离抬手打断了他：玄机子长老，本座怕孩子们下手没个轻重，伤了你们圣子圣女。慕千离婉言道：呵呵，不用担心，伤了是他们的问题。这剑宗和瑶池圣地对视一眼，皱皱眉：至于吗？呵呵，那好吧，既然是这样，那本座就让天机榜的几位跟你们玩玩。慕千离淡笑道，他心里还是底气的。天机榜的前几位都是天之骄子，也不一定会败给他们的圣子圣女。再说，就算知道他有备而来，这老狗说的话也不好不接。慕千离站了起来，清冷的眸子看向下方弟子，大声道：蔡妍、青妍，你们2人和阴阳宗切磋一下。是。慕千离颔首，优雅地坐了下来，看向玄机子他们，轻声道：阴阳宗请便吧。阴阳宗的李心凌和洛清玄对视一眼，飞身而下。台下几人刚一见面就碰撞出火花。蔡妍嘲讽道：一群老鼠终于跳出来了。青妍右手握剑，也嘲笑道：哼，蔡师兄，老鼠不就喜欢偷鸡摸狗吗？对于2宗的恩怨，明里暗里不知打了多少回，他们天机榜弟子也多次参与。李心凌2人冷笑道：废话还是少说吧，2位还是拿出真本事，不然会死的。说完便祭出自己的灵气，阴阳2极剑，一阴一阳2把剑，2人各拿1把。刹那间，2人脚下凝聚一个太极图案，剑明冲霄，照耀着大地茫茫，空间都隐隐动荡，满是杀意的冲向了蔡妍2人。枪当，来得好！蔡妍2人轻松抵挡了，并急速调动身体功法，后撤数十米，2人配合默契，又反冲过来凌天剑。2人怒喝一声，剑气如苍龙入海，发出阵阵嗡鸣，青色的剑光发着丝丝寒芒，直逼阴阳宗那2人。李心凌2人面露不屑，无极剑，轰隆隆，现场剑光与剑光交错闪烁，两边打得你来我往，一时间难以分开。哼，
穆宗主的这2位弟子很不错啊。剑宗风无极赞赏道：“能跟阴阳宗圣子圣女打得难舍难分，实属难得。”瑶池圣地素心颔首，实话实说，宗派培养的倾向度不一样，这2人只是普通弟子，能打成这样是很不错。穆千离含笑的点点头。啧啧，小魔女子夭夭，手掌托着下巴，美眸看着阴阳宗的玄机子，玩味笑笑。嘻嘻，可千万别被反杀了呀，那就丢死人了。特么的，这小魔女到底哪边的？哼！玄机子冷哼一声，瞥他一眼，不满道：“小魔女，你这样会没朋友的。”玄机子很生气，要不是你爹许我一些好处，鬼才愿意砸场子。你这回又开始讽刺我，我操，日了狗了！你有大病吧？切！小魔女满不在意，继续撸自己的灵宠黑豹子旺财。哼，这才刚刚开始，还不到最后急什么？玄机子很是信誓旦旦地说道：“圣子圣女怎么可能没点真东西？”果然，台下，呵呵，你们要是只有这点本事，那可就完了。李心凌嘲笑道：“师妹，用合体术吧。”圣女若清玄颔首点头。刹那间，2人的实力暴涨，周围的空间都紊乱的，空气中灵气像是不要命的一样钻进他们身体。几个呼吸间，实力已经到了法相后期巅峰。众人惊呼：“卧槽！阴阳宗的合体术果然厉害，竟然直接暴涨2个层次。虽然看似不多，但是修为越是往后，性价比越高，每一个级别差一层都是都天差地别。比如圣境的初期碰见圣境大圆满，虽然都是圣境，那差的简直不是一点半点，基本上等死了。本来几人都是法相境中期，可李心凌2人突然变成法相后期，这就基本没得玩了。嘿嘿，受死吧，哈哈！合体术，无敌风火轮。2人悬浮在半空中，目露寒芒，在天空一划，周围空气都在燃烧着，像一个燃烧的大风车。2人面带轻松，看来这还不是他们的最强一击，但是杀蔡妍2人足够了。轰隆隆，天地都在颤抖，空间颤抖扭曲。去！只见带有阴阳2极的力量，直奔蔡妍和青妍2人。2人脸色凝重，对视一眼，都看到了对方的无奈。阴阳宗的合体术太特么不公平了，我草了，直接被碾压，局势瞬间扭转。这就是现实，任何东西都是你实力的一部分，包括运气。看着这强烈的一击，2人再不服气，也得硬着头皮顶上去，也不再保留，拿出了自己最强实力。体内灵气不要命的在催动，枪当，2人咬咬牙拼命的阻挡。凌天剑、归一剑、烟雨剑第8式。几个呼吸后，4道不同的剑芒汇集在一起，发出了剧烈的响声。轰隆隆，天昏地暗，发出耀眼的光芒。咔嚓，擂台的界境顽强的抵挡了几个呼吸后，还是应声破碎。余震的波浪一下子传出了万丈，有些修为低弟子直接被震晕了。几位峰主急忙出手加固界境。只听扑哧一声，2道身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直接飞了出来，在空中狂吐鲜血，飙了10几米，像一道红色的彩虹。砰！蔡妍和青妍重重的落在地上，滑行了几十米才停下。2人喉咙一甜，捂着胸口，扑哧又一口鲜血吐了出来，脸色瞬间又苍白了几分。玄机子冷笑，嘴唇微动，给2人传音。准备收手的李心凌和洛清玄身体一顿，对视一眼。下一秒，寒芒一闪，目露杀机，没有给人反应的时间，直接爆射出去，挥剑直取蔡妍和青妍的性命。台上看到这一切的穆千离，啪的一声愤怒的拍案而起，冷喝道：“尔敢！混蛋！玄机子，狗东西，你想挑起2宗大战吗？”秦苍、顾宇飞几名峰主唰的站起来，怒指道：“这明摆着是下死手啊！”甚至有几个反应快的长老已经飞身去救人。几方势力皱皱眉，这也玩得太大了吧？小打小闹就算了，你玩这么大，那是人家天机榜的人中流砥柱，你在他眼皮子底下杀了，那还不跟你拼了？草了，你要杀也要暗杀啊！真是个疯子。玄机子却是眼帘低垂，像是没听到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也就是几个呼吸的时间，阴阳宗李心凌、洛清玄2人已经来到了蔡妍2人的面前。该死！飞去救人的长老已经来不及了。蔡妍、青妍2人眸子中已经露出了绝望，甚至脖颈处已经感到了丝丝寒意。去死吧！嘎嘎！李心凌2人狞笑道，猖狂至极。合欢宗弟子攥紧了拳头，同仇敌忾地看着台上，在自己家被杀了，还是难以让人接受。2人已经不甘地闭上了眼睛。就在大家都已经觉得必然的时候，轰隆隆一声巨响。什么？
还没等众人看清楚，一道黑色大剑势如破竹，向着李星林二人袭来。巨剑划破长空，发出音爆咻的破空声。李星林二人目光一凝，脸色大变，感受到有一股前所未有的杀气锁定了自己，急忙飞速后退。只听轰的一声，狼烟四起，刚才他们站立的地方深深地插了一把黝黑的重剑，足足4米高，泛着丝丝寒气，擂台青石板寸寸断裂。听到声音，蔡妍和青岩睁开眼睛，看着这把巨剑，两人迟疑了一下，然后青岩惊喜地喊道：“这是沈浪的剑。”他与王谭的比试，青岩记得很清楚，就是这把剑。紧接着，突然，嗷！一声龙吟袭来，震耳欲聋的嘶吼冲破九霄，每一个声都砸在人心尖上，震得大地簌簌发抖，直击人的灵魂。一些灵兽銮驾，平常本事高贵的灵兽，这时却一个个抖如筛糠。特别是瑶池圣地銮驾青鸾，来自血脉的压制，已经吓得伏地不起。你敢杀他们，你就死！空中一声冷喝声传来，带着丝丝寒意。一个呼吸后，天际突然裂开一道紫金闪电，电闪雷鸣，云层陡然撕开狰狞裂口，2条青色巨龙翻涌而出，鳞片泛着冷冽青光。细看之下，一条龙上站着一个老头，佝偻着身子；另一条龙站着一男一女，男的白色长袍，长相俊朗；女的黑色劲装，臀圆饱满，似是依偎在男人怀里。我操，这是龙啥情况啊？众人都懵逼了。这时，不是谁先喊了一句，是沈浪和七长老他们。骑着龙的追风少年，卧槽，是沈浪，怎么骑个龙回来了？可恶，又被他装到了。刘师兄攥紧拳头，气狠狠道。看台上，看到这一幕的穆千离嘴角含笑，优雅地坐了下来，轻轻地摇起了玉扇。这小子终于回来了。顾雨飞脸颊绯红，身体不自然地扭动一下，望向沈浪，卖相真不错，不愧是本座的孽徒。不过这云瑶怎么靠着自家孽徒，怎么感觉不对劲？师尊大人面色冷下来，李心凌皱眉，仰望着天空的沈浪。闻言，天空中龙身云间盘旋，猛然探下巨手，幽冷的眸子满是冷漠，鼻孔喘着气浪，紧紧地盯着两人。李心凌两人急忙后退，满是警惕。这特么可是龙，吞他俩就像吞小鸡一样简单。站在龙头的沈浪不屑的一笑，扶着云瑶缓缓落下，像是一对金童玉女。师尊大人眼中恼火，咬牙切齿，可恶，这狗东西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。顾雨飞对沈浪太了解了，可以说他撅撅屁股都知道想什么。沈浪下来后，不留痕迹的在云瑶翘臀上轻拍，示意他先去宗主大人那。云瑶点头，脸上笑容灿烂，看着躺在地上的蔡妍和青妍，沈浪犹豫了下，拿出2颗丹药走了过去，和絮道：“这是7品丹回春丹，赶快服下。”7品丹药。闻言，两人一惊，沈浪颔首，然后就给两人服下，并把他们扶到一边。几个呼吸之间，两人苍白的脸色浮出了少许红润，伤势好了一大半。谢过沈圣子。两人面色一喜，急忙改口。本来心里已经凉了一大半，这么重的伤势，以后修为肯定不会再有所寸进了。可是沈浪的丹药却几个呼吸之间就让他们好了一大半，太神奇了。两人心中满是感激。特么的，能不神奇吗？这是7品丹药回春丹。沈浪心里在滴血，要不是为了换个人设，傻子才愿意逃出来。我死了，管他洪水滔天。果然，众位弟子在看到这一幕，一个个热泪盈眶，甚至有的仙子已经感动哭了。这是全天下最好的圣子了，竟然是7品丹药。就是我草了，我决定了，力挺沈浪当圣子。太感人了。你看看人家一出场，先不忙着装逼，先就同门。是啊，这是个不装逼的好圣子。穆千里等一行人也是赞许的点点头。哼，只有师尊大人冷笑，呵呵，这狗东西装的真像。孽徒，你瞒得了别人，可瞒不住我老娘对你一清二楚，简直坏透了，一定在赚人情分。台下，李心凌两人皱眉看着这一幕，还他妈有完没完？喂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李心凌忍不住了问道。沈浪回过头冷笑道：“耳聋了，没听见他们叫我圣子？你就是合欢宗的那个圣子沈浪。”李心凌和洛清玄上下打量着他，法相近中期，没什么不一样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沈浪突然问道。李心凌下意识地回道：“什么？”闻言，沈浪咧嘴一笑，露出森冷白牙：“杀你！圣子小心，他们秘法的可以提升到法相近后期。”青岩捂着胸口提醒道：“无妨。”沈浪头也没回的摆摆手，轻笑道：“你们2个一起吧，省事。”
什么？这种情况还要1打2？这圣子不是大病吧？闻言，看台上的玄机子不屑道：“哼，好大的口气！”小魔女子夭夭饶有兴趣地盯着沈浪，特别是看着天空中盘旋的2条巨龙，抿了抿嘴唇，拽着旺财的手不由自主地加重了几分，疼得他龇牙咧嘴。穆千离对沈浪很有信心，冷笑地看了一眼玄机子：“呵呵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”李心凌幽冷地说道：“师妹，上！”2人阴阳剑凌厉地陡然劈开了长空，剑鸣九霄，冰冷剑刃上弥漫着杀气，狂暴的能量化成了一道冲击波，赤红艳丽，发出阵阵的破空声。咻！转眼之间就到沈浪眼前。2人明白，沈浪身为圣子，敢同时挑战2人，不敢小视，使出了全力。2人眼中满是狠毒，大喊一声：“死！”沈浪脸色平静，体内灵力陡然运转，行字秘迅速开启。2人看见沈浪还杵着不动，噗嗤，阴阳剑直接贯穿了沈浪的身体，脸色一喜：“哈哈，也不过如此。”李心凌说道：“我操，圣子怎么就这么败了？”下面一片惊呼。刚落，不知谁喊了一句：“快看！”众人望去，只见李心凌背后突然出现3个沈浪，一脸凶狠地看着他们2人。李心凌2人心里一沉，暗叫：“小心！”可已经晚了。下一秒，只听轰的破空声，2道重拳，1道剑气，生生地砸了下来。2人还没来得及转过身子，砰的一声被重重地砸到地上。李心凌和洛清玄2人刚退落地，沈浪再次冲上前，趁你病要你命，霸权撼地。李心凌2人灰头土脸，急忙使出9级阴阳剑，迎着沈浪的霸权过去。阴阳剑天阶灵气，本想着对上这不知名的拳法，定能扭转乾坤。你拳头再硬，能挡住天阶灵气？嘿嘿，小子，看我不把你削成肉泥！李心凌眼中满是怨毒，但是谁知他们估计错了。沈浪混沌体，强大的肉身，远战近战都是无敌的，并且还在境地吸收了一大池子龙血，现在的简直是硬邦邦的。一群2剑相交后，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响声，轰隆隆，2人刚一接触就被震飞了，空中划出一道红色的血线，扑哧，2人捂着胸口，一口血喷出，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沈浪矗立着，傲然地看着他们2人：“我们虽都是法相境，但杀你们3回合足矣。”卧槽，圣子赢了，太帅了，1个打2个，阴阳宗的脸被打没了，哈哈！台下弟子满脸兴奋，惊呼不已。剑宗于飞下意识喊道：“好强啊！”风无极认真的点点头，眼神毒辣的说道：“这小子有些古怪。”瑶池圣地圣主素心思索着，突然下意识说道：“这小子是混沌体。”什么？几人惊呼，纷纷看向穆千离，后者淡笑着点点头：“你可真是好运啊！”素心眼神复杂的看着穆千离说道，语气中满是酸溜溜的。叶小凡下意识的握紧了拳头，竟然是上天眷恋的混沌体，比自己废体不知道好了多少。此刻阴阳宗的玄机子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他想破脑袋都没想到合欢宗竟然出个混沌体，特么的，日了狗了！此等妖孽为什么不给我阴阳宗？不过现在显然不是想这个时候。只见他站起来，急忙喊道：“我阴阳宗输了，这样的战斗已经没意义了。”众人看到他，暗自摇头：“呵呵，真是装逼不成反被草。”闻言，沈浪望向他，沉声道：“知道了。”玄机子松了口气。可下一秒，沈浪直接祭出了诛仙4剑：诛仙剑、戮仙剑、现仙剑、绝仙剑4柄地级宝剑，刚一出来就围绕沈浪4周步行横行旋转，护着周身，嗡嗡作响。这是地级灵气，剑宗风无极天生清河剑灵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突然有唰的一下站了起来，惊呼道：“这是上古剑阵诛仙阵！”诛仙阵小魔女子夭夭一愣，那是什么？好像很高大上的样子，吓死宝宝了，幸亏我不懂。她拍了拍自己的引以为傲。玄机子看到这一幕，脸色一变，怒喝道：“兔崽子，你出尔反尔！”沈浪嘿嘿一笑，手指一挥，4柄宝剑如猩红贯月一般，直接冲向了李心凌2人，剑气凌厉至极。还未等他来个人反应过来，只听噗呲一声，直接贯穿了他们的身体。2人眼前一黑，直接倒地不起。死了，死的不能再死了！沈浪冷喝道：“挑衅我和欢宗者，死！”看到这一幕，各大势力面面相觑。和欢宗者圣子有些不按套路出牌啊，认输也得死，其实也没毛病。你阴阳宗刚才不也是要杀人家弟子吗？你杀人家弟子，人家杀你们弟子，很合理吧？这时
诛仙4剑已经飞了回来，又再次护在沈浪周围。下面弟子简直是看傻了，一个个激动万分。这圣子真过瘾，凶残啊！哈哈，杀得好！刚才蔡妍和青妍两人差点就被杀了。说的没错，这帮臭老鼠早就看不惯他们了。圣子，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？我想给他生猴子。众人纷纷看向他，你恐怖如斯，你这种吨位的坦克还是算了吧。嘿嘿，师妹，你减减肥应该还有机会。刘师兄无奈地看着300多斤的师妹，安慰着。这时，玄机子脸色铁青，看着躺在地上的圣子圣女，心里后悔的一批，再也绷不住了。沈浪，我要杀了你！说完就飞身冲向了他。那可不行！嘿嘿，还未等穆千里等人动手，就看到一个身材佝偻的老头挡在他面前。七长老文泰，滚开！玄机子已经失去理智了，狠毒的一掌拍向七长老。轰！下一刻，玄机子当当后退10几步，喉咙一甜，强忍着压了下去。不过嘴角还是冒出了一丝血迹。他不可思议地盯七长老：“文泰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至尊后期大圆满了？他们两人可是老对手了。玄机子是至尊中期，而文泰长老是至尊初期，多次交手，文泰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可这次文泰却一掌打得他吐血。我草了，文泰嗑药了吗？怎么这么强？别说玄机子不相信，连在座的各位都不相信。啧啧，七长老文泰眼睑低垂，看着自己大手掌，哈哈大笑。这爪子真不错，嘎嘎，老夫又能多活些时候了。看着一脸傻笑的七长老，众人也是一头雾水。只见他的手掌异于常人，宽厚无比，比寻常人要大了好几倍，指关节粗壮，上面布满了鳞片，泛着青翠色幽光。这怎么像个龙爪？文泰是老人了，大部分人都认识他，知道这老东西不出意外，这再过10几年也就作画了。可意外就偏偏出现了。没错，这就是禁地沈浪得到的青龙裂空爪，他送给了文泰长老。文泰主要修炼的就是掌法，这青龙裂空爪正好和他匹配。沈浪肉体也硬得很，基本用不到，所以就送给他。七长老喜欢的不得了，在禁地忍不住就地炼化了，没想到直接冲到了至尊后期大圆满了，这让他喜出望外。文泰，老夫不管你什么狗屁爪子，这孽障今天一定要死。玄机子色厉内荏道：“嘿嘿，那就是不给我文泰面子了。”七长老搓着手掌不屑道：“你狗屁的面子，手下败将，那你就去死吧。”文泰长老眼神陡然森冷，刹那间手掌又大了几分，猛然拍向了他，掌锋竟然还浮出一个龙爪的图形，泛着丝丝凶狠。玄机子一惊，见躲不过，只能硬着头皮又对上了一掌。只听咔嚓，这次他没有倒飞，只不过手掌带着臂膀，骨头生生脆断。嘶，好强的掌法，只是一个照面，玄机子不是吐血就是断骨，嘎嘎。玄机子，我就问你爽不爽气不气？七长老哈哈大笑，这莫非是高阶灵兽的爪子？小魔女紫夭夭摸着下巴，眸子思忖，绝对是。瑶池圣主素心点点头，看向他问道：“魔女酷爱养灵宠，能看出是哪一类吗？”紫夭夭看看天空盘旋的2条龙，认真的说道：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应该是青龙的爪子。”青龙的爪子？穆千里等人惊愕，怪不得文泰长老竟然等月到至尊境后期大圆满。4方圣兽的青龙一族，还是龙族中贵族，这小子在哪搞到的？大家心里都是1万个为什么。师尊大人目不转睛，在云瑶和沈浪扫视着，心里已经下定决心，等回去要好好操练一下他。就今天，沈浪感觉到一股冷意，不用回头，肯定是师尊大人。嘿嘿，玄机子老夫念你修行不易，滚吧！七长老挥了挥大爪子，说道。玄机子看了一下周围的嘴脸，气得脸色铁青，有嘲笑，有幸灾乐祸，有活该小魔女拽拽他，示意先走吧。走？你说的轻巧。你们特不是你家弟子死了，你不心疼是吧？这不是死条狗，回去怎么跟宗门交代？都怪你这魔女，草你吗？欺我阴阳宗无人师吗？玄机子面露狞笑道，突然捏碎了玉简。众人，这是要叫人啊！刷所有封主，长老站了起来，立刻做好了战斗准备。穆千离轻哼一下，一挥手，直接把台下的沈浪卷了过来，一个呼吸不带就拽到了自己身边。沈浪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已经挨着宗主大人坐在一起。他下意识地挪了挪，这么近距离挨着他，还是第一次。穆千离纤眉微蹙，轻喝道：“小家伙，老实点！孽徒，不要胡闹！师尊大人吓坏了，这狗东西胆子够肥的，反了天了啦！”这时，天空中，轰隆隆，天空中撕开了一个大口子，一个高大的身影踏空走了出来，
一脸威严，两只眼睛一黑一白，代表着阴阳两极。此人就是阴阳宗的宗主苏阳子。一见到自己宗主，玄机子跪了下来，痛哭流涕的把事情说了一遍。当然自己肯定是友好切磋，然而对方却痛下杀手。苏阳子有没有听明白不知道，重点是自家的圣子圣女死了，一时间气得要死，脸色陡然一变，质问道：穆千离，你是不是给我个说法？穆千离坦然自若的笑笑：老苏，你家的人被别人当枪使了，还来质问我。据我得到的消息是，这老东西收了某些人的好处，然后对我宗弟子痛下杀手，反而被杀。你胡说！玄机子慌了，哼，我是一宗之主，不会信口雌黄。这些年咱们都有自己的消息渠道，其实在你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。你接下来想干什么？再说，你嚷嚷着非要比试，在座的有目共睹，你是不是咄咄逼人？也不是我一人说的算的。呵呵，老苏，这次真不怪我们，不信你可以打听一下。不过，你要是对沈浪动手，我和欢宗将不死不休。穆千离言辞犀利，有理有据，寸步不让。论实力，两人都是圣境，穆千离还高于他，更不畏惧。呵呵，你说是就是啊。苏阳子皮笑肉不笑地说道。穆千离耸耸肩，无奈道：你不信，我也没办法。不过，你回去查一下就会明白。苏阳子脸色阴晴不定，看着跪在地上颤抖的玄机子，心里其实已经信了一半，只要会稍微问一下，就自会知道。所以他并不认为穆千离会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谎，但是他这样过来，霸气出场，再灰头土脸的回去，着实有些尴尬。呵呵，剑宗风无极站了出来，笑道：老苏，你先回去问问，如果与穆宗主所说不一，你再找回来也不晚。是啊，反正已经是这样。再说北域的秘境马上就开始了，别乱了分寸。瑶池圣地素心也劝解道。苏阳子恨得牙痒痒，不是你家的不心疼是吧？都他妈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。看着下面的玄机子，真想一巴掌拍死他，让你领队参加个破比试，你倒好把2个弟子都玩死了。哼，混沌体，你和欢宗还真是好运。苏阳子早就听说了沈浪，冷冷地看他一眼。呵呵，侥幸。穆千离说道。苏阳子一挥手，卷起来阴阳宗的几人，包括躺在地上的2人，撕开了裂缝。别得意穆千离，那也得长成才行，别中途陨落了。苏阳子邪魅一笑，卷起来几人，消失不见。看阴阳宗的人都已经退去，穆千离嘴角轻笑地站了出来，扫视一下台下所有弟子，威严的声音传出：从今日起，沈浪为我合欢宗圣子，望大家好生辅佐。声音响遍了合欢宗每一个角落，久久回荡。刚才的一战已经彻底折服了一众弟子，实力、气魄都是当之无愧的。纵然是天机榜的那几位有不服的，那也是以前了，本来大家还都不愿意接受。但是此等妖孽的体质，以后必成大器，这不就是自己追随的强者吗？正道称帝，好生辅佐，那以后自己也必然不会差。谁还会傻乎乎的挑战圣子？这泼天的富贵就摆在眼前，一个个心思都活络了起来，眼睛渐渐狂热了起来，像是做了什么决定，纷纷坚定地看向沈浪。蔡妍和青妍挣扎地爬了起来，互相看了一眼，缓缓地跪了下来。蔡妍、青妍参见圣子殿下。声音如同雷声，一字一顿地砸在所有人的心间。我操！弟子们都愣了，没想到天机榜的前2位率先参拜，没想到连他们2人都跪下了。你特么傻啊！别忘了，沈浪可是混沌体，只要中途不陨落，将来必定正道称帝。现在跟着他，以后别说黄境了，圣境都有可能。就是，这可是一道必答题，根本就不用抢答。这跪的是圣子吗？这跪的是自己的未来。刘师兄果然透彻。啧，人家刚才就先救了他们2人，7品丹药毫不犹疑的就拿了出来，这胸襟能有几个？这不就是大家期盼的圣子吗？台下弟子眼神已经悄然的发生了变化。沈浪知道现在需要站出来了，他向前一步，目光凌厉的扫过一众弟子，声音带着无尽的威严。可有人不服？闻言，各弟子心生的敬畏油然而生，纷纷跪倒在地，大声喊道：我等愿追随圣子殿下，我等愿追随圣子殿下。声音浪潮一波接着一波，久久不能平息。无论是哪个峰的弟子，现在都是一脸崇拜地看着沈浪，甚至那些当初还扬言要挑战他的弟子们，在看到他的实力后，也再也说不出话了。大家现在空前的一致，只想誓死跟随。特别是王霸和王语嫣几人喊得最响亮，早就跪下了。不跪不行啊，大家都跪了，他们心里怕啊。别看他们平常跳得很，可在王谭死后，这几人也就没人管了。王家人很多，死一个王谭不算什么，听说现在又扶持了一个，
所以他们这个派系也就被家族彻底放弃了。这几人现在怕得很，要是被事后清算了，可能死了都没人管，现在心里慌的一批。王语嫣心里酸涩，想破脑袋都没想到，沈浪竟然当了合欢宗的圣子，日了狗了，泼天的富贵被自己丢了，后悔的要死。他突然想起了以前在山下说的话，浪哥哥，你以为你躲在这里我就找不到你了吗？不可能的，像你这么出众的男人，就像萤火虫一般，在哪都会发光，都会很出众。你那忧郁的眼神，稀烂的胡渣子，神乎其技的刀法，迷住了我。想到这，他眼神复杂的看向台上那个嘴角含笑、潇洒不羁的男人，只能深深的叹口气。沈浪可没注意他，工具人已经彻底的没了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穆千离轻摇着玉扇，欣慰的笑笑，好一个众望所归，这是身为宗主最愿意看到的。岳凝霜连步款款的走了出来，恭敬道：圣子殿下，这是圣子印和圣子服饰，请穿戴吧。在这里，沈浪问道：今天你来的太晚了，特事特办吧？穆千离笑着说道：圣子就穿上吧，大家也想一睹你的风采。呵呵，七长老揪着胡须说道：就是。众人劝道。沈浪点点头，也不想扫了大家的心。玉凝霜上前帮他穿上，这没毛病。这时师尊宝宝和云瑶同时上前一步，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想要帮忙，两人互看了一眼，云瑶犹豫下退后了。师尊大人淡淡地瞥了他一眼，还貌似轻哼了一声。片刻后，沈浪体态修长，剑眉星目，潇洒不羁，面如冠玉，穿着一身黑色金丝长袍，上面镶着金色的龙蟒和腾云。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，就是此刻的他。天哪，真是绝美的相貌！六大势力纷纷眼前一亮，连瑶池圣女白灵儿、小魔女紫夭夭眸子中都浮起一丝波澜。顾雨飞暗自感叹，还是自家孽徒好看。沈浪面色一正，上前一步，手举圣子印，睥睨苍穹，幽深的眸子仿佛看穿万物，凌冽的气场围绕周围，金丝黑袍被吹得猎猎作响。我沈浪自此刻起便是合欢宗圣子，当执剑定玄黄，握道镇八荒。有我在，合欢宗永远在9天之巅，10000年不坠。我存，让神魔叩首，为我宗门独尊。我将以圣子之名立不朽之事，一生纵战至到销魂散，也要让宗门旗帜插遍诸天每一寸山河。话音刚落，轰！一道大雷劈了下来，天空中雷云滚滚，顿时一道道雷电落下。本该晴空万里的天空，狂风大作，吹得合欢宗广场的宗派旗帜猎猎作响。轰隆隆，2条龙发出了嗷的亢奋声，不断在云层中翻滚。沈浪俊美的脸庞波澜不惊，黑色的头发随风飞舞，漆黑的眸子如往昔般深邃，目视着苍穹，仿佛在与天抗衡。傲视群雄，睥睨天下，狂，太狂了！他的声音传入了每一个人的心中。6大势力纷纷看着这个风华绝代的年轻人，一个一个脸色凝重。合欢宗每一人都神色激动，好久没有这拽了，这圣子狂得让人难以自拔。刹那间，所有合欢宗的弟子再一次跪伏在地，高声道：我等誓死追随圣子殿下，谨遵圣子令。滔天的音浪一波接着一波，伴随着雷声滚滚，响彻了苍玄大陆每一处角落。宗门大比终于结束了，各个势力和世家也相继回去了，他们要尽快把今天的情况汇报给宗门。合欢宗出了个妖孽，看样子要称王称霸。剑宗风无极在自家的灵兽銮驾上，神色凝重地问道：于飞，如果你跟沈浪交手，你有几分把握？呵呵，师伯，他不会跟我交手的。于飞翘着2郎腿。这回风无极愣了，不解问道：为什么？为什么要打？打不过就成为兄弟呗，以后还能是我的好帮手，何乐而不为啊？于飞嘴里叼了根草，翻了翻白眼说道：风无极原本凝重的脸色此刻有明显一正，好像有点道理，打不过为什么要打？脑子有病啊！可是难道不争一下吗？风无极深深地看了一眼于飞，不得不说，他这师侄虽然看着吊儿郎当，其实一直很聪明。回到宗门再说吧。青鸾鸾架上，瑶池圣地圣主素心优雅地躺在软榻上，成熟的魅力散发得淋漓尽致，眯着眼睛看着窗外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良久，突然问道：灵儿，你觉得沈浪这个人怎样？这没头没脑的一句问得白灵儿一愣，歪着头想了想，中肯地回道：有本事，实力强，会笼络人心，看着坏坏的。坏坏的素心思忖下，点点头，是有点坏，有心计。灵儿，如果，我是说如果我让他入赘到瑶池圣地，你心里愿意吗？说完，他微微坐直了身子，看着白灵儿
入赘这，他脸颊绯红，还从未考虑过这种事，好半天才又说道：“我都听师尊的。”语气轻轻的，声如文瑞。素心会心的一笑，又重新躺了下来。不反对，就是不讨厌；同意了，就是喜欢。没错了，这妮子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嘿嘿，穆千里，你就是再好运有什么用？还不是给我瑶池圣地做了嫁衣沈浪，是你和欢宗的又怎样？我瑶池圣地送女人，圣女都许给他，他会不来？想到这，他心情大好，得意的哼哼唧唧。白灵儿，8匹黑豹子拉着銮驾在天空中飞驰。小魔女无聊着撸着旺财，叹了口气：“那2条龙要是给我就好了，那可比旺财好玩多了。”小祖宗，你可真敢想！身旁的古罗刹长老摇头说道：“古爷爷，可是我真的好喜欢。再说我也不贪心，他有2只，让我1只应该可以吧？”紫夭夭抿了抿嘴唇，甚是渴望。卧槽，你有大病吧？这是该不该？多不多的问题吗？那可是青龙，人家怎么会让？古罗刹摇头又说道：“别忘了他的师尊还是咱们下的毒。上次穆千里找上门杀了2个长老才罢休，人家不可能给我们的。再说到现在，咱们也没给他们解药，这梁子算结下了。”古罗刹无奈地看他一眼，这个小祖宗是他看着长大的，宗主就他一个孩子，可以说集万千宠爱为一身，所以性格嚣张跋扈。哼，谁让他当时和我穿一个颜色的衣衫？紫夭妖气狠狠地说道：“不给！”哼！古罗刹额头冒出阵阵黑线，扶摇圣地。叶小凡各位长老已经回来了，这次看到合欢宗的圣子如此惊艳，大家都是心头一震。原先支持叶小凡的那一派长老已经有些动摇了，如果硬着头皮一条路走下去不成功了怎么办？那会受到宗门千夫所指的。此刻他们也不得不考虑这个事了。叶小凡眼神复杂的看着他们的反应，心里苦的一批特么的，立老子的是你们，想废我的还是你们，讲不讲一点职业道德？阴阳宗苏阳子看着跪在地上的玄机子，杀他的心都有了。事情都查清楚了，玄机子咄咄相逼，非要跟人家比试，还要杀人家弟子，圣子归来疯狂报复。不仅如此，这狗日的还收了魔宗500万晶石，1枚6品丹药，真够可以的。苏阳子要气死了，宗门倾注了多少心血，才培养了李心凌和洛清玄2人，还不值这500万晶石。这可好，这老家伙转手就把圣子圣女给卖了。丫的，宗主是老朽鬼迷心窍。玄机子脸色通红，颤声道：“三长老，你犯的是杀，你10次都够了。”苏阳子目光幽冷地盯着他，都怪那个沈浪，老夫一定要杀了他。玄机子拳头紧紧地握着，脸色阴沉：“杀？怎么杀？那沈浪身边肯定有护道者，别的不说，文泰那老东西肯定在他身边。拜托，下回你能不能长点脑子？暗杀？能不能暗杀？你的明白？”苏阳子气急败坏地看着他。良久，苏阳子看着他垂垂老矣的样子，喉咙蠕动了几下，还是把责备的话语生生地咽了回去。唉，秘境马上开了，回去准备吧。要不是这老东西是大长老的弟弟，苏阳子早就宰了他。看着他离去，苏阳子悠悠地嘀咕道：“穆千离啊，你可真够行的，这么逆天的体质，相比别的势力也会眼红吧？”合欢宗青鸾峰顾雨飞的闺房里，师尊大人坐在床边，刚刚沐浴过，3000发丝根根晶莹剔透，水珠顺着青丝滴答的落下。他一边擦拭着头发，一边哼着小曲门外的婢女：“峰主今天怎么了？心情好像很不错。”雀斑脸女孩问道。另一个鹅蛋脸仙子摇摇头，回道：“不知道，洗个澡洗了2个时辰，莫名其妙的。可能今天圣子大显神威，峰主高兴吧？”鹅蛋脸仙子点点头，这是必然。圣子殿下对师尊可好了，听说还给了峰主1枚9品丹药。啧，真够孝敬的。2个仙子低声讨论着。顾雨飞看了看天色，擦拭头发的手一顿，桥畔的自语道：“也该来了。”阿呸，管他作甚！师尊大人脸色绯红，气呼呼道：“顾雨飞啊，顾雨飞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不是很讨厌他吗？怎么还想着他过来呢？自己一定是想解毒。”“对，是这样。”师尊大人故作镇静，其实心里一阵燥热，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子着，时不时望向屋外。终于忍不住了，窜儿去叫孽徒，叫沈浪过来，就说为师该解毒了。啊，峰主可是已经很晚啊。鹅蛋脸说道。叫你去就去。师尊大人烦躁地催促道。那好吧。鹅蛋脸吓了一跳，飞身往外，没有多久就来到了沈浪的茅草屋。咚咚敲门声响起，咔的一声，
房门从里面打开。咦，师妹有事吗？沈浪走了出来，疑惑地问道。圣子殿下，风主要你去青鸾峰一趟。鹅蛋脸看着沈浪，心里感叹道：圣子大人还是这么接地气，不骄不躁的，说话也好听，对他们这些下人也很尊重。这么晚了，有事吗？沈浪今天真是有些累了，袖子里的2条龙勾头看了看鹅蛋脸，又缩了回去。不知道，风主大人只是说该解毒了。该解毒了。沈浪愣了一下，打了个哈欠，说道：不急，明天吧。我要睡觉了，师妹回去吧，我累了。咔的一声，沈浪关上了房门。鹅蛋脸，下一秒灯就熄灭了。不一会儿，青鸾峰，什么？怕顾雨飞手里的茶杯摔得稀碎。鹅蛋脸颤颤巍巍回道：峰主，他说不急，明天吧。顾雨飞脸色铁青，咬牙切齿：好啊，孽徒，你是皮又痒了吧？待本座修为恢复了，定要打得你满地找牙。师尊大人来回走着，有些不甘心，又恼火地说道：去，再去找他，就说不来，以后都不要来了。啊，还去啊？鹅蛋脸愁眉苦脸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：峰主，圣子都歇息了。顾雨飞纤眉微蹙，拖长了音，不满道：难道要本座亲自去？好吧。鹅蛋脸耷拉着脑袋，又去了。又到了茅草屋，咔的一声，沈浪一脸睡意朦胧地走了出来，打了个哈欠：师妹，又怎么了？鹅蛋脸都有些不好意思了，好歹人家是圣子，3番5次的打扰他，这要是换成别人，早就恼火了。圣子殿下，风主大人还是想让你过去。他硬着头皮说道。沈浪蹙眉说道：不是说了明天吗？怎么这么急？鹅蛋脸灿灿笑了一下。风主大人说什么？说要是不去，以后就别再去了。鹅蛋脸咬咬牙，还是说了出来。没办法，他也是个传话的哦。知道了，我先歇歇了。沈浪淡淡的说了一声。咔的一声，房门关闭了。鹅蛋脸，他真的这么说的？顾雨飞牙齿咬得吱呀作响，桌子上的酸梅汁一巴掌打翻了，气得他一脸恼怒。反了天了，本座都叫不动你了，狗东西，你给我等着！呵呵，等解了毒，把腿给你打断。等了鹅蛋脸退下，师尊大人生气地拿起了桌子上酸梅子，嘎叽嘎叽地吃了起来，仿佛只有这样，心里的气才会消。低头闻了闻身上的香气，冷哼一声。今天他特意用了青鸾峰灵花的花瓣泡浴，足足泡了2个时辰。可恶，该死的孽徒！想了想，又从一处暗格里拿出了扎满银针的小人，仔细一看，和沈浪有几分相似。该死的孽徒！突然，他脸色一变，如遭雷击，下意识地看向自己的小腹，里面竟然有生命在酝酿着翌日清晨。咔的一声，沈浪草丛里面推开了房门，伸了伸腰，嘿嘿，该去找师尊大人比试一下了。沈浪嘿嘿一笑，祭出苍穹重剑，踏剑飞去。青鸾峰，沈浪走在去师尊大人洞府的路上，一脸和煦地和弟子们打招呼。昨天的鹅蛋脸正在精心地修剪着灵草灵木，一路上，所有青鸾峰的弟子们纷纷投来目光，沈浪都笑笑一一回应。天哪，沈浪现在气质好好啊！是啊，你看他好平易近人，真是个好圣子。毕竟是青鸾峰出来的圣子，对咱们还是很好的。你看他笑容多么和煦，这次准是又来找峰主大人了。啧啧，真是个孝敬的好徒儿。那可不，峰主可是他亲师尊啊。你看圣子一回来就着急孝敬峰主。啧啧，真好。两侧青鸾峰弟子目送着沈浪，轻声说着。不一会，咔的一声，沈浪推开了顾雨飞的大门，很熟悉的进去了。师尊大人，徒儿来孝敬你了。沈浪嬉皮笑脸的说道。洁白庄严的汉白玉大座上，顾雨飞纤眉微蹙，恼火道：孽徒去死！接着，咻的一声，师尊大人随手拿过身边酸梅子盘子扔了过去。沈浪嘿嘿一笑，一把接住。师尊好功力！嬉皮笑脸的走上前，一屁股坐在他身边，把盘子放了下来。师尊大人一边挪了挪娇躯，冷声道：该死的孽徒，你来做什么？沈浪一脸得意，走了过去。师尊宝宝，我来了。顾雨飞故作清冷，看着他的样子既讨厌又无奈，只能撇过头不看他。什么宝宝，休要胡说！哼，你不是不来了吗？语气中满是埋怨和渴望交织在一起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，昨天晚上翻来覆去一夜都没睡，到底是怎么了？一会看一下时辰，一会看一下，也不知自己醒了多少回，更不知道他自己在期盼什么。怎么如此的不矜持？
顾宇飞心里暗骂自己，嘿嘿，等急了吧，徒儿这就给你解毒。沈浪抓起师尊大人一只手说道，哼，你本座就是死了也不会再让你解毒。顾宇飞脸色红晕，沈浪一脸坏笑，师尊大人的拒绝代表想被动，无论怎样，总之就想动一动。他熟练的一挥手，打出一个静止，隔绝了外面的一切。师尊大人身体一颤，娇躯不自然的扭动了几下。沈浪嘴角轻笑，一把抱起，向里面走去。你这孽徒，嘿嘿。合欢宗宗门广场，李浩上下抛着储物袋，嘴角露出一抹弧度。刘师兄，你又想赖账？不，兄弟误会了，我怎么敢呢？刘师兄急忙摆手，那你滋滋呼呼的还躲着我，想干嘛？李浩今天过来收债，这几天能收的都收了，大家还是比较配合的。因为沈浪现在毕竟是圣子了，还是要给他面子的。虽然李浩极力否认这次的盘口不是沈浪开的，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。反正也是愿赌服输，既然输了也无话可说，大家都没问题。这次又是刘师兄，李浩找他好几天都找不到人。师弟，你看，当时开盘的时候是说圣子一次也不会输，对吧？没错，圣子的实力有目共睹。李浩点点头，对，没毛病。刘师兄竖起大拇指，小小的拍了个马屁，又小心翼翼地说道，但是关键是也没人挑战圣子啊，这也不能算我输吧。李浩盯着他，玩味的笑笑，像是看穿了他那点小心思。幸亏老子早就想好了，兔崽子，你他妈就是变着花样想赖账，滚蛋！没人挑战就是庄家赢。李浩说道。为什么？刘师兄错愕。李浩瞥了他一眼，说道，这是规矩，没人挑战就是不敢挑战，那就是他们弃权了。这……李师兄语塞，旁边的几个师兄弟急忙给刘师兄传音，刘师兄，你还是给了算了，这本来就是咱理亏，你还想着赖呢？我特么刚攒够几千灵石，容易吗？心疼啊！心疼就别赌。李浩这小子和圣子可是好得很，你要找死就去吧，可别拉着我。刘师兄暗骂一句晦气，下一秒递过去一个储物袋，赎回来道侣的灵魂字句。目送着李浩离开，刘师兄仰天长啸，我特么再赌就是狗。青鸾峰，顾宇飞趋近幽深的洞府中，定仙元值已经足够升级苍穹重剑王级，请宿主选择是否升级。升级，恭喜宿主，苍穹重剑已升级到地级，可变大变小。沈浪坐了起来，来了精神，手一挥，出来。只见苍穹重剑唰的一下悬浮在半空，顾宇飞披散着头发，美眸望向他，这把重剑好像和原来不一样了。是的，变大一点。沈浪连续喊了几声，只见苍穹重剑由4米变为了10几米，泛着黝黑的光芒，更加诡异了。他满意的点点头，理论上可是无穷大的这把剑，竟有如此不同。仙子师尊下意识惊呼。沈浪看了看师尊大人的洞府，此刻的重剑已经达到房顶了，不能再变大了，要不就把师尊大人的洞府给顶破了。变小，再小一点。苍穹重剑又听话的一度变小，沈浪又多喊了几声，只见下一秒就变成了一根绣花针。仔细一看，还是原来的样子，只不过变小了啧啧。沈浪突然有个奇怪的想法，这玩意要是变成很小很小，是不是可以杀人于无形？灵魂感知力差的，起步片刻就挂了。不过要是宗主那样的，应该杀不掉吧？他能变大变小。师尊大人一脸好奇宝宝的样子，没什么好奇怪的。沈浪看了看他，邪笑说道，嘿嘿，你又不是没见过。见过。顾宇飞想了下，啊呸，去死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这狗东西坏透了。沈浪捏起苍穹重剑，扬了扬，仔细的看着，一脸专注。顾宇飞骂了半天，见自家孽徒没有理会，还很专心的样子，就没有再打扰他。侧面看着他的样子，心里还是很赞许的。唇红齿白，剑眉星目，嘴角含笑，浪荡不羁，透着一股坏坏的感觉。果然是自家孽徒。良久，沈浪半眯着眼睛，自言自语道，品阶不变，只是大小改变，破坏力会不会也不变？孽徒你在说什么？顾宇飞依偎着他，也没有在意这会两人坦诚相见。沈浪抿了抿嘴，就把自己想法和疑问告诉了他。师尊大人见多识广，略微思忖后，马上给出结论，威力应该不减的，只是形状改变了。我也这么认为。这就是说我有一根地级的绣花针，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当暗器使用。沈浪摸着下巴颏，眯着眼，又说道，如果我要在上面再抹点9品剧毒，那就是圣境都得死。
想得美！仙子师尊瞥他一眼，境界相差不大，是一把利器。境界大的你破不开防御，这跟你的境界也有关。你杀法相近没问题，但是你杀我这样的就问题很大了。师尊大人毫不犹豫地否决道。沈浪想了下，明白了，可能你刚出手，对方的神识就察觉到了。有道理，先用着吧，这把武器还是很逆天的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兵器。这时，沈浪只看到师尊大人的头顶的光柱更绿了，比还没进入禁地的时候还绿。相信用不了几日，他的资质就会提升。师尊大人，你应该快突破了。沈浪忍不住问了出来。闻言，顾雨飞没有回答他，只是愣愣地看着洞顶，问道：孽徒，你喜欢孩子吗？说完，他不留痕迹地摸了摸自己小腹。孩子沈浪一愣，被这突然的话题问得措手不及。他慢慢陷入了回忆，在蓝星还挺喜欢的。这话好像前世的乐乐和红绸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，当时是毫不犹豫地说喜欢。不过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没有归属感，如果突然有个孩子，还是个很大的羁绊。沈浪也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不过修仙者怀孕率很低的看到他的样子，顾雨飞心里暗自叹了口气，就已经知道了，甩了甩头不再想。不过一想到被这孽徒吃得死死的，就气得要死。渣男，想吃干了抹精，狗东西，毫无人性，岂有此理！轰！葱白的玉手抬起，带着凌厉的风声，一巴掌直接把沈浪抽飞了出去。顾雨飞，你特么发什么神经？沈浪起来后气急败坏，师尊大人一跃而起，随手拉过轻纱围在身上，一道道黄劲的灵气抽打在他身上。嘿嘿，孽徒，没想到吧？你也有今天。疼！顾雨飞，你给我老子等着！哎呀，混蛋还嘴硬，让老娘等了一夜，我打死你这孽徒！洞府里发出阵阵凄厉的喊声，外面的师兄弟们吓得一哆嗦，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这圣子惹到封主了。合欢宗青鸾峰脚下的茅草屋，沈浪坐在蒲团上，睁开了眼睛，说道：系统总结一下，定修为法相境中期，灵气苍穹重剑地级，可变大变小，功法天阳神功地级，技能霸权地级，焚天九剑王级，数字秘三分镜行字秘入门，剑意血路剑意苍冥剑意，特殊技能灭世神童地级至高秘术，具有勘破虚妄看穿破绽识破伪装的能力，分为纵观入微芥子浩瀚四重境界。诛仙剑阵炼制大成，整体攻击力冠绝洪荒，由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地级组成，天道第一凶器。辅助技能全部10万年经验。沈浪摸着下巴颏，思忖地看着自己面板信息，这一次没有搞到傀儡的躯体，真是有点美中不足。在第3空间看到的躯体有点太拉了，沈浪真的不想要。辅材也很珍贵，用在这上面有点太浪费了。算了，以后再找机会吧。在禁地还杀了一只7阶蛟蟒，东西可是浑身都是宝啊！要是炼制好了，可以炼制一些品质很高的灵气。沈浪一挥手，地上就摆满了一排东西：蛟蟒的眼睛、蛟筋、爪子、毒丹、牙齿。这眼睛倒是可是再炼制一个重瞳，蛟筋倒是可以炼制一个鞭子。说起鞭子，就想起了师尊大人。沈浪下意识地摸了摸身上的白色的痕迹，师尊大人把握得很好，只需要你有痛觉，不留任何痕迹可恶。这老娘们真够可以的。沈浪咬牙切齿。这时，圣子殿下在家吗？一声娇滴滴的喊声传来。谁啊？沈浪一挥手，先把地上的蛟蟒身体部件收了起来。咔的一声，沈浪从里面推开了房门。鹅蛋脸女孩，师妹有事吗？沈浪问道。不会是师尊又急了吧？操，2日了又来，这女人瘾真大。沈浪暗忖道。宗主大人，让你去天云峰。鹅蛋脸敬畏地说道。好。沈浪颔首点头，只要不是师尊大人就好。沈浪祭出苍穹重剑，一跃而上，化成一道流星飞走了。2人在路过紫云峰时候碰见了李浩。圣子殿下。李浩拱拱手，语气崇敬。李浩，你干什么去？沈浪笑笑问道。师兄，我准备给你送这个。李浩看了看鹅蛋脸，没有把话说完，而是拍了拍腰间的储物袋。沈浪看了看就明白了。改天吧，我还要去见宗主大人。沈师兄现在就是厉害，宗主大人都要亲自接见。随着沈浪的地位提升，李浩在宗门现在也是水涨船高，因为沈浪的原因，现在都尊称他为浩哥。大家都知道李浩和叶佛一2人和沈浪很熟，熟的不能再熟了，谁敢得罪他们2人，那还不让圣子给咔嚓了。
对了，佛衣呢？沈浪找了一圈没有看见他，下意识地问道。他……李浩神色黯然，欲言又止。圣子殿下，宗主大人又催促了。鹅蛋脸仙子这时打断了两人交谈。沈浪颔首，又看看李浩，说道：李浩，我先去天云峰，回头你过来找我。刚才的打断让沈浪并未发现李浩的异常。说完，他们二人就飞走了。李浩目送着他们离去，轻轻地叹口气。天云峰云雾袅袅，仙气飘飘，一路上沈浪都在打量，灵气十足，灵值充裕，什么都好。大殿十几座，庄严威武，不失奢华。最中间的大殿就是宗主大人的，其他环绕宗主大人的大殿应该是各位比较重要的人物。看来宗主大人的圈子很大，维护他的人很多。大殿门口，咔的一声，大门打开了，里面是一张大大的座子，宗主大人坐在中间，两侧都是宗门的峰主和长老。看见门推开，大家齐刷刷的都看向他。沈浪穿着圣子的金丝黑袍，身材笔挺，剑眉星目，嘴角含着笑，散发着自信和从容，迈着龙行虎步走了进去。刚进一门，沈浪停下了脚步，弯腰拱手道：拜见宗主大人。各位峰主、长老、管事，语气铿锵有力，沉稳干练。众人也不免赞许的点点头。年轻人不骄不躁，有气魄，很稳重，懂礼数，简直是德才兼备。圣子，进来吧，坐在这里。穆千离轻纱遮面，朱唇轻启，指了指身边的位置。沈浪颔首点头，走了过去，一摆长袍，缓缓坐下。云瑶轻摇着玉扇，嘴角轻笑，对沈浪甜甜的眨眨眼。师尊大人则是心里哼哼唧唧孽徒，装的还挺像个人。谁不知谁啊？真能装。圣子，以后宗门会议你就要参与了，你是宗门的希望。穆千离语重心长地说道。谨遵宗主大人教诲。沈浪起身恭敬地说道。圣子，把这次去禁地的情况说一下吧。听文泰长老说你们这次差点回不来。穆千离问道。差点回不来，顾宇飞下的心里一紧，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，没听着孽徒说啊。可恶，我竟然是最后一个知道事的，非常匪夷所思。沈浪点点头，就把进入秘境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全部说了出来，没有任何保留，也没有必要保留，只有自己越来越强大，宗门看到了希望，才更会全力在培养自己。这是不变的定律，任何事情都要双赢。假如自己没有投资的潜力，想必宗门也不会这么倾向自己。当然，系统的事情不能说，连师尊都不可能说，这是永远的秘密。沈浪并没有过度描述，而是实话实说。当大家知道云溪的事情后，都是气得一拍桌子，对他师尊的卑劣行径所不齿。真是恶心他妈，给恶心开门，恶心到家了。此刻，沈浪一挥手，灭世神通开启，随着射出的紫色光芒，云溪也缓缓浮现了出来。啊，真的是云溪！众人纷纷惊呼。穆千里脸色也有些动容了，眼睛雾蒙蒙的，喊道：云溪，真的是你！云溪走过去，扑通一下跪在了宗主大人面前，眼泪夺眶而出，刷刷流下，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。众人面面相觑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看到大家的不解，沈浪解释道：云溪应该是被他师尊下了什么禁制，所以倒是不会说话。当时那位龙前辈说，这个禁制解开应该不难。闻言，穆千离点点头，心疼地摸摸他的青丝，然后他直起身子，深吸口气，双手结印，一个青色的圆形印记慢慢形成。下一秒，穆千离一挥手，光盘印记飞入云溪身体中，咔嚓，轻微的破碎声过后，几个呼吸后，云溪脸色一喜，下意识先喊道：啊，我可以说话了，夫。沈浪眼角忍不住抽搐，急忙给他个眼色。云溪也是很伶俐，改口喊道：夫，宗主大人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回家了。穆千里也是痛心不已，同时也恨那个老朽，冷哼一声，当场就下令抹掉老朽的功绩牌。功绩牌是合欢宗的特有的一种东西，它和灵魂牌有所不一样。功绩牌是在你陨落后，宗门为了瞻仰你生前的功德，把你的牌位放在功德阁，相当于以配享太庙。不仅如此，穆千离气的还命人把他从宗谱上抹掉了以后，再也没有这个人的一丝痕迹，就像他不存在一样。这时，师尊大人突然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这云溪在他眼睛里，那岂不是能看见自己和孽徒？我草了！师尊大人差点没蹦起来，像一只猫咪，直接炸毛了，急忙传音给孽徒。沈浪一愣，解释道：在灭世神童中，魂体都是沉睡的。在得到这个答案后，师尊大人暗暗松了一口气，都是自家姐妹，万一被人看见了，岂不羞愧死？还好孽徒机灵，
沈浪松了口气，机灵个屁，他把这茬给忘了，刚才可不敢实话实说，否则师尊大人绝对射死。啪！文太长老的大爪子拍在桌子上，气死老夫了！天底下怎会有这样的师尊？是啊，害得玉溪成为了残魂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岳凝霜说道。是啊，没有温养灵魂的灵气，很快就会消失在天地间。可算不消散又能怎样？以这种形式存活，生不如死，众人心里叹息。那就让他复活吧。谁说的？大家都纷纷望去，沈浪我操，假的吧？沈小子，你说的真的？七长老脸色一喜问道。这时穆千里也走了过来，云溪可是他最好的下属，能复活他再好不过了。沈浪，你可有把握？哼，宗主大人请放心，等我准备一些东西，就可以帮云溪复活。然后沈浪就把需要的找寻的一些材料告诉了宗主。沈浪这里有古方聚魂丹、9品至高丹药，但是还差很多，还有养魂木3肉参、天地玉琼叶等等。9品丹药宗主不用担心，沈小子本来就是个炼丹师。七长老咧嘴一笑，露出一口黄牙。众人撇撇嘴，这还用你说？跟古丹说送就送，禁地门口咱们可是都看见了。穆千离思忖了一下说道，所有材料除了躯壳、天地玉琼叶没有，其他都有。其实躯壳我这里也有，早年一个仇敌被我杀了，我一直留着，只不过也是个老朽，但是实力还是挺强的。沈浪脸色先是一喜，然后额头慢慢冒出阵阵黑线，急忙打断了宗主大人，再继续说下去。嗨嗨，宗主大人，躯壳的事我有别的办法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那好吧。穆千离颔首点点头，又说道，其他的材料3日内会有人给你送去。最激动的应该就是云瑶了，一双美得不像话的眸子深情地望向他，泛起一丝波澜，蕴含的情愫都快溢出来了。沈浪一脸板正，不敢回看。没办法，师尊大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，会捕捉到的。秦苍脸色激动，站起来拱拱手，说道，圣子天赋异禀，我等佩服。是啊，要不是圣子就是炼丹师，我们去哪里找？还是9品的，这可省了大事了。9品炼丹师，那个势力不当成宝贝，就算能借过来，那也得付出不小的代价。还不仅仅是哦，圣子可是炼气师、灵职师、阵法师，都是9品的，特别是对阵法上领悟，简直是惊人骇俗。云瑶眉飞色舞的一番夸赞，越说越起劲。听云瑶说起，沈浪在第3空间不用天才地宝做阵眼，摆出7品灭魂大阵，杀得那老朽魂飞魄散。大家一个一个看他的眼神又狂热了。强，太强了。半个时辰不到，击不出7品大阵，放眼苍玄大陆那个人能做到？宗主看人真准。七长老咧嘴一笑，巨大手掌竖起了大拇指，显得有点滑稽。宗主大人嘴角噙笑，满意的点点头。宗主，我还带回来一些东西，你看怎么办？什么？穆千离和众人下意识地看向他。沈浪笑着一挥手，下一秒，大殿的地面上堆满了成千上万把地阶灵气。我操，这是上万柄灵气！大家全部瞪大了眼睛，下巴差点没掉下来。看这品阶，不差，地阶的。众人面面相觑，地级不可怕，关键上万柄地级灵气就可怕了，在于量大啊。合欢宗弟子要是大部分装备这个，那砍人还不像砍西瓜一样，嘎嘎爽。可还等众人反应过来，沈浪嘿嘿一笑，又是一挥手，咻咻咻，又是一堆眼花缭乱的功法和武技堆成了一座小山。还有完没完？这些也算是地阶的功法？不对，还有天阶的。我去，怎么这么多？这个世界太疯狂了。这些功法、武技、灵气都是沈浪筛选过的，一些他比较喜欢，还有觉得比较好的，他都留下了。以后他可是圣子，要留着赏人的，他可不会傻逼乎乎的全部拿出来，就算是自己宗门也不行。当然也给穆千离留的已经足够多了，毕竟他好我也好。穆千离反应过来，又问道，没了吧沈浪？这没了，这够用了吧？沈浪疑惑道。难道他嫌少了？穆千离抿嘴含笑，不是不够，是太够了，用不完，根本用不完。这回越看沈浪越喜欢。沈浪，这些东西你打算怎么处置？穆千离问道。东西毕竟是沈浪获得的，穆千离也得征求他的意见，不会强取豪夺。沈浪眼神清澈，一脸板正，说道，这些东西当然是全部上缴宗门，我沈浪有今天都是宗门的栽培，所以宗门利益就是我的利益，我希望宗门永世长存。声音铿锵有力，此刻他的身形无比高大，给人一种伟岸的感觉。众人也被感染了，目光纷纷投向他。看看圣子，
多么大公无私，多么看重宗门利益，这才是一个位面的好圣子。这圣子的大腿以后要抱牢了，别掉队，千万别掉队，因为我们想进步，大家都是同一个思想，眼里狂热。师尊大人面色清冷，毫无波澜，心里吭吭唧唧，你们怕是不了解我的孽徒吧？等着吧，呵呵，好东西肯定不在这堆破烂里。不得不说，现在的师尊大人厉害得很，对沈浪简直是太了解，了解的不要不要的。呵呵，沈浪，难得你如此深明大义。穆千离笑容灿烂，指了指地上，又说道：“不过这些东西数量庞大，你也有权利处理一部分。啧，还是宗主大人懂事。”沈浪暗暗竖个大拇指，谢宗主。既然如此，我就拿出一部分分给大家。分给大家。众人一愣，只见他又弯腰拱手，面向众人，恭敬地说道：“诸位封主、长老、管事，大家为了合欢宗鞍前马后，征战多年，劳苦功高，功不可没。有你们在，是合欢宗之大幸。”沈浪朗声道，语气中满是情深意切。大家一个个眼神炽热地看着他。啧，这话听得舒服。你看看，你瞅瞅，宗门可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老家伙。今天圣子还特意提起一个个封主，想起来这些的年不容易，一个一个长老也想起这一生为了合欢宗大小战事打了多少场，受了多少伤，甚至有的宗门管事已经开始偷偷抹泪。他们基本上在打理宗门的杂事，平常很难再被别人提起，也只有还圣子惦记着咱们这些老东西，怎么能不感动？沈浪看着大家的表情，就知道效果达到了。特别是那些长老和宗门管事，他们曾经也是个追风少年，只是有的老了，有的受伤了没办法了，才退居二线。但是他们可是妥妥的老人，能量相当巨大，能得到他们的支持的才是王道。沈浪轻咳几声，又说道：“我沈浪只要存在一天，就不会忘了各位老前辈的功劳。无论我走多远，各位永远是我的老前辈。”啧，众人感动的一批，这种被人尊重的感觉真好。师尊大人冷笑瞥了他一眼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别再装逼了。沈浪抿嘴含笑，大声说道：“所有主封地接下品灵器100柄，所有封主、长老、管事每人1柄地接上品灵器。”话音刚落，下面寂静，死一般的寂静。死，基本上就是所有在场的人手1把地接上品灵器。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吧！地接上品简直太珍贵，穆千离身为宗主用的才是天阶灵器了，仅此1把。尤其是各位管事相当感动，他们一般不参加战斗，本就没期望太高，可圣子这也太看得起我们这些老家伙了吧。可是这时候有一个让人比较尴尬，刘雪，他躲在角落里，眼神复杂地看着沈浪，尴尬无比，想破脑袋都想不到沈浪能到今天，当初还扬言要找他算账。王谭是死了，一了百了，可自己呢，虽然也没见沈浪过来找自己麻烦，可总不能一直这样尬着吧，日了狗了。王谭这坑师的孽徒，刘雪恨得牙痒痒。要不这回上去说点什么恭喜圣子、贺喜圣子之类的，但是我一个封主给他一个小孩子道歉，是不是有点太丢人了？好难为情啊。不过沈浪现在都是圣子了，我给他道个歉也不算丢份吧，毕竟圣子也挺大的。长老和封主都在笑眯眯地接过发的灵气，还都一脸谄媚地套着近乎。刘雪心里踌躇，沈浪早就发现他的尴尬了，绕过了师尊大人，直接来到了刘雪的座位前。师尊大人，哼，刘雪封主，多次不见，还是风采依旧啊。沈浪笑呵呵地说道。众人听着这话，都停下了手下的动作，纷纷看着沈浪和他的渊源。大家都知道，不知道圣子殿下会不会难为刘雪啊？刘雪显然没料到沈浪会主动跟他打招呼，不自然地站起了身，有些尴尬地说道：“圣子殿下，他已经做好了被刁难的准备，毕竟当时自己也很为难他，还扬言要他的命。”想到这里，他心里一阵苦涩，这也算是自作自受吧。沈浪看着他的样子，淡然一笑：“柳封主，从前我年少气盛，和天玄峰闹了一些不愉快，但大家都是同门，也希望刘雪封主不要和我这个晚辈计较。从今日起，我与天玄峰恩怨已清，如何？”啊！刘雪惊喜地抬起头，她没想到沈浪竟然主动跟她重归于好。天哪！我自己刚才还在计较大小，人家都主动拦住了责任，姿态放得很低。刘雪心里一暖，神色如沐浴春风一般，笑容灿烂。呵呵，圣子大人宽厚，本座佩服。呵呵，柳封主过奖，过几日我亲自去天玄峰拜访。听闻刘雪的小炒肉做得一绝，不知道我有没有福气尝一尝？沈浪笑道，像是多年的好友。哎呀，圣子哪里话，
天玄风求之不得呢，奴家一定家到相迎。刘雪一扫心里阴霾，葱白玉指着面琛，笑目千里，美眸望向他，心里满是赞赏。圣子就该如此，不拘小节，城府要深，胸襟宽广。这时，沈浪拿出一本卷轴，递给刘雪，又说道：“前几日我偶然得到一本武技，女人修炼的，我拿着也没什么用，就送个就你了。”送给我。刘雪下意识接过，看向那本武技，突然目光猛地收缩。我草了！天阶中品武技，拈花指，炼制大成，山川五岳，但手之间皆可捏碎。他手掌哆嗦的差点没把武技掉地上，嘴巴张得大大的。要知道天阶功法，合欢宗只有穆千离拥有。刘雪最好的武技是地阶，沈浪一出手就是天阶中品武技，看着样子都不带一点心疼的圣子，这太贵重了。刘雪不仅惊叹，连声音都有些哽咽了。要说心里不感动，那是假的。就算明白圣子是想和自己搞好关系，又怎样？人家的送的东西是货真价实的天阶真品，诚意满满，无话可说。你且收下吧。这本武技不仅是我们重归于好的见证，还给宗门私斗敲响了警钟。以后合欢宗一定团结，严禁私斗。沈浪双手背后，苦口婆心地说着，众人也是一脸受益匪浅。圣子不得不说很不错，这胸襟，这气魄，这气度都是没得说的。众人看向沈浪的目光纷纷变了。如果说刚才只是尊重圣子，那现在已经被沈浪的气魄深深折服了。这时，大家纷纷站起身，目光虔诚崇敬。圣子大才！声音如洪水滔天，撞在峭壁上轰然折返，震得大地颤抖，嘶嘶作响。这里面当属七长老和刘雪喊的声音最大。老夫所掌刑堂定然好好监督，谁敢不遵守圣子令，别怪我文泰翻脸不认人。七长老语气冷冽无比，众人不约而同的撇撇嘴。你妹的，这老东西忒不要脸。还有那刘雪，受了圣子的好处，喊的声音最大。刘雪看看他们，心里笑笑不以为意。反正圣子大人对我很好就足够了，我刘雪定要好好的包容圣子。师尊宝宝面无表情，眉间结了一层厚厚冰霜孽徒，装够了吗？你是不是忘了给我分发了？穆千离对今天的宗门大门很满意，沈浪的一些小手段他当然看出来了。圣子是一个势力的希望，不过这也是他希望的。圣子就要心机过人，所以他并未在意。沈浪走到云瑶处，给过他地阶灵气后，又偷偷递给他一枚根骨丹，他只是脸色一僵，就欣然接下。自己夫君的，连自己都是他的，又有什么不好意思？哥哥，圣子殿下，我玉霄峰也欢迎圣子大驾光临。云瑶掩住嘴娇笑着，一颦一笑间散发着魅力。嗨，改天一定去。那玉霄峰可真是蓬荜生辉了，奴家酷爱乐器，一定给圣子助心。卧槽，这妖精！你是懂助兴的沈浪赶忙终止了，因为师尊宝宝的眼神在后背已经盯了好很久了，再说下去，师尊大人就要炸毛了。果然，一道传音过来，哼哼，孽徒你聊得很爽，很得意吧？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不要急，徒儿给你准备了特别的礼物。特别的礼物？顾雨飞神情一僵，不知道这坏东西又搞什么鬼。孽徒，你给我老实点，再敢撩女人回去就抽你。嘿嘿，遵命。师尊大人，我们回去开小灶。沈浪给顾雨飞准备的东西太珍贵，不宜展示出来。哼，师尊大人心里舒服一些，自家孽徒看来还是有点良心的，只不过这良心有多少就不知道了。过了一会，大家都分配的差不多了，人人心里都比较满意，纷纷准备离去。沈浪也跟宗主大人和一众长老告辞。那儿，师尊大人茶里茶气的声音传来，大家扭头，穆千离循着声音望去，只见顾雨飞伸出了玉手，说道：“那儿，扶本座回去休息。”沈浪额头冒出阵阵黑线，心情好是浪，心情不好是狗东西。师尊大人主打一个双标。青鸾峰，沈浪扶着师尊大人走进洞府，刚一进去，咔的一声，大门从里面关住了。顾雨飞熟练地打了个静止，沈浪吓得一跳，啥意思？你想干嘛？跪下！师尊大人冷冰冰的声音响起，又想抽自己，我草了，这臭娘们有完没完？沈浪咬牙切齿，好半天，叹了口气，耷拉个脑袋，跪在他腿前。没办法，师尊大人要是发起火来，沈浪是扛不住的。孽徒，这次静静地谁让你去冒险的？告诉你多次，只是为了找寻傀儡躯壳。哼，你倒好，跑去救个小狐狸精回来。你把为师的话当成耳旁风。顾雨飞愤愤地说道。沈浪心里明白了，原来是师尊大人担心自己。还别说师尊大人这一冷一热，
犹如冰火两重天，吓得他一身冷汗，让沈浪都有些上头。哼，这主要是赶上了，要不也不会这样。再说这里面也有我想要的东西，行字秘就是在那里面找到的。这事沈浪不准备瞒他，也不准备全说实话，真话和假话掺和在一起，师尊大人也难以分清楚。呵呵，要全说实话，顾雨飞这醋坛子准又是撒一地。不过师尊大人可不是那么好骗的。果然，狗东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为了秘籍是真的，呵呵，你见色起意也不假。在那第三空间能跑为什么不跑？你会好心救人，有危险你比兔子跑得都快，少给我装犊子，你准是看上那云溪了。啊呸，连个活儿都不放过，不要脸的逆徒！师尊大人气呼呼的想踹他一脚，又怕把他踹死，摸了摸自己的小腹，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。都是同门，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再说人家挺可怜的，你看看云溪都让他师尊欺负成什么样子了，多少年的岁月还是个灵魂体，想想都有些惨不忍睹。沈浪心有余悸的说道：呵呵，你逆徒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？假的吧？师尊大人冷笑。闻言，沈浪不满的看他一眼，说道：师尊，你别这么冷血行吗？人家好歹也是你的同门，你这样和那老狗有什么区别？师尊大人呢，什么都好，就是有些任性，还喜欢发脾气。孽徒！师尊大人站起来恼怒道：你竟然还敢说我？本来就是嘛！沈浪下意识的说道。泼妇！什么？狗东西！你说什么？师尊像是没听清楚大人，直接炸了毛，眼看就要动手。沈浪吓了一跳。那个，我说意思是，云瑶他师尊不如你。我操！先稳住他至尊大人，可是真的打不过。哼！顾雨飞冷哼一声，讥笑道：孽徒，你不要太得意，为师要是想拿捏你，还是手到擒来。好好，你厉害，你能把握得住，行了吧？我错了，师尊大人，下回哪也不去了，就在家陪着你。沈浪走过去，换了一副表情，嘻嘻哈哈。女人还是要哄的，没有哄不好的女人，特别是像师尊宝宝这种白的像一张纸，哄一哄就好了。哼，你这孽徒，别以为你能帮我解毒，我就拿你没办法。师尊大人脸上依旧清冷，心里却实很想用。徒儿只会孝敬你，别的可不会，嘿嘿，还给我嬉皮笑脸的。师尊的，我们去后面谈经论道吧。沈浪拉着他的手说道。看他的样子，师尊就气不打一处来，很明白他心里想的，真拿你没办法。走，跟我来。师尊大人嘴上说着，眼中满是渴望，带着孽徒走向后面的闺房。啧，师尊大人身材愈发的好了。沈浪一路上没有任何避讳，赞美道：孽徒，我劝你不要太过分。师尊大人看着几名在干活的仙子，怕他们听到，咬牙切齿地对沈浪说道：呵呵。沈浪看着他眼神躲闪的样子，好笑。宝宝，我的东西做好了吗？哼，做好了，过来拿。来到闺房，师尊宝宝熟练地打了个静止。嘿嘿，日上三竿。顾雨飞闺房，凌乱不堪，师尊大人勾着头，一缕发丝香汗淋漓贴在脸颊上，望着孽徒狼狈的背影，满是幽怨，心里吭吭唧唧地吐槽孽徒那东西竟然是送给自己的，狗东西，毫无人性。房门关上，沈浪脸色苍白，拖着疲惫的身躯骂骂咧咧扶墙走了出来。圣子殿下，你没事吧？鹅蛋脸正在修建灵树，看到沈浪无精打采的样子，走上前问道。没事，没事，你忙你的。沈浪摆摆手，露出礼貌不失尴尬的笑容。师尊大人不讲武德，竟然作弊，大量使用冰灵圣体的灵力，带着寒气，差点没冻死他。不得不说，现在的师尊大人可是厉害的很，前不久给他的根骨丹，他也吃掉了。就在沈浪进入禁地的那几天，顾雨飞终于摸到了至尊境门派，闭关开始突破了，不负众望，终于突破至尊境。现在是至尊境3层，不过在突破的时候，他的道心差点不稳，却没有过得去情节，甚至他都陷入了和沈浪做了一对平凡夫妻，恩恩爱爱过着生活。还好在紧要关头，破宗丹的效果显示出来了，帮助顾雨飞一举突破了。沈浪在听他说完，也是摇摇头苦笑，师尊资质还是太差了，现在的师尊头顶上还是一片绿油油的，不同的是好像更绿了，一直没有升级变成青色。沈浪甚至一度怀疑他这些年在干什么，有没有在努力。紫云峰，沈浪运转了几圈天阳神功，好了许多，不愧是地级至刚至阳的功法，百毒不侵。今天他要来领自己圣子洞府了，昨天宗主大人就告诉他，以后不能再住在茅草屋了，圣子要有自己的府邸，自己的婢女。
这些代表一个宗派实力的形象，不能大意马虎。所以这事就交给后勤部长岳凝霜了。沈浪远远的就看到岳凝霜在等着他。唰，沈浪御剑快速落下，潇洒的落下，黑发如瀑，无风自动，像一个谦谦公子。岳凝霜带着官方的笑容，连步款款的走过来。圣子殿下，他三千青丝高高盘起，一只白玉簪子插在上面，相貌秀丽，一袭素裙，整体显得端庄成熟。沈浪咂咂嘴，好一个御姐！岳封主麻烦了，让你等这么久。客气话还是要说的。岳凝霜轻笑道：圣子客气了，我也是刚到，我这就带圣子去圣子府邸吧。沈浪颔首，那就有劳了。两人刚一离开，身边各个任务堂和百草堂、藏宝阁等等堂口，里面的外面弟子们都纷纷议论开了。我操，这是谁啊？年纪轻轻的，好拽的样子。弟兄，你刚回来不知道，这位就是圣子殿下。圣子？什么时候是？当下就有好几个师兄弟有声有色的说着，因为有的在执行任务，有的在闭死关，所以还是有一小部分人不知道的。圣子好帅啊！每次见他，我都得了心脏病，我好想给他当婢女，反正我这辈子筑基无望了。师姐你就省省吧，圣子大人的婢女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。仙子一脸失落，当婢女都没资格。切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狗屁圣子！特么的，当时我李兄不在，要是再准打得他满地找牙。我操，你找死啊！现在圣子人气很高的，小心执法堂找你麻烦。旁边的师弟一脸小心提醒道，可是已经晚了，大家都是修仙者，到紫云峰领任务的都不是泛泛之辈，在座的人耳朵都是灵的一批。这不就这一会，李雄已经感觉到不下上百道目光透了过来，满是杀意，吓得他浑身一抖，甚至有几个已经紧紧握住了腰间剑，凌厉地盯着他。我操，捅了马蜂窝了！李雄吓得冷汗直流。这其中就有蔡岩和青岩等人，特别是他二人，现在不仅伤势痊愈，而且还功力大增。他们后来才知道，这都是沈浪回春丹的功劳。回春丹还有一个隐藏的功效，只要能救活，必然破后而立。虽然没有跟古丹那么神奇，但是对这些法相境的修士还是好很多的，不仅能疗伤，还能打碎重造，所以回春丹也叫小破后丹。总之一句话，要么就不活，只要救活了你就活了。李雄这回真想给自己2巴掌，这嘴真贱。师兄，这小子敢骂圣子！天机榜第10陈晓目光幽冷看着远处，哼，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。青岩双手抱胸，冷冷看着李雄。蔡岩摸着下巴，沉吟一下，说道：大庭广众之下，咱们要是揍他，会让别人觉得圣子太霸道。几人略微想了下，点点头，觉得有道理。要不通知马龙，让他们行堂的人过来。陈晓又说道：正有此意。哼，扰乱朝纲的事还是交给七长老吧。对，这就叫专业。嘎嘎，几人相视一笑。逍遥峰位置在天云峰的后面，距离大概几百公里。两人御剑飞行速度很快，不一会就到了。这座主峰很大，林树林草长得很茂盛，灵兽也有很多，生态圈保持很好，各种树木几人都抱不住。幸亏这个位面没有伐木工，这么好的环境在蓝星很难见到。沈浪袖子里的2个小家伙探出了头，好奇地打量着四周。顿时整个逍遥峰花虫鸟兽吱吱呀呀乱飞，所有大型灵兽吓得伏地不起，身体发颤。岳凝霜看着这一象，反应过来说道：逍遥峰一直都是给圣子圣女准备的，圣女一直都在外围归，所以也就一直没有人。说完又看看了沈浪的袖口，呵呵，这群灵兽肯定是被圣子的2条青龙吓的。闻言，沈浪拍了拍2个小家伙，说道：不要闹，2条龙还是幼年，听话的又缩到了袖子里面。他们2龙平常是以幼年期体态呈现，其实他们幼年期也没这么小，回宗门时那苍天巨龙才是他们真正的体态。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喜欢趴在沈浪怀里，可能是沈浪吸取了他们父亲的龙血，身体里也有龙气吧，让他们感觉亲切。沈浪看向岳凝霜，疑问道：还有圣女？不过好久都没回来了。2人说着就到了府邸。沈浪简直不要太满意。啧，鎏金的装饰，威严又霸气，洞府里生机勃勃，灵植、陵墓、温泉，应有尽有。房间很多，竟然还分类了好几间，有丹阁、炼气阁、阵法阁。岳凝霜果然是个搞后勤的好手，处处让人满意。岳封主费心了。沈浪拱手感谢道。岳凝霜嘴角含笑，摆摆手说道：圣子殿下大才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然后他又拍拍手，啪啪啪，
沈浪，声音刚落，只见4个婢女走了出来，一个个国色天香，如仙女地凡。这是婢女让沈浪惊讶的是，这几人还是轮海境的，最低的也是轮海境初期，也就2、3层的样子，最高还有轮海后期的，大概7、8层左右。可这还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几人竟然是一母同胞的4胞胎。我草了，岳小姐，你干嘛？你在搞公关吗？你好懂啊！参见圣子殿下。4个婢女齐刷刷地跪在了地上，沈浪袖子一挥，就把几人轻轻扶起了。这几名婢女不仅长相很相似，而且身上散发着不一样的气息，一时沈浪也说不好，总觉得不是寻常家的女子。从岳凝霜的口中得知，她们分别叫清河、知夏、望秋、听雪，言谈举止和气质透着贵气，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一样，深深烙在骨子里。果然，看着沈浪神情的疑惑，岳凝霜心里明白他在想什么，宛然一笑。圣子，是不是觉得他们有些不一样？呵呵，他们4胞胎是凌霄国的4位公主。公主？沈浪心里震惊，这凌霄国还真是下本啊，竟然让自己的公主当婢女。玉凝霜挥手让他们下去帮忙了，几人颔首低着头不敢看沈浪，耳畔红红的下去忙了。北域凌霄国是我们的附属国，世世代代都供奉合欢宗，所以他们每年也会送很多王公贵族的人来合欢宗。呵呵，不过这几位可是货真价实的公主。岳封主，这是他们自愿的。沈浪问道。这点圣子放心。玉凝霜十分肯定的点点头。凌霄国受我们庇护多年，这也算他的一点心意。世俗王朝的女子在这个位面也是受着男尊女卑的影响，公主也成为了政治筹码。沈浪摸着下巴，眼睛锐利，问道：这凌霄国国力应该不是很强吧？这倒是。岳凝霜抿了口茶，点头说道：明白了。沈浪笑而不语，心意是真的，这凌霄国摇摇欲坠应该也是真的。两人又聊了几句，岳凝霜离开，沈浪在自己的洞府里转了一圈，来到自己炼气阁，一挥手拿出了在禁地获取的材料，7阶蛟蟒的眼睛、蛟龙筋、爪子等等全部取了出来。沈浪坐在蒲团上看着眼前的材料，琢磨着要打造什么东西。这蛟龙筋倒是可是做个缚灵角杀锁，看似柔软却坚不可摧，万丈之间束缚敌人，释放蛟龙的毒煞之力，麻痹敌人的经脉，将其牢牢束缚，难以挣脱。这眼睛就做个双瞳追魂镜，不仅可以制造简易的幻境，迷惑对对方，被打上特殊印记的还可以追踪，也是一把利器。还有这爪子，蛟龙丹，尽快炼制吧，我感觉最近我就要突破了。几日后，逍遥峰圣子府邸，上空七彩云彩密集，轰隆隆，天空中发出巨响，仿佛苍穹都在发怒，大地都忍不住站立，伴随着阵阵雷鸣声，急到犹如长龙的雷电劈了下来。4个公主面面相觑，这声音就是自己圣子搞出来。看着炼气阁泛着七彩的炫光，一看就是灵气出世了。羞羞，各个峰的人都纷纷飞出来，不知发生了什么。声音从圣子府邸传出。是的，不像是突破啊，怎么这么大动静？这像是灵气要出世了。天云峰木千里光着脚丫子，阿那多姿地看着远处，这小家伙又在搞什么名堂？去看看吧，好久都没出去了。木千里想了下，撕开虚空钻了进去，缝唰的一下又合上了。青鸾峰，师尊大人正在按着孽徒的要求做着一副猫耳朵和尾巴。这是孽徒搞的动静。放下手中的事，看向窗外，这是灵气要出世了。看着品阶不低，这孽徒恐怕要逆天。逍遥峰上空悬浮着一个青衫素衣的女子，白皙如玉的脖颈上是一张美得过分脸庞，眉是远山寒烟，眼若秋水湖畔，琼鼻挺翘，朱唇小巧。最让人挪不开眼睛是那纤细笔直的身材，腰臀的比例恰到好处，尤其是那一双眸子配着绝美的脸庞，冷艳不失娇贵。这么大动静，木千离蹙蹙眉，看着下面的一片浪迹，一挥手，一个青色的光团展开，紧紧地包住了逍遥峰。洞府里面的沈浪缓缓睁开了眼睛，眸子中显得有些疲惫。缚灵角杀锁，双瞳追魂镜，锁龙套，水灵珠，4个天阶中品灵器，泛着丝丝红光，一看就不是凡品。看着面前的成果，沈浪还是不够满意，6种材料毁了2个，才炼制出4套天阶中品。本来鳞片想做一套甲胄送给云瑶，但是没有做出来，只能送给他别的了。不过丹药炼制了很多，7品回春丹，8品吸髓法骨丹，9品根骨丹，这次一股脑的都炼制了出来。沈浪运转了夏天阳神功，1个时辰后一扫多日的疲惫，他站起身晃晃脖颈，传出噼里啪啦如若爆豆子的声音。好像是宗主大人的气息。
沈浪抬头看看洞顶，站起身掐了个去陈诀，叫来了4位公主，换了身衣服，走了出去洞府外。一棵大树下，宗主大人正闭着眼睛盘坐在大石上。沈浪并不知道他的样子，穆千离平常都是轻纱遮面，除了封主们见过，平常弟子是见不得的。不过今天确实清衣素食，并未带着轻纱，简直发簪插着青丝。沈浪狭长的眸子肆无忌惮地打量着，美，简直是绝美。呵呵，沈浪憨憨一笑，拱拱手说道：“宗主大人来了，怎么不进去？”穆千离美眸瞥了他一眼，这么大动静，我要不守着，这逍遥峰都让雷劈完了。这时沈浪才发现洞府四周一片狼藉，没想到这天阶的灵气会引来天雷。沈浪不好意思的笑笑，走到穆千离身边，像是很随意的顺势挨着他坐了下来。穆千离身子一僵，圣子，沈浪，什么？你能不能不要看得那么猥琐？穆千离无奈道。此刻穆千离就像一颗水蜜桃，低头看不见脚尖。沈浪甚至闻到了自然散发的乳香味，沁人心脾。像他这个境界的修仙之人，其实并不在乎感情，道心不会受到一点影响，可以说是铁石心肠。特别是穆千离这种圣境强者，几千年的道行，修道修的就是无情的道。见他这样说，沈浪也不介意，反问道：“宗主大人，有人追求你吗？”穆千离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有想到他会这样问他。月色朦胧，稀稀疏疏的月光洒在两人的身上，两道影子拉得很长。他歪着头想了一下，神情迷茫。良久，朱唇轻启，没人会追求一个冷冰冰的女孩。再说，在苍玄大陆上有很多宛若星辰的女人，你也不会喜欢将近4000岁的女人吧？说完，穆千离头一歪，投去了询问的目光。沈浪迎着目光说道：“宗主可是想多了，在我们老家可是女大3抱金砖，你都4000岁了，还能多抱一块？哥哥，圣子可是在宽慰我。”宗主大人笑容灿烂，感觉很有意思。身为一宗之主，高高在上，大家见到他都是规规矩矩的讲话，噤若寒蝉，哪里会有人这样和他聊天？一时间感觉很有趣。实话实说而已。沈浪摊摊手，故作无奈。要是在我老家，以宗主的颜值和成就，追你的人能排到法国，而且还不算插队的。法国？那是什么？穆千离饶有兴趣地问道。一个地名，很远的地方，距离能绕苍玄大陆好几圈吧。沈浪比划着。哥哥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？穆千离像是千年寒冰被融化了一样，一双眸子笑成了小耐克。呵呵，女人天生就喜欢别人赞美，特别是这种高高在上的女人，身边的人都对她敬而远之。突然来了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奶狗，说着一些他从未听过的话，做一些他从未敢想的事情，他就觉得很新鲜。有一说一，我可没有这么赞美过一个女人，比如说师尊大人。沈浪一脸板正。哦，穆千离来了兴趣，你觉得我美，还是你的师尊大人美？来了，这是一道送命题。沈浪不慌不忙地拿出一壶美酒，倒了2杯。我不会喝酒。穆千离轻声道，一双青颜的眸子等着他回答。沈浪像是无意地拉过他的手，也不管他愿不愿意，递给他酒杯。家乡的酒，尝一尝吧。手好软，好滑。如果这回穆千离一巴掌拍死他的话，这可能就是他最后脑海中最后一个念头了。穆千离娇躯一震，一种异样的感觉，说不出来是什么，很新鲜。眸子下意识冒出一丝冷意，不过在看到沈浪眼神清澈，忍了忍没有再说。咕咚，沈浪喝了一口酒，狭长的眸子仰望着星空，使者心里慌的一批。沈浪在作死的边缘疯狂的徘徊，缓缓开口：“你比师尊大人美。”顿了顿，又说道：“但是师尊大人在我心里是最美的。”噗嗤，穆千离没忍住笑了出来，上下起伏，忍辱负重。你这小滑头，小小年纪油嘴滑舌。沈浪毫不掩饰说道：“我其实一点都不小啊。”穆千离顺着他的眼光看了过去，顿时脸色绯红，笑骂道：“欠打，都是圣子了，说话还没个边。说真的，穆姐姐，穆姐姐。”他对这个称呼有些新奇。这有什么问题？我是你的小弟弟，你是我的大姐姐，很合理吧？沈浪耸耸肩，抿嘴含笑，好像没毛病。穆千离颔首没有反对，说：“真的，姐姐，我追求你吧，我比较喜欢你这样的大姐姐。”沈浪认真的说道：“哥哥。”穆千离愣一下，笑出了声，喝了一口酒，半开玩笑的说道：“我可是你师尊的师姐，你就不怕你师尊不同意？师尊不同意，那我就说服他。”沈浪咧嘴嬉笑笑，穆千离嘴角含笑，扭头看向沈浪：“圣子，你是在勾搭我吗？”
他并没有因为沈浪的浪荡不羁而生气，相反，穆千离心里还觉得挺有趣的。像她这种年年级的宝藏女孩，已经不会有什么事情会让她有情绪波动了，甚至说很少了。沈浪甜甜的笑道：“姐姐，我是真心实意的，比真金镀针。”试探结束，沈浪松了口气，后背都打湿了，还要慢慢来。对待宗主大人像对待师尊宝宝那样可不行，像他这种未经人事的小白，你要让他尝到甜头，别一下吃完留个钩子，下回他还要。虽然很危险，但是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对于宗主大人的实力，整个天玄大陆都没有几个。沈浪早就想抱他大腿，难道是缠他的身子也不全是？在这个实力为尊的位面，一切都需要背景和实力的，在蓝星好歹有个法律，但是在这死了也就死了，所以没办法，沈浪只能壮着胆子平 A 上去。不过效果还是不错的，像宗主大人这样的人物，北域都屈指可数，平常人看都不敢看他一眼。突然有个狂徒要 A 他，你说新不新鲜？有没有趣？颠覆三观吧。只要他觉得有趣，那么机会就来了，剩下的交给时间沉淀。这大腿沈浪是抱定了，以后在苍玄大陆兴风作浪，随便你摇人。我只说一句，我老婆是女帝，就问你怕不怕，还敢不敢？想想都爽的一批。姐姐，这是我炼制的灵气，都是天阶中品的，你看看需要那个？沈浪一挥手摆了出来4样东西，给我的。他饶有兴趣地指了指自己。虽然宗门底蕴并不能做到人人都是天阶灵气，但是穆千离身为宗主不缺着这些东西，他的灵气就是天阶的。专门给姐姐做的。沈浪一边摆弄着，一边给他介绍着几个灵气的功能。良久，连穆千离深吸口气，不得不承认沈浪在炼气上面的天赋，感叹道：“你真是个天才。”沈浪嘿嘿一笑：“机操而已，选一个吧，就当是送给姐姐的礼物。”看着他貌似真诚的样子，穆千离心里泛起一道波澜。从未有人送给他礼物，几千年都是在修炼的路上，好像是有些不太一样。难怪人家说情到最大的羁绊。想到这，他淡笑的摇摇头：“我这是怎么还能在一个小弟弟这沦陷不成？”他心里思忖。他拿起一双手套，天阶中品锁龙套，洁白如霞的手套，上面镶钻着几颗娇莽的牙齿，泛着丝丝寒意。穆千离套了上去，试了试，很是满意。我喜欢这个手套。2只手相互搓了搓，发出电石火光，在黑夜中很亮，保护得很安全。穆千离一双眸子笑成小月牙，点点头，再一次说道：“果然，在任何位面，女人还是天生倾向于保护措施。姐姐喜欢就好。”沈浪笑笑：“好了，圣子我要回去了，谢谢你的礼物。”看了看天色，穆千离猛地站了起来，一时间波涛汹涌，颠倒乾坤。沈浪狭长的眸子露出一丝笑意，说道：“姐姐，下次还是不要穿这么宽松的道服。”为什么？穆千离正准备转身离去，闻言停下了脚步，下意识地问道。沈浪嘴角泛起一抹弧度，肆无忌惮地盯着他某处。太晃眼，不过也挺美。穆千离低头看了看，明白了过来，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，眉间竟然有一丝娇媚。是不是讨打，还敢调戏我？月色鸟朦胧，佳人沁人心。美。沈浪哈哈一笑，一个行字密消失不见。穆千离笑骂道：“这小东西。”从那天后，穆千离再也没有来过。不过沈浪稳如老狗，温水煮青蛙，这是慢慢煮，这是急不得。不过师尊大人倒是来过一次，茶里茶气的，让沈浪忍不住教训了1日。老实了。这天，沈浪在洞府里修炼，咚咚的敲门声响起。圣子，天云峰传话，让您过去。婢女听雪清脆的嗓音响起。咔的一声，沈浪从里面把门打开，走了出来。听雪面如皎月，一头乌黑的头发垂落于肩，纤细阿娜的身姿透着清新脱俗。圣子，我为你更衣吧。听雪眼睑低垂，耳畔泛红。沈浪点头嗯了一声。听雪脸颊绯红，熟练地帮他整理着衣服，紫红的金丝蟒袍显得沈浪身姿挺拔，无形中透着3分邪气，7分威严。圣子，好了。听雪低着头不敢直视，声如文瑞。家里就麻烦你们几个了。下一秒，沈浪祭出了苍穹重剑，一根黑色的针纱那间变大，破晓而去天云峰。宗主大人宏大的洞府中，10几米高的大门缓缓打开，所有峰主、长老、管事纷纷看向门口。穿着黑色金袍，面如冠玉，目若明星，黑发如瀑，无风自动。圣子来了，上座。众人起身很给面子，尊崇地喊道：“各位前辈。”他拱拱手，嘴角含笑，神情自信且从容，迈着虎步走了进去，依然坐在了穆千离的身边。沈浪见大家面容严谨，气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。这时，穆千离轻咳了几声，
开口道：“想必大家都知道了，王家占领了我们北域一座灵脉。”沈浪听了半天，明白了，总的来说就是王家反了。以前是小动作不断，这次是明着反的，就是冲着合欢宗来的。起因是合欢宗在北域有一处灵脉被王家突然袭击，巧取豪夺了。这座灵脉盛产的就是晶石，这个位面流通的钱等于是经济命脉。只不过沈浪了解，这座灵脉已经开采了多年，产量已经不是很丰富了。王家犯得着这样吗？沈浪问出了自己的疑问，这让大家一时也搞不清楚。关键是这次合欢宗损失惨重，不是弟子全杀，还有一个王境长老陨落了。一个矿山分部而已，放个王境强者已经是顶天了，能杀他的应该是王家家主出手了。一个世家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竟敢如此猖狂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宗主，既然王家不知好歹，绝不放过他。对，抢我合欢宗的东西，简直不知死活。妈的，他们这么明目张胆，是不是有准备啊？有准备又能怎样？难道还能打得过我们？对，绝不能罢休。没错，看着大家同仇敌忾的样子，穆千里也很欣慰。宗门一定要团结，这才是该有的样子。北域这么多势力，很多家族为了能够更好生存，繁衍生息都会依附宗派势力，其中王家就是。唯一不同的是，这个家族在苍玄大陆盘根比较久远，也正是如此，他们觉得又行了，才会这么跳。镇压是一定要镇压，不过镇压到何种尺度，这个需要衡量。宗主大人，一个快挖完的灵脉，为什么王家会不惜翻脸跟我们死磕呢？云瑶有些不明白，这种事情明显不太理智。就是你有多牛逼，也得藏着掖着吧，就这么直接暴露了。图个傻？沈浪眯着眼睛，手掌握着下巴思忖着，貌似有点不对劲。太不对劲。小瑶瑶说的有道理，据说他们在那就一直没有离开，但是也没挖灵脉，不知在搞什么鬼。七长老说道。听七长老这么一说，沈浪心里面有个想法，呵呵，这就说明他们不是为了灵脉，这里面可能有大祸。沈浪10分有9分把握可以肯定。狗东西，怪不得这么拼命的。沈浪当下就把自己心里的判断说了出来。圣子说的有道理，妈的，没想到啊，到底又有什么呢？哎呀，管他呢，听圣子说是就是了。刘雪断然道。看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，穆千离轻纱遮面，葱郁白皙的手指敲打着桌面。突然穆青离扭头问道：沈浪你怎么看？众人也纷纷看向沈浪，想听听圣子怎么说，一个个耳朵竖得很高。沈浪面无表情地站了起来，看了一下众人说道：直接灭了吧。灭了。嘶。众人面面相觑，这位圣子殿下更是杀伐果断，不留一点余地。圣子，王家做的确实不妥，但是也毕竟受宗门蒙荫多年，直接灭门怕是有人非议啊。一位长老站起来说道：是啊，还是让他们主动承认错误，每年的上交的供奉再多出来几成，这样是最好。另一个也附和说道：圣子，你还年轻，有冲劲是对的，等你到我们这个年纪就明白了。小部分人附和着。闻言，云瑶、文泰、顾雨飞、刘雪等一些峰主一阵皱眉。沈浪心里冷笑，这是太久没有战斗了吧，刚才还特么信誓旦旦的拼命呢，现在哪去了？第40章的时候我就说过，挑衅我合欢宗者死。各位。沈浪手掌撑着桌子，身体微微前伸，眼神凌厉地扫过几人。一条不听话狗还留着干什么？宗主，之所以王家这么明目张胆，是因为北域的秘境马上要开了，他们认为我们分不开身。穆千离点点头，这点他也想到了。不过还有一个原因。沈浪直起了身板，自信地说道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王家应该已经找到新主人了。我操！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这一点倒是没想到。穆千离纤眉微蹙，他七窍玲珑，略微思忖下就明白了过来。你王家再牛逼，如果没人给你撑腰，怕是给你10个狗胆，你也不敢吧？我合欢宗沉寂太久了，这一次不仅要打，还要狠狠地打，灭他个干干净净，寸草不生。看以后那个世家还敢给我们放肆。正所谓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，以后看那个狗东西还敢玩阴的。王家这个兔崽子就是下场，一下犯上的毛病不能惯。好，圣子说的太对了，我双手赞成。刘雪直接蹦了出来，他已经决定了要紧紧地抱着圣子的大腿，绝对不撒手。那拈花指他回去练了练，简直不要太好。他已经想好了，反正以后圣子做什么他都无脑同意。他太想进步了，老夫也同意，干他丫的。七长老舔了舔嘴唇，吼道：云瑶媚眼如丝，沈浪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顾雨飞不自然地撅了撅腿，这狗东西挺爷们，将气氛都烘托到这了。穆千里也不再说什么，站了起来，朗声道：
好，3日后直接开战，灭了王家。是。唰的一下，众人齐齐站起身。沈浪，这次你就别去了。穆千离关心地说道。这趟浑水，他是不想让沈浪参与的，万一有什么危险，那就损失大了。这可不是一座小小的灵脉可以弥补的。是啊，圣子，你就在家吧，一个小小的世家，手到擒来。对对。沈浪看看大家，嘴角冷笑，态度坚决。去，我是肯定要去的。这次就由我领队，我要让北域所有人记住，合欢宗惹不得。这，穆千离纠结了，宗主也不必担心，到时候我会保护圣子的。七长老声音嘶哑地说道。好吧，不过我要和后山的几个老祖宗商量一下。他想了下，还是有些不放心地说道。青鸾峰，沈浪跟着师尊大人回到洞府，刚一进去，咔，顾宇飞一挥手就关上了大门。沈浪，你又想干嘛？我操，你不要过来啊！顾宇飞冷着脸望向他。孽徒，你得意吧？提议灭掉王家就算了，你还要领着去？你一个小小的法相境，嘚瑟什么？说完气呼呼的一屁股坐在大座上。刚来要不是看大家气氛都到了，顾宇飞说什么也要不让他去。王家老牌世家，这么多年也有些底蕴，家主是至尊境的，听说他们家的老祖突破圣境了。这看似简单，但绝对会有死伤，谁死顾宇飞都不关心，只要孽徒没事就行。想到这，他眼睑低垂的摸了摸小腹，师尊大人放心，徒儿命硬着呢，人家真要是针对你，一巴掌就能拍死你。顾宇飞看着他嬉皮笑脸的样子，气死了，岂有此理，狗东西还笑得出来。放心吧，徒儿可是有行自秘，他们抓不到我，再说还有七长老他们保护，不用担心。沈浪嘿嘿一笑，边说边爬上了白玉大座。看着孽徒的样子，顾宇飞也是无奈罢了。到时候你跟着我，不许乱跑。想到沈浪的保命手段也不少，心里微微安心，也不能一直把他放在宗门里，总要出来磨练。正想着，师尊大人手里面突然多出一个东西，低头一看，师尊大人愣住了。这是什么？绳子看着不像啊。没错，这就是沈浪前段时间炼制的缚灵绞杀索，用的是7阶妖兽胶蟒的金做的，坚硬无比，天阶中品，困锁灵气，好用的很。沈浪特意留着给顾宇飞的，他身上的甲胄、紫薇软甲，王阶上品，很好了。目前没有找到比这个防护用具更高的了，所以这个缚灵绞杀索特别适合他。师尊大人至尊境3层的实力，加上王阶的紫薇软甲，安全上绝对没问题。宝宝，有个这个绞杀索，打不过就跑。沈浪一脸板正，语气中满是关切。来到这个世界，应该说和师尊大人交情最深，心里面自然不希望他有事。你这孽徒还担心我？哼，给你穿上紫薇软甲。师尊大人心里还是很受用的，说着就要把紫薇软甲脱下来。师尊是在担心徒儿吗？别自作多情了，我是担心你死了没人给我解毒。顾宇飞冷道。嘿嘿，多谢师尊了，来日徒儿一定好好报答师尊。顾宇飞凤眸挑动，真想一巴掌拍死他。这时沈浪的手按住了他，坚定地摇了摇头。我还有一副甲胄，紫薇软甲你穿着。沈浪扒开了身上的青龙鳞甲，透着青色的威压，波光粼粼。顾宇飞见他也有，也就不再坚持，紧紧地握着蛟龙锁。你也要注意安全，雾要拖大。沈浪重重地点点头，起身就往外走去。天色不早了，他还要回去修炼一下。唉，这次没有炼制成傀儡，唉，真是有遗憾。可还没走出门，就听见后面嗨嗨，师尊大人嗓子眼不舒服，孽徒，你还有点正事没干。顾宇飞脸颊一红，低声道：正事没有啊，都说完了呀。沈浪扭头一脸懵逼地看着他，看着这孽徒一脸懵逼，顾宇飞就气不打一处来。狗东西装什么犊子，嗨嗨，明天是1号。1号，沈浪愣了下，没错，1个月一次的解毒，明天又到期了，他忘了。师尊宝宝可是一点都没忘。1日夫700日恩，只能硬着头皮。沈浪一恍然大悟，叹了口气，没办法，再辛苦辛苦吧。师尊待我不错，帮帮他吧，做个好人。看着孽徒一脸不乐意的样子，顾宇飞就恨得牙痒痒。狗东西，你还委屈上了。他不知道自己鼓起了多大的勇气，难道现在本座就这么讨你厌，所以爱会消失对吗？没良心的混蛋。看和师尊大人愤愤的样子，沈浪走上前拦住了他，轻声道：宝宝，天色不早了，谢谢。刚才还在生气的师尊大人瞬间没有了一丝脾气，嗔他一眼，轻声骂道：狗东西。沈浪打了个静止。嘿嘿，3日后，宗门已经全面做好讨伐准备。对于这个老牌世家，
合欢宗还是很重视的，7个黄境强者，2个至尊境全部参战，另外加上了所有的轮海境以上的弟子。本来是可以不让他们参战的，但是七长老说，为了让他们多多历练，能够坚持活下来的弟子，对他们以后的成长有很大的好处，并且为了保证沈浪的安全，穆千里可谓是煞费苦心，不仅派七长老和顾雨飞贴身保护，而且还特意请出了七长老的大师兄，圣境5层强者作为沈浪的护道者。只要王家老祖出手，大师兄会立刻绞杀他。穆千里则留在宗派，防止敌人偷高地。宗门广场，天空悬浮着几十艘灵舟，一众合欢宗的所有封主弟子全部到场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急切的斗志。突然，咻咻，虚空划开，一个头发发白、眼神锐利的老人背着手，脸上带着和煦的笑容走了出来。虽然感觉动作很慢，但是却一个呼吸之间就来到了台上。大师兄，大长老，众人一一打着招呼。大师兄笑着点点头，如果不知道他是个修仙者，还以为是公园的大爷。他走向沈浪，上下打量着，眸子中的金光仿佛把他穿透。沈浪甚至觉得自己无法动弹。强，太强了，呵呵，你就是沈浪，不错。大长老笑着点点头，又宽慰道：有老夫保护你，你放手干。竟然有如此强的护道者，害怕什么？干就是了。沈浪咧嘴一笑，谢大长老，拱拱手说道。这时沈浪神情严肃，剑眉星目，身姿挺拔的缓缓走上台中央，金丝蟒袍划过台阶上的凝血阵纹，激起了稀碎的红光。台下几千名弟子目视着他，穿着整齐绯红色劲装，衣裳上镶着合欢宗的 logo， 无风自动，猎猎作响。10天前，他声音不大，却像淬了冰的钢针，狠狠扎进每个人的心中，连呼吸声都陡然停滞。王家吃里扒外，偷袭了我们灵脉，我们的护脉同门弟子以及长老已经全部陨落。此话一出，如同惊雷一样炸响，台下立刻掀起一阵骚动，弟子们拼射出熊熊怒火。沈浪眼神愈发的凌冽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这血债我们必须血还。下一刻，唰的一声，沈浪拔出了重剑，剑刃直指苍空。踏平王家，血债血还，覆灭，覆灭！几千名弟子齐声呐喊，声音震耳欲聋，仿佛要掀翻整个广场。沈浪看着这一幕，嘴角的冷意愈发浓郁。他猛然一挥剑，剑刃冒着丝丝寒光。传我命令，即刻出发，踏平王家，鸡犬不留，判我合欢宗之死。谨遵圣子令，谨遵圣子令。声音如同战鼓，敲击着每个人的心房。几千名弟子跟随沈浪的脚步，如离弦的箭一般飞出了广场，脚步踏碎了人影，留下了决然和坚定的脚印，飞向了天空中的灵舟苍玄大陆。几十艘灵舟在天空中快速地行进着。哦，细看之下，还有2条巨龙在云层中穿梭，伴着雷声滚滚，发出阵阵的嘶吼声。所过之地的灵兽无不趴地沉浮，陡如筛糠。地上的人看到这一幕，纷纷震撼。这是合欢宗的灵舟，卧槽，这是要干什么？这么大的阵仗，你没听说啊？王家反了，杀了很多合欢宗的人。操，没事吃饱撑的。王家怎么这么大的胆子？谁知道呢？反正他要倒霉了。那个最大的灵舟是谁的？应该是合欢宗圣子的。卧槽，圣子的真大！一群吃瓜群众同情的少，幸灾乐祸的多，七嘴八舌的议论着。天上最中间的豪华灵舟是沈浪的，此刻他正舒服地躺在座椅中。咔，咯吱咯吱，云瑶蹲坐在他跟前，手里拿着灵果，一颗一颗地喂着他，并拿着玉扇轻轻地给他扇着。他一脸心甘情愿，这哪是打架，这特么明明就是度假，简直不要太爽。前世的头等舱也没这服务吧？还是穿越好？沈浪笑眯眯地看着云瑶，问道：不抓紧时间修炼，你要干嘛？云瑶扭着娇躯，娇嗔道：你还说，你都几日没找过我，眉间的幽怨都快溢出来了。原来是这。沈浪最近也确实没有扎过他，原因确实很忙，毕竟是圣子了，日理万机啊。师尊那也看得紧，每次都是日上3竿，沈浪就是铁打的也扛不住了。还有这个爱，这该死的魅力，让我无处安放。沈浪伸出手，把他鬓角的发丝挂上他的耳畔，柔声道：不是忙吗？借口？你想怎样啊？沈浪问道。那还不是听你的。闻言，云瑶嗔他一眼。哦，好吧，嘻嘻，坏蛋，你说的都是真的。这几天宗主大人有派人调查深入一下，那种灵脉不远处绝对有什么宝物，或者说是宝藏。沈浪拍拍云瑶站起来，他要透透气，快让恩死了。
自从上次沈浪提出的疑惑，穆千里也很重视，立即派人又再次打探，终于确定了王家确实发现了好东西，而且应该还不小，不然也不会让他们铤而走险。如果要是有你师姐重生的材料就好了。沈浪认真地说道，这确实是他的一个目的，主要是玉溪天天躲在眼睛里，都让他看完了，似乎有些不妥。刺激倒是挺刺激的，但是沈浪也没这个爱好，他是个正经人。闻言，刚刚站起来的云瑶突然一顿，眼睛雾蒙蒙的，感激地看着沈浪。一时他喉咙发紧，他没想到沈浪一记得的这个事，有时甚至怀疑他都刻意忘记了。就是真的办不到，云瑶也不会怪他，因为有的材料真的很难寻找，甚至还会以身犯险。他真的会吗？此刻再次听沈浪提起，云瑶心里愧疚，想起他怀疑自己夫君，就恨不得给自己2巴掌。他们可是不知道做了多少事的夫妻，熟的不能再熟了。这时沈浪笑笑摆摆手，柔声道，我会尽快让你们姐妹正常的相聚。他只是博爱一些，并不是薄情寡义，不主动，不拒绝，不负责，但不代表不管。我不是渣，我只是想给女人一个家。又3日，北域东部，山川丘陵，高耸入云，少有人迹，是不少散修的人喜欢的地方。越是人迹罕见，越伴随着机遇，比如什么跌落悬崖，山东密宝最大的一处山峰，此刻有不少人头闪现，他们穿着白色的服饰，上面印的还有一个大大王，一个个脸色凝重。山腰间3人并排站着，眼望着远处。家主听说合欢宗已经来了。最左边的一个年龄偏大的人说道。王占天面色平静，但眼中却闪过一丝焦虑，又说道，还没找到吗？位置已经确定了，再有1日就可以了。左边人上前一步，拱手说道，要快。是。等那人转身离开后，最右边的男子站了出来，说道，王家主不必担心，这次我们阴阳宗也来了些人，定然护你们周全。周全？呵，玄机子，要不是老祖说要配合你们，我们怎么会跟合欢宗翻脸？王占天此刻心里满是后悔，也不知老祖抽什么风，非要杀死此处合欢宗的灵脉护卫，帮助阴阳宗寻宝，说是这里有什么大宝藏。别说没有宝藏，就是有，你犯得着这样吗？虽然他也不喜欢合欢宗，但是这半路改头门面，没有什么好处。王占天做都做了，还说这么干什么？放心吧，不会少了你的好处。玄机子故作豪爽的笑笑，眸子中满是坚定好处。你想多了。王占天心里叹了口气，好好的一个家，上了贼船山脚下。沈浪身穿黑色金丝蟒袍，面如冠玉，剑眉星目，嘴角含笑，给人的感觉透着不凡。身后跟着一个老头，几个绝美的女子，还有一些年轻人，一行10几人正要上山。站住，此地为禁地，不可乱来，马上给我滚！这时一个王家的女子把他们拦了下来。女子长相甜美，面如皎月，声音如沐浴春风般，一脸高傲。她是王家的天资娇女，被无数人追捧，看着沈浪嘴角的邪笑，皱皱眉满是厌恶。狗东西，赶快滚，要不然杀你全家！下一刻，沈浪咧嘴一笑，露出森白牙齿，抬手就是一巴掌。砰！那名绝美的女子的脑袋就像一个大西瓜，直接炸开了，空气中弥漫着猩红的味道，粉色的小块撒了一地，无头躯体晃了晃，扑通一下倒在了地上，不停的抽搐，白皙的脖颈呲呲冒血，飙了几10米，染红了一大片，周围王家的护卫都惊呆了，说杀就杀，那可是他们王家的美女，他们的梦想对象啊，就这么杀了，我草了！在王家子弟还在懵逼时，沈浪浑厚威严的声音传来，冲破九霄，响彻每一个角落。合欢宗听令，杀光所有王家人，谨遵圣子令。这时天空中几10艘灵舟慢慢浮现，所有黑影冲上面不断掠下，密密麻麻，踏碎了黑暗中的寂静，喊杀声一片。轰隆！啊！枪挡！不断有嘶吼声传来。怎么回事？王占天抓着一名满脸带血的弟子问道。家主，合欢宗来了，密密麻麻的数都数不清楚。什么？怎么这么快？快去找玄机子，准备迎敌。王占天说完，腾空而起，看着一个各族人倒下，下面喊杀声，尸山火海一片狗日的。合欢宗，我跟你们没完！砰！他抬手一刀，一名合欢宗的弟子应声炸裂，变成粉尘。来吧，我王家和你们拼了！远处的沈浪身边诛仙4剑护在身边，羞羞脚下金色阵纹不断闪烁，强势的在收割人头，杀得很欢。不一会斩了上千人，7长老和顾玉飞把他保护在中间。沈浪周围如修罗战场，心里的血液都在躁动，这简直是个试炼场啊！不如试试苍穹重剑的威力。沈浪嘿嘿一笑，祭出了重剑，剑身慢慢变小，一个呼吸不到就变成了一根针，在黑夜中散着丝丝戾气，泛着黝黑的寒芒。
呼哨沈浪吹起了口哨，众人神色怪异。孽徒，你干什么？顾宇飞冰蓝剑唰的一下砍掉一个王家人的脑袋，看向他。还未等他回答，只见咻咻咻，破空声不断响起，一道道黑影划着 S 形穿梭在王家弟子中，每穿过一人就蹦出一束血剑。啊！一声声哀嚎传出来，纷纷倒下。见鬼了，这是什么？啊！话音刚落，又是一声不甘心。嘶！师尊大人倒吸口气，他眼睛锐利，已经看到这就是变小版的苍穹重剑地级，不断的穿破人的身体。地级兵器恐怖如斯，简直无视防御，就像扎豆腐一样轻松无比。由于这根针还比较小，在这混战中难以发现，简直就是收割利器。群战太实用了。虚空中的大师兄发出咦的一声，低声道：“呵呵，不错的小玩意。”在和欢宗压倒式的打压下，不断的有人倒下去，这一回都死伤近半。王战天显然也发现了这边的情况，再这么下去不用打了，就这几声口哨就结束了。玄机子，你的人呢？王战天怒吼道：“你瞎了？那不都在打吗？”玄机子不满道：“他也没想到合欢宗竟然来这么多人。”王战天顺着目光看去，确实有几人在和流雪、云瑶等宗主战斗，不过这实力怎么看着这么差劲呢？他有所遮掩，带的人也不是宗门的精锐。远处的流雪也不知使用的什么招式，阴阳宗的人一个照面就被他一个拈花指直接把对方头捏爆了。我草了！天阶五界！王战天惊掉了下巴，这么强了吗？不仅是他，玄机子也发现不对劲了，太不对劲！合欢宗这是发财了吗？怎么宗主、长老纷纷都是地阶灵气，就这一会阴阳宗的人基本上死绝了，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我的人都快死完了。王战天着急的是说道。玄机子还不想和合欢宗的人照面，一直低眉垂眼躲在暗处。突然他发现了沈浪正在那凶残的收割，这个狗东西看着就来气。王战天只有把圣子擒住了才能扭转局势。玄机子指了指远处的一个人影，王战天早就发现了他，再也绷不住了，下一秒就冲了上去，赤红的刀刃杀意弥漫，一脸狰狞，一声怒吼：“沈浪，给我死！圣子小心！”七长老心里一惊，向着王战天迎了上去。就在同时，顾宇飞也发现了，急忙回到了沈浪身边，牢牢地护着他。砰！七长老手掌青灵泛着幽光，弥漫着恐怖的威严，一掌拍了上去。王战天脸色一僵，噗，一口老血吐了出去，倒退了几百米，直接砸向了一座山峰。轰！深深地陷了进去，狼烟四起。远处的玄机子目光一凝，脸色尴尬特么的，忘了告诉王战天，文泰现在是至尊境大圆满了。这文泰站在沈浪前方，吓了一跳。我操！我还以为你突破了，叫这么大声，一个小至尊，谁给你的勇气？不知道老子是至尊境大圆满吗？刚才七长老可是把魂都吓没了。王战天的一声怒吼，底气十足，让他下意识怀疑这老小子突破了。哗啦啦，上风的大坑里，一个人影吃力地爬了出来，显得狼狈至极。王战天捂着胸膛，吃惊道：“文泰，你个老不死的进阶了，嘿嘿，管你屌事，你这废物！”文泰挥了挥自己的大手掌，嬉笑道。沈浪紧紧盯着他，沉声道：“七长老，别玩了，杀了他！反派死于话多，这话他可是记得，还是趁你病要你命稳妥一些。”闻言，七长老没有一丝犹豫，脚下划过一声破晓，犹如一束星辰，转眼就到了王战天的眼前。不！王战天瞳孔猛地收缩，强忍着摇摇欲坠的身体，奋起抵挡。轰隆隆，声音惊天动地，响彻九霄。咔嚓，一声闷声，时间静止了，大家都停了下来，纷纷看向两人。只见王战天笔直的胸膛贯穿了两个臂膀，后面的手掌呈龙爪状，一个手掌里还牢牢地抓着心脏，由于速度过快，心脏还扑通扑通地跳动着，发出咚咚的轻声。王战天一脸扭曲，努力地睁开眼，看了七长老一眼，喉咙蠕动一下，声音里夹杂着内脏，沉闷道：“特么的真让坑死了！”脑子中一瞬间像放电影一样回响了他这一声，也算枭雄，一步步走来，落个生死道消。自家老祖真是个坑货，妈的！下一秒，眼前一黑，脑袋直直地垂了下来。唰！七长老碎了一口，抽出了手掌，拍了拍上面的碎肉。沈浪眼中血芒闪烁，看着王战天尸体上冒出一个黑影，没有一丝犹豫，脚下金色阵纹一闪，绕过师尊大人，直接来到了上空。苍穹重剑突然变大，砰的一声拍了上去。啊！王战天魂飞魄散，
直接化成点点星光死了，死的不能再死了。七长老，做干净点。沈浪不满地说道。嘿嘿。七长老这老货尴尬的一笑，大意了。至尊强者躯体受损，灵魂不灭。文泰这货又忘了。这时，王家子弟都愣住了，一脸不可思议。我草了，家主让人被灭了。不知谁惊呼一声，家主死了。此话一出，在人群中炸开了锅，一个个心里如同掉入了冰窖，连脚底板都是冰的。大家一时间慌了神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家主都死了，还拼个屁啊！不约而同地停下了动作。合欢宗的弟子看到这一切，纷纷看向沈浪，看他怎么说。对于现在这种局势，已经没什么好打的了。王家基本已经丧失了抵抗，就像一只任人宰割的小乳鸽。沈浪虚浮于半空，目光幽冷地扫视一眼，全部杀了，一个不留。声音里没有半点温度，凶残无比。王家弟子脸色大变，我操，都这样了还要杀？你他妈有没有人性啊？圣子放了我们吧，这不关我们的事啊。是啊，我们是无辜的。沈浪嗤笑道，只要你是王家人，就不算无辜。从你们王家反叛我们开始，你们的命就注定了。呵呵，你们先走吧，你们的家人老小很快就会来找你们，杀了一个不留。沈浪一挥手，凌冽地喊道，谨遵圣子令。轰隆隆，枪当，下一秒，所有人都冲了上去，刀光剑影，天空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。啊，沈浪草泥马，你个狗东西，真够狠的！妈的，老子做鬼也不放过你！沈浪，你要敢杀我家人，老子诅咒你不得好死！啊！噗嗤，到处是喊骂声、嘶吼声，一个个临死前的不甘，仿佛让沈浪更加兴奋了。合欢宗的弟子杀得更加疯狂了，下手一个比一个狠，犹如屠猪宰狗，没有一个手软的。因为合欢宗在战斗中也有死伤，其中就有他们情深义重的师兄弟，他们还没杀够，都想报仇。刚才他们还很怕沈浪让放过他们，毕竟王家已经缴械投降了。可是圣子大人却没有妇人之见，直接开杀，这简直是太得人心了。修仙界不就这样吗？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谁也别怨谁。爽！一时间残肢断臂满天飞，简直就是一边倒的修罗战场，惨不忍睹。远处，半山腰的一棵大树上，两个身影犹如鬼魅一般，静静看着，没有一丝声音，仿佛融入了黑夜中。两人传音道：古爷爷，我们藏在这里不会被发现吧？夭夭，放心，我是我们魔宗的顶级秘法，圣级强者都不好发现。呼，那就好。你看沈浪那狗东西好无人性，还要杀人家全家。紫夭夭目不转睛地看着，呵呵，这才是该有的样子。这个世道残酷，今天要是合欢宗没落了，相信王家也不会放过他们。古罗莎传音道，心想小祖宗你杀的人也不少，今天还杀了好几个，喂豹子了，这会装圣母了。紫夭夭倒也不是关心这个，他抬头看了看那两只青龙，此刻他们正无聊地舔着爪子，两个龙头亲昵地蹭在一起。他舔舔嘴唇，眼中满是渴望和贪婪。没错，他今天就是来搞龙的。自从上次回去，他就念念不忘，他实在是太想要了，太想要，夜不能寐。本来想着那天和沈浪谈谈，让他一只，不过在评估以后，觉得这个可行性较小，基本没可能。据他观察，沈浪这狗东西绝对不会鸟他，所以今天听说合欢宗要灭了王家，就想着过来找找机会。他们魔宗有一套御兽诀，可以迷惑妖兽，从而驾驭他们。但对青龙这个高档次的圣兽，他心里也没底，不知道可不可行，所以就拉着古罗刹来碰碰运气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脚下的大地都被血染红了，甚至都成了血河，踩上去吱呀吱呀的冒泡。所有灵脉的王家护卫全部杀完，一个不留。沈浪悬停在半空，黑发乱舞，长袍猎猎作响，无风自动。这时师尊大人飞了过来，柔声道，浪儿都杀完了，下一步怎么办？下一步，已看似疲惫的沈浪骤然凌厉，眼神中重新燃起了无尽的杀意，语气森冷地说道，那就去王家吧，说了要灭他满门就要灭，合欢宗说话要算数。闻言，师尊大人耸耸肩，无所谓，反正听孽徒的，他说要干就我就干。七长老面无表情，连连点头，看向合欢宗众人，大手一挥，圣子有令，即刻剿灭王家。是，大家无不遵从，声音撼动天地。王家恐怕做梦都想不到，就因为了虚无缥缈的宝藏，把家族都断送了。不知道王家列祖列宗会不会气得蹦出来。七长老留下了一部分人收拾战场，看护灵脉。
其他的人全部上灵舟，直奔北域东部金陵城。毕竟去城里面有一些普通的凡人，他们突然出现会不方便。王家的有生力量已经没什么了，最多也就是剩一个老祖，所以这些人去足够了。等他们走后，远处的2双眼，4个眼珠子看到这一幕，脸上闪过一丝惊喜。姑爷爷，他们走了。呵呵，还真是天赐良机，要试试吗？不过成功率不会很高，因为他们可是圣兽，你不要乱搞，发现不对劲我们赶快跑。知道知道。紫夭夭眼中满是期待，连连点头。大概半个时辰，金陵城上空，灵舟上，沈浪矗立在灵舟的船头，黑色长发被风吹得乱舞，眸子中如往昔般冷漠。他俯视着下方，下面的大部分普通人已经酣睡，只有星点的灯光在黑夜中像是萤火虫。沈浪看向身边的7长老，一言不发地冲他点点头。后者会意，噌的一下悬浮半空，朗声道：“所有人诛灭王家！”杀！话音刚落，一声声怒吼如同打了兴奋剂，刷刷地飞出了灵舟，身影敏捷如豹，快如光束，划过黑夜的长空，如同黄蜂掠过一般飞驰下去。城墙下，一户看着异常富贵的人家，大院里一个个王家人目视着上空，脸色凝重，整个带淡如临大敌。突然，人群中一个青年手慌了神，手中的灵气咣当掉在了地上，声音在这死寂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。看着天空中一个一个人影飞落直下，密密麻麻，脸色骤然煞白，嘴唇哆嗦地喊：“来，他们来了！”话音刚落，合欢宗的弟子几个呼吸之间就来到面前，每个人眼睛猩红，吼道：“杀！”声音贯彻整个金陵城的角落，一时间嘶吼声、喊杀声不断，王家人老弱妇女都参加了战斗，双方人一眨眼就混合在了一起。轰隆，一个合欢宗弟子直接一刀把一个轮海镜劈成2半，肠子撒了一地。啊！爹！一个年轻的女子怒喝着：“混蛋，拿命来！”可刚想冲上前去，就被刘师兄从后面一剑捅了个透心凉，连哼都没哼出来，就倒下了。刘师兄舔了舔嘴唇，不留痕迹地拿下了他的储物，借他嘿嘿一笑，回去接着赌。由于王家很多弟子都在灵脉处陨落了，家里面都是老弱病残，毫无还手之力。不，放了我们吧！从开始的反抗声，慢慢的变成了声嘶竭力的求饶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王家人见不断的求饶，却没有换来一丝怜悯。此刻也明白了，合欢宗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他们的，索性也就拼了，横竖都是一死。沈浪并没有下去，而是和师尊大人、7长老在灵舟上冷冷地看着这一切，没有一丝同情。大家都不是迂腐之人，如果今天下面是合欢宗，那么下场也是一样的。沈浪就是要杀一儆百，看那个兔崽子还敢玩阴呢。只是到现在王家老祖还没出来，难道作画了3人面面相觑，都看到了各自的疑惑。这时下面一个看似年长的人痛苦喊道：“老祖！”话音刚落，咔嚓，他脑袋就被秦苍峰主拍成了烂西瓜，随之轰隆隆一声巨响。你们真要灭我王家满门吗？一声极度愤怒的吼声传来，一个身形挺拔、相貌有几分和王战天相似的男子踏空而来，头发雪白，眸子中闪着冷芒，本该红润的脸庞却隐约透着死气。啊，是老祖来了！哈哈，合欢宗你们完了，我们老祖出关了，圣境强者！老祖杀了他们！妈的，杀了合欢宗这帮狗，把他们女人拿来当痉挛！一时间，王家人又死灰复燃，看到了希望。这就是人性，你不杀他，他只要有一口气就想杀你。沈浪呵呵轻笑，终于出来了吗？我还以为你要一直当乌龟呢。王家老祖面无表情地看他下面的场景，皱皱眉，没想到这么惨，自己就闭个关，王家就快被灭了。这是你做的？他声音低沉，脸上毫无波澜。灵脉那还有，全部死完了。哦，对了，王战天也死了，魂飞魄散。沈浪随意地说道，就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闻言，他瞳孔骤然一缩，冷声道：“可恶，该死的小辈，你竟然杀了他，那你就偿命吧。”他身形缓缓地走来，看似很慢，却一个呼吸之间陡然来到了沈浪面前，脸上的杀意弥漫。沈浪似乎能感到自己脸上已经有些寒意。沈浪3人发现自己的身体像是灌了铅一样一动不动，好恐怖的空间力量，这就是圣境强者，恐怖如斯。7长老和顾宇飞脸色大变，虽然他们是至尊境，但是面对圣境强者确实没有丝毫反抗之力。去死！王家老者眼神狠厉，一拳轰出，霸道刚猛。
虚空崩灭，星辰摇曳，杀意弥漫，直透人心。七长老惊出一头冷汗，喊道：“大师兄，你再看圣子就没了。”呵呵呵呵，一声犹如弥勒佛般的笑声传来，本是平平无奇的声音里，却透着惊人胆寒的空灵。王家老祖心里一沉，收回了必杀的一拳，闪退了几步，满眼警惕地看向虚空中的老人。他瞳孔猛地一缩，惊奇道：“断水流，你还没死？”语气中满是不可思议。呵呵，你个老家伙都没死，我怎么会死？咦，你突破圣境了？大长老惊讶道，他眼中似乎闪着疑惑，目不转睛地看着王家老祖。不过下一秒，不对，他眼神就释然了，像是想明白了什么，摇摇头，叹息道：“唉，终究是借助外力提升的，你说你又何苦呢？搞成这个样子，哼，嗑药突破也是突破，只要我不死就行。”王家老祖被人看出脸色不太好看，强词夺理：“我们也算老相识了，能活到现在的人不多了，假的真不了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就地作画吧，我答应你，给你王家留一些血脉。”大长老背着手，一脸自信，语气毫无波澜。听到这话的王家老祖脸色明显一变，再也没有刚才的狂傲。“我不在乎血脉，我只想活着。”王家老祖语气中透着一丝妥协。“那不行，你必须死。”大长老摆摆手，直接断然拒绝，抬手指了指沈浪：“因为你的存在已经对那个小家伙构成了威胁。”大长老说的没错，这梁子已经结下了，再留着他已经是个祸害。毕竟沈浪还在成长，没准这老家伙哪天就会下黑手，所以绝不能留着。不得不说，大长老还是很果断的。下面的双方人马已经停止了厮杀，纷纷看向天空。王家人不明白怎么回事，纷纷攥紧了拳头，把老祖当成了救世主。哼，老祖已经出来了。对，像是在谈判，还要谈判就说明何欢宗他们也怕了。嘿嘿，何欢宗不狂了吧？那沈浪早晚有一天咱们也得搞死他。众人眼中满是生的希望。此刻王家老祖脸色阴晴不定，从断水流出来的那一刻，他就知道自己输了。他的圣境确实是靠着阴阳宗提供的药提升的，其实这也没什么，因为嗑药提升修为这也常见，但是关键是这药要定期服用，不然就会打回原形，而且还会损失一定的寿命。他本就是个自私的人，寿命本就不多了，才会义无反顾地走上这条路，不顾卖了整个家族。家族没了就没了，他只要活着依然还可以逍遥自在。那我只能跟你拼了，为我王家出尽最后一丝血。王家老祖想了半天，叹了口气，毅然决然道：“断水流大长老没有嘲笑他，惋惜地说道：好吧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我们换个地方打吧。毕竟圣境强者破坏力太强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圣境强者战斗必须去虚空。我会给你王家留点血脉的，毕竟我们也认识了几千年了。为了表示尊重，我会使出全力的。”断水流大长老注视着他，眼中泛起一丝波澜。唉，又一个自己时代的人要没了，一种油然的寂寞感袭遍全身，让他有些感慨。谢谢。王家老祖拱拱手，脸色从容，连沈浪几人都有些感染了。可下一秒，他们就惊呆了。唰的一下，沈浪三人还没来得及反应，眼前的王家老祖就原地消失了。我操，什么情况？沈浪嘴角抽搐，跑了。顾宇飞、大长老、七长老，不管是天上还是地下，全部一脸懵逼。发生了什么？人呢？跑了？这刚才不是挺有气节的吗？下面不知是谁喊了一句：“卧槽！”哈哈哈，跑了！哈哈，日了狗了，真丢人！这按照套路不是应该打个2、3张吗？这怎么跑了啊？啊呸，真够丢人的！我日啊！哈哈，我去，王家，这就是门老祖。下面合欢宗弟子笑得前仰后合，王家人也是脸红脖子粗的，张了张嘴，无力反驳，确实够丢人的。没想到啊，自家老祖竟然丢下他们跑了，还跑得这么洒脱，没有一丝犹豫。我们不是人呗？我到底是不是人？告诉我！王家人一个个简直气结，竟然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！沈浪眉头微蹙，大长老绝不能让他跑了！卧槽！反应过来的大长老爆了句粗口，一脸不可置信。不过他又非常自信地说道：“放心吧，一个伪圣境跑不了。”说完，给沈浪一个放心的眼神，撕拉划开了虚空，走了进去。沈浪三人相视一眼，都是无语的摇摇头。没想到呀，他竟然强行嗑药提升，怪不得不惜和我们翻脸。顾宇飞撇撇嘴，一脸不屑。他也许很焦虑，毕竟寿元将近，一个努力活着的人，我们应该尊重他。沈浪轻声道：“
他只是想活着，他有什么错？没有错的。如果那天被人搞死了，那就要问问自己到底有没有努力。说的蛮有道理的。师尊大人想了下，点点头。沈浪扭头来看下，见七长老已经下去了，露出了孽徒笑容。宝宝，找个地方开心一下。沈浪抓着他的手，邪魅的笑着。顾雨飞吓了一跳，下意识抽出手，惊呼道：孽徒，你胡说什么？看了下四周无人，松了口气，瞪了他一眼。孽徒，我劝你不要太过分。师尊大人就是嘴硬，以后师尊在上，徒儿在下。滚！这时大长老断水流回来了，手里面提着一个人，走近一看，赫然是王家老祖。此刻他在大师兄手里，弯腰驼背，就像一个煮熟的虾米，毫无生机，死了，死的不能再死了。砰的一声，大长老把他扔在了地上。哼，还是大长老威武，片刻不到就把他拿下了。沈浪竖个大拇指，小小的拍个马屁，哎，他胆小如鼠，还是以前的尿性。圣子，下面的一些没有修为的人就放了他们吧，他们对我们构不成威胁。大长老捋捋胡子，言辞诚恳地说道。沈浪颔首点点头，让他自行处理吧。不过宝库应该全部拿走，这点大长老也认同。突然，沈浪脸色一正，怎么了？顾雨飞蹙眉问道。他扭头看向师尊大人，神情有些古怪。有人拐我龙？灵脉山峰，古爷爷好了吗？紫夭夭舔了舔嘴唇，脸上满是兴奋。古罗刹额头冒出虚汗，脸色苍白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双手结出五星兽诀，银色的光环像是一阵阵音波，向两条龙飞去。两龙也发现了他们的存在，铜铃般的龙眼犹如千年寒冰，紧紧地盯着他们，喘着粗气，冰冷的眸子中满是不屑。就在他们想拐走两龙的同时，沈浪也感应到了。在某种层次上讲，其实他们三人是同一血脉，沈浪身体里一样流淌着龙族的血液，一人两龙在灵魂传音。哦，大哥，紫夭夭在作死。贮藏闷沉的声音响起。紫夭夭，他想干嘛？不知道，感觉像是在用某种御兽诀。御兽诀？妈的，他们想拐走你们。不过他的御兽诀很垃圾，对我们兄妹二人无用。现在已经念经1个时辰了，吵得很。那老东西都快猝死了。沈浪眯着眼睛，摸着下巴，思忖着不如将计就计吧。嘿嘿，喜欢就跟你走，带回家了可别哭。祝仓、祝言，跟他走。龙不是喜欢宝物吗？哼，魔宗可是有不少好东西。大哥，你的意思？搬空魔宗的宝库？嘿嘿，你爹地的御血扳指空间可是大得很，像一个小世界，足够装下了。两龙铜铃般的眼睛猛地一亮。龙天生对宝物喜爱，两龙对视一眼，都看到各自眸子中的狡黠。不行了，我们魔宗的御兽诀好像没什么用啊。古罗刹咬紧牙关吃力地说道。二紫夭夭一脸失望，他太要想要了，近在眼前就拿不走，凭什么沈浪这狗东西就可以就在这时？突然，两条龙脑袋重重地落在地上，眼帘低垂地看着他们。这是成了。看到这一幕的古罗刹兴奋地低声喊道。紫夭夭美眸满是激动，连呼吸都变重了，波涛如怒，上下起伏。两人对视一眼，缓缓地走上前，不过脸上还是满是警惕。走到跟前才发现这条龙多么神圣不可侵犯，千万青色鳞片在黑夜中犹如出鞘神兵，炸起青色光芒，长长的龙须仿佛要滑向苍穹，一双冰冷的眸子半眯着，只不过嘴角露出一抹人性的笑容，似有似无的狡诈。稍纵即逝，古罗刹揉了揉眼睛，像是自己看花了眼。古爷爷怎么了？闻言，古罗刹愣了一下，摇了摇，咽下了心中的疑问。只是感觉这一切太顺利了，他可不认为那狗屁御兽诀就能驯服青龙，简直扯淡。不过看这样子，两条龙确实是臣服了，心里也是有些迷茫。紫夭夭壮着胆子伸出手摸摸了他们的头部，入手坚硬冰凉。啧啧，太棒了，古爷爷成了。紫夭夭神采奕奕。古罗刹看看了周围的巡视的合欢宗弟子，低声道：走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沈浪回来会发疯的。两人翻身跃上龙身，下一秒，两条龙嗷的一声嘶吼，昂首摆尾拔地而起，四脚发力的瞬间，万丈龙身柔入犹如利剑，尾椎一甩便引入了云层。合欢宗的宗主也发现了这一幕，眼尖的竟然看见上面有2个人，我操你们的，是谁？可恶，竟然拐走圣子的龙！卧槽了，那是紫夭夭。什么？另一面，王家此刻除了一些没有修为的人，其他全部剿灭。沈浪几人来到后面的宝库，是时候该收割一波了。王家几千年的底蕴，想必宝库很丰盛吧。一座几10米的黑色大门映入眼帘，上面阵纹浮现，泛起一阵阵波澜。啧啧，
这竟然是7级阵纹，还很棘手啊！七长老一眼就认了出来，大长老几人也是看了出来，竟然是7级阵纹。我们几人联手，最多半个时辰就能打开。师尊大人沉声道：“呵呵。”沈浪不屑的轻笑：“不用那么麻烦，有孽徒在。”说完，沈浪右手掐诀，下一秒就凝聚出一个紫色的阵纹。咦？大长老惊讶道：“竟然是8品破阵纹。”不错，雨飞丫头，你交了个好徒弟啊！言传身教，看来你没少下功夫。闻言，一旁的顾雨飞脸色一红，正想着，只听一声低喝：“给我破！”咔嚓，本来坚不可摧的阵纹，在沈浪的招呼下支离破碎。早就听闻圣子不仅炼丹技术了得，阵纹造诣也是颇深，奴家佩服得紧。刘雪笑眯眯地说道。众人也是纷纷点头。沈浪轻轻地推开了宝库的大门，几人推门而入，一股历史久远的气息扑面而来，里面的天材地宝、灵气、功法密密麻麻，让人眼花缭乱，目不转睛。王家千年底蕴果然是雄厚，这里面的东西大概能达到合欢宗的1/3。大长老几人走了一圈，满意的点点头。这些品阶都不低，王家的好东西果然不少，不说现在是我们的了。哈哈，沈浪几人相视一眼，哈哈大笑。没错没错，大长老笑得无比舒畅开心。这些东西补充给合欢宗，那又是一个质的飞跃，宗门实力大涨。虽然这宝库东西不少，但是沈浪却是看不上。况且绿油油的师尊大人、娇媚的云瑶、刺激的叶佛衣，都可以提供修炼资源，他不缺。说起叶佛衣，也不知道最近他在忙什么，很久没见了。看向一旁无聊的师尊大人，沈浪走了过去，拍了拍他。突如其来的一下，让师尊大人娇躯一颤，柳眉倒竖，看着他。干嘛？沈浪看了一下远处的众人，嘴角邪笑。一路上感谢师尊大人的保护和包容。哼，你死了才好。师尊大人心口不一地说道。师尊大人，徒儿想滚。仙子师尊气得波涛起伏，脸色红晕。沈浪用只有2个人能听见的声音低声道：哼，等坐上灵舟时，师尊大人一定会找我的。你怎么不去死？仙子师尊气的俏脸发红。嘎嘎，沈浪耸耸肩，笑呵呵地离开了。流雪峰主，这些东西都上报宗门吧。沈浪笑呵呵地对着他说道。圣子放心，我马上就开始清点。流雪脸色一喜，恭恭敬敬。要知道这清点物质的可是肥差，随便贪墨一点都够了。圣子大人为什么要交给自己做？那可是绝对信任。流雪激动坏了，这大腿算是抱住了。稳了，稳了。不过这么艰巨的任务，流雪不会贪墨一点，因为圣子大人给予他的已经够多了，心里暗暗发誓，绝对不能对不起圣子的信任。沈浪在宝库里看了一圈，实在没什么好看的，就准备回去了。因为经过这几日和师尊大人的比试，沈浪隐隐要突破了，所以要尽快回去闭关。不过这时有人通报说是在灵脉处发现了处宝藏，这个消息已经证实了，王家确实是发现了什么。几人坐着灵舟又马不停蹄地飞往灵脉，刚落地就有人汇报龙跑了，据说和魔宗有关，有人看见了小魔女紫夭夭。师尊大人恨得牙痒痒，又是这个小蹄子。沈浪神色古怪的点点头。几人在灵脉的山脚下一处非常不显眼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山洞，此刻已经被轰开，不知道被谁打开的，不过却是没人敢进去，毕竟跟好奇心比起来还是命重要。沈浪打开了神瞳，眸子底的紫色一瞬间透射出去，看破虚妄，看穿破绽，识破洞口伪装的能力。几个呼吸后，本来雾气缭绕的山洞慢慢变得清澈起来，紫红的大门呈现出来。卧槽！众人都惊呆了，这是什么神通？竟然这妖牛！虽然大家在青云峰见过沈浪把云溪放出来，但是当时都只是认为一个储存灵魂的神通，没想到还可以看破一切虚妄。大长老第一次见，心中暗暗称奇。师尊大人美眸瞧他一眼，心里哼哼唧唧，满是得意。自家孽徒确实有些本事。好了，我们可以进去了。沈浪招了招手，带着还在惊讶的一行人走了进去。里面是个大大的空间，大长老一挥手点亮了洞穴，突然的一亮让大家有些不适应，闭上了眼睛。待众人睁开后，眼前的一让他们一个个都惊呆了。我操了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整个洞穴里密密麻麻的站着一个人，他们穿着金色甲胄，还有一部分穿着银色甲胄，威风凛凛，一眼望不到边，让人头皮发麻。他们手中握着灵气，斜指地面，面目表情狰狞，紧紧地闭着眼睛，就像一个个沉睡的修士，有点像是前世的兵马俑。这大概有数万傀儡吧。圣子，这到底是什么？
七长老眼神凝重，警惕地看着四周。浪儿，这些人到底是死是活？洞穴里的阴森可怕，让师尊大人声音颤抖，手已经不自觉地拽紧了他。这些应该是傀儡。沈浪倒是脸色兴奋地说道。傀儡众人惊呼，他们当然知道傀儡的等级：地级、天级、地级、玄级、皇级，由高到低。天阶傀儡相当于人类的至尊境，差不多；地级傀儡相当于人类的修炼等级的圣境强者，更是难得。地级傀儡具备一些灵智，不过傀儡炼制的手段过于残忍，最主要的就是修士的躯体，所以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失传了。但是沈浪可非常精通，刚才第一眼就看出来了是傀儡。妈耶，这么多傀儡，要发财了！圣子，这些真的是傀儡？七长老问道。七长老并不是不信沈浪，主要是太久没见过这玩意了。傀儡打起架来不畏生死，很难缠。七长老，这些确实是傀儡，而且个个都是品级不低的傀儡。我观察他们应该保存得非常好，可能还没有损坏。这些银色的是银甲傀儡，相当于人族修士的地煞境。地煞境？大长老他们深吸一口气，看向成千上万的银色傀儡，心里震惊。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沈浪又说道：那些是金色的傀儡，相当于人族修士的天罡境。什么？我尼玛疯了吧？别说这些傀儡了，就是宗派天罡境弟子又有多少？这些还是一些不畏生死的杀戮工具，这要是拉到战场上，那还不无敌了。看着宗人惊讶的表情，沈浪咧嘴一笑，露出森口白牙。不过这些都是我们的了，嘎嘎。哈哈，没错，这要是拿回去，宗门的实力一定大涨。大长老大声笑了起来，开心不已。圣子，这些要怎么启动？七长老问出了大家都关心的话题。是啊，都是死人，拉回去怎么用？浪儿，你可有办法？师尊大人看来心情不错，没有骂他孽徒。这些傀儡还没有激活印记，我现在就把他们激活。沈浪走到这些傀儡中，仔细地观察了一下，只见他们胸前都有一个圆形的印记，巴掌大小。由于岁月很久远，只是被灰尘覆盖。大家帮我护法，我要把他们一个个全部激活，不过时间会很长。沈浪一脸板正，认真地说道。是，谨遵圣子令。众人也恭敬喊道。下一刻，众人四散开来，警惕地看着四周。只见沈浪双手结印，在一个银色傀儡面前画出了一个五角星，散发着金色的光芒，投向傀儡。这个银色傀儡一抖，本来沉睡的眼睛缓缓地睁开了，眸子空洞，没有一丝温度。他缓缓单膝下跪，身上的灰尘刷刷地落下，右手的灵气刺啦一下插入地面，眼睑低垂地喊道：拜见主人。声音机械冰冷嘶哑。起来吧，沈浪命令道。是，主人。那名傀儡竟然真的站了起来，一动不动，不过眼睛还是睁开的。众人扭头看到这一幕，都纷纷好奇。卧槽，真的活过来了！圣子真的太牛逼了吧，这尼玛要逆天啊！云瑶美眸紧紧地盯着自己的男人，双腿下意识并紧，心里已经暗暗下决心，回去了就跟宗主摊牌，要和圣子结道侣。不过令他头疼的是，顾雨飞对自己敌意很大。唉，这时远处的沈浪还在一个一个地解开傀儡的印记，一个两个10个20个，他不辞辛苦地忙碌着。没办法，量太大了，需要一个个激活。如果这些是自己炼制的话，沈浪是可以一键批量激活的，因为在炼制的时候他就会设置一个类似于命令的东西，这个只有自己知道。但是眼前的这些显然不可能，时间太久了，不知道原来的主人用的什么印记，所以没办法批量激活。沈浪只能一个个抹去原来的印记，再植入自己做的印记。当然这就比较消耗灵力，但是也没别的办法。1个时辰后，沈浪额头冒出阵阵虚汗，脸色惨白，体力终于受不了。顾雨飞看到这一幕，飞身过去，关切地说道：浪儿，休息一下，不要拖大。众人看到这一幕，也是无比恭敬地说道：是啊，圣子，休息一下吧，反正已经是合欢宗的囊中之物，不在这一回。这么多宗派高手在此，想必也没什么关系。沈浪脸色苍白地看他们一眼，颔首点头坐下，拿丹药吃了起来。师尊大人手握冰蓝剑，站在他身边。大约1个时辰后，沈浪缓缓地睁开眼睛，眼中神采奕奕，已经恢复到了最佳状态。他又开始一个一个的结印，植入印记，激活，反复重复着这些动作。随着越来越多的傀儡苏醒，洞穴里傀儡的威压愈发的浓郁，成千上万的天罡境和地煞境紧紧地盯着你，就问你怕不怕。3日后，灵脉的山洞中，沈浪终于解锁了全部的傀儡。他脚下金光一闪，行字密运转，
一个闪现来到所有傀儡的面前。此刻他黑发乱舞，漆黑的眸子如往昔般冷漠，目若明星，唇红齿白，黑色金丝蟒袍无风自动，咧咧作响。上万的金甲银甲傀儡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，缓缓跪下，动作出奇的一致，冰冷的吼声响起：“拜见主人！”傀儡的声音不断在洞穴里回荡着，弥漫着滔天的威严，像一根淬了冰的针，深深刺入人的灵魂。沈浪背着手，就像一个君王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朝拜。啧啧，师兄，圣子真是好手段，放眼万古，此等骄子也没几人吧？七长老扭头看向大师兄，满是感叹：“没有，师弟咱们都是几千年的老怪物，见过天骄不少，但是有圣子这样的确实没有。”大师兄微笑着捋着胡子，毫不掩饰语气中的赞赏：“哼，反正此等天骄在我们合欢宗是一大幸事啊。”七长老笑笑，庆幸道：“说的没错。”大长老颔首点头，脸色陡然凌厉，看向洞外一处说道：“那只老鼠也看够了，该解决了。”两人相视一眼，撕开虚空，一前一后进去了。咦，大长老和七长老去干嘛了？云瑶问向师尊大人。哼，我哪知道？师尊大人眼皮都没抬一下。云瑶蹙眉微蹙，心里嘀咕：我去，我招你惹你了？干嘛每次都这样？有大病吧？老娘懒得理你，大概一盏茶的功夫，虚空再一次划开，大长老和七长老走了出来。扑通，一具尸体扔了出来。卧槽，这是阴阳宗的玄机子！一旁的秦苍先是认了出来，喊道：哼，这老狗在这里看了好几天了，我和大长老早就发现了他，刚才在他想跑的时候擒住了。七长老冷冷地看了眼地上的玄机子，此刻他已经气若游丝，快不行了，胸口还有一个深深的窟窿，隐约还可以看见里面的内脏。圣子，这人怎么办？七长老问道。玄机子眼中满是求生欲，似乎看到了希望。他刚才一直看着这位圣子的手段，心里震惊，数以万计的傀儡竟然全部被合欢宗激活了。他要把这个消息带给阴阳宗，可是刚一准备跑路，就被大长老二人抓到。七长老更是狠毒，一巴掌给他来的透心凉。沈浪蹙眉看着玄机子的惨样子，埋怨道：七长老，你下手能不能轻一点？我还想着把他和王家老祖炼制成傀儡呢，这都稀烂了，回去还要修复，多浪费灵药啊！玄机子一听，瞳孔猛地一缩，苍白的脸色顿时变为灰白。沈浪，你个畜生，毫无人性！你要敢炼制我，我大哥不会放过你！他眼神满是恐惧，声音都在颤抖。他死都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傀儡。沈浪咧嘴一笑，笑容里满是邪气。呵呵，你这人真没礼貌！我是让你以另一种方式活着，你不谢谢我就罢了，还骂我！我谢你？妈，狗东西不得好死！老夫做鬼都不会放过你！玄机子像是知道自己求救无望，开始破口大骂。嘻嘻，等你当成傀儡，我把你脱光了扔在阴阳宗大门口，让大家都看看你的丁丁。沈浪嘴角勾起一抹弧度，闻言众人神色怪异。要是这样，玄机子就是死了也不会瞑目。师尊大人心里碎了一口，这逆徒真够坏的。玄机子吓得身体一激灵，颤声道：混蛋，沈浪你敢！你个畜生，不得好死！哎呀，你又骂我！七长老杀了他，灵魂给他囚禁了。嘿嘿，到时候让你看看老子敢不敢！沈浪森冷一笑，话音刚落，七长老就拖着他往里面走去。沈浪，我操你师尊！我操，你他妈还像我师尊！七长老，把他阉了。好嘞！沈浪，你丧心病狂！师尊大人脸色一红，呸，尴尬不已。这老东西还想我的事，老娘可是孽徒的，你不要命了！山洞深处，玄机子凄厉的声音响起，语气中满是怨毒。1分钟后，声音戛然而止。走，我们回宗。是。北域上空的灵舟上站满了金色和银色的傀儡，没办法，太多了，只能这样带回去。这个世界也没有快递。中间最大的那艘灵舟就是沈浪的，此刻他正在打坐修炼，因为刚才他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要突破了，所以跟大师兄和七长老打了声招呼，就抓紧时间闭关。安全问题自然不用考虑，有他们2人护道，不会有问题。这天师尊大人来了好几次，不过在看到沈浪在闭关，也是警惕地看着外面，当起了护法。我感觉这次能突破地煞境，体内的能量似乎快要压不住了。沈浪缓缓地闭上了眼睛，准备一举突破。天空中形成了一个大大漩涡，在灵舟上方盘旋，七彩的光芒慢慢凝聚。看来圣子要突破了，合欢宗的人都纷纷看去。1日后，
沈浪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吐出一口浑浊之气。他晃了晃脖颈，发出噼里啪啦爆豆子的声音。地煞境初期，果然不一样，感觉自己的感官和神识都强了不少。叮，恭喜宿主突破地煞境，奖励大天造化手地级，使用本技能需要仙元值，可改造目标资质，改造过的目标也可奴役或者毁灭彻底吸收。我操，这个就类似于系统的功能改造了，不同的是这个可以针对任何目标，包括男性。咔的一声，沈浪从里面打开了房门，就看见七长老和大长老在外面，和他们说了一声，就让他们回去了。怎么不见师尊大人？沈浪疑惑道。他清楚地记得师尊大人也在帮他护法。这时，咔的一声，后门被推开了，顾雨飞从后门进来。师尊大人，你再怎么从后门进来了？沈浪把门关上，熟练地打了静置，问道：我喜欢走后门，有什么问题？师尊大人不咸不淡地说道。沈浪坏笑道：嘿嘿，没问题，你喜欢就好。顾雨飞看着沈浪的笑容，千媚微蹙，知道他准没好事，也没再问，径直地走向床边，双腿叠在一起，故作清冷的样子，问道：突破了？这要感谢师尊大人，坐而论道。沈浪嬉笑地走到床边，挨着他坐下。啊呸，无耻！师尊大人轻微扭动下，实在是挣脱不开，给他一个白眼。老实点，不许乱动，不许乱动。怎么可能啊？师尊大人只是嘴上说说，身体却很诚实。师尊大人的话不能正着听，要反着听。如果老老实实什么也不做，那师尊大人会不高兴的。师尊，沈浪轻声道：唉，真是个冤家。呵呵，师尊，我困了。顾雨飞叹口气：唉，当真是逆徒。嘿嘿，天哪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北域东郡的王家一夜之间被灭了，恐怖如斯。听说别的世家都在瑟瑟发抖，真是闲得蛋疼。你一个世家没事惹宗门势力干什么？呵呵，听说是合欢宗的圣子带人去的，全给杀了。据说这个圣子杀伐果断，毫无人性，残暴不仁。此刻北域所有势力都在暗自议论。瑶池圣地，哦，有点意思，这沈浪果然够毒的，杀伐果断，一言不合就把王家给灭了。瑶池圣地圣主素心，头发湿漉漉的，正温泉池里泡着，绝美的锁骨若隐若现。站在一旁的白灵儿眼神中充满了兴趣。师尊，听说他还杀了阴阳宗的玄机子，扬言要把他炼制成傀儡。白灵儿穿着一身洁白的纱裙，紫色的胸衣，阿娜多姿的身材被完美的勾勒出来，亭亭玉立，宛如仙女蒂凡。呵呵，不用管，下次再见了沈浪，主动一点，想办法让他听你的。好吧。白灵儿脸颊一红，点点头。剑宗山峰之上，一棵万年大树之下，大长老风无极和于飞相对坐，一老一少剑影交错，混交厮杀。良久，两人华纳混地睁开了眼，风无极露出满意的笑容。不错，你的神剑体质愈发精进了，再沉淀一段时间就可以突破地煞境，这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快。过了一会，于飞忍不住问道：大长老，听说了吗？沈浪把王家灭了，还是满门？敲山震虎，现在世家都在瑟瑟发抖。下次我们要是再见面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修为。于飞脸上期待。瑶光圣地，一处悬崖边站着一男一女，男的是叶小凡，眺望着远处长相绝美的女子，旁边就是他的姐姐叶小青。姐姐，宗门可能要放弃我了。叶小凡嘴里发苦，感受着弟弟的失落，叶小青也是无可奈何。荒古圣体受天道限制，很难突破。不要放弃，这个世界充满了机缘，也许还有机会。叶小青心里叹了口气，安慰道。说完又拿出一个储物袋递给他，这里是一些资源，你拿着用吧。叶小凡看着手里的储物袋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自己这该死的圣体就像一个吞金兽，不仅拖累着自己，也拖累着姐姐。姐姐，你留着用吧，这些对我来说就是杯水车薪。他不是看不上，这些资源对他来说确实是沧海一粟，还不够塞牙缝的，所以不想耽误姐姐修行。有没有这些都一样，没必要。拿着吧，不要婆婆妈妈的。叶小青轻轻推了过去。他已经想好了，如果弟弟真的要是想在修炼路上走下去，他就准备找个有实力有背景的人嫁了。只要他能源源不断的给叶小凡提供修炼资源，做什么他都愿意。不过这个人一定要身份贵重，毕竟他相貌也很出众。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宗派背景，不然很难支撑叶小凡发育。姐，最近听说沈浪这小子挺牛的，一夜之间灭了王家满门。叶小凡咂咂嘴说道。
沈浪，就是那个合欢宗的圣子。叶小青问道。就是合欢宗的太子爷。混沌体质，听说还是9品炼丹师、9品炼气师，等等。反正什么都是9品的。叶小凡一脸羡慕，这些辅助技能要是给他，起码能解决一半的问题。叶小青一脸震惊，竟然有一人会这么多技能的，这还是人吗？假的吧？全是9品的，这岂不是要疯了？如果叶小青看着自己的弟弟，眸子中浮起一丝波澜，心里突然有个想法：如果小凡真的被宗门放弃了，让沈浪扶持自己的弟弟，不知道他愿不愿意？以他的身份，想必不缺修炼资源吧？既然你不缺，就给我弟弟吧，反正你也用不完。他低头看看了自己的海纳百川，还好，一眼看不到脚尖，还不错。放心吧，小凡，姐姐会想尽办法扶持你的。叶小青自信地说道。就这样，修仙界第1伏地魔产生魔宗。宗门的后山上，2条龙面前放了很多灵兽肉，堆成了一座小山。紫夭夭却一脸无奈：古爷爷，他们不吃不喝，也不跟我玩耍，无精打采的，怎么回事啊？这2条龙自从来了，就在后山没出去过，仿佛对什么都不感兴趣。他们正在等一个时机，准备搬空魔宗。这应该是对肉不感兴趣吧？古罗刹一脸不解，他从来都不认为那狗屁御兽诀能玩龙，要不是紫夭夭非得要去，他才不愿去作死。可是事实也确实搞回来了，这让他非常诧异。紫夭夭很喜欢灵宠，看着他们的样子，一脸溺爱地摸摸他们巨大的龙头。你们到底喜欢什么？告诉我，我都给你们搞到。2龙对视一眼，其中祝苍伸出爪子的脚趾，指尖指了指他的储物袋。紫夭夭，古罗刹愣了一下，突然恍然大悟道：我明白了，夭夭，他是想要你的储物袋。储物袋？龙天生喜欢存宝物。古罗刹这个大聪明揪着胡须笑着说道。紫夭夭眼睛一亮，那还不简单，直接带到宝库，让他们自己挑吧。阴阳宗，啪！一个老者拍案而起，眼眶欲裂，怒吼道：沈浪，老夫与你不共戴天！此人就是玄机子的大哥青阳子，阴阳宗的大长老。在玄机子命牌粉碎的那一刻，他就知道了自己的弟弟已经没了。可这还不是最气愤的，就在他还沉浸在悲伤中时，宗主告诉他，沈浪要把他弟弟炼制成傀儡，还要在宗门门口把他脱光了，弹他钉钉。我操！叔叔能忍，婶婶不能忍。他现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要宰了他。狗东西，就让你再多活几天，我就不信你不出合欢宗。青阳子眼中满是怨毒。3日后，青鸾峰，顾雨飞的洞府里，沈浪额头冒着汗，蹲在地上，正在给他捏着脚。2日前，合欢宗一众人回来了，宗主大人早早收到了消息，夹道相迎。所有缴获的宝贝不计其数，刘雪还未回来，在王家清点整理。当穆千离看到数以万计的傀儡时，张大了嘴巴，满脸不可思议。在知道沈浪已经全部把他们解锁后，更是笑眯眯的赞不绝口。最后，宗主大人也是故作大方，分给了沈浪1000傀儡，让他们作为沈浪护卫。这也惹得仙子师尊哼哼唧唧，自己孽徒缴获的，怎么才给我们1000傀儡？其他全没收。不过他的不满直接被穆千离无视。最莫过于尴尬的是，王霸几人虽然没有参与，但是家族被灭，他们也不知道何去何从。但是七长老特意保下了他们的亲属，没有赶尽杀绝，这让他们也松了口气。此刻，师尊大人闲来无事，要求自家孽徒给他捏脚。他没想到捏脚这么舒服，这孽徒没想到活这么好。仙子师尊经过这一番捯饬，身体感觉很是清爽。师尊大人，感觉如何？沈浪笑眯眯地说道。好。仙子师尊淡淡的了一声，心里很满意，脸上还是一副严肃的师尊样子。那就好，师尊要是需要了，尽管找我就是。沈浪淡笑着说道。魏师会再找你。说完，仙子师尊下意识往里挪了挪。狗东西别扯淡了，正事要紧。可是等了半天也不见孽徒过来做，只见沈浪在收拾着东西，准备离开。师尊，流程似乎不太对，这混蛋看样子要跑。师尊的大人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现在沈浪有自己主峰，那么大一座全是自己的洞府，不知道有多豪华。他觉得没什么事，还是待在自己的圣子府邸比较舒服。嗨，孽徒你最近提升的太快了，根基不稳，还需要为师好好指点一下。沈浪，指点一下？你这个指点正经吗？可是我真的想要回去了。师尊大人今日不行，咱们改日吧。徒儿想回去了。仙子师尊肯定没憋什么好屁，留下来必然有事。闻言，顾雨飞一愣，我操，
敢拒绝我，这是明显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开始讨厌自己了，岂有此理！哼，孽徒，你现在越来越放肆。仙子师尊冷哼一声，拿出缚灵绞杀锁，一挥手，沈浪被绑得结结实实。沈浪吓了一跳，气得蹦起来。我操，臭娘们，你还想干嘛？可这缚灵绞杀锁天阶中品灵气，哪能那么容易挣脱？呵呵，孽徒没想到吧，被自己做的灵气困住。仙子师尊看他的被绑的样子，小腿乱蹦，笑得前仰后合。沈浪愤愤地看着他，说道：老子还要回去炼制傀儡，没空陪你。哎呀，还老子？你跟谁老子？反了你了！顾雨飞一招手，缚灵绞杀锁带着沈浪扔到了跟前。嘿嘿，还是为师亲自来吧。你不要过来啊！师尊大人熟练地打了个静止。嘿嘿，孽徒。1日后，逍遥峰，圣子府邸。看着面前的2具傀儡，沈浪满意的点点头。一具是王家老祖的躯壳，一具是玄机子的躯壳，品质还不错。2具傀儡都是天阶，王家老祖的品质略高，这2具傀儡勉强够用了。再加上府邸外的那1000金甲傀儡，用来护道还是不错的。只不过这些傀儡没地方放，出行不太方便，只能等祝仓和祝颜回来了。玉血斑纸在他们那，斑纸里可以储存，里面相当于一个小世界了。话说他们也该回来了，不知道有没有把魔宗搬空，系统总结一下。定，修为地煞境初期，灵气苍穹重剑地级，可变大变小。功法天阳神功地级。技能霸权地级，焚天九剑王级，数字秘3分镜降字秘入门。剑意血路剑意苍冥剑意。特殊技能灭世神童地级，至高秘术，具有勘破虚妄、看穿破绽、识破伪装的能力，分为纵观、入微、芥子、浩瀚4重境界。诛仙剑阵炼制大成，整体攻击力冠绝洪荒，由诛仙剑、戮仙剑、现仙剑、绝仙剑地级组成，天道第一凶器。辅助技能全部10万年经验。傀儡2具天阶傀儡，1000金甲傀儡。提示：仙元值已经足够突破行字秘和数字谜，2选1，是否突破？可以突破了，我去！先是先突破行字秘吧，不论是击杀对方还是不敌逃跑，都是星界比最高的。想到这，沈浪说道：突破降字秘。下一秒，定，行字秘已经突破小有所成，宿主的速度进一步提升，实现较长距离的瞬移。沈浪脚下金光闪烁，身影化为了粒子流冲击而出。片刻后，又唰的一下回来了。突破了小有所成后，速度确实不一样了，比以前更快了。要是碰见师尊大人再想用强的，自己有逃跑的可能。这时，婢女禀报，李浩来了。沈浪走了出去，来到大殿，只见李浩正拘谨地坐在座位上，看见沈浪过来，急忙起身拱拱手。呵呵，自己人，别玩虚的。沈浪摆摆手，笑着说道。李浩悄悄打量了一下沈浪，发现对自己的态度还是和以前那样，心里暗暗松了口气。圣子，这是上次赢的东西，我给你送来了。沈浪接过储物袋，看了一眼，又抛给了他。李浩下意识慌乱接过，错愕。沈浪轻笑道：你和佛一用吧，你也看到了，我这里不缺这些。李浩感动地看沈浪一眼，感觉手里的储物袋好重，这里面的东西不少，可以说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了。沈浪竟然给了自己，他眼睛泛红，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看着他的样子，沈浪笑着示意他坐下，又问道：对了，佛一呢？怎么好久都没见他？闻言，李浩脸色一僵，欲言又止，咬咬牙说道：佛一被他们家族拉走联姻了。什么？逍遥峰圣子府邸。沈浪听了半天，算是听明白了。叶家有一门娃娃亲，这本来是个皆大欢喜的事情，可是因为对方的是个废物，叶家众多娇女都不愿意嫁过去，这就搞得叶家长辈们很尴尬了。双方在上一辈关系还是不错的，所以叶家也不想背负着一个言而无信的名头。这时就有人提出来了，随便找一个叶家的女子嫁过去算了，这个女子要长得甜美，毕竟嫁过去得给对方一个交代。由于众多天之娇女都不去，所以叶福一被幸运的选中了。叶福一他自己愿意吗？沈浪问道。一个废物，估计他也不愿意吧。李浩摇摇头，我没去找过他，但是走的时候他挺不情愿的。一个修仙的仙子，定然是不愿下嫁的。李浩你怎么想？李浩愣了下，苦笑道：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叶家就算再拉姐，我也撼动不了。听他一说，沈浪心里一阵摇头。唉，
李浩人也不错，就是有些懦弱。有人撑腰还行，没人给他撑腰，他就再也硬不起来了。不过这也是修仙界道侣的现状，都是临时夫妻，道侣没了再换就是。大家寿元很长，都不愿付出太多，毕竟命才是自己的。沈浪看着他难受的样子，心里一阵唏嘘，怒发冲冠，估计他也不敢想起那乖巧刺激的小女子。沈浪心里还有些想念，自己的女人怎么能嫁给一个废物呢？虽然自己不会负责的，但是那也不行。沈浪有洁癖，他站了起来，认真的说道：我准备去找他，如果他想过平静的生活就算了，如果他想回来，我就把他带回来。真的。李浩脸色一喜，哽咽的说道：谢圣子。沈浪叫来4胞胎，柔声的说道：去把蔡妍、青妍他们几个叫过来，还有月凝霜封主。几名婢女领命飞了出去。沈浪准备亲自带人去一趟，也不想太声张，如果叶福一真不愿意，就帮他把婚退了。沈浪坐下喝着灵茶，静静的等着。突然他想到了什么，抬起头看向一旁的李浩，下意识问道：这南方的废物不会姓萧吧？圣子你怎么知道？李浩惊讶道：呵呵，我怎么知道特么的？不仅仅我知道，好多人都知道。不过听说这小子最近又开始修炼了。李浩又补充道：好了，10分有9分的把握就是他。正说着，岳凝霜他们几人已经过来。圣子有何吩咐？几人拱手恭敬道。下面站着岳凝霜、蔡妍、青妍、陈晓，大概10几人，天机榜前10全到了。李浩咂咂嘴，心里暗叹：沈师兄厉害啊，一句话就全部叫齐了。看着几人还向自己点点头，打了招呼。这要是放到以前，是他想都不敢想的。大家都看向沈浪，等着他发话。他轻咳2声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快速说了一下。说完，沈浪一挥手，又拿出10几枚根骨丹，丹药刚一出来，一股丹香就飘散出来，整个大殿都充溢着香气。这是根骨丹，想必大家也听说了，我的一点小心意，大家分了吧。根骨丹，几人眼前一亮，知道怎么会不知道？听说顾雨飞就是圣子给他一枚，直接突破了至尊境。这丹药能提升你的根基，对以后的修为境界有着天大的好处。关键是9品丹药啊！我操，说给就给退婚这事，这也不算大事，用得着这样吗？沈浪看到大家的反应，心里很满意。这10几人都是合欢宗年轻一代最强的弟子，想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自己，就一定不要吝啬，直接重拳出击，拿出最好的。9品丹药有价无市的存在，这要是吃下去，改变一下自己根基，那以后就是质的飞跃，可以说是一生受益。这都是沈浪的赐给的机缘恩情，他们不能效忠。再说这些东西还可以炼制，比跟骨丹好的丹药多的是，用不完，根本用不完。圣子，这太贵重了吧？蔡妍看着手中的丹药，眼眶淡红。是啊，圣子，一点小事而已。青妍感慨万千，上次刚吃了圣子的丹，这次又要吃他的丹。上次是7品，这次是9品，心脏都有点受不了了。这还有完没完啊？圣子，这受之有愧啊！其他几人也相继说道：受之有愧，那就对了。沈浪笑笑说道：其实这些丹药本来就是我炼制给你们，前段时间我一直在师尊大人那修炼，没时间。呵呵，你们几个红着眼，这是干什么？还不赶快擦擦，让别人看见笑话。众人相视一眼，各自擦拭了一下眼睛，听到了吗？这是圣子特意给我们炼制的，这恩情太大了，以后修为的每一次提升都给予这枚丹药了。几人心里暗暗发誓，此生一定跟随圣子大人。待几人走后，沈浪留下了月凝霜。圣子大人，这丹药确实太贵重，在合欢宗这么久，也没见谁拿9品丹药随便送人的。沈浪给他安排的任务就是准备一些礼品，贵重一些的，不行的话就从宝库里挑选就可以。婚可以不结，但是彩礼必须要退给人家。所以月凝霜觉得毕竟没有多大事，只是准备一些东西，圣子本来就有权利挑选宗门的积累。况且现在里面堆积的宝物有1/3都是他搞到的，拿着吧，别以为你长得好看就可以不用突破了。沈浪眨眨眼说道。他对月凝霜感官还是不错的，很庄重，很传统的一个女性。闻言，月凝霜清冷的脸颊泛起一丝绯红。圣子可真会聊，我都几千岁的女人了，还聊我？一时间他还有些不知道怎么回答。第2日，合欢宗门外，今天准备出去找叶佛一。沈浪踏剑飞行，远远的就看到宗门口黑压压的一群人。这人怎么这么多？不是说好的就10几个人吗？只见除了蔡妍他们几人，还有上百人，个个修为都很高，至少也是轮海境了。李浩正在清点人数，
当起了管事。我操，你怎么才是筑基就跑来了？李浩拿着一个小本子看向一人，呵呵，浩哥，就让我去吧，给圣子挑个担子啥的，我都能干。那人一副讨好的样子。唉，你这不是添乱吗？你看看后边那些轮海境的都是过来打杂的。卧槽！那人仰天长叹，一脸无语。李浩又走向下一个人。哥，一个长老背着一把铁剑，手里拿着酒葫芦，打了个酒嗝。啊，六长老，你怎么来了？李浩惊讶道。嘘，小声点，老夫出来转转。六长老顶着个酒糟鼻，红着脸说完，又喝了一口酒。李浩，沈浪过来了，问道。李浩，怎么这么多人？看着密密麻麻的一群人，沈浪很是无语，搞得跟抄家一样。等等，那是谁卧日？七长老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只见他裹得严严实实，就露2只眼睛。卧槽，我都这样了，你也能认出来我？沈浪叹了口气，无奈道：拜托七长老，你那双手那么大，谁看不出来？七长老，沈浪又看向一处，一个油头粉面的小子拿着一把扇子，像个小白脸，走过去盯着看了老半天。这谁啊？胸肌怎么这么发达，都快撑破了我草云瑶。你来干嘛？怎么穿成这样？沈浪惊呆了。云瑶把扇子一合，挤眉弄眼，是不是很刺激？沈浪，他扶了一下额头，叹口气，这都是些什么人啊？靠谱吗？这是去退婚，还是去灭门的2个至尊，一个黄境，N 个轮海和地煞境的？这阵仗你确定是去退婚？恐怕对方就是不想退，也得退吧。圣子，出发吧，大家都是想跟着你一起去，敢不敢不走？李浩凑过来说道。好吧，先去吧。沈浪叹口气，挥挥手，大家一起上了灵舟。人多就人多吧，也不想扫了大家的心。什么？带着一帮人去退婚了？仙子师尊听着鹅蛋脸的叙述，一脸懵逼。这狗东西又在搞什么鬼？不行，我要去看看。撕拉，师尊大人破开了虚空，钻了进去。北域南郡上空突然出现了合欢宗的灵舟。卧槽，合欢宗怎么又来我们南郡了？这次又想灭谁啊？怕是有人要倒霉。怎么讲？这艘灵舟是他们圣子的，没准又要干谁呢？到了地方，沈浪飞了下来了。为了不引起恐慌，只带了10几人，其他人都在灵舟上。几人来到叶家门口，李浩挺直了腰杆，拱拱手，麻烦通报一下，就说合欢宗圣子沈浪前来拜访。合欢宗圣子门口2个小厮相视一眼，怎么来我们叶家了？不过也不敢怠慢，就赶快回去禀报了。叶家家主叶舟此刻正在中堂喝着茶，旁边站着叶佛一和他母亲，下方坐着萧家家主和一个老者，还有一个清瘦的青年。中堂外围满了叶家的子弟。这时有人禀告合欢宗来了，还是圣子亲自过来？他来做什么？叶舟疑惑道。他们叶家是瑶光圣地的附属世家，和他们合欢宗没有一点交集。自己家族子弟叶小凡是瑶光圣地的圣子，也从来没有得罪过这位圣子吧？不过叶舟下意识地看看一旁的叶佛一，像是在询问他。父亲，我也不知道。叶佛一想了想说道。叶佛一心里叹息，想必圣子大人也是知道我要结婚，特意过来看自己的。他还以为把自己忘了呢，能来看自己一眼也是知足了。这婚他是真不想结，可还是又没办法。圣子，萧家家主一旁的老者疑惑道。老夫从没有听说过合欢宗有圣子啊，圣女倒是有一个，不过好久都不见了。叶舟，假的，你胡说。合欢宗圣子是沈浪。叶佛一小脸气得通红，哼，老夫就是合欢宗的外门长老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这名长老确实是合欢宗的外门长老，只不过前几日才出关，一出关来到了萧家，做一名外聘的护道者。叶家和萧家这些小世家也并没有参加合欢宗的圣子大典，叶家属于瑶光圣地，就更不会关注了。无论如何先见见吧。叶舟说道。众人也不说什么，毕竟这是你家，你的地盘你做主。不一会，沈浪几人就走了进来。叶舟寒暄几句，客套的让门坐下。沈浪坐下后，七长老他们也隐藏了修为，全部在他后面站成了一排。叶佛一眼睛中满是波澜，看着他。沈浪冲他眨了眨眼，也发现了他，啧啧，这小蹄子愈发的清爽了。叶佛一心里很甜。你要结婚吗？沈浪传音道。我才不想结，嫁给个不喜欢的人，还不如死了。那我帮你退了，我爹不会同意的。叶佛一叹了口气，我有办法，呵呵，放心。不过回去你可要找点刺激的啊。嘻嘻，全听圣子的。叶佛一欣喜道。不知道圣子殿下来我叶家有什么事吗？这时叶舟笑呵呵地问道。无论真假，他都不计较，无所谓。
沈浪看了看对面的清瘦青年，手上戴着那个黑色的戒指，心里就基本上断定就是那小子，里面不会藏个老爷爷吧？特么的，这小子气性大，一会搞不好又要立什么誓言了。合欢宗可不能在他手里没了。沈浪给后面几人传音道：听着，一会只要对面这小子说什么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不要犹豫，直接击杀。杀！是，叶家主，我这次来是帮叶佛一退婚的。沈浪淡淡说道。什么？此话一出，在座的各位都是脸色一僵。卧槽，你小子语出惊人啊！啪一声，萧家家主拍案而起，直接站了起来，怒指着他：你算个什么东西，竟然敢对我萧家的婚事指指点点的？放肆！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，敢这样和圣子说话？身后的云瑶扇子一合，怒斥道：合欢宗圣子，想必是假的吧？呵呵。萧家家主讥笑道：放你妈的屁，信不信老子戳死你？天机榜陈晓拔出了剑，恼火着看着他：黄口小儿，这还不是你合欢宗，这是叶家。萧家家主嘲笑道：小子，你就别装了，老夫就是合欢宗的外门长老，怎么没听说过有圣子？还是滚吧，免得在这丢人。旁边萧家聘请的合欢宗外门长老得意地说道。此话一出，叶佛一心里叹口气，这老东西真是不知死活啊！你他妈才出关几天啊，就敢乱叫？圣子后面的那几位虽然隐藏了修为，但是叶佛一基本上都认识，女扮男装的云瑶、7长老、6长老，还有天机榜的几位尼玛，那个不能撸死你！果然，沈浪眉毛一挑，扭头看询问身后几人：这特么谁啊？这么屌？你可以牛逼，可以狂妄，但是你要说不认识我，那就是大了。几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是耸耸肩。合欢宗的精英都在这，要说他们都不认识，那就只有2个可能，要么这老头是假的，要么就是太没有名气了。都不认识，我草了。沈浪有些懵逼，小子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老夫刚刚突破地煞境，你们赶快滚吧，莫要成了我刀下鬼。老头一脸自信，对于面前这几个筑基期的小子还是手到擒来。见老人稳如磐石，萧家几人愈发得意了，这么狗屁圣子竟然是假的。就是要不是有孙长老在，就让他们混过去了。还是孙长老厉害，合欢宗谁能不知道孙长老？听到身边人的恭维，孙长老坐直了身板，春风得意。尼玛，这波稳了，幸亏今天老夫来了，立了一功，回去了萧家一定会奖励。叶舟很聪明，敏锐地发现了叶佛一和沈浪的眼神，他不是傻逼，还是相信自己的女儿的。假不假的，自己女儿会不知道。至于他们为什么相互之间都不认识，这不在他的考虑范围。反正是萧家的事，跟叶家没有关系。7长老歪着头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孙长老，似乎在哪见过。突然他想了起来，我操，原来是这个废物！我倒是谁呢？原来孙国栋你这废物，草了！你找死吗？谁他妈骂我？听见有人叫自己，孙长老手陡然一抖，可下一秒，7长老快如闪电，啪，一巴掌，孙长老直接被抽飞了。轰！刚一落地，他就哇的吐出2颗牙齿。孙长老，放肆！看到这一幕，萧家人坐不住了。孙长老挣扎的爬起来，刚想还手，当看见来人后，突然脸色一僵。卧日，发现对方竟然是文泰。刚才他还把头包起来，没看清楚，这回露出真面目。七长老，他下意识脱口而出：我以为你真的眼瞎了，狗东西，还不跪下，连圣子都不认识。7长老呵斥道。孙长老吓了一跳，圣子，他艰难地扭过头，看着那个年轻人，我草了，惹了大事了。扑通，他再也不犹豫，直接跪了下来，连连求饶。看到这一幕，萧家人傻眼了。这认识？沈浪扭头问向7长老。是的，这是外门长老孙国栋，修炼废物，一辈也就是地煞境，宗门看他年龄大了，就给他个外门长老，没想到跑这了。想必他应该是闭关错过了圣子大典。7长老一五一十地说道。众人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刚才不认识呢。孙长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萧家家主看着这一幕，忍不住问道。滚蛋，老夫让你害惨了。孙长老后悔死了，要不是强出头，也不会如此。老子花钱供着你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萧家家主脸红脖子粗的。花钱？那怎么了？老夫没给你办事吗？在宗派利益面前，老夫一定会站到合欢宗这。你只能得到我的人，但是却得不到我的心。孙长老梗着脖梗，他大义凛然地说道，听得众人一阵想吐。滚一边吧，圣子还有事情要做。7长老厌恶地踢了他2脚。是，
七长老，您和圣子随意。孙长老低眉垂眼的退了下去。好了，下面说正事。沈浪收回了目光，站了出来。我来就是要把叶佛一带走，还请叶家家主答应。当热，我会做出一些补偿，萧家和叶家都有。一枚破宗丹，一枚回春丹。话音刚落，一片哗然，在场的人都倒吸口凉气，纷纷露出一副贪婪的样子。破宗丹，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丹药，像他们这些小家族，只要有了破宗丹，就可以进一大阶。别小看这一大阶，世俗中普通世家有一个地煞境就很不错了。就像孙长老这样的，在合欢宗他屁都不是，但是来到普通世家却高高在上。虽然他很不要脸的叛变了，但也是得罪不起的。所以像萧家和叶家有一枚破宗丹，整个家族势力就会有质的飞跃。连叶佛一都没想到，圣子竟然拿出这类的丹药，只为了换回自己心里感动的要死了。以后一定加把劲，好好干。李浩也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没想到圣子为了自己这么下本，这以后怎么报答？咕咚，叶舟忍不住咽了一口，眼睛都直了。他猛地站了起来，眸子中满是贪婪。圣子大人，此话当真？沈浪颔首点点头。叶舟看了看萧家，又看看叶佛一，心里权衡了一下，没有丝毫犹豫。我叶家答应了。此话一出，萧家家主气得眼眶欲裂啊，怒指着叶舟。叶舟，你怎么这么无耻，背信弃义，当我萧家好欺负吗？叶舟不以为意的笑笑。萧兄，你我都是家主，应该冷静。婚事固然重要，但是家族的传承更重要。圣子大人只是要叶佛一，我叶家还有很多人，再给令公子许配一个吗？这不一样吗？圣子要就给他嘛，女人不多的是，婚约依然作数，何必呢？叶舟脑子很活，心里暗存。听他一说，萧家家主也冷静了下来。不得不说，叶舟说的还挺有道理，在叶家再挑一个不就行了吗？这也不算退婚啊，况且还能获得一些丹药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至于吗？看着他有些动摇，叶舟笑了笑，继续劝道：萧兄，这就对了，我们是世交，我是向着你的，你心里明白。我保证家族女子随你挑，一定让令公子满意，如何？萧家家主缓缓地坐下，他想明白了，叶舟确实没有骗他，而且还不忘了提醒一下自己，人家还很有诚意，家族女子随便选，这种已经算是好朋友了，自己再不知道怎么选，就太傻了。就在他准备点头答应的时候，一声不和谐的声音传来：我萧火火不同意，老子就知道你会跳出来，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依然的犟，好好活着不好吗？你上一世就被搞得家破人亡知道吗？当年纳兰嫣然那姑娘不错了，人家的退婚口碑很好的，是你狗日你咄咄逼人，死要面子。退婚时人家还给你丹药，一个好学校的进修名额，已经很道德了，你特么还不知足，非要整什么3年之约。你恐怕不知道，在蓝星那个位面，彩礼吓死人，都是几10万的彩礼，并且很多人退婚都是不退钱的，还什么保送名额，想屁吃呢？哪有那么好的事？你小子就是脑子有坑火，不要胡闹。爹知道你心里难受，但是凡事要以大局为重。萧家家主急忙制止他，眼中满是不悦，自己这孩子怎么就这么傻呢？为了一点面子不依不饶，有病吧？女人还不是你想娶几个就娶几个，认死理，傻了吧唧的。爹，我不是为了女人，我为了萧家的面子，就这么被退了婚，让我萧家的面子往哪放？萧火火声音稚嫩，身材消瘦，快被老爷爷吸干了。我操！萧家家主真想一巴掌拍死萧火火，狗屁的萧家面子，人家合欢宗一句话，萧家就没了，咱萧家有啥面子回答？我拜托你别装逼了好吗？我刚才是假装逼，你现在真装逼。你没看着这阵仗合欢宗今日必须要把叶佛一带走吗？怎么这么没有眼力劲呢？你他妈还死磕呢，有病吧？火儿，人家叶家也没有退婚，本来上一代老人承诺时就没有定人，只是说男女必须联姻，所以这也不算没有面子。你叶舟伯父也承诺了，叶家的女子你随便挑，男子汉要拿得起放得下，况且合欢宗圣子人家也给予补偿了，你就不要再闹了。萧家家主冲他眨眨眼，安提醒道：贤侄，我看叶小青那丫头就挺不错的，你也见过，她弟弟是瑶光圣地的圣子，怎么样？你要同意，我做主把她许配给你，另外还可以把你介绍到瑶光圣地。叶舟笑眯眯地说道，他有信心说服萧火火，毕竟叶小青那丫头长得很肥美，绝对好用。周围的人窃窃私语，我操，这条件很丰厚了，要是我就心动了。那是，萧火火也不会拒绝的，妈的这么好的丹药，就是条狗也能提升起来，我都想当狗了。不得不说，已经很给面子了，估计这萧火火不会拒绝。沈浪冷笑，不会拒绝等着吧，这狗东西油盐不进，犟得很。
死犟死犟的。果然，萧火火嗤笑道：“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就要萧家的面子。”此话一出，众人都是暗骂一句犟驴。你一个小屁孩要什么面子？你看你爹眼巴巴的等着破宗丹呢，你个坑爹货！放肆！你还有完没完？萧家家主不耐烦的摆摆手，一锤定音：此事就此作罢，休要再提了。妈的，这逆子跟他妈一个调样，犟得很。老子的大好机缘差点就让他毁了。可是萧火火哪能愿意和欢宗？萧火火声嘶竭力的大喝一声，眼眶欲裂，气得脸色通红。众人被吓了一跳。这小子本来气性就大，已经开始暴走了。沈浪心里暗笑，来了是吧？我早晚要去你们和欢宗挑战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萧火火站得笔直，语气铿锵有力，帅的一批。他觉着波比满分，装出了新高度。他什么都不怕，因为他还有个秘密。徒儿不可放肆。萧火火脑子里突然传出一声嘶哑的声音：怎么了师傅？对方不可得罪，他们隐藏了气息，都是高手。什么？我草了！那……可两人传音还没说完，屋里面就一股股澎湃的气息猛然冒出来了。大家一惊，纷纷看去，只见沈浪后面的站的人，一个个修为暴涨。我草了！轮海境、地煞境，但这才刚刚开始。他惊讶地发现，那小白脸怎么还是黄境强者？至尊境！我草！那老头竟然是至尊境！下一秒，大家拔剑的拔剑，拿刀的拿刀。萧火火还没来得及细想，就听见沙沙沙，除了七长老和云瑶一众人，全部冲向了萧火火。萧家脸色大变，怎么一言不合就出手？看着这阵仗是要搞死自己的儿子啊！这哪还能坐得住？圣子，住手！萧家家主站起身，脸色巨变。沈浪面如沉水，看都不看他一眼。萧火火必须死！轰隆隆，10几人打上去，顿时一声巨响，青石破碎，尘土飞扬。几个呼吸后，竟然没打死。陈浪目光一凝，看来这戒指里的老头救了他。圣子，何故如此？我们都答应了，你还大开杀戒！萧家家主一个闪身挡在萧火火前面，脸色难看。虎毒不嗣子，毕竟是他的儿子，和欢宗要杀他，他怎么同意？呵呵，萧家家主，你再回头看看，那还你的儿子吗？你儿子什么水平，你不知道？沈浪冷笑道：什么水平？对啊，自己儿子还没筑基，这10几人都是高手，最差的也是轮海境，按理说一起出手，自己儿子早死了。可现在怎么好端端的还站在这里呢？不对劲，10分有9分的不对劲。下一刻，只见萧火火披头散发，眼睛赤红一片，叶舟瞳孔猛地收缩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吓了一大跳，太反常了。怎么回事？沈浪嗤笑：你儿子早死了，他被夺舍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萧家家主一脸不可思议。不可能，他的修为一直反反复复，你不奇怪吗？沈浪沉声道，又指向萧火火。他体内的这个老家伙在吸收他的根基，你看儿子这清瘦的样子，跟吸大烟一样，你就不觉得奇怪啊？萧家家主震惊，陷入了沉思，确实很反常。他眼神慢慢的闪过一丝警惕，紧紧的盯着自己的儿子。这时萧火火开口说话了：萧家家主不用担心，老夫名叫丹晨，确实是个灵魂体，至于吸收萧火火根基是不假，不过我会补偿他的。这声音明显不是萧火火的本音。萧家家主再也绷不住了，直接冲了上去：放你妈的屁，还我儿子命来！唉，我真的没有恶意啊。萧火火轻松的躲开了，又恳求道：圣子，退婚的事我们同意了，放过我们如何？放过你？谁他妈放过我？呵呵，萧火火这尿性定然会找我合欢宗寻仇，怎么可能放过你们？圣子，老夫名叫丹晨，我真的没有恶意，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吧。我带着萧火火立刻离开北域，从此以后再也不回来，怎么样？丹晨一边躲闪着攻击，一边说道。他也看出来了，决定权在沈浪手里，这些人都听他的。相信沈浪也看出来自己并没有恶意，只是不明白这圣子为什么对自己敌意这么大，咬着不放。不应该啊！丹晨现在满脑子都是10万个为什么。本来他还想拿出一些丹药、武技什么的交换，但是合欢宗圣子财大气粗，出手都是9品丹药，比自己都牛逼，也就不再好意思再拿出来。但是沈浪坚决地摇摇头：开什么玩笑让你走？那这小子气性大啊，还不疯狂的修炼，搞不好过个几年合欢宗就没了，杀了！沈浪果断道：七长老别看了，今天必须要把他留下来。是，姐，老东西你就留下来吧。七长老阴沉的笑了笑，扑了上去。不得不说，这丹晨战斗力确实可以。
一个打10个，竟然还能稳得住。不过就在七长老和云瑶加入后，他瞬间不敌，仅仅一个照面就被云瑶打得吐血。七长老跟上去补了一掌，噗嗤，萧火火重重地砸在了地上，气若游丝，眼看就不行了。嗨嗨，老夫不明白，明知道我没有恶意，为什么还要杀我？丹晨眼睛里满是不甘，始终疑惑。沈浪还在想怎么解释，这时已经有人帮他圆了。你是个邪恶的灵魂体，霸占我儿子的躯体，还说自己没有恶意，特么的，你还我儿子命来！萧家主气的咬牙切齿，他认为自己的儿子就是被丹晨害死的。哎，罢了，这小子老夫也保护不了你了。丹晨已经看出来了，今天无论自己说什么，对方都要置自己于死地，没得商量了。能怎么办？跑吧，快跑！这萧火火就别要了，再找一个。下一秒，他灵魂出窍，直接冲出了大殿。可就在他快跑出来时，灭世神童开，刹那间紫色光束把他覆盖，丝丝冒的蒸汽啊！丹晨发出一声杀猪般的喊声，声音里满是痛苦。刚刚飞走的灵魂体又重重的落下，扑通一声砸在地上，样子狼狈至极。卧槽，这圣子牛啊！一招就把他擒住了。是啊，本来以为是个绣花枕头呢，没想到人家只是懒得出手而已。这是神童技能啊！神童技能？那是什么？好高大上的样子。叶舟心里震惊，合欢宗的势力不弱啊，随随便便的出来都是黄境和至尊境，特别是这圣子沈浪，好生诡异。一个照面就把这个丹晨拿下来，牛逼，太牛逼了！老夫不明白，不明白啊！丹晨还在摇头不甘，嘶吼着。几个呼吸后，咔嚓，灵魂体化为一粒粒光点，支离破碎。神死道萧！萧家家主虽然死了儿子，不过合欢宗也帮他报了仇，他当然要千恩万谢，还要留几位吃晚饭。沈浪摆手拒绝，这饭怎么吃啊？杀了人家儿子，还留下来吃饭，这也未免太畜生了吧？还是算了，他招了招手。叶佛一眼睛笑成了小月牙，蹦蹦跳跳的跑了过来。要不是李浩在这，估计都要扑到沈浪怀里了。沈浪也没有吝啬，说好的丹药也如数奉上。叶舟笑眯眯的接过，这波他是赚大了。看着自己女儿和沈浪关系不错的样子，心里面高兴一批。他是老狐狸了，看到对狗男女眼含秋波的样子，呵呵，他叶舟心里没点逼数吗？你要说修为不行，他承认，这看人还是没问题的。看着一旁还在感动的痛哭流涕的李浩，心里好笑，小子，这帽子好好戴吧。叶舟很聪明，他就算是知道沈浪和叶佛一有情况，也不会管。为什么要管？在世家女子都是牺牲品，他巴不得他们言谈深交呢。瑶光圣地的圣子和合欢宗的圣子都和他叶家有关系，那他叶家还不横着走？至于是不是奸夫淫妇，一点都不重要，只要他们日久生情，其他不重要，一点都不重要。半日后，北域天空上，一艘灵舟正往合欢宗的方向驶去，大家这会都回去休息了。沈浪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，刚刚坐下没多久，就听见有人敲门。沈浪慢慢的睁开眼睛，嘿嘿一笑，咔的一声，房门从里面打开了。叶佛一俏脸红晕，穿着一身宽大的道袍，俏丽的站在门口，眸子中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。沈浪让过他进来，把门关上。师妹你怎么来了？沈浪笑眯眯的明知故问。圣子，我还是喜欢你叫我师兄。师兄，人家特意过来感谢你的。叶佛一小脸红扑扑的看着沈浪，沈浪轻柔的摸摸他的头，就像摸着一只大金毛，和煦笑笑。谢什么？我是你师兄，现在还是圣子，以后没人敢欺负你，只要你不想做的事都可以不用做，谁来了也不好使，我说的。语气中满是霸道。叶佛一心里暖暖的，虽然他也知道沈浪不会给他什么，但是有他保护这就够了，还奢望什么呢？修仙界多少海枯石烂的誓言，最后不都是背后捅刀子，还没这样子来的实在呢。其实在叶家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认命了，准备好一辈子就在普通世家做一个贤妻良母了。真的没想到沈浪会来找他，他还是想做沈浪身边那个会玩刺激的小福衣。他知道自己贤妻良母做不来，做个小女人还是可以的。嘻嘻，师兄我想你了。师妹，他摇头苦笑。叶佛一笑嘻嘻，妩媚的嗔他一眼。师兄咱们进去吧。嘿嘿，好。这叶佛一不会是穿越过来吧？他怎么会做比基尼的？还做得这么好，衬托出他完美的身材，真的美得不可方物。师妹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沈浪惊喜道。叶佛一真的好乖啊，怪不得穿这么大的道袍，本来还有些奇怪，现在明白了。嘻嘻，我在一本书上学的，喜欢吗师兄？叶佛一像个小精灵一样调皮的眨眨眼，他喜欢做衣服，和师尊宝宝有着一点区别，可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我草了，
这破宗丹用的不亏，佛医是会玩的，嗨嗨。这个师妹，你真是太贴心了。沈浪轻咳2声，掩饰一下尴尬。傻样，还等什么？叶佛一嗔他一眼，脸色绯红，娇媚动人，紧紧拽着自己的衣角，鼓起勇气说道。沈浪嘿嘿一笑，向他走过来。2个时辰后，叶佛一躺在榻上，乌黑的发丝根根透亮，紧紧地贴在耳畔。他眼神既嗔又媚，目不转睛地看着站在窗边的沈浪。只见他唇红齿白，眸子如皓月，精壮的肌肉，视觉冲击感很强，简直帅得一塌糊涂。叶佛一下意识地扭动下，缓缓起身走到他身后，紧紧地抱着沈浪。怎么不多休息会？沈浪看着林州外的风景，头也没回地问道。你在我就睡不着。叶佛一附在他后背上说道。呵呵，那我走。沈浪打趣道。师兄才不舍得呢。嘻嘻，对吧，师兄？叶佛一笑眯眯，晃着他的臂膀撒娇。2人既然日日相处，叶佛一有了一丝感情。在沈浪过来带他走的时候，他心里更加坚信了，他心里有自己的，只要沈浪在乎自己，叶佛一心里就很满意了。沈浪捏着他下巴，轻笑道：粘人的小妖精，就你会的多。师兄，我会的只找你，没有让李浩碰过，我这辈子只认准你。叶佛一说得很认真，也说的是事实。他和李浩只是道侣，修的是功法，并没有做到采补这个地步。如果哪天李浩要求，叶佛一会毫不犹豫的合理。沈浪颔首点头，突然看着叶佛一现在的样子，眼神有些呆滞。看傻了。叶佛一娇滴滴的甜道：师兄，在自己屋里还忍着干嘛？有道理。嘿嘿，师妹言之有理。这时咚咚的敲门声响起来。圣子，我是李浩啊，佛一在你这里吗？沈浪，我草了。堵门口了。沈浪低头看看叶佛一，询问的眼神看着他。你男人来了。只见他柳眉倒竖，嘟着嘴，一脸不满，大喝道：要死啊！师兄在练功呢，明天还要上班呢，要是走火入魔了，有你好看啊！李浩吓了一跳，差点闯下大祸。这要是真的走火入魔，和欢宗还不扒了他的皮那个。师妹，我没事，你们继续吧，我等一下。李浩说完，又一屁股坐在蒲团上，在门口打坐。沈浪笑笑，温柔地摸摸他的头，给他竖个大拇指。叶佛一得意地仰头一笑，眼珠子转转，轻声道：师兄，我们去门口。什么？沈浪瞪大了眼睛。不是，师妹要不要这样？他就在外面，你没搞清楚状况吧？每次都搞得跟偷似的，屋里这么宽敞，你偏要去门口干嘛？还距离他这么近干什么？要不要这么拼命啊？看着沈浪的局促无措，叶佛一露出2颗小虎牙，玩味道：嘻嘻，师兄，你偷人家道侣的胆子跑哪了？吃都吃了，还在装，嘻嘻。今天的李浩修炼格外用功，沈浪帮他把叶佛一接了回来，这是天大的恩情。本来他都不再奢望了，毕竟这样的事不是他一个小弟子能处理的，甚至他都已经做好换道侣的准备了。可是他确实没料到沈浪会这么爽快的帮他，还拿出了那么多高品阶的丹药，只为了成全他们2个。有那个宗派的圣子会这么兴师动众的帮助一个小弟子？没有吧？还是圣子大人接地气，对自己好啊，自己都觉得受之有愧。所以他要加把劲修炼，以后要报答圣子的大恩大德，只有这样他心里才会好受点。好人啊，真想跟圣子大人说一句谢谢啊，可又感觉有点俗气，人家帮自己难道就为了一句谢谢？那到底为什么呢？李浩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。终于他灵机一闪，被他想到了什么。说到底，师兄还是欣赏我，图我这个人，不然为什么那么多师兄弟偏偏对我好？不错了，必然是这样，想我李浩还是挺有人格魅力的。李浩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，被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。这该死的魅力无处安放。什么声音？这时一声声怪异的声音传出来，被他很敏锐地捕捉到了，都是修仙者听力很好的。李浩眉头紧蹙，听了半天明白了过来，感叹道：唉，没想到圣子真够卖力的，修炼真刻苦，我也要加把劲了。说完他又开始闭目打坐。日上3竿，咔的一声，叶佛一神色平静，脸色绯红的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师妹。见他出来，李浩拍了拍道袍，急忙的站了起来。走吧，以后不要打扰沈师兄修炼，大呼小叫的干嘛？2人边走边说，叶佛一走路有些不自然。这次怪我了，我哪知道沈师兄在练功啊？不过话说回来，沈师兄真是刻苦，连我都摇头，真不知道的练的什么功法，用那么大劲，那吼声，还有，李浩跟在叶佛一后面喋喋不休。李浩有话说，各位师兄，没让你失望吧？为了你们我道侣，
嗨，觉得好看就打个5星好评吧，谢谢了。咱说到做到，兄弟们，我也是拼了，5星好评一波吧。青鸾峰，顾雨飞趋近幽深的洞府中，嗖哒，咔，咯吱咯吱。师尊大人斜躺在大座上，白皙的脖颈上是一张绝美的脸庞，光着洁白如玉的脚丫子，调皮的晃荡着，像一个瓷娃娃。一颗颗酸梅子扔向空中，迅速的接在嘴里，嘴上功夫愈发的娴熟，好吃。嘴角露出小耐克，发出轻轻的咀嚼声，含糊不清的抱怨着：“哼，该死的孽徒竟然跑去退婚，狗东西，肯定是让那小狐狸精勾了魂，竟能这般上心。”师尊大人扭了扭臀坐起来，咬牙切齿。这段时间，师尊宝宝一直在自己的洞府，突然没有了孽徒，心里感觉空落落的。时间长了就坐不住了，每天都会让鹅蛋脸去打听下孽徒的消息。峰主，峰主，听说圣子回来了。正想着事，鹅蛋脸一路小跑，气喘吁吁的过来禀告。闻言，师尊大人来脸上一喜，下意识的要下来，发现自己有些太心急了，又坐了回去，随即又恢复清冷的样子，轻咳2声，语气不咸不淡的说道：“知道了，下去吧。”鹅蛋脸，我草了，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不是你天天急不可耐的要我一天一打听的吗？你神经病啊！这圣子回来了就这反应，我去耍我呢？鹅蛋脸心里不满，正准备走，像是又想起了什么。还有，就是你侄子也来了。侄子？顾雨飞疑惑地看着他问道。他来做什么？鹅蛋脸，这话问的，感觉我知道一样。你家的人，我哪知道？还没回答，就听身后传来一声瓮声瓮气。姑姑，一个200多斤的胖子迈着外八字走了进来，身上的道袍撑得浑圆，像一个大皮球。唉，顾雨飞看着一阵皱眉，明儿有事吗？呼，爬上来累死了。明儿弯下腰，累得气喘吁吁，摆摆手说道：“姑姑，听说圣子是个9品炼丹师，你跟他说下，给我炼制一枚根骨丹，我要努力修炼。另外，我还需要美颜丹、减肥丹、破宗丹。”明儿语气断断续续，一下子说出了10几种丹药，条件是要求必须9品。什么？顾雨飞一脸无语，你搞批发呢？以为卖白菜吗？还他妈全是9品，你咋不上天呢？没有。顾雨飞连想都没想，断然拒绝。怎么可能？沈浪不是你的好徒弟吗？明儿一脸不相信，嘟囔着：“都是一个窝里出来的，他能不听你的？”啊呸！什么一个窝里出来了，竟在那胡说八道！师尊大人脸色一红，心里嘀咕：“呵呵，我能管他明儿？你不知道吧？这孽徒要逆天了，姑姑可管不住他。我听他的还差不多。”大殿之中，顾雨飞整了整自己洁白纱裙，一双美眸无奈地看着下方的侄儿：“明儿，不是姑姑不帮你，你这要的也太多了点。你当9品丹药都是烂大街的，就算我是他的师尊，我也不好意思向他开口要这么多啊。”他话音刚落，就听扑通一声，明儿竟然坐在地上，撒泼，小腿乱蹬。姑姑，我才不管，今天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就不走了。顾雨飞看着他的异样，心烦意乱地扶着额头。唉，这个傻侄儿。这时他一抬头，注意到沈浪的到来。宝宝，我回来，嘎嘎，想老公。师尊大人眼神想杀人。沈浪话还没说完，脸颊一抽，就看到地上坐着一个大胖子。你狗东西，乱叫什么？师尊大人眼角狂跳，咬牙切齿，娇躯狂震。什么老公？没看见这有个人吗？沈浪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明儿含泪抱住了他的大腿。卧槽，什么情况？沈浪额头冒出阵阵黑线。你这是干啥？腿好像被灌了铅一样，动弹不得。嗨嗨，明儿你抱着姑父。察觉到仙子师尊的喷火的目光，嗨嗨，我的腿干嘛？我草了，孽徒真是越来越放肆了。唉，我这辈子得毁在他手里，可我又能把他怎么样呢？仙子师尊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他能不找我，就算他够小了。师尊大人回过味来，眼神狠狠地瞪着沈浪这只孽徒。至于那句姑父，被他自动屏蔽了。狗东西，这2个字是你能喊出来的吗？他恨得牙痒痒。沈浪直接无视他的警告，又问道：“明儿，你到底要干嘛？”我要……他哭哭啼啼把事情说完。简单点说，就是他想泡仙子，但是实力形象都太差，不得已要改观一下。听完他说的是，沈浪笑笑：“呵呵，小事。”闻言，明儿脸色一喜，胡乱地擦了擦脸上的泪水和鼻涕，爬了起来。沈浪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。沈浪一脸认真。我们可是一家人，
你是师尊大人的侄儿，也是我沈浪的。嗨嗨，似乎察觉到师尊想刀人的目光，亲朋好友。对，咱们才是一家人。你在姑姑洞府里进进出出，很熟的，你们交情很深。女儿点点肥硕的脑袋，感动得一塌糊涂。沈浪翻了翻自己的储物戒，拿出了几枚丹药，递给他。现在只有这么多了，不过也够你用了。减肥丹和美颜丹那玩意没有，这环的靠你自己。女儿郑重地接过，一想到他很快就可以逆袭了，眼神感激地看着沈浪，谢谢。他嘴角都开始哆嗦了。好了，回去吧，姑姑和你姑父。嗨，和沈浪还有正事要办。仙子师尊吓了一跳，说顺嘴了，轻咳2声，掩饰尴尬。我那就先走了。说完，明儿就准备告辞。今天真是遇见好人了，没想到沈浪对自己这么好，果然是个孝敬的好徒儿。哼，刚才姑姑还说不行，还亲姑姑呢。啊呸！要不是自己争取，今天什么也搞不到。你看看人家沈浪多接地气，这胸襟，这气度，大气。姑姑就是小家子气。他越想越生气，不满地说道。临走前我也说一句，沈浪，师尊。哼，圣子殿下摊上这么个师尊，也白下你这个人了。师尊额头冒出阵阵黑线，你压得狼心狗肺啊！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谢谢啊。他还不满地看了一眼仙子师尊，大步走了。我草了，这小子！仙子师尊脸都气歪了，没一个好东西。正事要办，你这个正经吗？沈浪看着仙子师尊的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心里好笑，被自己的好侄儿鄙视了。嘎嘎，孽徒，你很得意吧？师尊大人语气冰冷，脸不是脸，鼻子不是鼻子的。他端着架子，像一个高高在上的仙子。看你说的，那可是咱侄儿，他找到我能不管吗？沈浪一脸板正。咱侄儿？仙子师尊眼角狂跳，你乱叫什么？什么？叫？咱们得侄儿？你还要不要脸？师尊大人听到这，差点没一口气背过去。自己家人，一家人还生分什么？去死逆徒！谁跟你是一家人？师尊大人气得要死，这狗东西油盐不进，叫好哥哥，滚！仙子师尊强忍着一巴掌拍死他的冲动，这孽徒现在是彻底管不住了，简直毫无人性。沈浪无视他的癫狂，嘿嘿一笑，走到白玉座挨着他坐下，嘴角情笑，上打量着他，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好久。啧啧，师尊大人胖了不少啊。沈浪紧紧挨着他，轻声说道。师尊大人脸颊一红，一颗心不争气的心快速跳动。狗东西，你一回来就欺负我，我真是恨透了你。嘻嘻，什么欺负？这是爱你。来，让徒儿滚！我讨厌你。仙子师尊嘴上说着讨厌，可身体却一动不动，口是心非。沈浪熟练地打了个静止，嘿嘿一笑。你这孽徒！师尊大人一脸羞怒，轻微反抗。明白。半日后，青鸾峰师尊大人的闺房中，沈浪坐在蒲团上。没错，他突破了。就在刚才关键时刻，突然感觉到自己瓶颈出现了松动，不得不悬崖勒马，终止战斗。仙子师尊在一旁帮他护法，眼神有关爱，有恨意，还有无奈，反正很复杂。关爱是毕竟是自己的徒儿，恨意是被自己的徒儿给，无时无刻不盼着他死无奈的事。都已经这样了，还能怎么办？难道真的让他死了？想到这，他看向自己光滑的小腹，唉，心里一阵叹息。这该死的孽徒，挨千刀的自己被他吃得死死的。每次本座嘴上说不要，可这心里顾雨飞啊。顾雨飞，你真不争气？你不是合欢宗有名的清冷仙子吗？现在就像一只温顺的金毛，变得连自己都不认识你了，怎么就那么下贱？和自己的徒儿，可自己需要解毒啊！不解毒行不行？不解毒，你养我啊！仙子师尊脑海中正在天人交战。罢了，便宜这狗东西了，好地方让这混蛋玩了个遍都这样了，还想这些干什么？都说修仙者怀孕几率很低，比晋升准帝的几率都低，这狗东西没想到这么强，竟然就中了。他一双美眸看着面前的这个男人，心里满是复杂，真想一剑捅死他，这是一了百了算了。可是这要杀了他，可这心里怎么还有些舍不得？虽然恨死了他，但是仙子师尊还是神色警惕地帮他护道。不一会儿，轰！沈浪突破了，必煞境中期。叮！恭喜宿主突破，本次突破奖励仙元值，可用于升级技能或者改造目标。改造目标也不错。自从上次获得造化手，还没有研究过，更没有试过。造化手比较粗暴，简单点说就是花费一定仙元值改造目标，目标的修为越高，改造需要的仙元值越庞大。如果自己想，还可以奴役目标。
不过以现在沈浪的修为，最多只能改造一个名额。看了看一旁的犹如瓷娃娃的仙子师尊，沈浪摇了摇头。师尊大人修为也不错，另外他脑门上的绿色现在也变成了淡青色。在自己日复一日的修炼中，他的资质也慢慢变得越来越好了，没有必要再改造他，经常日日相伴就行了。不过如果能改造一名圣境强者就好了。沈浪眯着眼睛摩擦着下巴，刚才被他看了一眼，师尊吓了一跳，眼神警惕，这狗东西又在打他的主意。系统看一下面板，定修为地煞境中期，灵气苍穹重剑地级，可变大变小，功法天阳神功地级，技能霸权地级，焚天九剑王级，数自秘三分镜，行自秘小有成就，剑意血路剑意苍冥剑意，特殊技能灭世神童地级至高秘术，具有勘破虚妄看穿破绽识破伪装的能力，分为纵观入微芥子浩瀚四重境界。诛仙剑阵炼制大成，整体攻击力冠绝洪荒，由诛仙剑陆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地级组成天道第一凶器。辅助技能全部10万年经验，奖励大天造化手地级，需要仙元值，可改造目标资质，改造过的目标也可奴役或则毁灭彻底吸收。傀儡2具天阶傀儡，1000金甲傀儡。物品半字金杯青龙鳞甲浴血扳指。嘎嘎还行。聂图你有在笑什么？看着他样子，沈浪玩味道，真好看。滚！沈浪不理会他的怒火，嬉皮赖脸的拉起他的手，递给他一张图纸，还有灵兽魔蜘蛛吐的丝。顾雨飞，这是什么？哼，这是一张图纸，你照着上面的样式做出来，下回用。用。神尊大人下意识地想到了什么。呀呀呀呀！这狗东西又在折磨我。混蛋！我不要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现在师尊嫌弃地扔到一边。宝宝，听话。沈浪脸色一板，你休想，我再也不做了。仙子师尊拽紧了手，紧咬贝齿。沈浪嘿嘿一笑，哎呀，滚！青鸾风，日上三竿。沈浪运转一圈天阳神功，几个呼吸后，他轻吐一口浑浊之气，感觉好了很多。一扫疲惫，他嘴角露出一抹坏笑。聂图，你太过分了。顾雨飞头羞怒，想起昨天的事，仙子师尊心里愤愤，这聂图完全是在欺负自己。啊呸！混蛋，简直就是一个毫无怜悯之心渣男，根本不管自己。呀呀呀，好气啊！天杀的聂图，你不让徒儿过分，徒儿也过分多次了。嘿嘿，徒儿还要感谢师尊大人的包容。沈浪嬉笑地说道。你，啊呸！你这只不要脸的孽徒，冲师孽徒天打雷劈！顾雨飞咬牙切齿地吼道。看着这孽徒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却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他嘶吼了半天，直到沈浪已经离开。师尊大人气的眼睛雾蒙蒙的，坐在床边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抚摸着小腹，委屈至极。要不要告诉他？不过看他的样子不太喜欢孩子。可是慢慢月份大了，到时候大家问了怎么办？雨飞啊，孩子爹是谁？难道我说不知道？我草了，那不成笑话了？哎，该死的孽徒，没想到命中率这么高，这个不负责任的男人，渣男！仙子师尊用力地捶了下床沿，可恨，自己怎么摊上这样的事情？最可气的是跟谁都不能说，还要帮着遮遮掩掩。半个时辰后，咔的一声，房门被推开了。他千眉微蹙，心里思忖，这鹅蛋脸越来越不懂规矩了，不敲门就进来了。操，跟孽徒一样无法无天。正当师尊大人要发火的时候，抬头一看，孽徒又回来了。只见他手里端个大盘子，里面放了一些精致的小菜，还有一些吃的东西，熬的糖粥。你又搞什么名堂？顾雨飞下意识地往后挪了挪。沈浪没有理会他，而是把一叠叠小菜放在桌子上，饭菜的香味瞬间溢满了整个房间，香喷喷的。啧啧，这可都是沈浪在蓝星最喜欢吃的。宝宝，过来吃早餐。沈浪贴心地摆放着餐具。早餐？顾雨飞美眸圆睁，好奇地看了看，起身走了过来。这都是你做的？当然。沈浪头也没回，帮他盛出来一碗满满的豆浆，冒着热气。尝尝我的手艺。他把碗放在仙子师尊面前，期待地看着他。豆浆？师尊大人不认识。看着这碗所谓什么的豆浆，似乎还很香。他皱了皱眉，摇摇头。我不要，我吃屁股丹就可以。
他已经记不起多久没有吃过饭了，一直靠着辟谷丹填饱肚子。修仙者到一定的境界，只要吸收天地灵气就可以活着，已经不再需要吃饭了。但是辟谷丹这玩意一点味道都没有，如同嚼蜡，难吃的一批。沈浪就吃过一次，发誓以后再也不吃了。只要有条件，他就会做饭。圣子府邸，他开辟了一个厨房，就是为了自己享受。老子为了和欢宗南征北战，还不能享受享受吗？这叫豆浆，很好喝的，你试试。说完，他先喝了一口，咂了咂嘴，真好喝啊！这个位面可没有科技狠活，全是货真价实的灵豆特么的，真的是太好喝了。看着他大快朵颐干饭的样子，顾雨飞肚子也咕噜咕噜响了起来。咕咚，他咽了一下口水。没办法，昨天运动量太大了。其实他早就饥肠辘辘了，只不过做饭太麻烦，还是辟谷丹省事。但是要是有饭吃的话，谁又想吃那玩意呢？师尊大人看着聂屠吃的挺香的，也坐下来尝试喝了一口，味道不错。他眼睛一亮，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饭菜，不得不说这聂屠手艺还不错。看着师尊大人大口干饭的样子，沈浪嘴角露出以后一抹笑意。浪儿，这是什么？仙子师尊夹起来油条，炸得金灿灿的，冒着热气。他一脸好好宝宝的样子，看着很可爱。这玩意看着卖相一定是吃的，壮着胆子问了起来，但他眼中的警惕还是不减。沈浪嘴里咀嚼着饭菜，含糊不清地说道：“这是油条，很好吃的，你试试。”顾雨飞看着他的样子，也大口吃了起来。下一面，他眼睛一亮，连连点头，赞不绝口。好吃，好吃你就多吃点。沈浪轻笑道。师尊大人也不再客气，风卷残云干了起来，吃的那叫一个不顾形象。沈浪也不在意，在自己家嘛，就是要怎么放松怎么来。宝宝，油条你要泡在豆浆里才好吃，吸满了豆汁，味道会更好。真的。仙子师尊抬头望向他，伸出小香舌舔了舔嘴边的豆浆。那当然，在我老家这玩意很盛行的，下次我再给你做。顾雨飞点点头，他一直好奇他的老家在哪，总是听他说起来家。沈浪笑笑，夹起来一根油条，泡了泡豆浆，递到他嘴边，眨眨眼说道：“尝一下。”顾雨飞一愣，脸色绯红。他还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让一个男人给自己喂饭，感觉怪怪的，而且这个人还是自己的徒儿。他心里有种情愫被狠狠地触动了一下，红唇轻启，吧唧咬了一口。由于太用力，油条里的豆浆顺着他的嘴角溢出来，弄脏了衣服，样子有些可爱和滑稽。沈浪大笑起来，前仰后合。顾雨飞面露尴尬，该死的，竟然在聂屠面前出尽了洋相，这狗东西肯定会嘲笑我。可是沈浪笑了一会，却拿起手帕，温柔地帮他擦拭着嘴角的液体，样子很认真，很柔和。他感觉自家聂屠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。你看你，这么不小心，这声音太柔和了，仙子师尊有些妈了。这还是那个挨千刀的吗？师尊大人下意识摸摸小腹，问道：“浪儿，我要是有事瞒着你，你会怨我吗？”浪儿，沈浪脸色一僵，我草了，大姐你到底瞒我多大事？这两个字让我有些颤抖。我发现我很难受。没事是聂屠，有事是浪儿，还是叫聂屠吧，稳妥些。他心里怕得要死，自从他魂穿过来，师尊大人还是很少这样喊自己的，一般这样喊的准没好事完了。他心里快速把最近做的事情想了一遍，发现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，心里微微安心。他下意识的感觉还是不要听为好，可是越是不想知道就越想知道，人性就是犯贱。沈浪也一样。咕咚，他咽了一下口水，用审视的眼神打量几眼师尊宝宝。至于胖了不少，这也正常，毕竟3000多岁的仙子了，以后略微发福，这也能理解。难道是修炼的是爱？反正不管啥事，沈浪都准备帮他扛，谁让自己是他的孽徒呢？哼，女人还是躲在我后面当个宝宝吧。有什么事吗？沈浪挨着他问道。看着一脸认真的孽徒，顾雨飞刚刚鼓起的勇气又荡然无存。没事，我就是随便说说。他又咽了回去，突然不想说了，怕破坏两人现在的气氛。唉，反正还有一段时间，到时候再说吧。只是这种情愫的诞生，本质是怕沈浪不接受，而自己又不想看到他生气的样子，就连师尊大人自己都没发觉。哦，没事就好，有事告诉我，我相信你。你真的相信我？顾雨飞目不转睛地看着他。当然，谁让你是我老婆呢？沈浪嘿嘿一笑，咬了一口油条。去你的！这话让仙子师尊脸色通红，低眉垂眼，
撒娇的打了他一下，一副小女子作态。该死的，这心里怎么还有点小窃喜？狗东西，说话也太直白了，也不注意点。不过这称呼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早晚的事。沈浪打了个饱嗝，今天吃的太舒服了。他拍了拍肚子，认真道：“宝宝，你做什么事我都会相信你，但是前提是你不能绿我，我可不想当绿毛龟。”沈浪思想很端正，不迷糊。他没好气瞪了沈浪一眼：“孽徒，你丧尽天良，本座除了你没有别人。”闻言，沈浪不知怎的想起了前世，摇头露出一丝苦笑。那时候想要自己命的女人不在少数，不过想绿自己的应该没有，反正他是不知道。但是这个世界更残酷，修士换道侣比换衣服都快，还不用官方盖章，直接就可以和离。前世出轨，好歹受到道德谴责，可是在这个修仙界，这事再正常不过了，一切实力为尊，没实力没人再在乎你。别看今天都好好的，明天的事谁又说得好？唉，我只是渣，但我想给女人一个家，难，太难了。算了，一切随缘吧。仙子师尊眉头紧皱，扭成了一个王字。他这表情什么意思？师尊大人一头感叹号。我草了，这狗东西的表情是不信。行，孽徒，你丧心病狂啊！不负责就负责，吃干抹净了也就算了，连掩饰都懒得掩饰了是吗？看着师尊大人冷冷地盯着自己，沈浪头皮发麻，一头雾水。我怎么了？他脸色一僵，满头问号。孽徒，你没心没肺，丧尽天良。师尊冷笑。我？沈浪下意识地问道。师尊大人嘴角的冷笑愈发的浓郁了，牙齿后曹咯嘣直响。沈浪心里顿感不妙，出门没看黄历，今天恐怕要栽到这娘们手里。他冷汗直流，努力地挤出一丝笑，感觉现在他的表情应该是满分。然而这笑比哭还难看，不知道能不能逃过此劫。果然他想错了，啪的一巴掌，仙子师尊咬牙切齿，一巴掌给他打飞了。啊！一声惨叫，重重摔在地上。顾雨飞，你他娘的有病啊，打老子干嘛？沈浪狼狈地站起来，嘶吼道：“哼，孽徒，今天为师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”顾雨飞冷笑地向他逼过来。沈浪眼角抽搐，瞬间炸毛了。我草了，臭娘们你干嘛？有种我们同阶战斗。呵呵，我是女的，我没有。这话从苍玄大陆有名的雨飞仙子嘴里说出来，简直吊炸天。说出去谁相信啊？特么的，看这样子是不行了。沈浪脚下金光阵纹闪烁，行字秘运转全速启动，卯足了劲。呵呵，想溜？缚灵绞杀锁，去！扑通！啊！沈浪刚刚跑起来，瞬间被缚灵绞杀锁绑了个结结实实，一头栽了下来。嘿嘿，孽徒，没想到吧？自己的灵气的滋味怎么样？用魔法打败魔法，本座今天把你腿都给你打断，看你以后还怎么猖狂！今天我要打死这孽徒！宝宝，沈浪咽了下口水，汗毛都竖起来了。可话还没说完，一道道灵气就直接抽在了身上。谁是你宝宝？该死的孽徒，我打死这狗东西！沈浪可惨了，你有完没完？哎呀，还嘴硬！半日后，师尊大人打累了，双腿交合叠在一起，坐在床边一脸得意。太痛快了，平常都是你打我，今日你也尝尝挨打的滋味。沈浪挣扎地爬了起来，臭娘们下手真狠，差点没把自己打死。还好自己肉体也很强悍，不然第三条腿都保不住。小混蛋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去帮人退婚，绝对有私情。师尊大人哼哼唧唧。卧槽，这女人真是嗅觉灵敏，比狗鼻子都灵。不过沈浪准备用内疚法帮他治病。只见他一脸痛苦，眸子瞭望了一下仙子师尊，神情黯然。你如此不相信我？唉，落花有意随流水，流水无心恋落花。说完，他放下一个盒子，直接走了出去。顾雨飞毫不犹豫，不解释，不争论，拖拖拉拉只会说不清楚。永远不要试着和女人解释，也不要和她讲道理。女人，呵呵，最终解释权永远在她手里。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潇洒的离开，让她认为你不是该生气的吗？但是你认为你觉得那不行，等着吧，师尊大人准后悔。这女人现在越来越放肆了，就像一头小野驴，还没完全驯化。她床品太差，一点都听话，一言不合就炸毛，这样也能消停一段时间了。毕竟沈浪也打不过她，还是躲着点。另一边，师尊大人眉间愁容，
有些不理解。难道玩过火了？也没怎么踏啊，不就抽了他几个时辰？这狗东西皮糙肉厚的，看着也没事啊。哼，真够小气的。操！想到这，他冷哼一声：“啊呸！该死的孽徒，走了就永远别回来！”仙子师尊气急败坏。突然，他看到那是什么？桌子上的精致的小盒子引起了他的好奇心。走过去，打开后，咦，2枚丹药，这是驻颜丹。不用说是给自己的，还有1枚是给侄儿的，1枚表忠心，1枚表诚心。仙子师尊脸色复杂，感动了。仙子也爱美，这枚丹药他喜欢得很，看着品阶还不低。这孽徒还算有点孝心。他紧紧地握着丹药，后悔了，刚才是不是下手有些重了？师尊大人开始有些反思，毕竟天天在一起磨刀石都磨得铮亮，说没感情那是假的。一个窝里出来的，自己怎么能下手这么狠？顾雨飞啊，你在搞什么东西？孽徒还是个孩子，太毒了吧！草了，想到这，他竟然泛起了一丝母婴的保护欲。唉，其实这狗东西除了喜欢找自己，别的都挺好的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不找自己找谁？那可是自己的位置，心里愧疚啊。好像每次打孽徒，他都没有计较过。得，还是去找他吧，毕竟他也是。顾雨飞摸着小腹，逍遥峰，圣子府邸。沈浪刚回到圣子府邸，就瞧见穆千里等着他，快速的把事情说了一遍。宗主大人坐在一块青石上面，白色的胸衣，傲人起伏，看不见脚尖，面如皎月，嘴角含笑。你这人退个婚，还把人家儿子搞死了，顺手帮一把。沈浪耸耸肩，神情无辜。呵呵，你就扯吧，准是你搞的鬼，这可骗不了我。穆千离笑容灿烂，一对脚丫子乱晃。你知道的，我可是很纯洁的。沈浪轻笑。纯洁？穆千离嗤笑。小家伙，你纯吗？3000岁的女人笑笑，眼中满是审视。纯的不能再纯了，不信你摸摸。沈浪握着他的手放到自己的胸口，也不管他愿不愿意。你，穆千离气结，脸颊一红。一宗之主，圣境强者，还从来没有人敢拉自己的手，一时有些乱了。啧，纯洁的心，你感觉到了吗？沈浪一脸板正，像是不经意的动作。呵呵，有没有感觉到我不知道。穆千离玩味的笑笑。但我知道，你要是再不放手，我就把你的心掏出来。如果这个时候换成屏幕前的你，可能就要撒手了。然后再讪讪的笑笑，掩饰尴尬。但是沈浪却偏不，他竟然 A 了上去。他瞪大了眼睛，脑子一片空白。麻了，穆千离，我晕。我初吻没了他哪里经历过这般，平常都是轻纱遮面的，旁人看一眼都是奢侈。宗主被圣子沈浪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着，他能不怕吗？脚下的行字密语运转到了极致，随时准备开溜。他就喜欢玩大的，要不然前世也不会因为玩得太大吃了花生米。穆千离呆呆地愣在了原地，脸色绯红，抿了一下嘴唇。你这登徒子！他羞怒地盯着沈浪，佯装要打他。你打我一顿。穆千离上前一步，你下不去手。看着沈浪无耻的样子，穆千离让他气笑了，真的是想气又气不起来的感觉，有一种被胁迫还无力反抗的感觉。这还是自己吗？我到底在干嘛？要是放在以前，他笃定一巴掌拍死他。但是现在，圣子这个样子，穆千离都觉得自己是不是选错了。小家伙，你这样玩虐，你师尊还不让你气死？怪不得他总是说你孽徒。穆千离道，气死不气死不知道，我对我师尊还是很礼貌的。沈浪坏笑，你还挺孝敬，那是自然。我和师尊不知感情多深。沈浪认真。穆千离颔首点头，坏是坏了点，不过对我那傻师妹确实不错。宗主大人，别叫我小家伙。沈浪抗拒，呵呵，那我以后叫你小东西吧。穆千离眼睛笑成了月牙。卧槽，过了一会儿，沈浪忍不住问道，宗主大人今日来有别的事吗？他缓缓说道，凌霄国的皇后来了。咦，她来做什么？沈浪问道。那岂不是4胞胎的国家？最近北域凌霄国也不知怎么了，散修一直被迫害，搞得他们国家人心惶惶的。穆千离背着手说道。卧槽，他们的皇帝是个废物吗？不会是想让咱们帮他管吧？沈浪错愕。恭喜你，答对了。穆千离点点头。皇后确实来求援的，听说他们皇上不问政事，才搞得民生哀怨。穆千离也不明白，本就民不聊生的国度，皇帝怎么还这么懒政？就算你向宗派势力求助，
你自己不过来吗？派个皇后过来，要不是他们附属合欢宗多年，穆千离都不想理他们。但是不管，又恐怕寒了其他附属国的心，所以也就答应了下来。看着穆千离目露笑意，不怀好意地看着自己，沈浪眼角抽搐：“大姐，你不会让我去吧？”“呵呵，恭喜你，都会抢答了。”“我草了，我特么刚回来啊，屁股还没坐热，昨天晚上让师尊给，能不能歇歇？云瑶还等着我听他吹箫呢。不去行不行啊？不去你养着合欢宗吗？”穆千离歪头看向他，解释道：“人家1年的供奉可不少，有事自然不能不管，你就辛苦辛苦吧。”穆千离狡黠一笑：“不要啊！”下一秒，沈浪跪下，一把抱住了穆千离的大腿，呜呜，我舍不得宗主大人啊！你，穆千离气结，你不去就不去，抱着我腿干什么就不能好好说吗？他羞得满脸通红，一直红到了耳朵根，像是又赶又不赶的样子。他穿的纱裙，这小东西只抱着自己的一条腿，他脸色微微的发烫，这小东西简直是无法无天。你这哪是不想走啊？你是想进步？穆千离是又羞又恼。圣子，你先放手。他语气急促。我不。沈浪摇摇头不愿意，死活不撒手。他气得娇躯颤抖。穆千离哪受过这样的待遇？颤声。你，快放开。他恢复了一些理智，推开了他。沈浪心里叹息，宗主大人，我真的离不开你，我会想你的。沈浪一脸踌躇，拉过他的手，摇晃着，似是撒娇。这次穆千离没有把他甩开，任由他拉着，至少没有再轻轻就拉拉手而已。他觉得好像不那么厌恶了没有多久时间的。到哪里？你把事情尽快办完，我在宗门等你。穆千离脸色一红，这话怎么有些像情郎出远门，媳妇在桥畔。沈浪故作垂头丧气，其实只是想抱宗主大人的腿，没有不想去，相反他还特别想去。啧，终于抱到圣境强者的大腿了，还别说1个字好，2个字太好了，冒险也值了。沈浪低头看手，还在回味着，真嫩啊！你在想什么呢？我跟你说话呢。穆千离看着他嘴角邪笑，皱皱眉头，这小东西什么都好，就是太不正经啊。回过未来的沈浪说道：“明白了，宗主大人想我，希望我早点回来。”沈浪轻笑道：“我草了，什么啊？你这人就没个正形。”穆千离娇嗔地瞟他一眼，他玉手一翻，手上突然多出来的一个白色的玉片，拿着，如果遇到危险就跑，跑不过就捏碎玉简，我会过来救你。穆千离白了他一眼，遇事别拖大，逃跑不丢人。沈浪仔细地端详一下，啧称奇，还是姐姐的东西好。我是不想让你死，我都几千岁了，莫要再戏谑我了。穆千离似是恳求道，最近这道心怎么就这么不稳？只要和这小东西在一起，就感觉心在跳。自己早就脱离凡尘了，情的爱的就没想过。就在刚才的接触，让他有一些特别的情愫。姐姐长得犹如仙女蒂凡。沈浪称赞道，突然伸手在一旁随手拽了一朵花，插在他头上。穆千离脸色一愣，我草了，又被撩了，有完没完？这样就更漂亮了。沈浪赞美道。呵呵。穆千离抬了下眼皮看看，佯怒道：“小东西，你把狗尾巴草插我头上，能好看多少？”沈浪，我日，拔错了，你觉得我只配这草？他冷笑看着他，不好意思，搞错了，再来。沈浪老脸一红，拿下他头上的草，又重新帮他插上一朵粉色的小花，看了看，这还差不多。穆千离思忖，他拉过穆千离的手，温柔地抚摸着。姐姐要是在我家乡，绝对是个靓妞。沈浪嘻嘻哈哈，你再这样，我真要生气了。啧，连生气都这么好看。沈浪一脸认真，你还真把我当成情窦初开的小女孩了。穆千离嘴角含笑，不过下一秒他就惊呆了，沈浪竟然在他手背上啄了一下。我操，你还真是油盐不进啊，你就这么稀罕我？沈浪如小鸡叨米，不担心被我打死。穆千离赏他一个大大的白眼，这小东西胆子真是够大的，姐姐心里还是有我的，不会杀我。沈浪后背已经被打湿了，心里慌的一批。唉，你这人真是脸皮厚，你不会连你师尊的便宜都占吧？那就完犊子了，也不知道师妹是怎么挺过来的。他一摸额头，无语道：“怎么可能？”沈浪故作惊讶：“那不真成了孽徒了？我对我师尊很孝敬的。”穆千离没好气的回道：“孝敬你师尊就对了，你欺你师尊就真的大逆不道了。”那当然喽，我对师尊敬重无比，都是他在上。沈浪嘿嘿一笑，
看着他一脸玩世不恭，穆千里无奈的摇摇头。好了，明天皇后就会去拜访你，倒是不要失了礼数。呢，听姐姐的。沈浪上前一步，紧紧的抱着他。小东西，你刷。他还没说完，沈浪就运转行字秘，直接开溜。穆千里脸色一僵，愣在原地。今天接二连三被占便宜，简直要气死了。况且打还打不得，就怕自己略微出手就是他的极限了。真打死他就完了。唉。翌日清晨，逍遥峰山下，一行人簇拥着一个绝美的妇人，岳凝霜领着他们往山上走去。妇人是凌霄国的皇后宁清雪，她一脸愁容，身披凤冠霞帔，举止端庄，成熟女人的味道被她发挥得淋漓尽致，一颦一笑展现母仪天下。不过纵使她贵为国母，当看到合欢宗的繁华景象，心里也是惊讶无比。在看到逍遥峰的2条龙后，再也无法保持镇静了。没错，2条龙已经回来了，他们搬空了魔宗的宝库，玉血扳指里装满了宝贝，现在都归沈浪了。他并没有交给宗门，也不打算交给宗门，这是他自己的私有财产，这是私事，不是公事。皇后不用怕，这是圣子散养的2条青龙，不会伤人的。岳凝霜笑着说道。皇后一脸紧张，缓了缓，欠身柔声道：抱歉，是我失礼了。呵呵，皇后言重了。走吧，圣子府邸快到了。岳凝霜在前面引路，扭头说道。皇后颔首点头，连步款款地跟上，心里思忖圣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逍遥峰，圣子府邸，大殿中，沈浪端坐在大座上，他身穿黑色金丝蟒袍，目若明星，嘴角含笑，高高在上。下面的皇后纵使再尊贵，也被这气场震慑到，不得不颔首低胸。皇后不必拘束，请坐吧。沈浪悄悄打量一下，这女人真是肥美多汁。他眉头紧皱，像是心里很沉重，脸庞面如皎月，肥瘦相间。啧，凌霄国的皇帝艳福不浅，谢圣子殿下。皇后微微欠身坐下，也在悄悄打量这位太子爷。沈浪的名头他是听说过的，并且在他杀阴阳宗圣子时，当时他也在场，不过当时离得比较远，今天近距离看感觉不一样。外界都说沈浪残暴不仁，嗜杀成性，不过今天看还是不错的呀，起码对自己很礼貌。别的修士见了自己都是垂涎欲滴的样子，而他简直就像一个风度翩翩的正人君子。这会儿如果师尊大宝宝在，会很无语。还正人君子，我呸！你了解个嘚啊！2人寒暄了几句，皇后说出了来意。凌霄国的皇帝已经控制不住局面了，再这么下去，他们的国度会慢慢凋零下去。一个国度再也没有一个修士，将是万劫不复，会任人欺凌。本就弱小的国家，现在已经摇摇欲坠。听说皇帝本来不是无能之辈，不过就在这2年却变得昏庸无比，不再理会任何事情。还有一件事，皇后不好意思说出来，皇帝这2年欲望很大，以前是人菜瘾还大，现在比以前要强悍许多，也不菜了，时间更长了，每次都把他折腾得死去活来。后来没办法，他就称病，皇帝就去找别的妃子，算是逃过一劫。这次来也不怎的，皇帝异常反对，求助合欢宗，最后实在抵抗不住臣子和皇后的劝说，只能同意。但是他不过来，依然消极，无奈只能皇后来了。听完他的叙述，沈浪挥挥手，支开了所有的人。我操！看到这一幕，皇后面色一僵，眼神警惕。你想干啥？沈浪嘴角轻笑，缓缓地走下来，双手掐着腰带，俯视着他。皇后，我可以帮你，这没问题，但是你总要付出一些什么吧？什么？此话一出，皇后本能地拽紧了手，下意识地想到了什么，紧咬贝齿，眼神恼火地看着沈浪。他在没来合欢宗之前，也去求过的别的小势力帮忙，但是对方都是狮子大开口，不是要钱，就是要他这个人，总之不会白白帮忙。这也是个狗东西，这和那些垂涎自己身子的有什么区别？他心里气愤，不过现在已经黔驴技穷了，没有用别的办法。况且合欢宗算是不错的了，起码人家还以国礼相待，宗主接待，住得好，吃得好，这是在实在别的小势力那没有的。他们甚至还有出言挑逗的，羞耻不已。在频频碰壁后，他也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，谁也不会白白帮你。别看他是一国之母，在这位太子爷面前就像一只小绵羊，他随时都可以拿捏自己。他心里纵使再委屈，此刻也感到深深无力。啊呸！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这圣子什么都不缺，定然是贪恋自己的美貌，想干那些苟且之事。唉，为了这个国家，他真是操碎了心。要不是陛下昏庸无能，自己才不会跑到宗派势力面前卑躬屈膝。
可如果不答应，圣子好像不会帮凌霄国的，难道真的要屈尊胯下？可不然呢？这已经是他最后的希望了。如果合欢宗再不帮自己，那后果简直不敢想。陛下，我要敞开心扉了你，可不要怨我，我也是为了这个国家，起码沈浪还年轻些，不会他那么抗拒，比那些小势力的老头子们强多了。如果落在他们手里，不知道多恶心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屈尊圣子。想到这，皇后脸色一阵潮红，一直红到了耳畔，美眸望向沈浪，浮起了一丝波澜。圣子殿下，妾身都一把年纪了，可能有些皮肤松了。如果圣子不嫌弃，妾身愿意服侍你。此话一出，沈浪懵逼大殿里陷入了短暂的寂静，只有两人的呼吸声。服侍？什么跟什么啊？我沈浪是够浪的，但是不苟啊。女人我草了，天生脑洞就大嗨嗨。那个，皇后你在说什么啊？沈浪眼角抽搐，轻咳几声提醒道：“啊，圣子不是要妾身。”他惊讶地抬起头，说话断断续续：“什么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帮你可以。事成以后，凌霄国的宝库里，我要挑2样东西。”沈浪说道：“什么？原来是这样。你不是想我去这回丢人，可丢到姥姥家了？”皇后嘴角抽了抽，尴尬4个脚趾头抠地，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那当然可以，这个条件可以说很关照了。至于挑2样东西，随便了。国家都快这样了，这宝库早晚守不住，落后就要挨打，无关紧要，随他挑便是。两人商量好时间，皇后就想起身告辞。不过作为一宗的圣子，他还是邀请皇后共进晚餐，礼貌一下还是应该的。皇后心里还在为刚才的事尴尬，本想快速逃离，不过想想4胞胎还在这里，也不好驳了他的面子，就应了下来。至于准备什么晚餐，沈浪也想好了，火锅。记得前世，这是女人最喜欢的东西，做法也简单。沈浪让2条龙去抓一些灵兽，比如灵鸡、羚羊之类的，又在自己的厨房开始鼓捣锅底，而皇后则是远处在和4胞胎唠家常。母后安康，4胞胎行礼。起来吧，皇后柔声道。其实这几人并不是她的孩子，而是皇帝其中一位妃子所生，早年在生下他们，他们的母亲就离世了。这个世界生孩子就像是在鬼门关走了一圈，何况一生还是4个。在他们母亲死后，就一直由皇后抚养着，一直到成人。看着面前的几个美人，皇后心里唏嘘不已，还是年轻好啊，这皮肤真紧致，不像自己一样，虽然长得美，却还是松松垮垮的。圣子对你们好吗？皇后轻抿一口灵茶，暗暗称奇，这修仙界的东西就是不一样，只喝这么一口就感觉浑身舒畅。圣子对我们很好，从来都不难为我们。是啊，母后，圣子脾气很好的，圣子很强大的，他很会。几人纷纷称赞，并还说沈浪是炼药师、炼气师等等，这就惊呆了皇后。我草了，这还是人吗？怪不得是圣子呢，果然不同凡响啊！看来确实有2把刷子，不是随随便便能成功的。关键还是个正人君子。以皇后的毒辣的目光，一眼就看出4胞胎还是个厨。这么漂亮的4个美女放到面前，她竟然不吃。要知道，这个时代尘世间的女孩地位很卑微，特别是婢女身份的女子，就算几人是公主，可在这合欢宗圣子府邸里，她沈浪想玩就可以玩，想干谁就干谁，根本不用考虑。这就是强者。说句不客气的，就是杀了他们几个都很随意。皇后想了想，还是忍不住问道：“圣子就没有要了你们？”几女脸色一红，轻轻摇摇头。几人心里也是意外，凭他们的美貌，已经算得上倾国倾城了，况且还是4胞胎，嗨起来多刺激。可自从来沈浪身边，除了对他们好，还没有做出僭越的行为。几人并不排斥沈浪和他们打扑克，相反还很期待。只有跟着圣子成为他的人，一辈子才会有个依靠，并且这个靠山还比较强大。一个宗门的圣子，绝对是个庞然大物。皇后看着几人的样子，眼中满是狐疑。这种情况只有可能，要么他是假正经，要么他不行。他不行。皇后望向远处，还在忙碌准备晚宴的沈浪眉头紧蹙，看着也不像假正经啊，那估计就是不行啊。多好的一个人，怪不得刚才他说只要宝物不要自己。皇后对自己的颜值的还是很有信心的。别看他现在有皮肤松垮，但是在凌霄国，他的颜值绝对的榜一。皮肤松点怎么了？男人都是先看颜值。沈浪既然刚才没有顺水推舟，那就只能说明他不行。他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。唉，算了，不行就不行吧，总比欺负他们几个强。几人跟着他也算不错。再说了，就算不行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
所以这吉女一定要成为他的人。皇后小声嘀咕，说给吉女听着。几人先是一愣，然后瞪大了眼睛，接着脸色绯红，时不时偷偷瞄向沈浪。母后，这多难为情。其中姐姐清河有着郊区修道，那有什么？女人总要迈过这个。再说了，还有比她更好的选择吗？离得这么近，你们都捞不着，最后别便宜了别人。皇后语重深长地说道：“这几个孩子是她一把手养大的，多少有些感情。几人打小就已经认作她是母亲，能在圣子这里落个户，也会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另外，宫里的嬷嬷可教过你们的，一定要用上。虽然她不行，但是也可以让她开心。你们要帮助圣子，她才会离不开你们。她现在应该是很急。”皇后看了一眼沈浪，自以为是地说道。几女面面相觑，虽然还有些害羞，不过每个人的眸子中仿佛都多出了一些什么。就在几个女人一台戏的时候，好了，沈浪笑呵呵地招招手，清河你们几个过来帮忙。好的，圣子。几人犹如小燕雀，快步跑去。本来这些都是应该他们几人准备的，但是沈浪考虑到几人见到他们母后一定有好多话要说，比如家里的人好不好啊，身体啊，那个妃子又生孩子了，等等，肯定有聊不完的话题。毕竟如果没有这个机会，他们见面的机会很少的。亲人嘛，在一起总是聊不完的话题。可是如果他知道几人聊的内容，估计会炸裂把刑。不行，这事还是至尊大人最有发言权。这时，饭桌上一盘盘鳞肉摆放整齐，中间放一个大大的汤锅，此刻就咕嘟咕嘟翻滚着，冒着热气，红油都快溢出来了。皇后一把握住锅盖，打开了，香气瞬间充满了这个大殿。咕咚，皇后几人咽了下口水。不得不说，沈浪的手艺还是很好。纵使皇后在宫里天天山珍海味，但是在看见火锅后，还是挪不开眼睛。没有一个女人可以拒绝这个诱惑，一看就好吃。清河几人本来是没有资格坐下一起吃的，不过沈浪很接地气，加上他们一起吃饭，并说这是家宴，几女感动不已。他们刚开始吃的还很优雅，当尝试第一次后，几人像是触碰到了快乐的源泉。均是眼睛一亮，慢慢放开了，嘴里噙满了汤汁，顺着嘴角溢出。1个时辰后，几人都吃完了。沈浪打了个饱嗝。刚才几人也很意外，都说修仙者不用吃饭的。沈浪也解释了，他讨厌辟谷丹的味道。茶余饭后闲来无事，沈浪和皇后在后院子散步，月色如同萤火洒在两人身上，影子拖得很长。圣子殿下可有中意的女子？皇后突然问道。没有，我中意我师尊。皇后本意是想问问他喜欢谁，好让4胞胎有个准备，没想到沈浪语出惊人，好直白啊！圣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皇后试探道。呵呵，字面意思。沈浪笑笑说道，在这个位面，还没有谁和师尊交情这么深的，所以世人很难接受。不过冲师孽徒的祖师爷应该是杨过吧？不是他。沈浪皇后颔首点头，除了惊讶，还有些欣赏。这多刺激！可是他却被世俗包裹，枷锁难以解开，年纪轻轻的成为了政治牺牲品，和众多女人爱一个男人，况且这个男人还很讨厌，即使这样，他也要尽心服侍他。你说恶不恶心？不过他很睿智，没有再继续问下去，也没有必要。谁都有小秘密。沈浪和他坐在青石凳上，说道：“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”皇后嘴角噙笑，感觉很新鲜。好啊。沈浪嘴角含笑，侃侃而谈，一段师尊、徒弟、一个大雕的爱情故事讲了出来。最后2个人坐着大雕飞走了。皇后眸子中满是好奇，听着津津有味，竟然还有这样的爱情故事。徒弟和师尊啊，我草了，简直颠覆3观啊！心里的什么东西好像崩塌了。枷锁裂开了，虚空中的师尊早就来了，躲在暗处咬牙切齿，心里暗自啐了一口。啊呸！不要脸的狂徒、孽徒，竟然还给别人讲出来，岂有此理！仙子师尊气得牙痒痒，脸蛋羞红。你这么一五一十的讲出来了，礼貌吗？刚才还在内疚的情绪当然无存后院里。这是真的吗？小龙女真的被杨过？皇后一脸不可置信，嘴巴张大，能放进个师徒还能这么晚？这是我家乡的传说，在我们家乡，爱情没有国家，不分年龄，不分身份。卧槽！皇后惊呆了，仿佛看到了新大陆。不分年龄，不分，这是何等的卧槽！这样的解读让从小受到教育的皇后颠覆3观，刺激！这么超前的思维，她还是第一次听到。她心里面乱糟糟的，想起自己曾经也是个怀揣清纯的少女，现在变成了一个深闺怨妇。皇宫里的每一块砖，她都数过，
每到深夜就寂寞到这种程度。其实修仙界也有个传说，有个修士叫韩立，和他师尊在猎杀妖兽时中了毒丹，最后也被师尊凿了，然后还在一起了。沈浪摆了下袍子，说道：“天哪，他们真的好有勇气。”皇后感叹道：“所以说人要勇于追求自己的爱情，管他什么世俗眼光。”沈浪笑着说道：“可是，他们就真的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吗？”皇后歪着头问道：“那我不知道，反正谁要敢说我师尊，老子就宰了他，灭他十族。”沈浪冷哼道。皇后看着他，语气森冷，不像是开玩笑，心里很是敬佩沈浪，从没听过一个男人为了女人会付出这么的多。如果是自己，陛下会为了自己和世俗为敌吗？几个呼吸后，他摇头苦笑：“怎么可能？圣子，你的师尊一定很幸福。幸不幸福，这是你要问他了。不过师尊宝宝的样子倒是挺别致，有一说一，师尊大人还是很合拍的。就是床品不太好，他是高冷型的，脾气也不好，动不动就发火。其实皇后，你也不用太在意什么国家命运，这不是一个女子该承受的。兴旺衰败不是你造成的，这是发展的必然性。你应该活出自我，有个精彩的人生，不应该成为牺牲品。”沈浪眸子深邃，看向他，一脸认真。精彩的人生？皇后抬起头看向他，眼神复杂。还能有吗？他嘴角露出一抹苦涩，很难了，在自己最好的年纪遇到了沈浪这个知己，也不知道是该喜该忧。他宁愿今天没有听过这些话，稀里糊涂的活下去，过完一生，那样就没烦恼了。可是种子一旦发芽，就只会慢慢滋生。谢谢你圣子，今天我很开心能遇到你这个知己。虽然我可能无法改变什么，但是起码我知道了有这样的一个世界。皇后开心的笑着，眼神中满是向往，心里却是很无奈。她已经好久都没有这样开心了。沈浪心里叹息，根深蒂固的思想很难改变，要慢慢来，更别说一个一国之母了。虽然他已经动摇，但是行为上他还是不敢。沈浪倒是没有想怎样他，只是就事论事。突然扑哧一声轻笑，皇后朱唇轻启，也不知道怎地，今天既然和你说了这么多，这要是在皇宫，你肯定会被认为是个狂徒。呵呵，这就对了，多笑一笑，这样才会更漂亮。沈浪笑容满面，语气中满是鼓励。两人又相谈了一会，皇后就起身告辞了。深更半夜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地，他还有些顾忌。唉，也是个可怜人。沈浪看着他的背影，摇头叹息。两人已经约好了，3日后就走。过了一会，沈浪站在原地，头也没回的轻声道：“唉，出来吧，偷偷摸摸的，不用猜，肯定是我们的师尊大人。仙子师尊听墙根已经好久了。哼，做了亏心事才会怕别人听。”师尊大人也不尴尬，连步款款的走了出来。卧槽，这特么简直是倒打一耙！拜托了，师尊，是你偷窥我好吗？怎么搞得你还有李沈浪气笑了？师尊，你能不能讲点道理？你这样很不道德。呸！不要脸的狂徒，还装作正人君子，我他妈屁谁了？沈浪气结，深呼了一口气。人家其实挺可怜的，一个女人还要抛头露面，你有没有一点同情心啊？呵呵，孽徒，别再给我演了。顾雨飞嘲讽道。呵呵，你就是个灵兽泰迪。我特么的，我要是泰迪，那你是什么？隔壁穿越都是妻妾成群，老子已经很自爱了。沈浪差点没让他气得背过去。皇后的事是宗主大人吩咐的，不信你就去问。还用去吗？宗主大人可没说让你撩他。师尊倔强地看着他，我只是开导他，不想让他误入歧途。沈浪强忍着脾气，耐心地说道：“误入歧途？哼，怕是听你的才会路走歪吧？什么小龙女，什么杨过，还有那只大雕，全是骗人的。这小龙女一定说的是自己，只不过这狗东西给自己改了个名字而已。充尸孽徒，不得好死。”师尊大人心里暗忖。呵呵，他笑了，冷笑：“孽徒，我还没问你，你为什么用我们的事说给他听？”沈浪错我们的事，我什么时候说你了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的故事就是在说本座，拜托了师尊。沈浪一拍脑门，我真的在讲故事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他一脸认真，又补充道：“狗屁！”师尊咬牙切齿，瞪着他。唉，沈浪一脸无奈，现在的师尊大人感觉特别护食，骄傲、蛮横，还无礼。以前是清冷、高冷，现在的他是装清高，就像一只野猫，动不动就炸毛。你到底有事没事啊？沈浪说话的声音稍微大了一些，他有些累了，不想再争辩什么了。怎么，
嫌我烦。师尊大人听到这话，脸色慢慢沉了下来。本来今天他是来道歉的，但是一来就看见自家孽徒和皇后眉来眼去，心里很不爽，特别不爽，早就把道歉的事抛到狗肚子里了。道歉那是不可能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给孽徒道歉。看到他又快暴走的样子，沈浪打了个激灵，脑子突然清醒了。不要气，不要气出病来，无人替。他安慰着自己，注意点态度，不然就BBQ了。师尊修为太强了，打不过啊，根本打不过。呼，所以低头吧，骚年。呵呵，师尊大人有事进屋里说吧。沈浪立马换了一副表情，心里则是哼哼唧唧。哼，本座可没那闲工夫。显然师尊大人还在气头上，撕拉一下转进虚空不见了。沈浪一愣，竟然不要了，随即笑着摇摇头，呵呵，骄傲的女人。3日后，凌霄国，一辆大大的灵兽銮驾在上空行驶着，前面是8匹白色的天马，长长的独角很是显眼。这是一个10万人的小城，这个国度本就人口不多，而紫郡是他们的首都，算是比较豪华。即使这样，在沈浪看来，呵呵，也是有些残破哦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并不是建筑不好，而是民不聊生，乞丐很多，甚至还有为了吃的在打架，争得头破血流。看着沈浪一阵皱眉，看到这一幕，皇后略显尴尬，觉得应该说些什么。其实凌霄国的一直在休养生息，努力想让百姓过上好日子，陛下原来也很努力的，可不知道为何却没有一点改变。这是有时候真的不能完全怨陛下。皇后在极力的解释着，看着许多人因为一口吃的打起来，心里也是一阵难过。可她一个女人却做不了什么。呵呵，皇后你也不用替皇上解释什么。沈浪嗤笑道，如果你的陛下真的英明神武，鬼才愿意当乞丐。皇后面色一僵，哑口无言。不得不说沈浪讲的有道理，可这话她却无法往下接，只能讪讪一笑，帮沈浪倒着茶。沈浪看着她的样子，没有再说什么。一个女人和他说的再多也不能改变什么。皇后也是一个可怜人，如果要是用她的命换取什么，估计皇上会毫不犹豫的换了吧。你也做吧，这是下边人做的事。沈浪对着面前皇后说道。车厢很宽敞，淡淡的女人香跟他身上的味道一样。茶几上咕噜咕噜沸腾着热茶，他坐下轻笑道，圣子，这里距离皇宫还有一段，能再给妾身讲个故事吗？语气中有淡淡的忧伤，似乎像是一只快要进笼子的小鸟。闻言，沈浪看向车厢外的目光收了回来，望向皇后，看着她朱唇小巧的红唇，面如皎月的脸庞，心里顿时有些惋惜。多好的一个人儿，让皇帝老拱了。沈浪轻咳几声，嘴角含笑，他声形并茂，讲了一段可悲可气的爱情故事。一盏茶时间就讲完了。故事讲完，皇后竟然小声抽泣了起来。这梁山伯2人真的最后都变成了蝴蝶。呐，野史是这么记载的。真是气死了，有情人却不能在一起。皇后一脸震惊，声音哽咽。所以说人生很短暂，自己的幸福一定要追求，就算是修仙者几千年的寿元，也总有到头的一天。所以不要到头来镜中月，水中花。沈浪眸子深邃，抿嘴轻笑。镜中月，水中花。皇后思绪着，喃喃自语。沈浪不再言语，只是看着窗外的风景。他不知道这算不算扑案，反正让一个松弛的皇后默默地忍受一个国家的兴衰，沈浪打心里想帮他一把。突然，沈浪脸色一僵，该死的，这女人又来了。没错，虚空中的师尊大人早已经爬墙跟多时，还一起听了故事。虚空中，他碎了一口，哼，该死的孽徒，真不要脸，又在扑皇后。他心里暗忖，今天自己是出来办事的，只是顺路经过，对，不小心听见而已，才不想管孽徒的死活。对，只是路过，为了监督他，怕他坏了本座的名声，才不会担心他勾搭皇后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还有就是今天是31号了，明天就1号了，我草了。唉，早知道那晚就不任性跑了，现在再去找孽徒，他一定很得意吧。1个时辰后，天马銮驾来到皇宫，几人下车，岳凝霜也来了。宗主大人特意安排的，必须要让他全程照顾沈浪的生活器具。都知道沈浪不喜欢吃屁股丹，所以伙食方面不能太差，生活器具一定要有人招呼他。岳凝霜是个管理小能手，所以这件事也就落在了他的身上。师尊大人只会策马驰骋，这时他不行。至于这样的安排，沈浪还是比较满意的。圣子，陛下在大殿里，我们过去吧。皇后有些不好意思，好不容易才把合欢宗这尊大佛请来，陛下竟然不出来迎接。
你不出城就算了，竟然连大殿都不出，我草了！你这是搞哪一出啊？我一国之母，冒着被草的风险才把圣子请来，你这也太没礼貌了。如果这回沈浪来拒，那我走，我看你怎么办。果然，岳凝霜就不愿意了，冷笑：皇后，你凌霄国好大的架子，这是求人办事的态度。叔叔能忍，婶婶不能忍，是你死皮赖脸求着我们过来，现在连迎接都不迎接，还让我们去见你。你妹的，你这凌霄国不想要了吧？恐怕不知道我家圣子根基多雄厚，弹指之间就灭了你们。岳凝霜思忖，皇后脸色一红，手足无措，欠身道：圣子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她心里叹息，还能说什么呢？但愿圣子给几分薄面吧。沈浪狭长眸子深邃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：走，进去。来了都来了，看看这狗东西搞什么鬼。见沈浪不计较，皇后微微松了一口气，岳凝霜也不再说什么。皇宫正殿装得金碧辉煌，果然无论外面再怎么破烂，都丝毫不影响皇室。大座上端坐着一个中年人，没有想象中的大肚腩，反而清瘦，脸色苍白，眼神如鹰隼般直勾勾地盯着下方几人。怎么说呢，给人的感觉好无人性。呵呵，想必这玩意也就这样了，凌霄国不玩玩才怪。沈浪心里冷笑，他顿时觉得毫无兴趣，只要帮他把散修被杀的问题解决了就回去。这时皇上挤出一丝不伦不类的笑容：几位辛苦了，本座这几天身体不适，没能出来迎接，望圣子不要介意。语气有些轻视。沈浪本想说没事也能草草结束，就回去休息，不想过多扯淡。然而这时偏偏有人跳出来，一个身材不高穿着官服的中年男子阴阳怪气道：圣子来到世俗，就应该尊重世俗的规矩，参拜一下陛下。皇后，我尼玛，你有大病吧？你让一个修仙者参拜皇帝，这人还是圣子，这不找死吗？要气死了！刚想阻止，可惜已经晚了。聒噪！沈浪脸色不耐烦，直接挥手一拳打出。霸拳！砰的一声巨响，男子身体直接炸开了，血污漫天飞舞，碎肉和内脏喷得到处都是。那人死了，死的不能再死了！特么的，是不是好几张不杀人了？你们都忘了我沈浪是多么牛逼的存在？这时众人才反应过来。啊！大殿里不知是谁尖叫了一声，皇后吓得双腿夹紧了饺子皮，一脸惊恐。相国！皇帝反应过来，惊呼道：圣子，你怎能说杀就杀？皇帝没想到沈浪毫无人性，杀伐果断，说动手就动手，竟然还当着他的面杀人，连问都不问。这特么是一国丞相啊，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死了。沈浪心里冷笑，狗东西，看你不还装不装妈的。呵呵，陛下，别说是他，就是天下任何人，只要我能杀，想杀便杀，所以别拿你那卑微的皇权挑战我的底线，那玩意屁都不是。沈浪笑容森冷，眼神警告。皇帝冷冷地看着他，眸子中满是戾气，双手在袖子里松开又拽紧，反复多次。终于他脸色调整了过来，沉声道：圣子先回去休息吧，改日我给你接风洗尘。沈浪淡淡地瞅他一眼，转身说道：皇后，带我去休息。皇后面色一僵，下意识地看向皇上，见对方没有任何暗示，也就不再管他了。今天确实是皇上太过分。他颔首点头，在前方带着沈浪离开了。看着皇后离去的背影，皇帝目光幽冷，冷哼一声：贱人，特么的，不是说身体不适不是情吗？见了男人都贴上去。看着地上的碎肉，他皱皱眉，碎了一口：妈的，沈浪这狗东西比我妖族都狠。凌霄国皇宫一处偏殿，皇后把他安排到这个地方，环境还不错，房间很豪华，看来他很用心了。傍晚，两人吃完饭，在后花园散步。皇后走在花园两侧的灵植更茂盛，沈浪啧啧称奇，不知道这是什么品种。圣子，今天很抱歉怠慢了你。走在前面的皇后停了下，说道：无妨。沈浪摆手想了想，突然说道：把他们支开吧。他眼神示意后面跟着的仆人宫女。皇后愣了一下，还是挥了挥手让他们下去。圣子有事？他问道。看了下四周，沈浪习惯性的打了个静止。皇后，他脸颊一红，下意识后退一步。我操，你想干啥？你不是不行吗？在圣子府邸给你，你不要，跑皇宫里要？你怎么这么爱玩？大哥别闹行吗？这是皇宫，你知道有多少眼睛在看着吗？再说我都告诉你，你不挑食呀。沈浪没有注意他的表情，自顾自地说道：
你的陛下好像有问题。皇后看他一脸认真，神情微愣。什么意思啊？字面的意思。沈浪沉声道：我杀人的时候，他只是有点意外，眼神里却没有一点慌张。据我所知，他并没有经历过征战过的日子，这不符合。听完沈浪的叙述，皇后也陷入了沉思。从前的皇帝其实还是不错的，勤政爱民，虽然不是千古一帝，但是起码还在努力上班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旷工、迟到、早退，确实有些匪夷所思。况且皇帝还变化很大，这点皇后是深有感触。以前这样的，现在是这样的，曾经她也怀疑过。不过皇帝说吃了皇家的秘药，所以又长了点皇后，也就没有多想。毕竟凌霄国也是几千年的底蕴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找点灵丹妙药还是可以的。现在听沈浪这么一说，他心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再加上最近国内的散修一度的被杀、无故失踪这些事，不知道有没有联系。但愿是我想的多了，也许他真的英明神武，处事不惊。沈浪笑笑，不过这显然不可能。皇后更加迷茫了。突然他身体一僵，似乎想到了什么。我操，如果他真的不是他，那跟我在一起的是谁？想到这，他后背惊出了一身冷汗，眼神复杂的看着沈浪，有害怕，有惊慌，有不知所措，有恳求沈浪读懂了他的意思，也明白他想什么。但是这一切都是猜测，只是感觉不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，毕竟只见了一面。圣子，他声音都在颤抖，下意识地拽紧了他的衣袖。这会也顾不上皇后的形象了，就像一个救助的小女生，眸子中满是哀求。沈浪一脸自信，给他一个安慰的眼神。不怕，有我在。听到这话，皇后心里莫名的踏实了，深呼一口气，美眸望向他，自我安慰道：但愿一切都是瞎想。沈浪点点头，轻松道：放心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是想杀谁就杀谁。他微微思忖一下，抬手一翻，手里多了一面小镜子，镜子大概有巴掌大，两侧有两只诡异的眼睛，闪着幽光。没错，这就是用7阶蛟蟒的眼睛做的双瞳追魂镜，天阶中品灵器，不仅可以制造简易的幻境，迷惑到对方，被打上特殊印记的还可以追踪。咦？皇后看到这面镜子，疑惑道：这是什么？这是双瞳追魂镜，天阶中品灵器，你拿着这个可以防身。天阶中品灵器？皇后惊讶道：沃日，整个皇宫也没有啊？看这样子要给我的。皇后反应过来，试探道：借给你用。沈浪放在他怀里，告诉了他使用方法还有用途。许久，皇后算是听明白了。简单点说，就是这镜子是辅助性的灵器，基本不具备攻击性，但是拖延对方，沉迷环境无法自拔，这也够了。还是天阶的，凡尘哪有这么高的灵气？反正皇后没见过，太贵重了，没想到沈浪说送就送。毕竟两人的关系也没熟到这种程度，这份大礼让他很沉重，当然也多少有点关照他的意思。皇后心里明白，即使这样就已经很感谢了，毕竟自己也没付出什么。皇后眼睛都快拉丝了，感动已经大过了恐惧，诚恳道：圣子，谢谢你送我灵气。沈浪，卧槽，大姐，我是借你的，不要搞错啊，不是送啊，你不能把借这个字忽略掉啊，这玩意很贵重的。我炼制了4件天阶中品灵器，基本上都送人了，这你要是不还给我，多少有些肉疼。沈浪轻咳几声，开口道：嗨，那个皇后，等这些事过去，这面镜子，圣子放心吧，这是你送我的，我会好好收藏，绝不会转送别人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就被皇后打断。沈浪，呵呵，主要是这镜子还有些瑕疵。圣子，你这是在保护我，即使有瑕疵，我也会视为珍宝。皇后故作不明白，紧紧地搂着巴掌大的镜子，她岂能不知道他的意思？不过她挺喜欢的，除了觉得玩意珍贵之外，主要是这东西能保命，女人携带使用都方便。唉，看着她喜欢的样子，沈浪心里叹了口气。罢了，以后再说吧，等这事办完，没啥问题了，再找他要吧。主要是现在没材料，要是有顶级材料，他能炼气炼很多。拿去吧，放在身边就好。沈浪也不再忍心要，毕竟对女人他还是一向很宽松的，他只是不爱一些。妾身谢过圣子。他嘴角含笑，微微行礼。好了，不早了，我们回去歇息吧。沈浪看看天色，今天赶路有些乏了。只可惜我不能随便出去，不然一定带你出去转转。皇后失落道：你是皇后不能出去？沈浪奇怪道：国家有法度，跟你们有些不同。
他眼帘低垂，语气中有些凄凉。一国之母随意跟男子出去，肯定有很多大臣说三道四。扯淡！沈浪不屑地撇撇嘴。明天我带你出去。这……他犹豫了，甚至还有些心动。就这么说好了，明天见。不等他答话，沈浪挥了挥手，像是说一件很微不足道的小事。回到厢房，咔的一声，沈浪从外面推开了门，走了进去。映入眼帘的岳凝霜在床边，真要命！岳凝霜可真凶，她正在给沈浪整理床榻，双手熟练地操作着。凝霜封主，这些事我自己来就可以。沈浪走上前，不知该做些什么，帮不上忙，只能干瞪眼。让一个封主帮自己铺床，这多少有点过分。真香定律啧啧。圣子，稍等一下，马上就好了。他柔声道。沈浪嗯了一声，那就再让子弹飞一会儿。岳凝霜还是有些资本的，很标致。不一会儿，岳凝霜就帮他把床榻整理好了，成熟干练。呼，圣子，好了。岳凝霜站起来整理下纱裙。皇宫不是有仆人吗？下次让他们来，这些哪是你干的？沈浪看着他眉间的汗珠，轻声道：那可不行，出门还是小心一点，我来放心一些。其实他说的没错，沈浪颔首点头。修士被阴死的也不在少数，这个位面除了灵气和武技能杀人，其实还有很多杀人的办法。别人不说，沈浪就有好多办法杀人于无形。所以说宗主大人安排岳凝霜过来还真是对了，不仅贴心，还确实很会办事做事，也小心谨慎，怪不得在合欢宗那么受慕千里的待见。合欢宗的后勤保障做得井井有条，确实有这本事。待他走后，沈浪喝了一口茶，将茶碗轻轻地放在桌上，眼睛微眯看着上方。一道灵念传出，穿过屋顶。师尊大人，别爬那么高，累不累啊？累了就下来歇会吧。摔着你怎么办？卧槽！房顶上，师尊大人听到这话吓了一跳，一个踉跄差点从房顶上掉下来，被发现了。他一个闪身来到屋里。聂屠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师尊大人有些尴尬。哼，师尊，我们都同甘共苦这么久了，很熟了，我对你甚是了解。沈浪咧嘴笑笑。聂屠，我看你皮又痒了。师尊大人羞怒。皮又痒了？呵呵，女人，你确定不是来求我的？嘿嘿，师尊大人，今天是解毒最后一天。沈浪嘴角上挑，很是得意。他早就猜到是师尊大人会过来，只不过没想到会在房顶趴着。有的时候他真的像个小孩子。你说没事爬那么高干嘛？就不能大大方方的进来再说了？你这也不是求人办事的态度。师尊大人恨得牙痒痒，还偏偏离不开他。呀呀呀！气死我了！这该死的魔种！你不要太得意，我今天只是出来办点事，恰巧碰见而已。师尊大人还是那副清冷的玩意，一脸板正。他绝对不承认自己是过来解毒的。就算解毒，你也应该聂屠求着自己。呵呵，向聂屠低头？不可能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他是有骨气的，但是不多。呵呵，出门办事路过，又恰巧在皇宫碰见，又恰巧在屋顶碰见，那实在是太巧了。沈浪上前一步，拉过他的手。师尊大人脸色一红，挣扎一下。这女人多少有点可爱，明明心里想，就是不说。师尊大人扬怒道：聂屠，我劝你不要动手动脚。呵呵，女人总是口是心非。明天陪我去转转。沈浪可没有傻乎乎的不动。你要是真不动，师尊大人又不乐意了。我才不去，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放开我，我要走。他语气断断续续，这要是让岳凝霜看见，还不笑死他。青鸾峰清冷仙子的人设就崩了呀。2个时辰后，顾雨飞啊，顾雨飞，你变了，变得如此不知羞耻，这和主动要有什么区别？他心里叹口气，也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，竟然碰见这样的事。恐怕自己是第一个被冲的师傅吧，偏偏还被这只狗东西吃得死死的，打也打不打，骂也骂不得，每月1号准时待命。想了半天，他得到一个结论：这辈子完了，你明天要出去。沈浪淡淡的嗯了一声：滚，我讨厌你。师尊大人气呼呼的。沈浪笑眯眯的看着他：宝宝还说气话干什么？啊呸，你不要脸，休得哄我。师尊大人脸色一红，坐起来气鼓鼓的说道：要不是你天天在外面沾花惹草，我才不会日日盯着你。盯着我？沈浪故作惊讶：不对啊，你不是说顺路吗？你……师尊宝宝突然意识到自己说漏嘴，更气了。我要不来，说不定现在躺在榻上的就是皇后了。哦，嘿嘿，原来你是来补位的。
沈浪戏谑道：“放心的宝宝，这是你的，没人抢。”师尊大人气结：“你这孽徒不正经！我怎么了？我都看见了，你还送他小镜子。”师尊大人咬牙切齿，就像一个打翻的醋坛子。这是啊！沈浪恍然大悟，原来师尊宝宝因为这个生气，那是借给他的，回头还得还。再说，你跟他置什么气？人家有妇之夫，别遐想了。你这醋坛子也太大了。沈浪双手枕着后脑勺，自顾自地说着，他却没有发现背对他的师尊的大人脸色慢慢沉了下来。这狗东西竟然说我在吃醋，怎么可能？我顾雨飞可是仙子，怎么可能会为这只东西吃醋？酸那是不可能的。我清冷仙子是在吃醋吗？我这是怕他坏了合欢宗的名声，坏了宗主大人的名声，怕他在外面丢人，我用心良苦啊！哼，孽徒，你少臭美！等我毒全解了，我定要杀了你！欺负我这么久，我恨透了你。要不是为了保命，我才不会屈尊于你。骄傲的师尊大人口是心非，波涛如怒，上下起伏。沈浪看他这个样子，嘴角苦笑，真是个要面子的女人。行行行，只是暂时留我一命，这总强了吧？我们走后，滚！深夜，皇后的寝宫，她已经沐浴更衣，淡淡的幽香使整个房间都香气飘飘。坐在檀香的梳妆台前，打理着自己仪容，3000发丝根根晶莹透亮，落在香肩上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她轻轻地抚摸着自己的脸蛋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良久，她叹了口气：“圣子大人不仅帅气逼人，人还挺好的。”她手里摩擦着沈浪送她的镜子，喃喃自语：“唉，要是陛下能像他一样，如果能早点遇见他这样风趣的人，我可能不会当着皇后。”呵呵，皇后心里苦涩，自嘲地摇摇头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她有些累了，站起身，缓缓走到床榻前，准备休息。这时，娘娘，皇后一愣，是婢女的声音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“陛下来了，想见你。”婢女语气断断续续。“想见我？”她娇躯一颤，冷笑：“恐怕是想找我吧？别做梦了，这事不搞清楚就别想了。”皇后冷笑：“告诉陛下，我睡下了，今日身体不适。”说完，皇后就熄灭了灯，躺在了床榻上。双瞳追魂镜被她抱在胸口，不知为何，自从听到了沈浪的揣测，她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，下意识的很相信他。这该死的魅力，杀伤力太大，没想到自己竟无形中被他深深牵引。虽然他说的故事很感人，也很诱人，可自己是皇后啊，一国之母，羁绊太多，真的能绕开世俗，追求自己的人生？他渴望，但却很迷茫。另一边，皇后的宫门外，婢女虔诚地跪在地上，身体瑟瑟发抖。“你说皇后睡下了？”皇后眼神阴翳，俯视着她，语气深沉：“是的，陛下。”婢女颤颤巍巍：“拉下去砍了。”皇上摆摆手，随意地说道：“是啊，不要啊，皇上饶命啊！娘娘真的睡下了，饶了我的。”婢女吓得脸色惨白，磕头如捣蒜。后面立刻走出来几名彪形大汉，没有理会她的哀求，拖着婢女没入黑夜。飞廉见四下无人，皇上身后一个男人上前一步，呵斥道：“你特么疯了？那是皇后的人！”“皇后的人？”皇上神情不屑道：“切，那又怎样？一个世俗的皇后而已，婉婉怎么了？她不还得跪谢？”飞廉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。闻言，男人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唉，话虽这样说，合欢宗的人来了，我心里有些不踏实。英莽，不用担心，只要你我不暴露，沈浪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到，我们南域妖族来了。”飞廉信誓旦旦地说道：“总之，尊上交代的任务，我们必须要完成。”英莽一脸担忧：“看你那样。”飞廉嘲笑地看他一眼：“我们再努力杀一些散修，尽快完成任务回去就是。”英莽努嘴，刚想要说些什么，就被飞廉不耐烦的摆手打断：“好了好了，我要去玩皇后了。”飞廉舔了舔嘴唇。闻言，我操，你还去啊？英莽气得崩了起来，愤道：“特么的，刚才和你说的都白说的，你说啥了？”看着他的样子，飞廉愣了下，忍不住问道：“沃日！”英莽气得满脸通红，强忍着怒气，声音高了一些：“飞廉，你最好老实一点，现在这皇宫可是有合欢宗的人，被他们听到，咱俩走不出北域。如果真的让他们知道我们妖族侵犯屠杀生灵，那鸡贼的沈浪不出一刻钟就会出现在咱俩面前。就凭他！”飞廉眉毛一挑，甩了一下黄袍，满不在意：“那要是再加上穆千离那娘们呢？要是还不够，再加上北域6大势力呢？
他们要是都来了，咱俩可走不了。嘶！英莽的话终于让飞廉认真了起来，瞬间冷静了。草只想着玩皇后了，忘了还有这么多敌人。飞廉已经在这皇宫待了不少时间，现在都有些适应做人了。一国之君，有一说一，爽，确实爽。受众人跪拜，想杀谁就杀谁。况且这狗皇帝的女人真的好，特别是皇后。有一说一，那真的润。飞廉不是没有见过女人，主要是南域大部分是妖族，质量是真的差。飞廉是天狐妖族，英莽是天鹰族，在南域还有什么鸡妖、猪妖了、猿妖等等，反正是非人非妖。飞廉的审美对他们是真的受不。来到这皇宫，他算是小刀拉屁股，开了眼莺莺燕燕，眼花缭乱。这么久了，飞廉还是对皇后情有独钟，除了皮肤有些松弛很难包容，其他都很满意。本来妖族你们都知道，他们的身体异于常人，根基雄厚，没少折腾皇后，直接导致现在他人际圈子很大。妈的！飞廉心烦意乱的碎了一口。下一秒，他的脸庞慢慢变成了一副年轻的模样，唇红齿白，像一个白面书生，眸子中闪着幽光，这才是他的真面目。飞廉天狐族的妖王，也是妖族公认的美男子，就是感觉有点娘们唧唧的。好了，英莽拍拍他肩膀，安慰道：“你要真憋不住，这狗皇帝后院不多的是吗？他不是不让他玩，只是别玩皇后。上次的他的喘叫声响彻了半个皇宫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要死人了。目标太大，你真搞出事，被人发现了，那就完犊子了呀！尊上会惩罚的，到时候连带着他自己都会受到牵连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飞廉这狗东西确实长得帅，帅得像一个女人。妖族经常有妖拿这个事奚落他，他当然不愿意，然后就是大打出手。操，那些货色也就那样。飞廉撇撇嘴，不满道：“呵呵，你来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。”看他听劝了，英莽也放下心，打趣道：“你有点挑食了。其实后院那些也不是糟糠，很不错的，比如什么飞的，什么平的也还行。当然和皇后比，还是差点意思。好吧，好吧。”飞廉不耐烦地说道，恋恋不舍地望了一眼皇后的深宫，过了许久，才挪开了眼睛，叹了口气，转身走了。英莽松了口气，跟了上去。英莽，你以后别像个老鸨子一样管着我行不行？飞廉边走边说，语气抱怨。哼，你是我们妖族里最聪明最帅的美男子，尊上都说你是骄子。英莽老气横秋地说道。这话他可没说错，飞廉帅就不说了，也确实聪明，不过就是在妖族一路走过来很顺。正是因为太顺了，所以尊上才会担心他太早夭折，特意让英莽在必要的时候提醒一下。闻言，切，这还用你说？飞廉被赞美，心情大好，耸耸肩看向英莽，又说道：“嘿嘿，还是你小子对我好。”英莽眼神清澈，开心的笑道：“谁让我们在妖蟒山一起长大的？”这话没毛病。英莽忍不住问道：“飞廉，皇后就那么诱人？两人越走越远，你去试试吗？不聊你都说了，保不住。你不懂。啧啧，嘿嘿，你小子，日上三竿。”沈浪起来的时候，师尊宝宝早就已经离开了。咔的一声，门从外面打开了。圣子吃早餐了。岳凝霜轻笑，脸部款款，端着一个餐盘走了进来，放在桌子上一看，沈浪惊呆了。豆浆油条？他怎么会的？沈浪抬头，眼神询问的看着他。哼哼，现学现卖，圣子尝尝吧，不好吃我也尽力了。岳凝霜故作轻松的笑笑，他也是听四胞胎说的，就照着描述做了一下。他平常都不吃饭的，也是辟谷丹。虽然他不做饭，可不代表他不会。相反，做饭照顾人管理，这可是他的特长。这不做得有模有样。沈浪啧啧称奇，岳凝霜要是在前世，绝对是办公室主任或者秘书一类的，绝对的好手，活好啊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还上得了嗨嗨。扯远了，不过他确实用心了，从饭菜就能看出来了。他不仅知道沈浪不喜欢辟谷丹，还知道他喜欢豆浆和油条，很用心。我草了，这女人有点意思。凝霜封主做这个要起来很早的，下次不要这样。沈浪有些不好意思，让一个封主给自己做饭，多少有点拖大。我自己做给你吃才放心。岳凝霜边摆弄着餐具边说道，他异常小心谨慎。其实皇宫里准备的都有，但是都被他拒绝了，理由是修仙者不吃饭。沈浪缓缓坐下，心里感叹，岳凝霜真会照顾人，他和师尊宝宝不一样。一顿早餐风卷残云干完后，几人就出了宫门。
皇后一人早早在宫门口等着，其他人都被他遣散了。早上，沈浪就让岳凝霜去告诉皇帝，他们要和皇后出去。皇帝还问了理由，岳凝霜直接告诉他没理由。最后皇帝还是同意了。今天的皇后有点小清新啊，没有繁重的凤冠霞帔，只是穿了一件紧身黑色纱裙，头发干练的盘起来。皇后今天漂亮的有些过分了。沈浪笑道，几人边走边说。他脸色一红，娇羞道：圣子过奖了，我都老了。呵呵，什么老了？正是如狼似。嗨嗨，如花似玉的年龄。沈浪急忙改口，他确实年龄不算大，顶多算个大少妇吧。我们去啊。沈浪看着还在回味的皇后，笑道：我不知道。皇后实话实说。沈浪，岳凝霜，几人停下脚步。卧槽，你个本地人说不知道，这合理吗？皇后神情尴尬，她确实没有出来玩过，只是跟皇上祭天祭祖出来过，不过那也就走走过场，自己想单独玩玩是不可能的。自从进了皇宫，除了去过合欢宗就没再出去过。看着他的窘迫，沈浪也明白了过来，柔声道：走，先去合欢宗使馆。好办法。岳凝霜眼睛一亮，无论打探消息还是找地方，使馆肯定知道。合欢宗在大部分地方设置的都有使馆，为了就是提供一下方便。半个时辰后，几人来到了使馆，还没进去，就在门口碰见老熟人。卧槽，文泰长老。只见他鬼鬼祟祟的在门口张望着。沈浪拍了下他，文泰长老吓了一跳，扭过头：圣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他脸色一僵，问道：闻言。沈浪狐疑的打量着他，大白天的偷偷摸摸，做贼心虚都快写到脸上了。他记得出来的时候，七长老不在宗门，所以他应该不知道自己在凌霄国。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来这干嘛？沈浪反问道。我……文泰一时语塞，眼珠子转转。我来执行任务。执行任务？沈浪意味深长的笑笑。胡扯，不会是来找老相好的吧？一旁的岳凝霜和皇后听见这话，好奇的竖起了耳朵。今天大瓜。文泰神色慌乱，佯装镇定的解释：圣子，我可是正经人，你快打住吧，我信个鬼。呵呵，男人只有把照片挂墙上才会老实，他永远都不会承认。沈浪嘴角浅笑，像一对好朋友，搂着他走向一边。七长老，咱俩就别玩虚的了，泡个妞而已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别以为老子没看见，里面有个年龄大的女人在忙碌着，你眼睛都看直了。她虽然年龄偏大，已经有了白发，但是身材不错，五官精致，年轻的时候笃定是个美女。呵呵，你老小子眼睛都看直了，还不承认？被别人拆穿了。文泰长老讪讪一笑，声音低了几分：圣子要替我保密啊。操，我就知道你老小子有情况。原来使馆的领事长老确实是他的老相好，这次他执行任务回来，路过凌霄国想起了他，这脚就不听使唤，非要跑过来。操，那还愣着干嘛？进去啊。沈浪听明白后督促道。文泰长老扭扭捏捏，低眉垂眼，抠着指甲，里面的一坨泥都被他抠出来了。多年不见了，有些不好意思。我鄙视你，你这是又当又立，当年又不是没玩过，这回装的挺像个人儿。怕什么？见面就会有感觉了，你在这里遐想也没用啊，是你的还是你的？沈浪鼓励道。闻言，七长老觉得言之有理，与其在这里徘徊，还不胜勇敢点。现实中有些宝宝就是暗恋，胆小不敢表白，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，特别是在由于自己不敢表白痛失机会后，发现那个人还没自己优秀，那就卧槽了。你仰天长啸，捶胸顿足，后悔不已，还不如当初勇敢点，说不定就是你的了。不过七长老还不完全是这种情况，他是在续前缘，但是这也需要勇气。七长老，你条件不差的，你要是在我家乡就是高富帅。沈浪拍拍他说道。这可不是安慰，七长老的身份要是放到前世，真是的高不可攀的妥妥的高富帅，工作好，公务员，高层领导，社会背景势力雄厚，到哪都横着走，经济能力这就更不用说了，有车有房，你就是想找个18的都是简简单单。在沈浪的耐心开导下，七长老终于重获新生，一脸自信，柔声道：呵呵，去师说我来了。沈浪嘴角含笑点点头，这才对吗？等等，我好像漏了什么。我操，师叔，我去，这老小子玩着真花。七长老在还没突破筑基时，有一个仙子比较关照他，就是使馆的管事曲娟。本来两人年龄相差不大，应该以师兄妹称呼，
不过在当时的合欢宗有个规矩，没有突破筑基就不算修士，所以是没有资格称呼师兄妹的。那怎么办呢？宗门规定要尊称师叔，男女都一样。再后来七长老修为一路狂飙，这口儿也一直没改过来。合欢宗使馆，沈浪几人跟随七长老走了进去，再听到有人喊自己，屈娟娇躯一震，下意识扭过头：“文泰，你怎么来了？”他语气中满是惊喜和一丝埋怨。沈浪看清楚他的样子后，暗自点头。屈娟的年龄在前世也最多就是40多岁，不到50岁，保养的还不错。虽然脸上还能看出岁月的痕迹，但是底子很好，隐约能看出来年轻时候的模样。文泰这老小子有口福了。许师说：“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没变。”七长老傻傻的笑着：“这么多年了，你也没找过我一次。”屈娟举止端庄，语气中有着不易察觉的嗔怪：“呵呵，我怕你还怨我，不敢来。那还不是怪你。”屈娟气呼呼地瞪他一眼，眸子中满是耿耿于怀。七长老一直是个浪子，做妻无数，这也引起了屈娟的不满。不过他最中意的还是屈娟，因为一些原因，两人没能在一起。可他心里一直没有忘了她，甚至随着年龄大了，愈演愈烈，还是忍不住来了。七长老庆幸还好来了，看样子还有戏，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。幸亏圣子的一番话他听进去了，不然要抱憾终身。屏幕前的宝子，如果你也是这样，要加油了，听我的，勇敢点。许师说：“我以后都听你的，不再胡闹了。”七长老嘿嘿一笑，本性外露，竟然旁若无人般的拉起了他的手。屈娟吓了一跳，好家伙，还上手了！这老东西除了老了点，其他一点没变。你当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合欢宗的使馆，机关部门，一点都不收敛。不过再想到这些年的不容易，等得好辛苦，唉，算了，由他吧。自己的修为已经寸步难行了，寿元已经没有多久了，不如开开心心每一天。想到这，屈娟略有褶皱的脸颊一红，抽了下手，嗔他一眼，怨道：“还有人呢？”这时七长老才想起来，一旁的沈浪、玉凝霜、皇后三人几人在旁边瞪大了眼睛，一脸不可思议。七长老太强了，就这一会直接拿下了。你妹的，要不要给你搬个奖？我草了，太厉害了，特么的，简直没把我们3个当人啊！你这大庭广众之下礼貌吗？这要是不提醒你，你丫的是不要来个现场直播，还特么心疼长老。我呸！纵使沈浪在脸皮厚，也自愧不如，暗暗点赞。他皱纹密布的老脸一红，轻咳2声：“嘿嘿，那个，许师说这是咱们的圣子殿下。”此言一出，啊！屈娟脸色一僵，急忙抽出了手，眼神闪过一丝慌乱，躬身行礼：“圣子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”语气恭敬谦卑。呵呵，屈长老不必如此，事发突然，没有提前通知你，还望你不要在意。不让我在意，你不在意就好。圣子好随和。见沈浪没有怪罪自己，心里松了一口气，又扭头狠狠地瞪了一眼七长老，眼神的意思：你怎么不早说？这回糗大了，2个老不死的在一起卿卿我我，这叫什么事啊？丢死人了！七长老也只得挠挠头，他忘了。不过他冲了屈娟眨眨眼，意思没事，圣子跟我关系很铁。圣子，刚才我们……唉，屈娟想了想，还是觉得应该诚恳点，还望圣子不要耻笑我们。哪的话？沈浪笑笑，一脸无所谓，摆摆手。这世上只有真情不能亵渎。闻言，这世上只有真情不能亵渎。皇后嘴巴喃喃自语，她眼睛逐渐的明亮了起来，心里仿佛有些东西在崩然劈碎。另一边的屈娟微微安心，这圣子大人真好，没有一点架子。几人寒暄了一会，岳凝霜就提议不要再回皇宫了，在自己宗派的使馆还是比较踏实。沈浪想了想，觉得也对，干什么事都不会有牵制，自己的地盘方便一些。不过令沈浪意外的是，皇后也不回去了，说是要视察一下民情。我操，这是你管的事，你视察个毛线啊！唉，算了，由他吧。屈娟一脸高兴的给几人安排住所，沈浪能住在他这里，他是100个愿意。使馆就像一个客栈，吃住饮食都没问题，容纳他们简简单单。沈浪走进了自己的房间，还不错，这应该是使馆最好的房间的，低调且整洁。沈浪刚才与屈娟交谈，听他说确实有很多散修无故惨死，刚开始是无故失踪，后便演变为经常有人身死道消。不过沈浪敏锐地捕捉到一些信息，就是有宗派背景和世家背景的相安无事，对方只是杀一些没有任何社会资源的人。
这就说明一个问题，对方不想把事闹大，甚至还怕事变大。呵呵，狗东西！沈浪冷笑，我看你还能藏多久。这时，咚咚，敲门声响起，咔的一声，沈浪打开了房门。皇后，只见他俏丽的站在门口，有事吗？沈浪微微一愣，问道：我想出去转转，你能陪我去吗？皇后美眸望向他，满是期望。沈浪哑然失笑，怎么了吗？看到他的样子，皇后跺跺脚嗔道：我说让我一个外地人领着你逛街，呵呵，感觉怪怪的。沈浪笑笑，心里很同情他，一个待在囚笼的金丝雀，挺可怜的。我不是不知道吗？再说我也只能找你，我在这里也没朋友。皇后脸色尴尬，娇滴滴的小女人样子显露。沈浪轻笑，柔声道：好，好，我叫上几个人，咱们一起去。别！皇后下意识说道。沈浪看着他一脸不解地看着他，他脸色一红，故作镇定地解释道：还是不要了，太麻烦别人了，就我们两个吧。你确定？沈浪一头雾水。皇后点头笃定。那好吧，走吧。沈浪关上了房门，大步向前走去。后面的皇后看着他的背影，嫣然一笑，连步跟上。凌霄国首都此郡有一条比较繁华的街道，叫破街。为什么叫破街道呢？因为这里最开始是底层人做买卖的地方，当然现在也是。市井烟火味很足，大小东西都有卖，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很接地气。人群中一对俊男美女矗立在一个小摊位面前，挑选着小玩具，一个个小泥人，精致可爱。嘻嘻，这个怎么样？皇后拿起一个小泥人哪吒，欣喜地问道。她对什么都很好奇，一路上很兴奋。沈浪嘴角轻笑，想也没想地说道：你喜欢就好。什么叫我喜欢就好？察觉他满不在意。皇后脸上有些不满，轻轻地放下泥人。你能不能认真一些？我知道这样很委屈你，也就1天而已，求你了。语气中近似哀求。没错，他想和他做1天的恋人。今天皇上已经派人过传话，让他尽快回宫。呼，我有种预感，我可能再也出不来了。他深呼一口气说道。出不来了？不至于吧？都说女人第6感很强，难道他感应到什么了？看他失落的样子，沈浪叹了口气，抬头看去，只见沈浪饶有兴趣指着：我觉得小哪吒和小白龙做得不错。真的？皇后眼睛变成小月牙，一副小女人的样子。乖乖，这女人变脸真快。老板买下。好嘞。小贩爽快地喊道。沈浪掏出凌霄国的货币，拿过来小泥人，送给你。沈浪递给皇后，柔声道：放心，我会认真地完成今天任务。你要不信，我拿我师尊发毒誓。说着，沈浪举起了3根手指。哎，你干嘛呀？皇后伸手阻拦，幽怨地看他一眼。我相信你。再说哪有拿自己师尊发毒誓的？呵呵。走，我带你去看电影，买糖葫芦。看电影？那是什么？走了，就在前面，我已经打听过了。沈浪拉起他的手，穿梭在人群中。远处，角落中的师尊大人看见这一幕，眼睛睁大，牙齿后草咬得嘎吱嘎吱作响。好啊，逆徒，上手了！你可真下本，竟然拿我发毒誓！我不是人，那我到底是不是人呢？还有皇后好样的，竟然对我的孽徒下手，还1天的恋人！我呸！狗东西，竟然真的连个有妇之夫都不放过！哼哼，你们很好。沈浪能不知道师尊宝宝又在爬墙角，那肯定知道。不过无所谓，那又如何？我沈浪前世和今生从来没有屈服过女人，舔狗那是不可能的。师尊宝宝的最佳合理用法。不过沈浪对他还是不错的，什么丹药都给他当糖豆吃。有一说一，他在沈浪心中地位还是不低的，最多也就是欺师灭祖而已，品德还是不错的。他只是想给女人一个家而已，这有什么错？两人矗立在一个糖葫芦的摊位，看着亮晶晶糖葫芦，皇后指向一个，我怕吃不完。他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，一脸渴望。那就这个。沈浪笑笑替他摘了下来，给他。沈浪，我吃不了啊。皇后看着这串糖葫芦，很纠结。呵呵，吃不完我吃。沈浪摸摸他的脑袋，柔声道。皇后脸色一红，这哪是假情侣啊，这简直比真的还真。嘻嘻，拜托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说完，皇后缩了起来。大咔咯吱咯吱，好甜呀，真好吃。皇后眼睛一亮，咬下一口，
嘴巴塞得满满的，味道太棒了。呵呵，以前没吃过吗？沈浪问道。那倒不是，在我家时候，虽然不能经常抛头露面，但是偶尔出来一下还是可以的。只不过来到这凌霄国，就再也没有出来过。皇后狠狠地咬了一口糖葫芦，含糊不清地说道：唉，一个位面的悲哀。走，我带你看电影。沈浪瞥了一眼身后的师尊大人，拉起皇后的小手走去。角落里的师尊大人凤眸冒火，还逛街吃糖葫芦都没有给我买过。师尊宝宝鼻子酸了，还他妈看电影等等。什么是电影？我日啊，气死老娘了。哼哼。至尊大人再也看不下去了，气呼呼地回到了自己住所，一屁股躺在床榻上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抚摸着小腹。狗东西，不要讲究啊！我这是怎么了？仙子师尊喃喃自语，怎么孽徒只要和别人在一起，心里就不舒服呢？难道我在吃醋？师尊的脸蛋红得像一个红灯。不可能。他摇头，我怎么可能会吃醋？呸！冲尸孽徒天打雷劈，他就是一只不要脸的孽徒而已。要不是当时为了解毒，也不会他低头又摸摸小腹。这个挨千刀，不行！他一下子坐了起来，为了不让皇后吃亏，我一定要阻止悲剧的发生。这种痛苦你们不懂，既然已经错了，就将错就错吧，让我一个人默默承受好了。我是伟大的。想到这，师尊大人心里不甘，撕开虚空又追了上去。本来以为两人会去看什么电影，没想到两人手牵着手还在买东西，就像一个凡间的小情侣。沈浪还给他买一束鲜花，送给他。皇后高兴得像个小姑娘，喜悦的一批。更可气的是，这孽徒竟然吃他没吃完的糖葫芦，切，恶心，不要脸！师尊宝宝躲在暗处无力的吐槽，心里酸的一批。他都没有吃过我的，买纸人，吃糖葫芦，买花，这就是逛街。这逆徒一点都不孝敬，从没有这样陪过我师尊手，拽紧快气炸了。他以前游离尘世间的时候，只注重修行了，却少了一些生活的乐趣。现在看到远处的两人在那如胶似漆，很有意思的样子。师尊宝宝鼻子酸酸，远处，沈浪这花真漂亮，谢谢。皇后嗅了嗅，真香。她犹或珍宝一般，紧紧拽在手里。这花本不漂亮，是你把它衬托得娇艳欲滴。沈浪笑容灿烂，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说的就是你。皇后被他撩得脸色一红，眼睛笑成了小月牙，长长的睫毛扑闪着。哟，真让人呕吐，恶心，这种话也说得出口，不要脸的孽徒。暗处的师尊大人气得波涛如怒，上下起伏。怎么这只狗东西从来不跟我说？哼哼，看来还是身教不够啊，下次要加时间了。咦，沈浪，那个女人怎么一直跟着我们？皇后突然问道。我操，被发现了师尊宝宝。沈浪说道。啧啧，你师尊对你真好，全程保护我们。皇后挽着他的手感叹道。师尊宝宝耳朵很灵，听到这话直接炸毛了。我操，你说啥？你当我电灯泡，给你们当护花使者？闻言，仙子师尊差点一让噎死。呀呀呀，好气啊！狗男女，杀人诛心！我给你们护道本座吃饱撑的。操！被人撒了一波狗粮，还发张好人卡。我日啊！师尊宝宝想死的心都有了。远处，要不叫师尊过来？皇后忍不住说道。毕竟是沈浪的长辈，这样被他暗处保护着，实在有点不好意思。沈浪想了下，颔首点头，不如都在一起吧，省得闹意见。他朝他招了招手。仙子师尊下意识连步款款地走过来，不过他突然想到，这样会不会被他看扁？你叫我来，我就来。好大的狗胆！你算老几？他陡然停下了脚步，藕臂环胸，生气地把头撇过一边。他怎么了？看到这一幕，皇后有些不明白。没事，他痔疮犯了。沈浪太了解他了，无奈地摇摇头。这师尊宝宝又骄傲了。你这人！皇后脸一红，暗啐一口，埋怨道：对你师尊也随便了？随便呵呵。走吧，我们过去。皇后拉着他的手走过去。虽然他还是喜欢两个人的世界，不过也不介意师尊的加入。毕竟今天他已经很开心了，是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。够了，足够了，这样已经很好了。尝试了久违的自由和难得的情感，人家陪你逛街，陪你玩，陪你笑，陪你吃，他很满意了。如果明天就死去，他也不会有任何遗憾。走到跟前，师尊大人你好。皇后婉婉一笑，行礼。师尊大人淡淡的嗯了一声，眼中满是敌意。皇后也很聪慧，看他的眼神明白了过来。虽然不知道
为什么敌意这么大，但是他还是想解释一下，当下就把要求沈浪陪自己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听完，仙子师尊撇撇嘴，鼻子酸酸的：“你们真好，搂也搂了，小手也牵了，还一起逛街买东西，还强行解释什么？呵呵，我又不瞎，有意义吗？什么狗屁假情侣，就算假的又咋了？可动作是真的啊！”仙子师尊拎得很轻，这孽徒也真是该死，明明知道我的存在，还偏偏装作不知道，混蛋，简直就是个泰迪。见他久久不说话，皇后忍不住又说道：“我们准备去看电影，一起去吗？”呵呵，去当电灯泡吗？不去，合不来。师尊宝宝不咸不淡地说道：“合不来和我吗？”皇后一愣，她眼神下意识地询问沈浪。沈浪笑笑，眼神示意：“不是和你。”师尊，你怎么了？沈浪一脸板正。仙子师尊眉毛一挑：“狗东西，明知故问。”呵呵，我没事，我很好。冷笑：“那我们三人一起。”沈浪试探道：“不必了，为师先撤了。”还未等沈浪说话，下一秒，师尊消失在原地，没入虚空。看到这一幕，沈浪无奈摇头苦笑：“这女人走吧，我们去看电影。”两人携手走进了一个茶楼，几个呼吸后，就在刚才的地方，仙子师尊又折返了回来，并且换了身衣服，彻底隐藏了修为。不放心，根本不放心，他主要是担心孽徒的安全问题，绝对没有别的想法。另一边，茶楼的2楼，两人坐下。皇后疑惑：“这不就是喝茶聊天的地方吗？有什么不一样？”看着他疑惑的样子，沈浪轻抿着嘴，拿出一个水晶，放在他面前，掐个诀，打开了的影像。皇后只见里面开始播放一些合欢宗的风景图像，时不时的发出一些龙吟。在看到的那一刻，皇后惊呆了，张大了嘴巴，白皙的小手捂着小嘴，目不转睛的看着。还可以这样？流萤水晶他知道，但是拿这个记录生活的，好像没有吧？况且图像好像还是经过甄选的，留的都是最好的，还特别连贯。卧槽，你他娘的真是个人才！皇后不得不佩服他，啧啧称奇。沈浪，你真是太棒了。他浅笑的摇摇头：“这没什么，时间太仓促了，下回我找几个仙子给你表演节目，留存下来更好看。”噗嗤，皇后忍不住笑起来：“哪有你这样的，让仙子表演还不折杀了他们？”在他心中，这些修炼的仙子都是高高在上的，不能亵渎。只要你喜欢，我就给你抓回来几个。沈浪看着他，认真的说道。闻言，皇后微微一愣，看他不像是开玩笑，眸子雾蒙蒙的。从来没有人对自己这么好，今天自己喜欢什么就是什么，不圈养，不约束，不像那个大囚笼，进去了就是一具行尸走肉，连自己是谁都快忘了。啪嗒，一滴眼泪滴在座子上。呵呵，你看你这么大还哭鼻子。沈浪拿着手帕帮他擦拭。人家感动吗？皇后哽咽道。虽然是假的情侣，但是好逼真，瞅着两人郎有情切有义的样子。师尊大人哼哼唧唧，他摸着小腹，眼眶也开始逐渐湿润，不过也恨牙痒痒。拜托了，皇后，你是皇后爷，矜持点不行吗？和别人的孽徒勾勾搭搭成何体统？还有这个孽徒，啊呸，真够用心的，还要找几个仙子，还特么表演，你咋不上天呢？干脆让我去给他助助兴得了。远处，沈浪脸颊抽搐，卧槽，师尊宝宝又回来了，你可真执着，醋意怎么这么的大？既然难受，就别看了，我也没干什么。就在两人还在看流萤水晶时，一声惊叹传来：卧槽，这玩意还能这样玩？沈修，你是个人才。听见有人喊，沈浪和皇后同时抬起了头，面面相觑，都在询问对方他是谁。沈浪蹙眉，好像在哪见过，看他想不起来的样子。那人也不尴尬，坐在两人对面，自顾自地倒了一杯茶，抿了一口，笑道：我于飞，剑宗的。卧槽，想起来了，是这小子，怎么是个自来熟？你要说不认识吧，也确实认识。册封沈浪圣子时，他也确实在场，但是根本就没说几句话，也就打个照面而已。你来凌霄国做什么？沈浪忍不住问道。他拿着桌子上的糕点，不客气地吃了起来。皇后还给他往前推了推，谢了。于飞向他谢道。皇后含笑点头。于飞又看向沈浪，一边吃着一边说道：你先别问我这个，你刚才说的可不可行？什么玩意可不可行？沈浪一头雾水，就是抓几个仙子做留影。我操，这他妈1000多字时候的事，
你2000多字来问，你到底偷听多久了？沈浪嘴角抽搐，现在的人怎么了？都喜欢听墙根吗？切，什么偷听？于飞满不在意的耸耸肩，恰巧听到而已。恰巧？沈浪狐疑的看着他，显然不信。我信你个鬼！你小子绝对偷听很久了，关键是你把后面那1000字也听到了。卧槽！今天出门没看黄历，碰见2个偷窥狂，到底行不行？见他久久不说话，于飞又问道。当然可行。沈浪声音低了一点，找一些漂亮仙子，别穿太多，或者定制特殊的衣服。沈浪声音更低了，特殊的衣服。于飞若有所思，对，先这样，再那样，嘿嘿。最后听沈浪说完，皇后惊呆了，脸色愈发的红晕，还能这样玩？卧槽！于飞眼睛睁得老大，太劲爆了，他算是听明白了。试想高高在上的仙子，平常人看一眼都是亵渎，而现在却一个个穿着各种夺人眼球的服装，明白了，啧啧这反差，绝对让人为之疯狂。这东西还可以分高中低3个档次，最高端的还可以帮你定制你喜欢的，你喜欢谁就专为你定制一部，不过这个价格就是天价了。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？沈浪好奇。沈兄，我家里世代经商，其实我也喜欢赚钱。于飞解释道，他家在苍玄大陆生意做得很大，于飞本来也是很有经商头脑的，可偏偏觉醒个神剑体质，被剑宗看上。用他的话来说，修炼苦，修炼累，打坐打盹都怕废，灵气不胀心更碎。与其当个剑宗狗屁圣子，还不如当个闲散王爷，那多痛快。在自己家，他有的是钱，仙子算个屁，不同意老子用钱砸的，你同意？让你撅着，你就不能跪着？其实还可以再改进一下。沈浪提醒道。改进一下？于飞摸着下巴思忖下，突然眼睛一亮，哈哈，内容炸裂些，只有仙子太单调了，还得有。他小声说道，声若文瑞。嘿嘿，没错。沈浪说道。两人相视一眼，哈哈大笑。还别说，这于飞是个商业奇才，你给他一个开头，他能举一反三。啧啧，有点东西。皇后在一旁听得羞死个人，这还有个女人呢。沈兄，这生意我接了，算你3成股份，怎么样？于飞语气诚恳地说道。你玩真的？当然。于飞笃定，看他不像是开玩笑。沈浪想了下，颔首点头，只是出个主意，其他的不用管，3成也不错了。依然是个庞大的数字，以于家的背景和经商手段，这生意只会越做越大。就这样，苍玄大陆第一个影视行业产生了。于飞，你还没说来这里干嘛？沈浪又重新问道。这里是合欢宗的地盘，一般来说其他宗派不会来。干嘛？于飞撇撇嘴抱怨道。欢喜楼是我家的，最近生意挺差的，家里让我来看看。欢喜楼？沈浪一愣，干啥的？字面的意思。于飞嘴角斜笑，冲他眨眨眼，这眼神只有男人懂。哦，沈浪恍然大悟，哈哈，你小子！皇后一脸懵逼，远处的师尊大人的，呸！不掩脸的孽徒，看着两人的露出的坏笑，他就明白了过来。他和皇后不一样，皇后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不知道情有可原。可师尊宝宝就不一样了，3000多岁的女人，什么不知道？他在尘世间游历过，这地方可是见过不少。这剑宗的于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和孽徒一个德行。呸！师尊大人撇撇嘴，一顿吐槽。远处几人还在交谈，沈兄一起去。于飞真诚地说道。这不好吧？沈浪看了眼皇后，故作矜持。我可是个正经人。他心里狂跳，蠢蠢欲动。闻言，沈兄说什么呢？于飞一脸板正。我是正经人，就是请你帮我看看欢喜楼的生意，顺便视察下民情。沈兄不去就是看不起我了。于飞语气诚恳，拱手说道。自心里思忖，这沈兄还挺洒脱，就是比我都能装，让我3请4请的。沈浪一脸严肃。于兄都这样说了，不去就太不地道了，你说是吧？皇后见沈浪问自己，皇后坦然道。那是自然，我听你的。3人聊了一会就下楼，刚出来了大门，没有多远，不远处的小摊，一个美艳绝伦的女子在看着糖葫芦，认真仔细，一身青色的纱裙，舔了舔嘴唇，样子有些可爱。皇后率先看见，拉了拉沈浪的衣袖，快看，师尊大人。沈浪看去，果然是他在干嘛，想吃几人走过去。师尊，你在干嘛？沈浪问道。
啊！被发现的师尊面色尴尬，很快恢复清冷。没事，出来转转，顺便买点生活用品。他解释道。沈浪看看糖葫芦，又打量着他，明白了，嘴角露出坏笑。见状，师尊大人瞪了回去，传音：孽徒，你笑什么？你想买糖葫芦？没有，本座只是好奇。嘿嘿，师尊在吃醋。滚，本座才没有。狗东西，你不给我买，我还不能自己买了。师尊心里懊恼。师尊，我给你买的有。买的有。沈浪手腕一翻，出现一串糖葫芦，递给了师尊大人。他愣愣地看着，心里好受了一些。嘿嘿，本来打算晚上点你的，这算什么？嫖资吗？你这就有点狗了。沈浪汗颜，又是虎狼之词。哼，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。好好，晚上你想怎样随你。好吧，滚，你这狂徒！师尊大人气得狠狠地嗦了一口糖葫芦。甜，还是孽徒的好吃，怪不得皇后说好。呵呵，师尊大人，买东西这些小事交给下边人做就可以了，你怎么还亲自跑？皇后善意的笑笑。于飞也拱手打招呼。一一见过后，沈浪、于飞在前面商量着电影的具体事项，两人窃窃私语，露出猥琐的笑容。师尊大人收起来没有吃完的糖葫芦，和皇后落后前面两人几步。皇后，你这样可不好，他说道。皇后错愕，你和我这孽徒不合适，你们年龄差距太大。听他年龄问题，皇后本能的反驳，我也就比他大10岁而已，有什么关系？听说修仙界相差几千岁的也大有人在，这好像没什么吧？不得不说，皇后说的有理。沈浪告诉了他很多道理，他已经不是那个受世俗摆布的人了。他现在本能的抗拒，倒不是为了争什么，反正你要管他，他就反抗。完了，骨子里已经被策反了。恭喜你逆徒，你突啊成功了。你可是皇后，注意点身份，不要设体统。师尊没好气地说道。皇后浅笑，皇后这身份不要也罢。你在说什么啊？师尊蹙眉，凤眸望向他。哼，这世上只有真情不能亵渎，爱情是不分国家、不分年龄、不分背景的。我操，这是孽徒告诉你的？师尊大人呆呆地问道。这狗东西，癞蛤蟆玩青蛙，玩得真花。皇后点头承认，又说道。再说了，师徒都可以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？师尊宝宝。师尊一脸无语。完了，这皇后已经被孽徒玩坏了。皇后，我这徒弟你把握不住的，你不要玩了。师尊大人耐心地开导，眼看着皇后被孽徒祸害，他于心不忍。都是同姓，相煎何太急。皇后你快跑吧，这罪这苦这祸害就让我一个人承受吧。师尊大人，这2天我就要回去了。皇后灿然一笑。回去？仙子师尊眉毛一挑。圣子是个很不错的人，真的，我只是把他当知心朋友，至于其他的关系，我就是想也没有资格了。皇后自嘲的笑笑。仙子师尊心里松了口气，你没资格就好，至于你的苦楚跟我没关系，死道友不死贫道。呵呵，师尊大人脸色愈发好看了，两人亲热地攀谈起来。说着说着，几人就到了一个装修豪华、外观灯红酒绿的木楼。看了看上面的匾，师尊大人暗暗啐了一口。于飞带着几人进入，里面确实冷冷清清，莺莺燕燕不少，可就是没啥客人。沈兄你也看到了，现在就这情况。于飞垂头丧气，本来这里生意还不错，可近1年一天不如一天，也没有人恶意竞争，莫名其妙的生意下滑。听他说完，沈浪点点头，找到一处座位观察了一会。操，天天都这一套，没意思。一声嘶吼声传来，沈浪闻声望去，出来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。妈的，快乐不起来啊！我们走，走走。几人骂骂咧咧的走了。沈浪看着后面跟出来的女人，脸上露出狐疑。还可以，不算差啊。为什么呢？略微想了一下，他就明白了过来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审美疲劳了。多少年了，一直一种模式运营，腻了，已经没有什么可吸引别人的东西了，所以不好玩了。听到沈浪的看法，于飞摸了摸下巴颏，说道：好像是的，这没多年了，这里一直很稳定，所以就没变过。那就是了，模式有问题，少了一些创新。沈浪点头说道。创新？于飞不解，这玩意咋创新？怎么不能在前世？你不知道这东西多火，营销模式一套一套的。当时沈浪也开了几个，所以还是比较了解的。
搬到这个位面用足够了，随便一招就炸裂。沈浪想了想，给一旁的师尊宝宝传音：宝宝，干嘛？那个，想找你借个东西。可以，我还有什么不能给你的？师尊大人抚摸着小腹，语气既无奈又无奈，连本座的洞府都随便进进出出，来去自如，还有啥不是你的？呵呵，谢谢宝宝，你真好。哼，现在才知道。师尊大人嗔道，心里吭吭唧唧。呵呵，那个，把你的玩具借我用用。沈浪尴尬笑笑，此话一出，师尊大人脸色暴怒，头顶冒着蒸汽，成了蒸汽机。卧槽，糟糕！沈浪看到这一幕，觉得大事不好。滚！他声音之大，差点没把沈浪脑袋炸裂。这女人果然不让看，本来想拿给于飞研究下，现在只能作罢。意料之中，这么多人，师尊大人笃定不会给的。再说他也挺喜欢的，怎么可能让别人碰？可以理解，不过没关系，再换一招就是。沈浪身体前倾，招招手，在于飞耳边窃窃私语。于飞表情先是一愣，随即眼睛一亮，接着震惊无比。我操，沈浪还是人吗？这办法都能想出来，这是何等的卧槽！沈浪的建议，一定要把他们装扮的高大上，越高档越好。比如让他们穿上剑宗的宗门制服，这样就把一个平常女子包装成一个修仙者，这种诱惑谁抵挡得住？还有就是分为3、6、9等，最高档的有钱都不行，必须办卡，消费达到了至尊用户才可以上顶楼，那里是尊贵的象征，当然质量也是最好的。男人嘛，越是得不到，心里越痒痒。哈哈，于飞开怀大笑，拱手行礼：沈兄大才啊，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哼，我只是建议，行不行我也不知道。怎么会不行？太行了！于飞激动地往前坐。沈兄这个提议太棒了，这个酒楼我会给你分2成，还有刚才那个电影事业。卧槽，一个主意而已，不至于吧？算了吧，我对钱不感兴趣。沈浪洒脱地说道。那哪行啊，我于家的规矩如此，只要是有帮助的都会提成。于飞一脸认真。沈浪一愣，点点头，行吧，这于家确实会做生意，后世的营销分成被他们研究得透透的，怪不得做这么大。于飞，你要是敢用合欢宗的宗符，我打断你狗腿。风无极那老东西来了也没用，我说的。师尊大人沉声警告。两人的龌龊手法被他鄙视。呵呵，那不会，那不会。于飞急忙摆手，同时又发愁，用谁的呢？用剑宗的他摇摇头，估计风无极得打死他哎，头疼。用大宗派的宗符效果最好，知名度高。小宗派不想用，没有名气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你特么用谁的都会找他拼命，这简直是侮辱啊！这谁忍得了？沃日啊，这咋办？他眼神求助般的看向沈浪。这好办。沈浪读懂他的意思，浅笑道：就是魔宗的。师尊眼睛一亮，这个好，孽徒终于干了件人事。于飞一听没明白过来，这有啥区别？这不一样吗？不还是找我拼命？倒是不是怕他们，主要是还要做生意呢，打打杀杀的。麻烦我们把 logo 去掉，只穿和他们一模一样的衣服。对啊。于飞一拍大腿，如果他们换服饰，咱也换服饰，反正吃定他了。沈浪笃定说道。于飞开怀大笑，竖起大拇指，太妙了，这下子魔宗只能生闷气。沈浪轻笑道：对对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你再搞个花魁，这花魁就叫桃夭夭。沈浪眨眨眼，嘿嘿一笑。于飞瞪大了眼睛，子夭夭桃夭夭，卧槽，高仿版魔女。于飞眼眶欲裂，疯了，彻底疯了，抓着头发狂叫，太刺激了，这他妈谁受得了啊？不行，这桃夭夭我先来。皇后不懂也不认识，只知道他们解决了问题，跟着浅笑着。师尊大人暗啐一口，这狗东西简直坏透了，这不把魔宗恶心死啊？不过他也明白为什么偏偏是魔宗，这是为了给自己出口气。哼，这狂徒还算有点良心。沈浪和于飞签订了灵魂契约后，几人就分开了。沈浪几人回到使馆，皇后先回去休息了。走房间门口，沈浪打开门，冲师尊宝宝坏笑道：开心一下。师尊宝宝嗔他一眼，少废话。嘿嘿。首都紫郡合欢宗大使馆后花园，月黑风高夜，所有人都熄了灯，只剩下虫鸣声，后院寂静一片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在黑夜中传来，
一个佝偻的身体慢慢浮现。定睛一看，卧槽，文泰！他鬼鬼祟祟的东张西望，小心翼翼。也该来了，说好的53克。文泰长老紧张地搓着大手掌，眸子中满是期待。他时不时望向进口处，焦急地等待着。半刻钟后，夹道中，屈娟莲步款款地走了过来。文泰眼睛一亮，迎了上去。曲师叔，你来了。他语气满是喜悦。还叫师叔？他一脸幽怨。以前你都叫我娟儿。嘿嘿，多年不见，有点生疏。文泰的菊花脸傻笑着。屈娟嗔他一眼，缓缓地坐在青石上，问道：这么晚了，干嘛？文泰嬉笑地挨着他坐下，心里别提多美了。如果不是当年的一点小误会，两人早在一起了。造化弄人。娟儿，我想你了。文泰鼓起勇气，一把抓着屈娟的手，很动情。他不想再等下去了，两人都老了。唉。屈娟一声轻叹，凤眸望着他，心里一阵唏嘘。曾经的追风少年终究是不在了，变成了一个老人。文泰，我已经不怪你了，可是现在你已经是至尊境大圆满，你还有很长的寿元，而我只是一个王者境，并且已经停滞不前，我陪不了你多久了。屈娟紧咬红唇，语气中满是伤感和失落。如果爱能早些说来，也许还来得及，可是现在都太晚了。心里有时候也会怪自己太犟了。当年要是多一些包容，也不会有遗憾。娟儿，无论多久我都知足，就算你不在了，我也不会再找了。文泰手掌颤抖着，虽然不能接受这个事实，心里也无奈。文泰，屈娟眼睛雾蒙蒙，哽咽道：都怪我，是我要求你必须道歉，导致这么多年的割舍。你说我傻不傻，非要求你从一而终，可这修仙界有那个是这样的，我真的太固执了。说到最后，屈娟扑到他怀里，低声抽泣着，声音里满是愧疚和后悔。文泰紧紧地抱着你，眼中满是心疼，老泪纵横地安慰道：不怪你，都怪我太浪了。文泰，屈娟哭得更狠了。文泰至少还有1000多年的寿元，而屈娟就剩10几年了，她这个年龄基本突破无望了。说句残酷的话，她只能等死。寿元差距太大，一眨眼就没了，所以她也不想霸占着文泰道，让他组个固定的队伍，不想白白耽误他。可这老东西也是个情种，他很渣，也想给你屈娟一个家。反正文泰现在是王八吃秤砣，铁了心的 A 了上去。屈娟轻轻地推开他，冷笑道：哼，你个老不正经，挺熟练。嘿嘿。文泰坏笑道。他眯着眼四处瞅了瞅，嘿嘿一笑，在屈娟的一声惊呼中抱起来了他，熟练的打个戒指。文泰，这里怎么行啊？别打扰了圣子。没事，圣子也忙。狗东西。5分钟后，文泰一脸尴尬，刚才明明有感觉的，怎么一会就没了？他眼神中满是懊恼和不甘，就差捶胸顿足，仰天长啸了。看到他的样子，屈娟整理着衣裳，说道：你也别多想，让我说这挺好的，我还真怕你激动猝死了。话虽不中听，本质却是安慰他。唉。文泰轻叹口气，真特么怨，等这么多年，眼看就梦想成真了。不行了，老天你玩我呢，给个机会行不行啊？这感觉难受的一批。行了，没事，我不嫌弃你。屈娟打趣道。他觉得没什么，知足了，只要有感情就行。但是文泰可是男人，这事男人可不会用上半身思考。我们回去吧，别打扰了圣子。对，圣子。屈娟还没说完，就被文泰打断。他猛地站起来，眼睛一亮。圣子一定有办法，他可是9品炼丹师，肯定有办法。顺便再帮屈娟求个丹药，能突破最好，就算不能突破，就求圣子帮他续命。圣子一定有办法。奈斯。想到这，文泰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在这等我。丢下这句话，他就消失在原地。屈娟，什么情况人呢？这老东西去哪了？沈浪房间里。为什么不穿？哼，就不穿。你这女人那是用魔蜘蛛丝做的，很珍贵的。呸，恶心。两人正在低声私语，咚咚，敲门声响起，屋里的两人面色一愣，面面相觑。这么晚了，谁啊？沈浪没理会他，继续又敲了几声，还挺急。无奈，沈浪无奈抽出来，走过去开门。咔的一声，门打开后，他走出来，反手又关住了。一抬头，沈浪错愕：七长老。嗨嗨，圣子打扰，你休息了吧？文泰一脸尴尬，不好意思。你说呢？沈浪没好气地瞥他一眼。文泰讪讪笑笑，
大半夜的打扰领导休息，很不礼貌。并且这老家伙耳朵灵着呢，听到了女声，就知道圣子也很忙，冲动了呀，打扰了人家的好事。至于是谁，无所谓，领导不说，他绝对不问。合欢宗都是沈浪的，是谁重要吗？不过他心里也有点好奇，自己估计了下，十有八九是岳凝霜。皇后不可能，人家有夫之妇，是皇帝。使馆的这些更不可能，档次不够。顾雨霏就不可能了，那是他师尊，那就只有岳凝霜了。啧，好运的丫头，马上就要成为圣子妃了。平常看她挺端庄的，没想到是个闷骚。嘿嘿，看她一直不说话，就在那傻笑。沈浪皱皱眉，忍不住问道：七长老，你到底有事没事啊？没事，我回去了。哎，有事。见沈浪要走，文泰急忙喊住，说。沈浪不满，嘿嘿，我有个朋友，那方面差点，有没有这类的丹药？我想帮帮他。那方面丹药你朋友？闻言，沈浪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，他眼珠子转转，眨眨眼，戏谑道：你那朋友就是你吧？哈哈。文泰，你朋友？什么朋友会跟你说这种事？还让你帮他求药？这是隐私。被揭穿后，文泰一副尴尬的样子，老脸一红，憋成了猪肝色。得了，七长老，咱俩谁跟谁，还不能说个实话了？看他这副样子，沈浪就知道自己猜对了。呵呵，文泰灿灿一笑，抓抓头，也不再藏着掖着了。圣子，到底有没有啊？有。沈浪手腕一翻，一瓶丹药出现手上，晶晶雪花丸，你的知音，拿去用吧，没了我再给你。沈浪嘴角含笑，把瓶子递给他。七长老脸色一喜，迫不及待地接过，嘴角的笑意比 AK 都难压。沈浪摆摆手，无精打采地打个哈欠。我回屋了，你去玩吧。七长老点头如小鸡啄米。咔的一声，沈浪回屋，关上了门。七长老嘿嘿一笑，消失在原地。就在两人离开后不久，皇后屋里一声轻叹，圣子果然不行，这药应该也是给他自己准备的。翌日清晨，沈浪醒来时，空气中还残留着味道。师尊宝宝已经离开了，这女人死要面子，走得早，肯定是怕碰见岳凝霜。师尊大人知道现在是岳凝霜负责他的起居，要真碰见就完犊子了。咔的一声，岳凝霜快步走来了。圣子，昨天晚上子俊又有修士被杀了。听到这话，沈浪整理着道袍的手微微一顿，抬头问道：又是散修？岳凝霜颔首，脚步挪过去，帮他整理着衣服，柔声道：一夜死了10几个。10几个。闻言，沈浪错愕，这么多，看来这帮人有些迫不及待了。凌霄国已经向合欢宗求助，圣子下来调查了，竟然还不收手，这是不给我沈浪面子啊！本来还想玩几天，看来得先解决了。圣子，宗主传话了，让尽快解决。岳凝霜已经帮他整理好了衣服。沈浪坐下，眯着眼睛，沉声道：让七长老散出话，就说最近会有一批散修会过来。闻言，岳凝霜一愣，问道：这是？沈浪冷笑：引蛇出洞，一次性解决了。哼，狗日的，别躲了，你不是喜欢杀吗？我给你送到嘴边，看你吃不吃。特么的，打扰我的清修，等老子逮着你就别想活了。他心里思忖着。圣子！岳凝霜突如其来的惊呼把沈浪惊醒，反应过来侧头一看，我草了，瞪大了眼睛，自己正拉着他的手。我去，习惯了，莫收住。岳凝霜脸色绯红，颤道：你说就说，拉我手干嘛？圣子看着挺正经的，不像个欺师灭祖的人，那么孝敬师尊的人怎么会干这事？一定是不小心。他也没在意，可是沈浪下面的话把他气个半死。凝霜峰主，你怎么不提醒一下我，下次注意点。沈浪轻声道，像是不在意。我注意点。闻言，岳凝霜有些懵逼了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你让我下次注意点，有没有搞错？我没动啊。没动也有错，我怎么提醒你啊？真是不可理喻。岳凝霜跺跺脚，气结，偏偏又没办法。虽然自己是峰主，可人家是圣子，关键还如日中天，实力强悍，宗门的宠儿，我能怎么样？看着他委屈至极的样子，沈浪歉意的一笑，不再戏谑他。不好意思，习惯了。他轻声道：我去，这是理由吗？习惯了？你跟谁俩习惯呢？圣子，咱合欢宗可都是正经人，不要失了身份。玉凝霜懊恼地说道：合欢宗我的凝霜峰主，
咱合欢宗有正经人远的不说，文泰昨天还在开心呢，随便想想都知道这老家伙跟谁。就你不知道行了，扯远了。沈浪目光收回，正色道：你回合欢宗一趟，挑选一些修为还不错的弟子，隐藏修为，大摇大摆的进城，记得把衣服换了。看沈浪认真，岳凝霜暂且放下这事，颔首点头。虽然眸子中还是有些不满，但是交代的正事，他还是出去照办了。沈浪看他出去了，眯着眼睛思忖着，只要把那人引出来，还是有把握留下他的。3日后，玉凝霜回到了合欢宗，先是去天云峰找宗主穆千离。今天宗主大殿只有穆千离和云瑶，他汇报了圣子这几日的情况，当然别的事倒是没有说。穆千离大致也明白了沈浪想要做什么，就安排玉凝霜在各峰随便挑，很支持。不过在听到沈浪带着皇后在逛街，也是摸摸额头一阵发愁。这小东西他是太了解了，没有他不敢做的事，更没有他不敢泡的仙子。玉凝霜倒是没说沈浪坏话，相反还一个劲的解释他和皇后只是好朋友，无话不谈而已。好朋友无话不谈，呵呵。穆千离心里冷笑，再不管，估计马上就该座谈了。你还是不了解他。岳凝霜一再表示他不敢，呵呵，这小东西连我都敢零接触，一个皇后算个什么？他的事你多上心，最好就日日陪伴。总之圣子一定要安全。穆千离非常重视，再一次提醒道，合欢宗几千年才出这个一个妖孽，绝不能毁在自己手里。至于想玩就玩吧，别太放肆就行。无论什么皇后仙子，这些人穆千离根本就没放在眼里。他是苍玄大陆顶尖的存在，不怎么在意他们。一宗之主只维护宗门利益，但是至少你也不能太过分了，只要不打这些宗主师尊的主意，其他爱咋地。至于自己，呵呵，谅他也不敢，其他都无所谓。男人嘛，可以理解。穆千离身为掌舵人，还是合格的，知道什么该管，什么不该管。好了，你下去准备吧。穆千离说道。是。岳凝霜拱手，正要准备离开，突然看向一旁的云瑶，目光一凝。云瑶峰主境界又提升了，他怎么提升的这么快？他记得云瑶也就是黄境中期的样子，这才多久就已经跃到黄境后期了。沃日，开挂了吧？不是大姐你咋修炼的？教教我呗。哥哥，是啊，得多谢圣子了。云瑶凤眸笑成了小月牙，说道。圣子？岳凝霜错愕和不解。嘻嘻，是啊。云瑶妩媚至极道，我和圣子交情很深的，是他指点我的，要不我怎么会进步这么快？语气中还有些小得意。进步？不是大姐，其实我也想进步。岳凝霜虽然淡泊名利，但这跟修炼有什么关系？他只想不争强好胜而已，但还是要加紧修炼。能进阶，谁又想停着不动？这跟名利没关系啊！真是个好运的女人。那要恭喜云瑶峰主了。岳凝霜想了片刻，忍不住又问道：就是，您是怎么提升的？能告诉我吗？他还是好奇，虽然希望不大，任何人都不会轻易告诉你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小秘密，就算一个宗派的也不行，何况还是这种修炼的敏感话题，更不会说了。听到这话，云瑶不易察觉的脸色一红，迅速压了下去。大姐，你这不是敏感，简直是赤裸裸的，你再问下去，干脆我把细节告诉你，得了。他轻咳2声，说道：这个凝霜峰主实在不方便说。果然，岳凝霜心里苦笑，这狐狸妹纸还是不愿意说啊，天天就她心眼多。不过岳凝霜也不怪她，要是自己的话也不会说。不过她已经暗暗下决心，一定要进步。我不争权夺利，但是修行的事确实马虎不得，一定要加紧修炼。等回了凌霄国，一定要问清楚圣子，让他指点一下。等岳凝霜走后，穆千离轻抿着灵茶，他不在意云瑶没有和岳凝霜修炼办法的事，这很正常，机缘是自己的，他只在乎整体实力，谁提升了都是好事。他很惬意，绝美的脸庞简直就像地凡一般。不过下一秒他就不惬意了。宗主，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。云瑶小心翼翼地开口。穆千离放下了茶碗，望向他。什么事？对于云瑶，穆千离还是很满意的，他很聪慧，也很会猜自己的心事，每一回还都能猜对。作为自己的嘴巴，穆千离很满意。云瑶总能把穆千离不想说的、不好办的事都办了，是个好先锋。这样的员工谁不喜欢？当然，作为回报，他要是有要求，只要不过分，会满足他的。所以他很认真地听他说，我想和圣子结为道侣。云瑶语出惊人，大殿一片死寂，
我擦木千里眼角抽搐，原本鼓励和惬意的眼神变为震惊和意外碾压的。我没听错吧？你说什么？木千里不死心，再次问道。我想和圣子结道侣。云瑶咬咬牙，依旧不卑不亢。管他洪水滔天，我想喜欢谁就喜欢谁。他心里思忖着。再次确定后，木千里终于相信了自己的耳朵。咕咚，他咽了一下口水。那个，云瑶啊，木千里想了半天，说道：“这有些不合适吧？”云瑶上前一步，笃定地说道：“宗主，他未婚我未嫁，没有什么不合适的。”木千里来回踱了几步，想了一下，好像确实没什么不合适的，就是这年龄差距有点悬殊。不过，云瑶够直白，他们也不是师徒，你情我愿的也正常。等等你情我愿。想到这，木千里问道：“圣子同意吗？”云瑶像是准备好了，立马回道：“圣子走的时候还在我头上插了一朵花，说舍不得我。”什么？宗主大人张大了嘴巴，惊讶：“他也给你插花了？”“是啊，插我头上了。”云瑶错愕，一双凤眸看着木千里：“宗主大人怎么这么大反应啊？”“等等，什么叫也？”木千里暗骂一句：“小混蛋，你这是无所畏惧啊，连封主都不放过。”插花曾经那天他也在自己头上插过一朵花，不过是狗尾巴草，还搞错了。原来云瑶也是一样的，既然花是一样的，想必说的话也是一样的吧。呵呵，他冷笑，怪不得自己的师尊长得出水芙蓉一般，一生不结道侣，还不让我结道侣，果然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操，这小东西到处乱插花，刚才还说封主和师尊是他最后的底线，话还没焐热你就来个暴击。嗨，木千里轻咳说道：“这个，云瑶，此事先放一放吧。”为什么？云瑶问道。宗主大人就不能成全我们吗？这不是我的问题。木千里无奈地解释道：“这总得通过他师尊的同意吧？他倒不是有意阻拦。沈浪虽然暧昧过他，不过毕竟自己境界很高，基本没有太大的影响，不会干什么吃醋的事。这才哪到哪，他还没突破准地，那才是他追求的目标。只是确实需要顾雨飞的同意，凡事都得讲个原则。他毕竟是顾雨飞的徒弟，所以尊师重道还是要有的。”云瑶想了想，点点头，觉得有些道理，那就回头和顾雨飞商量下，想必他不会拒绝的。毕竟这辈分可是自己吃了亏，他占了便宜。啧，雨飞仙子一定会同意的。想到这，他心里有底气了。两人又聊了几句，云瑶走了，目送着他离开。木千里烦躁地一摸额头，这都什么啊？修仙界也太乱了。可是偏偏他也没办法，这里没有这样那样的规定，一切都是围绕实力。好像最乱的就是我和欢宗了。木千里无奈地自语道。他也没办法，宗门的修炼系统就是如此罢了。如果他俩郎情妾意，就成全他们算了，以后还有个人管沈浪。逛街？木千里突然想到这个。对了，什么是逛街？他疑惑地喃喃自语。凌霄国首都紫郡合欢宗大使馆，文太长老春风得意，意气风发，曲娟管事神采奕奕，仿佛春雨滋润过一般。桃花树下，沈浪正一脸惬意地躺在竹椅上，听着两人的汇报。我说七长老，这大使馆的事别给我汇报了，我办完事就走了。沈浪听着脑壳疼，两人事无巨细地说了一顿，他是一句没听进去。我是合欢宗的圣子，又不是大使馆的圣子，你俩给我汇报个屁啊！圣子你在就是最大的，得向你汇报。曲娟态度谦卑，语气尊敬，毕竟两人的事是沈浪促成的，现在两人已经把他当成恩人了，正常运转吧。沈浪想了想，在怀里掏了半天，奇怪，我记得就在怀里啊。看到这一幕，七长老两人嘴角抽搐，头上冒出阵阵黑线。圣子，你在掏什么呢？泥丸吗？咦，找到了。沈浪惊喜道，下回还是放到储物界吧，放怀里差点丢了。两人微微一愣，空气凝固。什么？丹药？是的。沈浪拿出了凝王丹，这是给曲娟的。凝王丹，曲管事吃了它，必定会突破王境，至于突破到几层，只能看机缘了。沈浪随意地说道，把丹药交到他手里，他手都在颤抖。什么突破王境？真的吗？他欣喜若狂，这是做梦都想做的事，这等于是救了他一命。没这枚丹药，他必死无疑，靠自己突破。呵呵，要能突破，早就突破了，还用等到今天？这就是命，资质太差，修炼到死也不会有所成就。
出生的那一刻就决定了。凡人修炼那是遐想，所以说投胎是个技术活，他再也绷不住了。没有什么比活着更美妙了。圣子，屈娟声音都颤抖了，像极了那天晚上。看着他红润的样子，沈浪冲着七长老眨眨眼。这也是七长老的心愿，他多次求要，都是为了你。我们是生死之交，所以他的面子我还是要给的。闻言，屈娟心里感动万分，凤眸瞄着文泰，其中的含义都快溢出来了。迎着他的目光，七长老腰板微微挺直，一脸板正，大言不惭道：可男人嘛，伟大，满分。沈浪都想给他鼓鼓掌，这老东西忒不要脸。果然，听到这话，屈娟的对他的爱意愈发的浓郁了。唉，还装上了。沈浪差点吐了，你比我都浪啊。剩下来的事就是两人腻歪。沈浪实在看不下去，告辞走了。今天还有事，皇后邀请他去珍宝阁，今天有一场展品会，他想买些东西。两人在门口碰面，皇后依旧很清新，打扮得很少妇，虽然没有那些小仙子的青涩，但是却多了一些成熟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大约摆个半个时辰，两人相伴来到珍宝阁。珍宝阁是属于皇家和合欢宗一起创办的，一楼是一些散修交易的地方，经常会有散修缴纳一些费用，就可以把想买卖的东西在这里交易。不过现在却是很萧条，基本上没人了，谁还敢在凌霄国？不要命了！两人刚进门，就有管事眼尖的发现了他们。圣子，皇后！只见一个三阳胡子的老者拱手行礼，语气谦卑崇敬，先圣子，后皇家，顺序不要搞反了。屈娟多次对他们交代，来了多日了，沈浪对子俊也了解一些，知道这个是和政府合营的，外面的侍卫都是皇家的，里面的管事大部分是合欢宗的。我和皇后想买些东西，不过看这样估计要泡汤了。沈浪指了指空旷的一楼大厅，老者姓王，他苦笑道：圣子，这也没办法，那可惜了。皇后有些失落，看来今天买不成了。没关系，那我们走了。沈浪点点头，准备离开。圣子，且慢！王管事喊道。还有事？沈浪扭头问道。呵呵，今天楼上有个拍卖会，如果皇后想买东西，可以去楼上。楼上？沈浪一愣，还有高端局，不过这个拍卖会有些不一样。王长老善意地提醒道，原来这次的拍卖会其实是个鉴宝会，以拍卖的形式进行。如果是假的，珍宝阁是不会负责的，不过以前不是这样的，因为经历过散修一直被杀，所以不得已以这种模式进行。这种模式有个好处，珍宝阁会提前鉴定真假，但是却不告诉你，如果假的当真的卖了，就再收取你拍卖价的 60% 的费用。比如的假货值1000金石，而被某个傻子以11000金石买了，那你得4000金石，包含你本身价值的1000金石，珍宝阁分6000金石。而真货的话还是正常用金，不过珍宝阁为了激励，所有的东西都会远低于市场价，大部分人抱着捡漏豪赌的勇气经常满员，效果还是不错的。特殊时期为了盈利也只能这样办，要不然一点生意都没有。当然整场的假货不会超过 10%， 这是底线。听到王长老叙述完，沈浪笑了笑，戏谑道，这卖假货的有自己人吧？王长老脸色一僵，不好意思的笑笑，不说话。这算是默认了，这是哪个鬼才想出来的办法？太毒了，这简直就是明抢了，把赌博和鉴宝拍卖三位一体结合起来。我擦，你他娘的是个天才！不管怎样，珍宝阁盘活了。啧，厉害，有手段，愿者上钩而已，都是想占便宜的，没什么值得可怜的。珍宝阁都告诉各位这里有假货，你还来，这就怨不得别人了。皇后，我们去看看。沈浪问道。走，听你的。皇后浅笑道。2楼，两人来到后暗暗称奇，乌压压的一片人，人头涌动，每个人都在找着座位。皇后看到这一幕，眉头紧皱，人好多，我不喜欢，这和他想的差太远了，没想到生意这么火爆。再说他的身份在这种环境下有些不方便。沈浪也明白，扭头问道，王长老，有密闭的房间吗？有的。圣子和皇后何等尊贵，自然不能在这里。他连连点头，指了指上面的一排排房间，说道，帝王阁视线最好了。可以。沈浪颔首点头，他倒是无所谓，主要是照顾下皇后。王长老把两人领进包厢就退去了。里面还不错，前面大大的窗口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形，也很豪华，配得上帝王2字。没想到这珍宝阁还有好几层。皇后打量着房间，
惊讶道：“呵呵。”沈浪已经习以为常，戏弄道：“你不知道这很正常，你要是知道才奇怪了。”哼，你还嘲笑我？皇后似是小女人，嗔道：“你在这等着我。”沈浪突然说道：“你要干嘛？”我去寄存拍卖些东西，一会碰见有喜欢的东西，全买下来。沈浪站起来一挥手，非常豪爽。货币在这里是行不通的，他要去换些晶石，要真是遇到好东西，绝不吝啬。啧啧，果然是合欢宗的太子爷，真大气。嘻嘻，不用你掏钱，我带着钱呢。皇后嘴角狡黠的笑笑，拿出一个储物袋，冲他摇了摇，眼睛弯成小月牙，自己大小也是个一国之母，怎么能让男人掏钱呢？再说沈浪送自己东西，自己是要还是不要啊？多难为情的，这算什么？情人吗？他心里思忖。嗨嗨，沈浪轻咳一声，嬉笑道：“大姐，你想多了，我是给我自己买的，你的那份当然给你自己掏钱了。”话落，消失在原地。皇后看着他的背影，气呼呼的跺跺脚，抠得这么大度的男人，还是第一次见。沈浪刚刚走出门没多久，就碰见了一个熟人，于飞。我操，这小子怎么在哪都能碰见他？沈兄，于飞一怔，惊喜道：“你也来了？”“我来凑凑热闹，顺便卖点东西。”沈浪嘴角含笑。于飞这小子除了贱一些，品行还是不错的。对了，欢喜楼的生意有起色吗？沈浪突然又问道。一提这个于飞，兴奋的差点跳起来，手舞足蹈。我操，沈兄，你都不知道有多火爆。啧啧，你简直太厉害了。沈浪的主意确实不错，于飞也是急性子，听劝，说干就干。在沈浪当天说过后，他就开始改革，1天时间全部大改变，一个一个出水芙蓉的仙子勾人心魄，2天不出，生意大转变。虽然是高仿的仙子，但也满足了他们欲望，去的都说好，流连忘返。于飞效率非常高，花魁陶夭夭也找到了，长相和紫夭夭不能说很像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于飞见到他第一面就惊呆了，还以为是本尊来了。当天晚上，这小子和他交流了一夜，不错，很满意。于飞还举一反三，把陶夭夭的母亲也接来了。女儿都这么漂亮，他母亲肯定差不了。欢喜楼的企业文化已经初具雏形，够用了。行，你小子有前途，不愧是于家的种。那财迷的眼神就差抠下来装上2个晶石了。得了，我卖点东西，你去帝王阁吧，我已经定下来了。沈浪嘴角轻笑，急匆匆地走了。双赢，嘎嘎。看着他的背影，于飞咧嘴一笑，啧啧，我就说嘛，和气生财，你们偏要斗来斗去，一群白痴。他自言自语道，哼着小曲去找沈浪的包厢。帝王阁门口，几个人和王管事激烈地争论着什么。特么的，是不是看不起我陆家？一个清瘦的男子带一个老者，语气不善地喊着：“小兄弟，这个包厢已经有人订了，我再给您换一个。”王长老满脸堆笑，极力地解释着：“订过了就让他退。”男子依旧不依不饶：“放眼整个凌霄国，谁敢不给我陆家面子？”口气很大，引得周围的人纷纷看着热闹。这小子谁啊？这么拽？你外来的吧？这小子是凌霄国的老牌世家，陆家二少爷陆青。那也不至于吧？这珍宝阁是皇室的地盘。呵呵，原来是不至于。不过现在嘛，不一样了。他的大哥陆景前不久成为了阴阳宗的圣子。哦，我说呢，原来如此，怪不得这么猖獗。这包厢的人估计要倒霉了。管他呢，死贫道不死道友。周围的人带着幸灾乐祸的表情望向这边，每个人都期望闹起来，打起来。这时，王管事强忍着怒气说道：“陆二少，我觉得你需要冷静一下。”冷静？陆青哈哈大笑，突然沉声道：“姓王的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这帝王阁我要定了，你不给我试试？”语气中没有一丝商量的余地。陆青，王管事决定不再让着他，语气陡然一冷：“这里面坐的是皇后，你想死吗？”我操！皇后！他神情一滞，望向了紧闭的房门。旁边的老者蹙蹙眉，劝道：“少爷，我们换个包厢就是。”老者善意地提醒道：“陆家虽然现在很吊，但是还不至于跟对皇室对着干。”提起自己这个少爷，他也是一阵摇头。现在是真的狂妄，到处装逼。知道的人是你哥成了阴阳宗的圣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哥正道称帝了，天天的拽的一批。这段时间这老者可没少给他擦屁股，谁都不喜欢一个爱惹事的主子，别哪天踢到铁板上，命没了。老者思忖，
我看你这差事当得愈发的好了，连我都敢管。陆青眼神幽冷地盯着他，老者心里那个气啊，真是不知好歹，嘴上不再劝了。见他不再说话，陆青轻蔑地收回了目光，重新看向王长老，嘴角露出一抹邪笑。皇后又怎样？让他换个地方。你！王长老气结，本想让这小子收敛点，没想到更嚣张，简直是个无脑。旁边包厢的人听见吵闹，也出来看热闹。我操，陆家这样牛啊，连皇后不放在眼里。哼，他哥现在是圣子，当然不把皇室放在眼里了。可据我所知，这里是合欢宗的势力管辖，那也问题不大。阴阳宗也很强，不会因为一个没落的帝国翻脸。也是，合欢宗不一定敢得罪他们。几人叽叽喳喳地讨论着，王长老脸色一沉，说道：小子，你别忘了，这里还是我合欢宗的地盘。合欢宗？这时陆青脸色终于变了变，他陆家可以藐视皇权，但是你藐视宗派势力就有点乱来了。还是北域6大势力之一的合欢宗，特么的，怎么把这茬给忘了？他心里懊恼，可这气氛都到这了，难道那我走？这多少有点丢人。他又转念想想，自己好像不太过分吧，就霸座而已，又能咋地？哼哼，王长老，我针对的是皇室，可没找你合欢宗的麻烦。陆青眼珠子转转，做出了让步了。王长老刚想说话，就被他不耐烦的摆摆手打断，我也不让你为难，我和皇后一间屋，这总强了吧？还行了吧？扯淡！王长老吓了一跳，意识到这比刚才更严重。不行，他断然拒绝。开什么玩笑？圣子明显跟皇后交情不浅，自己又不傻，绝不可能同意。姓王的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陆青气急败坏，他觉得自己很给合欢宗面子了。年轻人，你不要太过分，我们圣子在这。王长老呵斥道。哎呦，圣子如何？我就过分给你看。陆青嘿嘿一笑，直接推开了房门。屋内听见开门声，皇后本能地站了起来。刚才的吵闹声她已经听到，知道外面有些事情发生，不过她还是选择不出去，等沈浪回来，这样才是最机智的选择。不过她却没想到有人竟然敢擅闯进来。放肆！皇后皱眉怒喝道：你陆家反了吗？咕咚！陆青看到皇后，下意识咽了一下口水。别怪她，皇后长得确实不错，你见了也咽口水。早就听闻皇后美，今日一见果然不同。陆青有些上头了，目露荧光。皇后强忍着内心的慌乱，勇敢地对视着他。皇家的颜面不能丢。王长老和陆家的老者刚想上前阻止，被一声慵懒的声音打断。陆老二，你再不收手就会死的。谁？陆青扭头找去。我，于飞。他靠在墙上，嘴里叼根草，一脸戏谑地看着陆青。于飞。陆青蹙眉，沉声道：你少管闲事。呵呵。闻言，于飞冷笑了几声，向前了有了几步。我来给你捋一下。捋一下。陆青一愣。在这里。于飞手指向地面，严肃地说道：是合欢宗和皇室的地盘，而你同时得罪了合欢宗和皇室。可这还不算。还不算？陆青脸色一变。你还得罪了合欢宗圣子，皇后可是他的朋友。圣子。陆青冷静下来，想了想，心脏猛地一缩，瞪大了眼睛。沈浪？恭喜你答对了，就是一夜之间灭了王家的那个沈浪。呵呵，你还不算太蠢。于飞讥笑道。草了，刚才怎么没人告诉我？他后背已经打湿，冷汗直流，看着他的样子，一旁包厢看热闹的几人讥笑道：啧啧，不牛逼了，惹了个杀神。中间的人说道：谁啊？最左边的人问道：合欢宗的圣子沈浪，听说还是个混沌体，毫无人性。最右边的人接过话，继续说道：听说在灭王家时，一个女人直接被他打爆了脑袋。啧啧，听说还很漂亮，那脑浆崩了一地。卧槽，别杀了，多浪费。呵呵，如屠猪宰狗一样。卧槽，畜生吧，趁热也行啊。你小声点，你想死啊？陆青上不上下不下的，很难受，看他这副便秘的样子。唉，于飞摇摇头，冲他惋惜道：我都不知道这回劝你晚不晚。话音刚落，呵呵，晚了。声音不大，却犹如淬了冰的匕首刺入陆青的胸膛。他腿脚像是灌了铅一样挪不动，只能本能地回头。一个身姿挺拔目若星辰的男人和他擦肩而过，看都不看他一眼。你说你提醒他干嘛呀？让他再浪一回多好。沈浪看向于飞，不满地说道：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于飞偏要打断陆青的施法。真是的。于飞摊摊手，无奈道：呵呵，生意伙伴。
于家和陆家确实有些生意往来，所以他就好意提醒。不过这小子蠢得像头猪，难以度化，剩下的也插不上手了。你自求多福吧。于飞靠着墙，心里思忖。沈浪撇撇嘴，走到皇后身边，轻声道：“没事吧？”看到他过来，皇后轻轻地咬着嘴唇，摇摇头。这么多人在场，他纵使心里再委屈，也得压着。过来。沈浪嘴角轻笑，冲着陆青勾了勾小指头，一副人畜无害的表情。他脸色一僵，嘴角哆嗦。你想干嘛？他怕了。其实陆青平常也就是欺负一下弱势群体，你要真让他搞宗派圣子，借他10个胆子也不敢。刚才只是为了装逼而已，最近嚣张惯了。没收住，这就像一个前世的暴发户，脖子上戴着金链子，天天耀武扬威。突然有一天踢到铁板上了，悲剧了。呵呵，收你来了。沈浪咧嘴一笑，见陆青久久不敢说话，他家老者站了出来。他本不想出来的，但是他要是再不出来，回家也不好交代。本想着你哪天踢到铁板就老实了，你可好，直接招来一尊大佛。你丫的，连他都没把握保住陆青。圣子殿下，我家少爷不懂规矩，还望你高抬贵手，饶恕他。老者硬着头皮，眼睑低垂，语气尽量谦卑平顺。想必这位圣子可能会放过他们吧，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。我们都这样了，你再揪着不放，显然有些说不过去了。儒家文化让我们不要咄咄逼人，领导都很大气的，要面子。估计这圣子也是个好面子的主。年轻人嘛，可是他估计错了。就在他遐想的时候，他只感觉胸口一闷，呼吸都困难了。接着老者耳边传来轰的一声，下一面他身体犹如断了，身体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，重重砸到墙上，墙壁瞬间4分5裂霸权。沈浪一拳将他轰个半死，冷冷地瞥他一眼。聒噪，这还是他收了7分力，不然直接贯穿他的胸膛。他看看自己的拳头，好像比以前更强悍了。啧，血条太厚，能有今天，师尊宝宝的贡献最大了。可爱的师尊宝宝每次都玩命的输出，嘴上说不要，可他心里有一说一，要不是沈浪有天阳神功护体，很有可能干不过师尊宝宝。不过话回来，师尊大人去哪了？好几天都没见了，怪想他的。再看看老者，他吐了口鲜血，眸子暗淡，气若游丝。圣子，你怎么不讲规矩？老者没想到这人说动手就动手。规矩？沈浪歪头想了下，咧嘴一笑，露出森白牙齿。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皇后在一旁眉梢柔媚风情，真是强悍，比狗皇帝强多了。什么狗屁规矩？我的规矩就是规矩。怒发冲冠为红颜。啧，还是为了我。皇后双腿一阵乱动，心里美滋滋。陆青吓傻了，瞪大了眼珠子，自己的护道者一招就给干趴下了。尼玛，这倒是什么牛逼的存在？他终于明白宗门势力的可怕了，特别是碰见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人，更是可怕。老者的死活他是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该怎么办？要道个歉吗？靠，这特么也太没面子了。老者要是知道他心里所想，保准一口老血吐出来。都啥时候了，还要面子呢？你先保住命就不错了。你陆家在人家眼里都不够看的，灭你家和欢宗都懒得出手，因为不够本钱。陆青犹豫了一会，咬了咬牙，准备道歉。圣子，可话还没说完，他就发现沈浪嘴角挂着邪笑，闪现到自己面前。陆青脸色大变，你……沈浪一句话都没有，一直一巴掌把他抽飞了。轰，又一声落地，接着就没给陆青吐血的时间。沈浪闪现过去，一脚接着一脚，嘴角笑意凶残。他脚力何等巨大，脚下的陆青鲜血顺着嘴角呲呲冒出，嘴里夹杂着一些碎物，已经分不清是什么了。他脸色苍白如纸，眼看就快不行了。嘿嘿，于飞，你说我能不能把他内脏给挤出来？沈浪最后一脚踩在陆青胸膛，扭头看向他，嘴角上挑。于飞眼角抽搐，挤着玩哥，你可真会。呵呵，找死的玩意不值得可怜，他才不会为了一个陆青求情，怎么可能？人情最贵重。说白了，你陆青没有这个价值，现实也是如此。不要随便介入别人的因果，那样不值得，有时候会付出代价。躺在地上的老者嘴角苦涩，想拦着却无力阻拦，他自己都快没命了，哪还顾得了他？陆青面如死灰，心里已经凉透了，后悔的要死，早知道今天就不出门了。沈浪目光幽冷，正要一脚踩下去解决了他，这时犹如黄鹂鸟般的声音急促地传来：
圣子，手下留情！手下留情！我操！谁啊？这么大胆，敢挡着老子！就在沈浪疑惑的时候，周围看热闹的人已经有眼尖的认了出来。这谁啊？这不找死吗？没看沈浪谁都不鸟吗？就是啊，沈浪连王家的家花都被打爆了脑袋，这女的不是送死吗？啧，我知道这是谁了。谁啊？大家好奇地问道，纷纷看向那名中年人。陆敏，陆家的大小姐。哦，众人恍然大悟，怪不得当初头鸟，原来是不当不行啊。嘎嘎，今天这场戏好看了。一群人低声怪笑着。节，挨个送人头。幸灾乐祸的人很多，这是人的本性。你们说沈浪会不会怜香惜玉啊？我看着这妞长得也不错啊。那还用说，陆敏可是紫郡有名的美女。你看那腰，那腿，啧，比我命都长。嗨，不怕大家笑话，我昨天和我老婆那啥的时候，把她当成了陆敏。一名年轻一点的修士大言不惭地说道。我操你狠！周围的人打了冷战，纷纷竖起大拇指。有事？沈浪扭头问道。闻言，陆敏先是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陆清，此刻看到弟弟的惨样子，陆敏怒火中烧，冷声道：圣子，你这样太过分了吧？过分？沈浪嗤笑道：你弟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，你不清楚吗？听到沈浪这样说，陆敏被噎得说不出话来。自己的弟弟什么德行他最清楚，他和那什么杨广很像，除了什么和什么，其他的都可以。没错，他就是个畜生。陆敏深有感触。可是在陆家，第三代人只有陆清和陆景两人，家族娇贵的不得了，所以造成他们无法无天的性格。男尊女卑的社会，没办法，陆敏也得宠着，因为以后的家主笃定是陆清，陆景成为了圣子，不可能再回来了，那只剩他一个了。独苗，以后陆敏的富贵还需要陆清给，只能顺从。刚才他听到吓人的禀报，陆敏就心急火燎地跑过来。在路上他已经知道这个弟弟多么荒唐了，挑衅皇室和合欢宗，调戏皇后，惹怒圣子，草了，全是死罪。你这是要把天捅破！陆敏加快了脚步，赶紧去救。当来到这里已经晚了，就看到自己的小弟弟在地上半死不活的，眼看快不行了。他深吸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平静点，沉声道：圣子殿下，还请你放过我弟弟。不行。沈浪摇头拒绝，说道：我刚才都说了，要把他内脏挤出来，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？于妃，皇后大拇指。妈哎！陆清一听吓了一跳，大哥，一条命啊！你说话别那么随意行吗？圣子，你是不给我陆家面子了？陆明语气重了几分，带着胁迫。你陆家有个屁的面子，滚一边去！沈浪脚下又加重了几分，语气不悦。陆敏焦急万分，眼看陆清就快不行了，突然他看到了人群中一个人懒散靠在墙上。于飞，他跑过去急迫地喊道：帮我求求情！唉，于飞见躲不过，只能叹息一声站出来，拿掉嘴中叼的草，说道他非要找死，劝都劝不住。那你也不能不管啊！唉，陆敏你是不是傻？于飞瞥他一眼。我怎么了？陆敏不明白。我救我弟弟有什么傻的？你再拖延一会，陆清就真死了。呵呵，于飞冷笑，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。蠢货，陆清死了你不就解脱了？解脱？陆敏彻底呆了，下意识看向于飞，眼神询问难道？于飞眼神意味深长，眼神在说：呵呵，你们那点破事瞒得了谁？我啥都知道。陆敏读懂了他的意思。我草了，这狗东西怎么知道的？于飞嘴角邪魅，眼神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他，仿佛已经把他看穿。陆敏尴尬的一批，虽然什么都没有说出来，但是他什么都懂了。不过于飞说的好像也有道理，这家伙果然有些小聪明。陆清死了不就一了百了吗？家主接班人不就重选了？先这样，然后这样，最后那样，这一套下来，自己没准还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总之比现在要好很多。想到这，他深吸口气，卧槽，我好像错过了什么。陆清也不是傻子，感觉到这微妙的气息和阴谋的味道，心里一惊。嗨，你这贱人，你要是敢不救我，家里人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他使劲咳了几声，感觉好了一些，又说道：别想，这瞒天过海，嗨，这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嗨，你当他们瞎啊？他语气中满满的求生欲，再也没有了刚才嚣张劲。陆敏心里举棋不定，心里叹了口气，算了，陆清说的没错，他不敢这样做。
这么多人呢，人多嘴杂，不可能瞒得住，到时候无法和家里交代。唉，早知道就晚来一会了。操，路上磨蹭一会也行啊，就差这么一脚。沈浪，你特么倒是踩啊！等我开口吗？我当姐的没办法说啊。哥，求你了，踩下去吧。这时，现场就有些玩味了。刚才信誓旦旦的要杀人的沈浪，踩着陆青，一副无聊的样子，就是不踩下去。于飞吊儿郎当，再一次靠着墙扣着耳朵，抠出来一团白花花的东西，还淡定的吹了吹，接着扣，仿佛这些事和他无关。来救人的陆敏这回也不救了，从表情看是惊恐万分，醋栗不安。不过细心人却看到他的眼睛就没离开过沈浪的脚丫子，还貌似带着渴望。周围的一群人摸不着头脑，这到底死不死啊？不是圣子你还杀不杀啊？你妹的，你的杀法果断呢，好无人性的没了。我草了，完呢？皇后则是一脸好奇宝宝的目光来回扫着几人，这两个家伙在酝酿着什么阴谋？他急了，行不行啊？圣子你又不行了，不行让我踩一脚。陆敏再也装不下去了，总不能一直这样耗着，求助一般的看着于飞，希望他帮帮忙。他敏锐地感觉到于飞和沈浪关系应该还不错，这是个突破点。陆明已经下决心救弟弟了，不救不行，机会已经过去了。他已经做好了陆青怎么惩罚自己的准备，但即使这样，也比让家族把自己埋了强。他还不想死。于飞注意到他的眼神，故作无奈的叹口气，慢吞吞地走到沈浪跟前，弯腰拍拍他的腿。唉，我说行了，再踩就真死了。在于飞焦急的催促下，沈浪蹙眉松开了脚。刚一松开，陆青就猛地大口吸气，那感觉真是太美妙了。他贪婪地多吸了几口，感觉太舒服了，活着真好。看到这一幕，陆明也是松了一口气。你干嘛？沈浪被他阻止，语气不满。行了，再打就真死了。于飞说道。都说了要踩死他，怎么能说话不算？沈浪埋怨道。也对啊。于飞一拍额头，懊恼。你沈浪可是合欢宗的太子爷。是啊，就这样让我收手，很没面子的，怎么跟大家交代？沈浪一脸认真。唉，都怪我。于飞扭头又看向陆敏，一副和事佬的样子。这样吧，陆家出点卖命钱吧。卖命钱，陆敏和陆青一怔，两人一脸懵逼。这是啥钱？难道这两人的命要用钱买？这个主意其实也不错，毕竟陆家也不缺钱，如果要是用钱买，就再好不过了。钱在修仙界是最不值钱的玩意。陆敏心里冷笑，真是高看了你们，原来也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。呸，水货，要钱给你就是。说吧，要多少钱？陆敏和陆青交换下眼神，说道。后者眸子底还藏着一丝对陆敏的恶毒，不过这回陆青也知道，先保住命要紧。沈兄，多少钱？于飞看向他问道。沈浪一脸板正，格局小了，都是朋友，怎么能要钱呢？啧，也是，太俗了。于飞点点头，说道。剑宗圣子和合欢宗圣子怎么能用钱衡量？两人一唱一和，没有任何彩排。嗨，那你们到底想要什么？陆青插话。沈浪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吓得陆青缩了缩脖子。二位想要什么？但说无妨。陆敏硬着头皮问道。修仙之人当然是和修炼有关了，对吧，沈兄？于飞嘴角轻笑。当然。沈浪嘴角再也绷不住了，满是邪笑。打个禁制，把外面的人隔离开来，里面只有他们几人。看到这一幕，陆青心里顿时感觉有些不妙。果然，那就把你陆家的褶字秘给我们兄弟二人鉴赏一下吧。于飞眼神紧紧盯着他，嘴角的笑意都快溢出来了，就像盯着一只待宰的羔羊。此话一出，陆敏、陆青两人脸色大变。褶字秘，9字真言之一，和沈浪的行字秘、数字秘如出一辙。陆家的无上功法，秘不外传的存在，就算是陆敏和陆青也没有资格修炼特么的。本来以为你们要钱而已，没想到啊，这两个狗东西胃口好大，竟然打他们陆家秘法的主意，不怕撑死你们？陆敏承认刚才小瞧了他们俩，这是他们陆家的根基，绝顶秘法，怎么可能传给他们？不行！陆敏断然拒绝，没有丝毫犹豫。你们换个条件吧。这个是不可能的。沈浪轻蔑的笑笑，意料之中。这褶字秘，他们陆家的宝贝，怎么可能轻易拿出？本来今天陆青是必死无疑的。开玩笑，到沈浪手里有活着出去的吗？于飞，求情你可拉倒吧。他求个屁的情！从一开始，两人就灵魂传音商量好了，
本来沈浪就想在陆敏出现的那一刹直接踩死算了，但是于飞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在不久前得到一个消息，陆家有绝顶的秘法，就急忙给沈浪传音，千万别杀死他，留着当筹码。没错，救世者自灭。这个消息确实是于飞告诉沈浪的，恰巧沈浪知道这玩意，这可是好东西，和他的行字秘和数字秘有着异曲同工之处，一种疗伤秘法，使用者在任何状态之下都能瞬间复原伤势，即便只剩下一口气也能满血复活，并且这字秘还能够延长些持有者的寿命。于飞只却不知道作用。当沈浪传音给他后，这小子心里一惊，彻底疯狂了。这就相当于得了一个不死的躯体。简单点说，无论伤势多重，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能瞬间复原。活着很重要。于飞兴奋的喊叫声快把沈浪脑袋喊炸了，嗷嗷直叫。沈浪之所以告诉他，是因为得到后于飞也肯定会知道，还不如现在就告诉他，坦诚一些，毕竟是人家和你分享的消息。沈浪倒是不排斥一起学，反正学会后就把秘法毁掉，以后这个世界只有陆家、沈浪、于飞他们三方会，其他再也学不会到了。陆家不用管，他们肯定不会外传的。陆敏，于飞不悦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你知道合欢宗圣子今天受了多大的委屈吗？给点补偿怎么了？怎么？他语气又加重了几分。陆敏眼角抽搐，大哥，你有没有搞错？陆青都快嗝屁了。你说沈浪受委屈，要说真委屈，可能是他的腿踩得太久，受委屈了。于飞，你们胃口太大了，这断然不可能的。陆明想都没想，直接再一次拒绝。不可能。于飞脸色沉了下来，你弟弟的命不想要了吧？去你们的！什么狗屁合作伙伴，就是要玩你。于飞，你们换个条件吧。陆敏试探道。不行。沈浪目光幽冷，只要者自灭。那我很难办。陆敏说道。呵呵，难办。沈浪语气愈发的冰冷，沉声道，难办就别办了。陆敏心里一沉，果然，下一秒，沈浪直接一脚将陆青踢给了于飞。陆青吃痛在地上滑行了一段，于飞很默契的脚下一挡，随即一把抓起来陆青，犹如抓小鸡，按在墙上，身上剑气外泄，冷冽的寒芒崩射出来，把他钉在了墙上。陆青，陆敏吓得尖叫，啊，姐，救我！陆青嘶吼着，心里怕得要死。啧，这声姐叫得真轻，怎么把他钉在墙上了？沈浪走过去问道。没办法。于飞嫌弃的撇撇头，这小子都吓尿了，我怕溅我身上。确实，陆青这回已经吓尿了，狼狈的一批。皇后暗自碎了以后，脸色一红，扇了扇空气。陆敏看着两人，心里气得要死，狗东西合起伙来搞诈骗。于飞本来就不像个人，现在更不像人。沈浪是看着像个人，根本就不是人，毫无人性。我说的也不算，你们能不能让他先下来？陆敏恳求道。于飞看着沈浪，等他的意思。不能。沈浪直接拒绝。你……陆敏气结，他自认为长得还可以，难道自己就没有一点亲和力吗？那我回去和家族汇报一下。陆敏无奈点头，只能回去。这里有皇室和合欢宗，还有剑宗的人，他什么也做不了。这回可真他妈踢到铁板上了，一提还是3块。等等，就在他转身准备走的时候，沈浪叫住了他。圣子还有事。陆敏错愕，过来。沈浪嘴角含笑，招招手。陆敏更加疑惑了，下意识地走了过去。刚走到跟前，一抬头，迎面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巴掌。啪！声音响亮，还有回声。陆敏懵逼了，漂亮的脸蛋肿得老高。他捂着脸颊，眼神冒火地盯着沈浪，不明白为什么。不是都说好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打自己？再说，你凭什么？我又没惹你。我陆敏在下贱，也是个美女，世家的千金小姐，就这样被你羞辱，你还是人吗？还下手这么狠。陆敏感觉都松了，牙齿松了。沈浪，你不得好死！你凭什么打我？他再也忍不住，一声怒吼。这已经让他失去了理智，神色癫狂，眼神满是怨毒。为什么？沈浪嗤笑。96章第969个字开始那句话带有威胁性，所以给你个教训。听到这话，陆敏脸色一僵，随即变得很毒。你个混蛋，都3章过去了，你还记得呢？我记仇。沈浪脸色一沉，目光幽冷。你可以威胁合欢宗，但是不要威胁我，因为我对杀人没概念。疯子。陆敏心里彻底凉了，碰见了这残暴不仁的混蛋。听到这话，他一阵无力，还能怎样？走了，回家找妈妈。
他走了，走的时候还带走了老者。至于陆青还在墙上钉着，沈浪怕他死了，还给他嘴里塞了一枚丹药，吊着他最后一口气。沈兄高啊！于飞嬉笑，竖个大拇指。死哪都别死这里，出门概不负责。行了，别扯淡了，这字密他们应该不会轻易交出来。沈浪正色道。那怎么办？于飞也开始认真了，思忖着。外面的人看热闹的人，这会已经回到自己的座位了。两人和皇后进了帝王阁包厢，咔的一声关上了门。皇后倒茶，沈浪缓缓坐下，随意的吩咐道：哦，好。皇后缓缓蹲下，于飞惊呆了。我操，沈浪厉害啊，连皇后都随意使唤。啧，偶像啊。于飞佩服得五体投地。皇后虽然在他们眼中不算什么，但是不算什么归不算什么，起码面子上要尊重的。就在他心里思忖的时候，沈浪接过皇后的茶杯，想了想开口：不行就偷，偷不成就灭了他们家。此话一出，于飞暗暗称奇，果然对路，简单粗暴。行，就这么办。于飞起身出门，和自己的人交代了几句。他交代的很简单，回宗门叫人，准备灭了陆家。反正凌霄国是沈浪的地盘，搞再大的动静有沈浪罩着怕什么。安排完这一切，他回到屋里。于飞坐下，突然说道：这个陆景要不要考虑一下？他的意思是，陆景现在是阴阳宗的圣子，如果陆家真的不识抬举，需要灭门，这陆景怎么处理？到时候肯定会牵扯到阴阳宗，有可能会引起宗门大战。我无所谓。沈浪淡淡的一笑，我也无所谓，不行就杀了吧。于飞斜靠在椅子上，双手枕着后脑勺，敲个二郎腿，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。沈浪点点头，这阴阳宗圣子还真是高危职业，前面他已经杀了一对，这陆景不知道是个什么货色，要是真的不照路，那也得死。总之这者自密一定要搞到手。下面的拍卖会已经开始了，三人目光转移到外面，台上一个衣着暴露、一脸风尘气的女子开口，开场白还是那一套。皇后看得新奇，目不转睛的。沈浪笑着鼓励她，喜欢什么就买下来。刚开始她还有些放不开，也怕买到假货，不过沈浪告诉她，有他再不会的。为什么？呵呵，他的面试神童具有看破虚妄、看穿破绽、识破伪装的能力，所以看个小小的赝品还不是小意思。有几次亮出来的东西，皇后一眼就看上了。沈浪又确定一下，点点头，他才开始参与竞拍。不过下面的各方也都很有默契的跟上几轮就放弃了，皇后就兴奋地站起来庆祝，像一个龙骑士。下面的人当然是在让他，不过这也基于沈浪没有乱出价购买东西，也给了底下人很多机会，所以他让着下面的人，那下边的人也自然给他面子，算个顺水人情吧。毕竟大家都看出来了，沈浪和皇后交情不浅，至于深到什么程度，那就不知道了。不过这不是他们关心的事，只要沈浪领情就行了。有好几个也冲他点点头，以示友好。沈浪也一一回应一下。沈浪，你说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吗？皇后眼睛笑着，没问题。沈浪笃定，开玩笑呢，要是他看错，这双眼睛就别要了。啧，皇后宝贝的不得了，倒不是因为东西的宝贵。沈浪看他的样子，笑笑摇摇头，怪不得这拍卖火爆，带点赌博的性质，连皇后这样理智的女人都快迷失了，何况别人呢？咚咚敲门声响起来，几人面面相觑，难道是陆家来人了？这么快？咔的一声打开门，只是于飞的人。那人在他耳边嘀咕几句，于飞听过后摆了摆手，让他出去。怎么了？沈浪脸色平静地问道。于飞神色古怪，开口：紫夭夭来了。北域瑶池圣地，仙气缭绕，到处是生机勃勃，灵气充裕，几只灵鸟在上空鸟鸣盘旋。瑶池边圣主素心，身姿阿娜，肌肤如雪，温软如玉，旁边还站着很多弟子，一个个貌美如花，气质幽兰，如同仙女地凡一般。最近素心心情很不爽，夜不能寐，因为他推算了一下，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：圣女白灵儿在突破王境的时候会有大难，轻则重伤，修为倒退，重则身死道消。这个消息如遭雷击，素心想死的心都有了。白灵儿是他的心血，宗门的未来。瑶池圣地都是女子，没有难修。白灵儿是太阴体，目前是瑶池圣地最好的体质，宗门对他投入了这么多年，如果最后落空，这对瑶池圣地的打击是巨大的。唉，想到这，素心深深的叹口气。师尊，你不要为我伤神了，如果真的死了，我也认命了。
一旁的白灵儿容颜精致，高贵优雅。休得胡说！素心厉声道。片刻，他又开口：“也许还有别的办法。”别的办法？白灵儿一愣，这都推演几遍了，还是必死无疑。能有什么办法？其实素心心里有数，推演的是个吉凶。但是他前不久和后山老祖想破了脑袋，终于想到了一道妙计。这条妙计其实他早已经有打算，只不过现在是倒反天罡，还要求别人，就是要白灵儿和沈浪双修。此双修非彼双修，确切是说应该是吸收复刻沈浪的大道根基。当然他会失去一些大道根源，注意不是修为，是他的混沌本源。如果是修为还好，但是本源是不可逆的，少了就少了，没了，这就相当于把本源嫁接给他，白灵儿就拥有了沈浪的体质。这是混沌本源正道称帝的玩意。听到素心的叙述，白灵儿惊呆了，他一脸不可思议，嘴巴张得大大的。师尊，我们宗门好像没有这样的功法啊。有。素心坐在青石凳子上，双腿交叉叠放在一起。这本秘法几千年前开始禁制了，我们无意间得到，一直被老祖封存。有一句他没说，这本秘法就是几千年前合欢宗的秘法，当时他们差点灭门，剿灭他们的时候，瑶池圣地也去了，有一位老祖无意间得到。由于当时这秘法是不让用的，合欢宗就因为这个差点灭宗。不过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这个秘法有点狠，瑶池圣子全是女子，没有男修，也用不上，所以一直留存。这白灵儿凤眸满是犹豫，有些不忍。这样不太好吧，师尊？他难以接受，主要是这办法太有损阴德了，毁了别人成全自己。我也不想。素心叹口气，看向他，可是别无他法，你要真的陨落了，宗门就完了。可是这样太残忍了。白灵儿眼神清澈，那也没办法，你的体质必须得到提升改造，才可以应对天劫。素心语重心长，他其实也不想，几千年才出一个混沌体，这样毁在他手里，以后他的道心会破碎，不会再有进步。师尊，我们再考虑一下吧。白灵儿面露难色，还是不愿接受，毕竟合欢宗也不一定会同意。穆千离那骚狐狸当然不会同意。素心站了起来，激动道：所以你要配合，这事就能成一半。唉，傻孩子，这可是为了你，为师宁愿毁了自己道心，也要救你。可是没有可是。素心摆手直接打断，断然道：你听我的就好。是，师尊。白灵儿眸子中满是委屈，可是在宗门和自我，他没得选。素心里松了一口气，他刚开始还怕白灵儿不同意，这姑娘善良，还非常懂事，懂事的让人心痛，天天加紧修炼，一刻都不耽误。唉，良久，素心发出一声叹息，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如果要是自己和沈浪双修就能解决白灵儿的问题，他会立刻加道相迎，但是这不现实，不是他和沈浪就能解决的问题。宗主大人，合欢宗的宗主和顾雨飞来了。这时一个仙子恭敬地禀报着。白灵儿一愣，这才知道师尊已经把他们请过来了。那刚才算什么？只是告诉我一声吧。想到这，他心里有些酸涩。素心，你这圣地打理得很好吗？穆千离声音空灵，连步款款地走过来，身后还跟着身姿阿娜，一脸骄傲的师尊宝宝。没错，他回宗门了，所以好几天都没见孽徒，还挺想的。还想他作甚？那个狗东西死了才好。唉，千离，你都多久没来了？素心十分热情，拉着他们坐下。仙子师尊不情不愿。呵呵，我合欢宗你不是也好久没来了吗？穆千离浅笑，眸子中满是睿智。素心深情微微一愣，随即笑哈哈，急忙转移话题。两人寒暄了一大会儿，东扯西扯的，就是不进正题。穆千离也不急，你请我来的，我无所谓，你爱说不说，不说到时辰我就走，爱咋咋地。素心看他不接话茬，心里暗骂一句，忍不住开口道：今日请你来，主要是想商量一下联姻之事。联姻之事我草。师尊大人头皮发麻，怎么感觉这事是冲着我来的？他下意识地看向白灵儿，又看看素心，排除了素心要联姻的可能性。他都几千岁了，能配得上他的只有七长老了。师尊心里恶狠狠地想着，那剩下的只有这个圣女了。一看到他脸蛋绯红一脸，就知道是他了。实锤了，好你个瑶池圣地，想抢我孽徒？哦，联姻是谁啊？穆千离有意无意地瞟向白灵儿，明知故问。我们的圣女和你们的圣子。素心也不想再装下去了，直接摊牌。穆千离沉默，心里思忖着，来的时候并不知道是联姻。要说吧，
沈浪和白灵儿还是挺般配的，两大势力的天之骄子结合也是一段佳话。合欢宗和瑶池圣子也都很强，沈浪还是混沌体，他白灵儿不吃亏。不过你这主动邀请，我只能呵呵了。本座当了几千年的宗主，星颜子800多个，你素心也最多就700个，还差100，你怎么玩？那倒是挺不错的。穆千离喝了口灵茶，点点头。这么说你同意了？素心脸色一喜，没想到这么顺利。我没问题。穆千离摇了摇玉扇，语气不紧不慢。关键是沈浪不一定同意。不同意。素心纤细手指一顿，随即不明白为什么。他觉得白灵儿配得上沈浪啊。你也知道，现在沈浪呢，很牛掰，在宗门很抢手的穆千离微微叹口气，所以我估摸着他应该有道理。闻言，一旁的师尊脸色一红，低着头，心里扭扭捏捏，嗔道：师姐，看你说的跟你知道似的。穆千离是在瞎掰，他根本不知道沈浪有没有道理，唯一知道的是云瑶想和他结个道缘。这个时候他就想看看素心到底想干什么。老对手了，都是千年的狐狸，他可不认为这女人赶着送媳妇。穆千离很淡定，我就不急，气死你。呵呵，一个女人而已，你瑶池圣地的女人好，我合欢宗的质量也不差。沈浪随便挑，说句不可能的话，就算把顾雨飞许配给他也不是不可以。当然这也是说说而已，顾雨飞笃定不会同意的。开玩笑，怎么可能，毕竟是师徒关系，这也太尴尬了。再说这样对雨飞也不公平，自己的师妹心疼还不急呢，断然不会把她往火坑里推。放心吧，师妹，你俩成不了。哎，你心眼总是比我多2个。素心摇头苦笑，无可奈何，不瞒你了，我主要是相中他的体质了，想让他们结个道侣。还没等到穆千离说话，师尊大人坐不住了，他脸色冰冷，语气生硬。哼，我那孽徒圣体还没大成，你们就想摘他桃子，做梦。雨飞，你要激动吗？难道沈浪一辈子不找女人？素心婉然一笑，也不生气师尊大人，心里很气，不知道怎么了，在听到他们说要联姻，就心里不舒服，想发火。见他不说话，素心又看向穆千离，朱唇轻启。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这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。穆千离也不藏着了，摊牌。北域瑶池圣地以你为首。素心咬了咬牙，这是他最大的诚意了。人族总是一盘散沙，就像他们6个势力，虽然都在北域，但是却心不齐。以前也组建过小团体，最后也都是不了了之，所以每次抵抗妖族时都力不从心。说实在的，没有妖族团结，所以从大局上讲，他也乐意。不得不说，穆千里有些心动了，倒不是他有私心，实在是人族太乱。如果能一心团结，一定能对抗南域妖族。我不能保证沈浪会同意。穆千离颔首同意，但是话不说满。那你就别管了，只要你们同意，剩下的就是他们2个人的事。素心松了口气，站起来，我很开明的，要是沈浪不愿意，我也不会强迫他们。嘿嘿，不愿意不存在的，以莲儿的姿色，他是不会拒绝的。他们想的都很好，可是一旁的师尊大人却酸了素心。你这上赶着嫁人，不会这么简单吧？穆千离眸子中泛着金光，始终认为不对劲。素心心里冷笑，早就知道你这狐狸精不会轻易相信，老娘等着你呢。呵呵，还得是你。素心轻笑，缓缓坐下。以后他们的孩子必须给我们瑶池圣地。他早就想好了，借种完美的理由，让他以为瑶池圣地图一个孩子，沈浪和白灵生的孩子必然不会差，肯定是圣体，所以这个理由合情合理。穆千离绝对不会起疑心，就像他说的，上赶着嫁人，一点好处不图谁信啊？又不是自己这几千岁老女人，沈浪笃定看不上。现在嫁的是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，瑶池圣地总要图点什么吧？联姻连的就是利益。那好，我同意了。穆千离笑容灿烂，素心脸上一喜，开心道：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哼，什么800个星星颜子，那100估计没长熟吧？还不被本座涮了？我一半真一半假的掺在一起，你也分不清。素心笑很开心，你就笑吧，等沈浪根基损伤，我看你笑得出来。穆千离笑得更开心，呵呵，女人，笑吧，到最后你赔了夫人又折兵。白灵儿看着他们的样子，心里苦涩，都没人问我的意见。虽然沈浪他见过，也不那么讨厌，不过自己就像一件物品，被这样交换了，很不爽。另外，把人家大道根基直接损坏，实在有些歹毒了。白灵儿心里依然有些接受不了。唉，他轻呼口气，灵儿，你好像不开心啊？你怎么了？
穆千离见他兴致不高的样子，笑眯眯问：“你不同意吗？”啊！听到这话，他下意识看向师尊，素心轻皱眉头，忙说道：“我愿意。”哼，这都是我们商量好的，千离不用多虑。素心轻笑道。穆千离颔首点头，呵呵，你们可真好。仙子师尊心里冷笑，就没人问我吗？当我不是人啊？可恶，为什么圣女不是我？为什么一定要娶圣女娶师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仙子师尊仰天长啸，捶胸顿足，他心里酸得要死，抚摸着自己的小腹，眼神冰冷地瞥向白灵儿，想刀他。白灵儿吓了一跳，这充满敌意的目光让他心底发颤。干嘛啊？还没怎么样呢，就给我下马威，他心里委屈死了，赶忙冲他微微行礼。虔诚，赤诚。白灵儿姿态放得很低，没办法，他怕这顾雨飞是有名的清冷，还是沈浪的师尊，以后他也得尊敬碰见这样的人。白灵儿心里没底，这就像一个进门的媳妇碰见一个恶婆婆。顾雨飞冷淡地收回了目光，哼，算你懂事，反正我是不会同意的，回去就和师姐说嗨嗨。本座为什么要酸？孽徒有道理，关我什么事？他死了才好。唉，这狗东西有什么好的？你们一个个一天天的，没一个省心的。呸，不要脸。面前的几人还在愉快地聊着天。素心在得知沈浪在凌霄国时，就安排白灵儿让他近日也去，两人培养下感情。白灵儿乖巧点头，他下意识地看向一旁的师尊，又惹得他的一顿白眼翻了好几遍。我去护图狂魔啊，我招你惹你了啊？干嘛总是想到我？白灵儿终于发现了事情严重性，恐怕以后自己的日子不好过吧。师尊心里哼哼唧唧，不过还好，毕竟在合欢宗我顾雨飞还是有一定威严的，起码宗门内没人敢打我孽徒的主意，这点他很放心。这就实力，在自己眼皮子底下，谁敢那就是不给我雨飞仙子面子？恐怕没有吧。想到这，他心里还是松了口气，起码内部没有斗争。那些封主啊、仙子啊，现在还是挺老实的，想必他们也不敢想偷家，门都没有。目前战斗来自于外部，这也好办，以后把孽徒放在宗门里，最好放在自己洞府里，哪也不让去。呵呵，孽徒，我看你还怎么得意。北域上空中，宗主大人和师尊宝宝离开了瑶池圣地。这几日穆千离一直要求他陪着自己，师尊大人心里不情不愿的。雨飞啊，你就这么不想陪着我？穆千离叹口气质问。我想去找沈浪。顾雨飞毫不隐瞒，想了想又解释一下，我是担心他的安全。不必担心。宗主大人轻摇玉扇，自信的笑笑。岳凝霜他们几个都在。我操，你不说还好，说了我更怕了。孽徒什么德行我太了解了，根基那么雄厚，岳凝霜他把握不住。不行，必须得我看着才放心。顾雨飞越想越担忧。师姐，我就此别过吧。啊，就此别过。穆千离愣住了，问道：什么意思？我要去凌霄国了，你猴急什么啊？穆千离眉头冒出阵阵黑线，冷声斥责：跟我回去，还有事呢。不去，师尊宝宝的将劲上来了，准备开溜。你敢？穆千离眉头一皱，呵斥道：胡闹什么？哪有什么事啊？师尊一脸不情愿，笃定是你骗我的。看他无理取闹的样子，穆千离无语，这个师妹真是让师尊宠坏了。别看他人前清冷高尚的样子，实则骨子里满是刁蛮任性。当然这只在他面前，在外人面前还是骄傲的，保持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特别是在沈浪面前，绝对不能被他看扁。穆千离每次看他这样的样子都想抽他，不过还是舍不得。后山的师尊也不会答应。唉，这女人是你逼我的，今天好好收拾你。呵呵。穆千离冷笑，忽然问道：师妹，你肚子怎么回事？先给你个暴击。师尊宝宝神情一滞，强忍着内心的慌乱。什么肚子？我操，不会吧，被发现了，我天天穿着紫薇软甲呢。这你也能发现？王阶软甲能隔绝气息，所以师尊大人自从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就一直穿着，从来没有落下过这步。今天还？我去他心里一沉，今天我没穿，怎么会没穿过日？想起来了，在孽徒的床榻上走得太急，忘了完了。BBQ 了。师尊宝宝低眉垂眼，脸色通红，再也没有刚才的嚣张劲了。看他副样子，穆千离心里好笑，就像一只斗败的母鸡，耷拉个头不说话。不牛逼了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。呵呵，小样，我治不了你。穆千离刚才就已经发现了，只不过忍住没有说。他也不排斥顾雨飞怀孕，毕竟修仙者能怀上孩子真的奢侈，所以他运气是真的好。但很肥哦，
只不过他很好奇，这孩子的爹是谁宗门里的不该啊？没见他跟谁眉来眼去的。再说师妹的演技很高的，当年秦苍追求过她，被他痛打了一顿。啧，意外，太意外了，真是千古之谜啊！上次发现她不是个厨了，这次直接怀孕了。嘎嘎，想必是同一个人。师妹你玩得挺花啊。穆千离一脸戏谑。啧，竟然怀孕了，这孩子爹的是谁啊？我去，师姐果然知道了，丢死人了，该死的孽徒！他心里恨得牙痒痒，竟然命中率这么高，直接10环。那个师姐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师尊宝宝眼神闪躲，手指头在扣着指甲，心虚道：他这副样子，就是傻子都知道在说谎。嘿嘿，穆千离玩味道，还不承认？我都快当大姨妈了，你准备瞒到什么时候？师尊大人本想咬死不承认，但是在他这位神通广大的师姐面前，好像做什么都是徒劳的。他心里叹了口气，再次暗骂一句孽徒。有一段时间了。颔首点头，一副做错事的样子。傻丫头。穆千离上前一步，摸摸他的头，语气关怀。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说。师尊大人鼻子一酸，扑到他怀里，抽泣了起来，像是有些委屈。是了，怎么能不委屈？被徒弟凿了，任谁都委屈吧。这还不算完，每月还要按时打卡，准时上班。你说气不气？这段时间他自己一个人扛着，连沈浪都不知道。好难突然被穆千离发现了，像是找到了一个突破口，心里的压抑一股脑的全部发泄了出来。穆千离微微皱眉，一股杀气陡然而出，周围的空气都紊乱了。怎么？他欺负你？他眉毛一挑，厉声道：要是真有此事，他是绝不允许的。堂堂合欢宗的封主，委曲求全，还被欺负，岂有此理？顾雨飞泪眼朦胧地抬起头，胡乱擦了下眼泪和鼻涕。师姐，没人欺负我，就是想哭。其实在他心里，早就把穆千离当成了亲姐姐。哭什么？这好事啊！穆千离拿着纱巾帮他擦拭。师姐，我就是有点怕。师尊大人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，暗暗松了口气。起初他还觉得有些不光彩，不敢说，现在听到师姐不怪罪，心里顿时觉得又行了。只要不说出来那狗东西是谁，就没事。哼哼，丫头，有师姐在，你怕什么？穆千离神情傲然，在这个大陆还没有谁敢跟我对着干。师姐好酷啊！师尊大人心里赞美，同时也很安心。师姐，师尊是他最亲近的人了，还有肚子里这个。至于沈浪那狗东西，只能算半个。师姐，我们回宗到底有什么事啊？师尊突然想起2件事。穆千离伸出2个指头，慢慢说道：第一个，回去商量下联姻的事，这素心绝对没说实话。没说实话？师尊错愕问道：他不是说瑶池圣地只想要个孩子吗？呵呵，这娘们声东击西，这里绝对有问题。穆千离语气肯定：不会吧，全是假话。师尊狐疑道：一半真一半假，呵呵，玩烂的招式。穆千离嘴角露出不屑，几千年了，他就会那几下子，从不创新。师姐，那我们怎么办？你都答应他了。谁答应了？穆千离讥笑。沈浪要是不愿意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嘻嘻，说得对。师尊大人笑容灿烂。你看吧，无论他玩什么阴谋，最后会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师姐，你是不是想好计谋了？那倒没有。没有。师尊大人声音高了几分。那你这么肯定？他一直这样。穆千离背着手嘲笑。几千年了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我去，不会吧？那挺废的。像是知道他心里的想法，穆千离也提醒道：不过也不要小看他，素心挺毒的，下手狠，不然也不会成为圣地之主。师尊大人脸色凝重的点点头，忽然又问道：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呢。走，去后山找师尊他老人家。干嘛？给你看看运气。